该局老婆就给我脑袋一板砖，甚至角度还很刁钻，一心只想跟我一别两宽，只因我穿越成了他的新郎官。即使他的姿色非同一般，奈何我先天性被藤腰酸，结婚多年都没能跟他成欢，所以他报复我的手段越来越极端。迷迷糊糊中，我刚睁开双眼，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下意识一抹血淋呼啦的，在黑暗中躺了半天，这才在断断续续的记忆中反应过来，自己好像穿越了。前世我是部队炊事班一员，演习中一个失误，光荣的加入了穿越者的行列。穿越过来的这副身体是名副其实的前地主家傻儿子，之前倒还算家境殷实，不过这几年朝廷腐败不堪，边境那边也战事不断，再加上全国大汉颗粒不收，这就导致了抢劫的人就跟排着队打卡一般，偌大的家产早就被搬空了，甚至大门上的铜皮都被扒干净了。现在自己就剩一个整日被自己打骂的童养媳。更倒霉的是原主不知得罪了谁，被人从背后拍了一板砖，就把炊事班张大厨拍来了。突然传来钉钉子的声音，这才发现自己竟在木盒子里，我被吓得一个机灵，这该不会是棺材吧？这刚过来就要被活埋吗？正准备挣扎悠呵几声，就听见外面传来吵闹的声音，快跑啊！土匪又来了，大家赶紧藏起来。我还正在纳闷着，棺材突然开了一条缝，突如其来的亮光让人睁不开眼。然后一个身材弱小的女孩用一根木棍把棺材撬开一条缝，这女孩正是自己的童养媳苏有。还不等我问问什么情况，她直接一个翻身，重重的压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就听到院门被人撞开，给我搜所有值钱的都带走，真够会替竟撞上白事。紧接着就是一阵摔东西的声音，老大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穷鬼。那个粗犷的声音再次响起，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像样的院子，估计被二龙山的人抢过了。随后脚步声纷乱的走远，我感受到身上的苏有容此刻浑身颤抖，过了好一会他才动了动，但那骨肉硌着自己的肋骨，疼得我龇牙咧嘴挪动了一下。苏有容一声惊呼，我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别叫小心土匪还没走远。然后我仔细的观察起来他，眼神中不仅没有我活过来的惊喜，反而充满了厌恶和害怕。我揉着脑袋消化了一下记忆，这才想起前身对这个童养媳动不动就是打骂，顿时让我感觉前身简直有病，妥妥的一个虐待狂啊！难怪人家有这个表情。最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总算从棺材里面爬出来，弯着腰大口的喘着粗气。我不敢置信的看着自己这副身体，那叫一个骨瘦如柴呀！地主家傻儿子不应该白白胖胖吗？想当年自己是炊事员时候，那叫一个健壮，30公里越野都是手到擒来。等我回过神来，发现小丫头不见了，明明自己是她丈夫，搞得跟生死仇人一样。外面空荡荡的，已经没有土匪的影子。我起身关上门，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一会，苏有容悄悄地从屋里出来，一只手放在身后，似乎是拿着什么东西。我没有管那么多，淡淡的对着苏有容问道：“家里还有吃的吗？有点饿。”现在的自己感觉浑身无力，后脑勺肿痛，肚子扁扁，只想吃饱了睡一觉。听着我说的话，苏有容迟疑了一下，然后从墙角拿出一个布袋，里面装着一点点粮食。不过这时候我的注意力全部在他随手放在身边的东西，一块沾着血的石头。不一会，一碗简易的粥摆在我面前，这寒冬腊月能喝上热乎了，就已经很不错了。尽管难以下咽，但还是大口吃起来。突然传来一阵咽口水的声音，我这才想起原主定下的规矩，自己吃饭的时候，苏有容必须背对着自己。在原来的记忆里，苏有容父母也算是有些家产，之前他父亲还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但后来天灾人祸瘟疫横行，导致他父母双双病故，这才被原主他爹买了过来。但是这个原主可能是早产了，整个一个虐待狂，简直是禽兽不如。我看着碗里的饭叹了口气，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莫做妇人生苦乐由他人。这2天都被这个小姑娘占了吧。我朝她招了招手，你过来一起吃点吧。苏有容诧异的回头，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以为听错了，又倔强的转了回去。我见状有些无奈，毕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的。只不过这苏有容一句话不跟自己说，自己又没法跟她解释，死老公非比老公了。于是我又对着苏有容问道：“你怎么也不说话？家里还有什么衣服吗？”只见他抹了抹眼泪走了出去，不一会拎着一个包裹走了过来，看样子应该是买起来的。打量一番后，我诧异的问道：“怎么都是一些男的衣服？没有你穿的衣服吗？这几件衣服你先凑合穿一下，这天气太冷了，你这样会冻坏的。还有桌子上那个粥，你直接把它喝完吧，我吃饱了，我去外面撒个尿。”苏有容一脸不敢置信的看着我，估计心里正在嘀咕：为啥公子醒来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莫非是自己下手太重，把他给打傻了，然后把之前的事情都忘了？看了看桌上已经微凉的稀粥，咽了几口唾沫，终归还是没有去喝，只是从衣服里挑了一件厚衣服，把自己瘦弱的身体裹住，这才感觉有了一点暖气。半炷香后，我回到屋内，跺着脚不停地搓着手，冻死了，我们得生点火才行。苏有容依旧是一脸的诧异，之前的公子是从不会跟他说这种事的。然后我就看到了桌子上没有动的粥，于是有些埋怨道：“你怎么不吃啊？都放凉了。”苏有容一个劲的摇头，有些好奇的打量着我，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然后一本正经的跟我说道：“公子，其实我是个小哑巴。”我闻言扑哧一声没忍住笑了，哑巴还会说话呀？这个傻的可爱的小妞，话刚说出口，她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么愚蠢的错误，瞬间涨红了脸。或许是因为封建思想在作怪，也或许是单纯的太害怕。苏小月不敢吃，我只好搬出西北锤王的语录：“丈夫的话都不听了吗？信不信我锤死你？”一听我又要揍他，苏有容明显浑身一颤，过往的惊恐记忆涌上心头，这才听话的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泪珠不停的滚落到碗里面。我看他吃完结结巴巴的说道：“之前的事对不起了，我以后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说实话，不知道是身份作怪，还是因为军人天生的正义感，自己对这个小媳妇很是亏欠。可谁知话音刚落，苏有容直接一下跪在地上：“少爷，求求你不要卖我！我没想
想到他竟然这么大反应，赶紧上前把他扶起来。谁说要卖你了？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以后我再也不捶你了，咱们好好的过日子。苏有容倒也不奢求多好的生活，只要以后公子不再捶他，就已经足够了。说话间就挺到了晚上，我眼巴巴的等着吃饭。下午修补院子饿得自己眼冒金星，可没想到的是，苏有容天一擦黑就直接钻进了被窝，俨然一副要睡觉的样子。我咽了口唾沫问道：这么早就睡觉吗？我们不是晚饭还没吃吗？苏有容叹了一口气道：公子家里没多少粮食了，我们现在只能一天吃一顿饭，那要不我再去做一点吧。虽然他也很担心以后咋吃饭，但公子今天不像之前那么让人厌恶，而且那一脸眼巴巴想吃饭的样子，着实有点让人心疼。这人再怎么说是自己相公，更何况老爷之前帮自己埋葬了父母，这是天大的恩情。苏有容无以为报，只能默默忍受。前些天那次动手，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张家，因为自己要是被打死，这大傻相公是怎么也活不下去，说不定还会被人羞辱。死之前再让张家蒙羞。天知道当时苏有容下了多大的决心，做出了多么大的挣扎。不过感谢老天爷，那一下竟歪打正着的打好。估计是上天可怜自己吧。我想着今天看到的那点粮食，吃一天就少一天，在如今的世道还是忍忍吧。我刚到床边想要上去，就看到他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不是睡觉吗？你干什么去？话刚说出口，就想甩自己一巴掌。这又特么是前身定下的规矩，让苏有容暖被窝，再把他赶出去。天知道这么冷的天气，小姑娘没有被褥在柴房睡觉，这么久是怎么挺过来的？于是我强硬的说道：你哪里也不许去，就在这睡，不然的话我就捶你。苏有容闻言愣在了原地。公子，我晚上会打扰你休息的，我还是去柴房吧，习惯了。我这才想起，因为他长期营养不良，晚上睡觉经常腿抽筋，疼得满地打滚。我依旧假装生气低吼道：赶紧躺下，今天你要是出去，我就不要你了。夜晚苏有容第一次被抱着睡觉，这种温暖和被关怀的感觉是自己之前都不敢奢望的。没想到这次公子被打后竟然能变化这么大，这样的公子跟着他挨饿受冻也愿意。看着门口的那块石头很安心，以后就算公子再变坏，大不了再拍几下。突然苏有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着急忙慌的穿鞋，坏了，我忘记关大门了。我闻言笑着自嘲道：算了吧，家里也没啥东西，贼来了估计也得抹着眼泪走。苏有容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不是啊公子，最近几天晚上村子里有狼。我一听有狼那还了得，现在的体格子别说是狼了，就是一头羊也不一定能打过。但这种事情哪能让女人去干？真是遇到狼怎么办？你老老实实待着，我去关门。我刚起身还没开门，就听到院子里咚的一声，难道狼已经进来了？然后我透过门缝观察，并没有想象的狼影，不过倒是有不少的老鼠，不能再耽搁了下去了。我连忙跑到了大门口，把大门给锁了起来。回到屋里后，这才放心的躺下，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装满了无奈。谁人穿越不是金手指加身，再不济也是身世宣赫，自己倒好过来就要饿死了。但看看怀里的小美女，前世标准单身狗一个，过来就有老婆也不算太惨。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怀里的苏有容一哆嗦，紧接着捂着小腿颤抖。过了好一会，苏有容腿放了下来。公子对不起，打扰你睡觉了。说着眼泪不争气流了下来。不好容易跟公子一起睡觉，却因为自己这样把丑态完全暴露出来。我闻言心头狠狠抽了一下，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相信我以后面包会有的。苏有容嘴角一瘪，直接扑到我怀里嚎嚎大哭，满脸都是滚烫的泪水。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这小妮子正是接纳了眼前的男人，心里认可了我这个项目。我躺在床上一夜没睡，一方面是外面不时传来狼嚎，让我心颤不已；另一方面刚才在墙角无意中发现了那块他拍自己的石头，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总算是熬到了天亮，我抓紧时间起床，准备把大门加固一下，毕竟昨晚的狼群一晚上都没消停，整整嚎叫了一夜，也不知道有没有邻居受难。苏有容一早起来就去厨房忙活了，虽然粮食不多，但水还是充足的，至少能保证起床能喝上一碗热水。送水期间，苏有容怯生生地问道：对了，相公，你脑袋后面还疼不疼啊？我明知故问说道：当然还疼啊，也不知道谁那么狠，最好别让我找到那个人，要不我非得狠狠打他的屁股，直接给他屁股打开花。对了，你当时人在哪里啊？有没有看见是什么人把你家公子打成这样？苏有容吓得原地一哆嗦。啊，那天我不在家，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么过分。说完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溜烟的跑回屋里。看他的样子，我也是一阵好笑。不过自己的这个小媳妇真是厉害，竟然真的谋杀亲夫。不过换位思考一下也能理解。片刻后，我和苏有容正在吃饭，突然闯进来两个流里流气的人，语气嚣张的喊着：竟然还能吃上饭，赶紧还钱！苏有容一见来人，当即脸色煞白。我一头问号，把苏有容护在身后。你们说的什么我听不懂，还什么钱？其中一个无赖上前说道：你家娘子借了我10两银子，说是要买棺材埋了你，虽然你现在没死成，但我这个钱还是得要回来，不还钱就用这小娘子抵债。反正你这个傻子也不懂人事，这么多年老婆还是黄花大闺女，真是可惜坏了。苏有容一听都要哭了，之前的却是没办法才借了钱，置办棺材算是给张家最后的体面，但是公子活过来了，钱也白花了，无论如何现在也没钱还上。你胡说，一共就2两银子。那无赖直接扯嗓子吆喝了起来，本金是2两银子，但是加上利息就是10两，别说那么多废话，今天要么还钱，要么你跟我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闻言很是无奈，确实是自己这边借钱在先，而且动手也不是他们对手。苏有容此时更是万念俱灰，人最害怕的就是刚有了希望瞬间就没有了。
我咬了咬牙，拿出传家的那块玉。我没钱，就这一块玉佩，赶紧拿走，然后离开这里。那无赖一看玉，眼前一亮，他自然知道这可是好东西，但还是装作不情愿的样子。不就是一块破玉吗？能值几个钱？我给你们的可是实打实的银子。看着他厚颜无耻的样子，我直接语气严肃道：钱破你可以不要，但是你想带走我老婆，我就算拼上这条老命，也要把你砍死，不信你试试。无赖一听我要来硬的，打狼道：得了得了，就当帮你们老张家，也算是积了德了。然后麻溜的捡起玉佩，带着一起来的打手一溜烟的离开了。等他们离开后，苏有容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不知道说什么，就是一个劲哭。他怨这世道的不公，也恨自己之前的作为，更苦他和公子的命运。我缓缓的把他扶起来，你要是不嫌弃，就继续跟着我，我们两人以后也算有个照应。安抚好后，我也叹了口气，当务之急是先吃饱肚子，现在的身体太弱了，要不是刚才自己浑身没劲，别说2个无赖，就是来10个我照样放倒。家里是不指望了，得出去看看。之前在部队时候有专门的野外求生课程的，我自然知道野外什么东西能吃，只是现在寒冬腊月的，确实是比较麻烦。交代好，苏有容从家里走出来，看了看昏暗的天空，这老天爷真不给人活路啊！天上已经飘起来了雪花，如果找不到吃的，估计这天气挺不过几天了。山里的狼应该也是这种情况，要不也不会一直进入人的村子。找了一大圈，什么也没找到，就只有几棵老榆树，不过树皮倒是比较完整。榆树的树皮是可以吃的，不过可惜附近就这几棵，估计也顶不了几天。我看了看，确定四下无人，便快速用菜刀把树皮弄下来，然后用衣服包住往家里跑。苏有容见状有些惊讶，先递过一碗热水让我暖手，然后打开包袱，这是树皮。我看着苏有容的表情有些疑惑，对，是榆树的树皮，你之前吃过吗？闻言，他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听老人说过能吃，但我吃下去根本咽不下去。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笑道：你个傻丫头，该不会是直接抱着树皮啃吧？苏有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都是这么吃的呀，不然呢还能怎么吃？我一阵无语。你先把这些树皮用石头全部砸碎，然后压成粉末冲水喝。对了，之前院子里那块石头呢？很结实也很圆滑那一块，怎么看不见了呀？不得不说，之前他砸我那石头圆润结实，当捣锤倒是挺合适。只见他低着头，脸红道：我去找找。不一会就拿着石头走了出来。最后俩人一阵努力，把树皮全都砸成粉末，用热水一冲倒，真是像面粉一样，然后捏成面团烤了一下，放到嘴里有点硬有点苦，甚至还有点辣嗓子。可苏有容倒是没有挑剔，似乎要比他想象的好，真好吃，跟面团一样。苏有容吃完摸着圆鼓鼓的肚子，吃饱的感觉就是好啊，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我不禁笑了起来道：我一会趁村里人还没发现，先去把树皮都弄回来。你在家就先不要打磨了，先把树皮分散藏起来。我看你藏东西也是高手。听到我另类的夸奖，苏有容脸色微红，不知是吃饱了还是因为我的夸奖。还有一件事就是，以后我们做饭一定要关门，尽量不要让别人看到。苏有容眼睛瞪大的像铜铃，并不是很能理解。相公，这又是为什么呀？我则是淡淡的说道：刚才出去的时候，看到其他人虽然比我们好一点，但是也强不到哪里去。现在这个世道跟人吃人差不多，我们还是低调一点。好了，我要出去砍树皮了，你在家帮我数一数老鼠洞数量。回来之后我有大用。然后我来回跑了好几趟，这才把附近的槐树皮都搞来，足够俩人吃一阵子。但是单单靠吃树皮肯定撑不久，而且这么吃肠胃早晚出问题。可惜现在不是夏天，不然想办法做点弓箭，在林子里也能打到一点猎物。所以我把目光放在狼身上，我决定要猎狼，即使危险也不想一直挨饿受冻。但就靠着现在的情况，纯粹是给狼送温暖去了，所以得想想其他办法。刚好现在院子里遍地老鼠，我可不敢拉着小娘子乱吃，大灾之年鼠疫横行，但这院子里的老鼠必须得解决。不仅猎狼需要诱饵，也得防止疫病的发生。后面要是自己攒下点吃的，解决不了这些老鼠，说不定就白干了。到家后，苏有容已经找出老鼠洞，不找不知道，竟然发现足足20多个洞。我急忙和泥巴，准备用石头和泥巴堵住老鼠洞，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一只老鼠明目张胆地从洞里出来，吓得苏有容一声尖叫，原地蹦起来老高。我眼疾手快，抓起身边石头，瞄准老鼠狠狠砸过去，顿时血肉横飞。接下来没一会，光在堵老鼠洞的时候就被我砸死了7、8只。看着地上的这些老鼠，虽然野战生存里说过处理方法，但我是真吃不下呀。苏有容离得远远的，好奇问道：相公，我们捉这么多老鼠，你不是想说是留着我们吃的吧？我转过头笑着说道：老鼠肉是不能吃的，但你想吃狼肉吗？闻言，苏有容一脸的惊恐：啊，相公，你要杀狼吗？我们现在有树皮，你可别做傻事。放心吧，我又不是傻瓜，快，我们得抓紧时间，不然天黑就没法干了。忙活了半天，终于把洞都堵住，只留下门外一个洞口，在这里设下陷阱。忙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关大门后，我拿着老鼠就往房门口走去。苏有容一脸好奇地看着我，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相公，你这是要做什么呀？我正拿着菜刀在石头上磨着，时不时在老鼠身上划几刀，做一个让狼乖乖送死的好东西。白天我正是想用因纽特人他们在冬天捕狼的方式，这个方法当下最为合适。苏有容似懂非懂的点着头，一脸崇拜地看着我：相公，你懂得还真多。我用刀在老鼠身上划一阵，就把菜刀放到院子里冰一阵，不一会表面就凝结出一层血染。此时的村子外面又开始响起狼嚎声，由远及近。我就在院子里静静地听着，从动静来看，最少有3只狼，这让我不禁皱起了眉头。毕竟现在菜刀只有1把，必须要想办法只让1只进来。又听了一会，我摇摇头，走进了屋里面。第二天一大早刚起床，就听见不远处一阵喧嚣声。我和苏有容刚忙去看，这才知道是昨天晚上几只狼扒开了大门，把这家人咬死拖走了。而之所以这么多人喧嚷，却是因为这家人还剩点粮食。
时，几个哄抢差点打起来。当天夜里再次狠狠地吃了一顿，晚上还要猎狼，不吃饱肯定是不行的。我特意将内屋的门关了起来，并让苏有容从里面堵死，然后从房梁上放了一根绳子，如果有狼真冲进屋里面，我就踩着桌子用绳子爬到房梁上面去。一切妥当后，我裹着被子躲在院子里的大树上，月光将整个院落照得宛如白昼。大门外面优渥放的不少老鼠，还有大门也留了一个小口，院子中间固定着一把血刀。就这样等了很久，到后半夜竟然没有一点动静，莫非今晚狼群没来吗？此时我在树上都要冻僵了，冬天的室外温度不是开玩笑的。正当我要放弃时，忽然门口传来一阵抓挠木板的声音，我刹那间浑身一颤，来了！不一会，一只瘦弱的狼钻了进来，两只眼闪着绿光，在月光下看起来格外瘆人。这匹狼顺着老鼠的路径，不一会就走到了血刀跟前。我屏住呼吸看着它，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狼竟然对血刀没有一点反应，反而对着屋的方向走去。我心里暗骂一声，看来这里的狼嘴还是刁，宁可吃肉也不舔血。没办法，我连忙将渔网抛下去，但是身体早都冻麻了，一个没站稳从树上摔了下来。好在有被子裹在身上没有受伤，但这一下也让我眼冒金星，浑身上下无处不疼。眼前的那匹狼似乎发现了我，两只眼睛绿光大盛，朝着我龇牙咧嘴，但是被渔网给困住，使劲的挣扎着，眼看就要挣脱开了。我也顾不得身上的疼痛，连忙举起提前准备的木棍，朝着狼狠狠地砸了上去。每一次的敲击都震得手巨疼，但我不敢停下，一旦让狼挣脱了自己就完了。知道自己再也抡不动，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前的狼早已经没了动静，坐在地上缓了半天，我才渐渐地缓了过来。正准备起身，突然感觉到什么，转头一看，不远处一头狼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大意了，刚才动手的时候又有一头狼钻了进来，而自己一点也没有察觉，现在是彻底危险了。渔网没有了，而且也没一点力气了，剩下的只有手里的棍子。而眼前的狼好像也明白，但忌惮我手里的棍子，并没有着急地扑上来。我拿着棍子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悄悄地朝着屋里面挪动着。突然身后嘎吱一声，我和那头狼同时一愣，紧接着我就反应过来了，扔掉手中木棍就往屋里面跑。苏有容把门开了一道缝，朝着我一个劲的招手，那头狼也在后面扑了过来。好在最后一刻我冲了进去，和苏有容紧紧地顶着门，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不过好在房门比较结实，那头狼尝试了一阵破门无果，也渐渐的没了动静。而院子里面此时传来一阵瘆人的撕咬声，透过门缝看到那狼正在撕咬同伴，看得我是一阵心疼。费了9牛2虎之力搞定一头狼，竟让这匹狼给吃了。一直等到天亮，院子里才渐渐没有了声音。我和苏有容更是一夜没敢睡。我悄悄地把门打开，来到院子，只见地面上一片狼藉，只是那只被打死的狼不见了。我拿起冰刀，小心翼翼地朝大门走去，惊喜地发现那只被自己打死的狼正堵在那处洞口，虽然身上被咬得不成样子，但好在还剩下了不少。四下里看了下，没什么动静。现在时间还早得很，村民们也不会这个时间起来。我赶紧把那狼拖进院子里，然后用菜刀分了分，转头说道：“一会我带一些肉出去，你把剩下的藏起来，再把院子收拾下。”苏有容一脸的疑惑：“相公，你带着肉出去，恐怕会被众人哄抢吧？”我一声苦笑说道：“必须得带出去一些分掉，要不单凭这肉味，咱俩今晚就得了。还有就是做饭的肉香是盖不住的，到时候一旦暴露，天知道村民能做出什么。趁着还没有人，我快速出门，然后将肉扔在不同的路口。昨晚一切我蹲在不远处看着，没过多大一会，村民们惊喜地发现了，然后哄抢下都带着一些肉回了家。我这才放心的离去。到家后，我赶紧让苏有容炖肉，有了村民做掩护，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吃了。不一会，俩人美美的吃了一顿，还是吃肉好啊！我长舒一口气，很是舒坦。苏有容则是小口小口的吃着，有点不太舍得。没办法，我又假装生气，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身材更是没有一点料子，赶紧把这肉都吃了。要是不把身子骨养好，怎么给我生大胖小子？再不吃我要捶你了呀！苏有容闻言，眼泪哗啦啦的落了下来。相公，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我之前还……他想起之前对我的恨意，还有最后的当头一转，就感到十分自责。现在听到我又要捶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还满心的欢喜。我笑嘻嘻的敲了他一下，是不是因为打我那一下，到现在还在自责？不过以后可不能再打了，再打你就真没相公，看谁来保护你。苏有容愣了一下，震惊的语无伦次。相公，原来你都知道了呀？其实我那天看着他可爱的样子，我笑了。之前我对你不好，你打我一下，咱俩就当扯平了。吃完饭，困意就席卷全身，毕竟昨天夜里精神高度集中，打棍子也用尽全身力气，抱着苏有容躺在床上。俗话说饭不能吃太饱会有烦恼，这话说的一点都对。此时我看着怀里的小娇妻，顿时有点心猿意马，手也开始不老实起来。但此时心里还有一个疙瘩，就是昨晚跑回去的那只狼，晚上会不会带着狼群回来？翌日清晨，直到日上三竿，我和苏有容才从床上爬起来。毕竟昨晚折腾太晚了。吃过早饭后，我沉思起来，前晚离开的狼是个大问题，之前的招数说不定已经没法对付，单凭我和苏有容2个人，恐怕难以对付狼群，必须得找几个帮手才行了。再加上因纽特人的方法，对上大夏的狼根本就不好使，眼下只能跟其硬拼。苏有容了解我的想法后道：“之前老爷的管家何叔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要是能把他找回来，我们就多一个厉害的帮手。”只是之前公子他剩下的话没有说完，我回忆起老何之前因为管教我，被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宅院，原主对他一顿毒打，老何硬是扛着没有还手，最后被原主打了个半死。据说住在村口的破庙里，之前听说张家半白氏是露过一面，后来也不知怎么样了。我起身朝破庙走去，决定试一试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不管怎么样，总要去了才知道。而当我走进破庙的时候，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看来已经离开了。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突然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阵声音，我一个机灵连忙转身走近后，发现一个浑身是伤的老头正痛苦地躺在地上，一看就是跟狼搏斗过。老头看清我的脸后惊讶道：“你是少爷？”刚开始一阵惊喜，然后就是厌恶。他强撑着自己站起来，但是还没走2步，就摇摇晃晃地晕倒在了地上。我见状，连忙上前把他扶起来，然后架着老何一步步朝家里挪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把老何给架了回去。放下他的瞬间，我也差点昏厥过去。苏有容看到老何的样子，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带着眼泪给老何包扎着。老何当时是张家的管家，对他颇为照顾，所以他一直把老何当亲人看待。许久后，老何睁开眼，看着我跟苏有容后，一阵欲言又止，哀声叹气。我见状，一阵无语造孽啊，这得是多么大的仇怨，才能是这种表情啊！然后我对着苏有容吩咐道：“有容，你去把粥拿过来，再拿1块肉让何叔吃了。”不，少爷，我这一把老骨头不值得。一边说着，他就要起身离开。何叔，你要是还叫我一声少爷，你就把这碗粥喝了，还有这块肉也吃了，我再去给你弄一些面团。我不由分说的把老何又按了下去。等我走出去后，老何好奇的问着：“丫头，少爷这是怎么了？之前不是已经死了吗？”苏有容压低了声音说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现在的少爷跟之前不一样。”最后在我强硬的要求下，何叔这才把食物吃下，脸色也慢慢的有所好转。但想着之前原主的那顿毒打，心里仍是怨气冲天。要不是有点底子，上次就交代。吃完后，老何直接站了起来，刚要回答我问的问题，眼前一黑，又直愣愣躺了下去。苏有容看着昏迷的老何不知所措，我看着老何身上的抓痕，应该是力竭虚脱了。安顿好了老何，我便走了出门。这几天心里盘算，现在的村子里不少人都逃难去了，房子都空了下来。虽然被山匪抢劫过几次，但难免会有一些遗漏。但眼下得知道哪些人走了才是。现在家家都是关门闭户，很难知晓有人没，不然家里面如果有人，自己贸然进去，不是土匪也是贼了。随后我登上村子后的山坡，有人的人家肯定有生活的痕迹，烧水总是每天要做的吧。我摇了摇头苦笑，心里面竟然有一种前世吃鸡游戏的感觉。站在山坡顶上，整个村子尽收眼底，有不少家都生着炊烟，看来村里面的不少人家还是有一些存粮的，甚至大部分人家都能过下去，偏偏就自己这个地主家被山匪轮流光顾，俨然已经是全村最穷。想到这里，我倒是有些诧异，土匪来了这么多次，苏有容竟没事，看来这个小媳妇还是很聪明。找好没有人的目标后，我决定先去碰碰运气，万一有什么惊喜发现呢？我按照自己的记忆，来到了靠近村子边缘的一个院落，基本上破得不成样子。我看了看四下无人，做贼一样偷偷溜了进去，紧紧靠在房门上听里面动静。我脸色此时涨得通红，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但我也顾不得那么多。再三确定没人后，来到后院，在屋里屋外转了半天，一无所获。这个家里面甚至连口锅都没有。我见状摇了摇头，看来自己还是太乐观了。从这家出来后，我又陆续进入几家院子，最后收获只有1口锅和几床被褥。当苏有容看着我拖着锅回来，着实是吓了一跳，快过来帮忙。随后俩人费了好大的劲，这才把大铁锅搬了进来。相公这是从哪弄来的？这是我从没人的院子里弄来的，若是以后他们回来我家被毁。我大口喘着气解释道。苏有容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我，因为他之前也去过别人院子找吃的，但都失望而归，却没有想到其他东西也可以拿来用啊，自己当时怎么那么笨？然后像是想起来了什么，小声道：“隔壁牛伯家还有点东西，他们走的时候就背了几个包袱，还有前面姓张的家里面，我记得还有几张渔网。”苏有容怯生生的说道。我听他的意思是已经捷足先登了，你个丫头有着好主意不早说，理应该打。苏有容瞬间红了脸，我起身拍了拍衣服走了出去。我赶紧再去转转希望海带。按照苏有容的话，我潜入那2户院子，果然如他所说，这一次收获了不少渔网。有了这东西，今后再对付狼也容易一些，至少不会像第一次那么被动。来回几趟下来，我已经把村子里能搜刮来有用的东西全部收集了过来，随便吃了点东西没敢耽搁。我找出一把锄头，在大门口的空地上锄了起来。现在的年代，铁器虽说已经普及，但仍然是很稀缺。发现的时候我如获至宝，前天晚上要是有这个锄头，还真不一定怕了那头狼。按照我的想法，在门口的地方挖一个深坑，然后在坑里面放一些削尖的树枝，表面做好伪装，弄几只老鼠当诱饵。眼下手头的条件只能采取这种原始的办法，说干就干。但我抡着锄头锄了半天，别说是深坑了，就连一个小浅坑都没刨出来，即使已经累得双手发颤了。主要这寒冬腊月的，土地被冻得硬邦邦，按着今天这速度，没有个10天半月，这个坑是别想刨出来。无奈只能放弃了。对于目前的情况来说，之所以这么着急做这些，就是担心狼会回来复仇。我不敢赌，自然是越早弄完越好。我把锄头收了起来，打量着院子，除了一棵老槐树外，就剩一口棺材了。这个还是当初苏有容借钱从别的村子里买的，为的是保留张家最后一点体面。等等，棺材！我看着这口棺材陷入了沉思，突然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等到苏有容给老何送完饭回来，发现家里并没有人，于是开始缝补渔网。结果刚坐下开始干活，就听到旁边的棺材里面突然传来了咚的一声，这可把他吓得够呛，连忙站起身来，胆战心惊地看着半敞开的棺材。突然2只手从棺材里面伸了出来，苏有容一声尖叫，两眼一翻，竟直接晕了过去。正在棺材里面的我一脸黑线，刚才是有容那个小丫头，怎么回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在家准备做一个陷阱，而诱饵就是自己。虽说有点冒险，但是比屋子里安全。甚至之前土匪来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和有容躲在棺材里，这才躲过一劫。毕竟古时候的人对鬼神一说还是非常忌惮的，敬鬼神而远之。苏有容好大会才悠悠的醒来，看见我坐在他身边，哇的一声就哭了
哭了出来，像股有骨。最后在我一阵解释下，再加上甜言蜜语的进攻，这才把小丫头哄住。晚上吃饭的时候，因为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苏有容特地加了2块肉。我一边吃一边给她嘱咐道：一会天黑下来以后，你帮我把棺材盖盖上，你就乖乖的躲在屋里面，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开门了。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虽然上次他开门算是救了我一命，但也是玄之又玄的。再晚一点，俩人都得没命。对于我来说，出事了死一个就够了，没必要把小娇妻搭上。再加上最近的几天，我也没省着吃肉，身上明显能感觉到有不少力气，配合陷阱绝对有一战之力。吃完饭后，我便拿着菜刀躺进了棺材里面，俩人合力把盖子盖上。昏暗的夜色之下，不禁让人感觉有些压抑，但我此时思绪还是非常明确。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太多抱怨，既来之则安之，专心对付狼才是关键。迷迷糊糊中，一阵困意袭来，再加上棺材里很是安静，我迷迷瞪瞪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把熟睡的我给吵醒了。我一激灵，赶紧把菜刀横在身前，一动不动地盯着2个洞口。此时的洞口外面有2只绿莹莹的眼睛盯着自己，顿时浑身的血液像被冻住了一样。虽然之前有过一次杀狼经历，但是此时和狼四目相对，甚至能感觉到狼的鼻息，那种血腥味让我隐隐作呕。电光火石之间，那头狼忍不住先发动攻击，硕大的狼头逼面而来，但我凿开的洞根本不够它钻进来，蹭掉的木屑溅了我一脸。恶狼或许意识到狼头进不去，直接伸进来一个爪子，我当即瞅准时机，一只手握住了狼腿，另一只手挥舞着菜刀，对着狼腿就是一顿乱砍。恶狼吃痛死命地抽着狼腿，我想要再砍，却是被他挣扎的刀都脱了手。情急之下，我死死地拽着狼腿，张开大嘴，朝着手里的腿就咬不上去，剧烈的挣扎竟然连棺材盖都掀了起来。另一只恶狼趁机会迅速靠近，好在我摸到了刀柄，瞬间就有了底气，但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棺材盖的缝隙被弄得越来越大，如果狼跳进来的话，到时候我必死无疑。我狠心一咬牙，用力将狼腿掰断，反正横竖都是死，倒不如放手一搏。我大吼一声，双腿猛蹬棺材板，直接朝着2头狼的方向踹去。棺材板重重地落在地上，那头断腿的狼被死死地压住，另一只也被压住半个身子。我不敢单个舞起菜刀，狠狠地朝一头狼砍去，每一次挥舞都用尽全力。我此时也是双眼通红，发疯了一般，刀刃都被劈砍得卷了起来。那头狼不停地挣扎着，我的2只手臂这一会也有了不少抓痕。突然那头狼趁着我躲闪的从棺材板底下跑了出来，但样子看着极为狼狈。我一咬牙，再次冲了上去，先把菜刀朝着狼扔了过去，狠狠地砸在他的头上，然后上身压住狼，抡起拳头就狠狠地打了起来。有些拳头落空砸在地上，但我已经杀红了眼，什么也顾不得。异变突生，另一头瘸腿的狼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一下把我扑倒在地，张开血盆大口想把我的脖子咬断。我死死地抓住狼爪，用胳膊挡着狼头，但此时我的胳膊已经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狼头一点点地靠近我的喉咙，我脑子此时一片空白，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不能这时候放弃。我索性直接松开了狼爪，把手伸进恶狼的嘴里面，抓住舌头狠狠地往外拽。突然我看到一根木棍狠狠地朝狼头上砸去，身上的恶狼应声摔倒在地。只见老何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此时正挥舞着木棍追着那头狼打。另外一只狼见状想要逃跑，但被洞口的木板挡住去了。我见状抓住机会，拿着刀一个箭步上前，狠狠地劈了几刀。没一会狼就没了动静，而老何对付的那只狼也在乱棍之下逐渐的失去了声息。我直接躺在了地上，从来没感觉这么累，不仅仅是身体精神更是疲惫。苏有容从门缝看到院里的情况，连忙开门跑了过来，立刻心疼的哭了起来。此时我的惨样的确很吓人，衣服已经没有割样了，大大小小的抓痕更是触目惊心。刚才还没什么感觉，现在一切结束，全身上下传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苏有容捧着我的胳膊一个劲的哭，慌乱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看着他俩严肃的说道：现在还不是松懈的时候，今晚动静太大了，一定会被听见，村民估计都以为我们被咬死了，眼下想瞒也瞒不住，不如就抓住这次机会，把之前的人都归拢起来，团结一心的话，或许活下去的机会还大一点。这次的狼肉就当做见面礼吧。何叔之前的佃户还有多少，你心里有数吗？我知道既然他已经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再问理由，回来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老何闻言也愣了一下，毕竟他心里还在盘算怎么解释自己回来了，而且眼前的少爷竟真的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时候还能镇定的安排。眼下少爷不自然的抽搐着，这是剧痛下才会有的反应，但他竟然咬着牙一声不吭，看得自己都自愧不如。收起了心思回答道：大部分都还在，之前村里大半都是我们的佃户，但老爷离世加上这年纪，众人自然也顾不上，但是之前的契约都是5年，现在才第2个年头，应该可以重新召集起来。我转头对着苏有容问道：丫头契约还能找到吗？丫头。此时的苏有容正一个劲的给我擦血，低着头不停抽泣着。我把胳膊抽开，他才反应过来，跑进屋拿出一个木盒子，都在这里面了。我转头继续吩咐道：何叔你辛苦一下，把还在的佃户全部叫来，就跟他们说都到我这里来吃肉。老何闻言浑身一颤，在他心里十分好奇，眼前瘦弱的少年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霸气？要是少爷一直这样，那么老张家定能东山再起，老爷在底下也能安心了。是少爷，天亮之后我就去通知。老何瞬间回到了自己管家的位置，吩咐完一切，一股剧痛传来，紧接着眼前一黑，直接昏睡了过去。等到我再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四下看了看，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一件干净，伤口的血迹也被擦拭干净，挣扎着站起来推门走了出去，这才发现院子里坐满了人。少爷，少爷！老何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竟让眼前的这些人都收起了轻视之心。院子中间一口大锅，里面正炖着2头狼，翻滚的白汤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冲着众人淡淡的
昨晚2头狼冲了进来，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会被咬死？”随后语气冰冷地说道：“狼要吃我，我就杀了狼；人要是害我，我也不会手软。”对于眼前的这些佃户来说，如果不上来就镇住他们，往后就十分难办。果然，我的话说完后，所有人看着我胳膊上的伤口，一个个的都低下了头。你们的契约都在我这里。今年天灾大旱没有办法，但来年开春还是可以耕种。愿意留下来的加地减租，不愿意留下来的我也不强求。这个契约就当是废了，可以离开。众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锅里的肉，不少人狠狠地咽了口唾沫。但院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走，毕竟狼肉近在眼前，谁会白白舍弃呢？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先把这顿肉吃到肚子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个想法。见状，我对着院子里众人说道：“在这里，我承诺你们，只要你们继续待在张家，等到契约时间到期以后，你们租用的地皮就全部归属你们了啊！”众人闻言震惊的合不拢嘴。要知道，有了自己的土地，基本就不用担心温饱。即使现在战乱频繁，天灾不断，那只要有自己的土地，那就是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了。所有人表现的都异常兴奋，甚至比能吃到肉还兴奋，有几个甚至要跪到地上磕头。倒是站在一边的老何，此时眉头紧皱，迟疑着想要说什么。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对他摇了摇头。如果我以后只想做个小地主，那也太对不住穿越者身份了。醉卧美人西行长天下权，这才是男人该有的志向。老何给大家分肉，不一会，几乎所有人都捧着自己吃饭的家伙，狼吞虎咽的吃肉。眼下众人算是安抚住了，但距离开春还有3个多月，关键是要挺过去这段时间。我转头吩咐老何道：“你这几天先养养伤，然后带几个人去把狼给灭了。如今消灭了3头了，已经，就算还有也不过1、2头。得先把狼患解决了，至于到时候弄到的肉，参与打狼的人分一半，剩下的所有人分一半。”众人听完都附和着：“没问题，少爷，一切都听少爷安排。”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应该听从我的安排，只不过之前众人欺负原主傻愣罢了。但眼前的少爷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要是少爷一开始就这样，他们也不敢有异心的。我看着院子里的众人，没有灾年也都是淳朴的人，都是这荒年灾景啊。待众人散去之后，我找到老何问：“何叔，这些佃户你应该了解，他们可不可靠？”对于我来说也是没办法，才主动把人召集起来，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若今天村民是听到昨晚动静而来，看到院子里的2头狼尸体，指不定发生什么变故。老何闻言有些诧异：“少爷，这有什么不可靠的？他们本来就是佃户，对我来说虽已经接纳了这身体，但对于这世界的规则来说，却还一时半会转不过来弯。在这个朝代里，佃户的地位是低贱的，地主杀害佃户是可以不偿命的。但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这种畸形的规则上。”苏有容在一边插话道：“相公现在是大荒之年，他们都还欠着很多租粮，本来也就还不上，所以听话，但也不能全部相信了他。毕竟现在的年纪，人可都坏着呢。”就这么平静的过了7日，老何的伤养的差不多了，我也可以正常活动了。按着之前定下的约定，老何早早的叫来村里2个年轻人，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看着我也要跟着进山。那俩人眉目间尽显诧异，但是也没有过多询问。4人就这么悄声朝后山走去。冬天的山里肃杀的厉害，放眼望去一片灰蒙蒙的。让我惊喜的是，山林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萧瑟，有着不少的枯枝。要是把这些都带回去的话，整个冬天的柴火就没有问题。枯枝下面还有不少的香炉草，这些草都是无毒的，勉强可以果腹。看到这些我心里踏实多了，能有的吃就不至于饿死，省着点吃个大半年应该没事。就在这时，带路的大牛突然停了下来，他面前有着一坨新鲜的狼粪，在枯草中极为扎眼。他回头声音有些发颤道：“少爷，你们警惕着点，狼应该就在这附近了。”突然前面的乱草中沙沙作响，几人皆是一愣，警惕地注意着前面，一只银色的狐狸出现在眼前。或许是感觉到我们来者不善，一溜烟的窜了出去。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狐狸皮可比狼皮值钱的多。我大喊一声给我追，那俩年轻人瞬间跑了上去，我和老何也没耽搁，拔脚追了上去。但我和老何都是有伤在身，体能着实不能跟他俩比，不一会就落在了后面。正当我抬头找寻2人身影时，左前方不远处，一只灰色的狼正死死地盯着自己。我连忙把菜刀横在了身前，身边的老何也发现了狼，握紧手中的木棍警惕着。有了2次跟狼打斗的经验，我倒没有太多的惧怕，只是刚才疏忽导致离狼这么近。我转头压低声音对老何说道：“不要硬拼，弄点动静壮声势，等他俩回来再动手。”老何闻言用木棍不断敲击树木，空洞的声音很快响彻林子。那狼被突如其来的动静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不断的嘶声低吼着。而不远处的2人听到动静，立马就赶了回来。我见状精神一振道：“找准机会打他的鼻子和腰，大家一起上！”我大喝一声，率先冲了上去。那头灰狼见这个架势，倒也不笨，扭头就往树林深处逃去，不带一丁点犹豫。我一边追一边对他们大喊道：“别让他跑了！大牛，赶紧用箭射他！”大牛闻言张弓搭箭，一支箭擦着我的头皮，射到了前面的草丛里。我被这一箭吓出一身冷汗，不禁冷喝道：“你倒是射准一点！”大牛在后面结结巴巴地说道：“没了，少爷，刚才追狐狸基本都用了。”闻言我一头的黑线，无奈只好抓起一根木棍，狠狠地扔了出去，不偏不倚，刚好砸中狼的后腿。我不禁大气喊道：“那东西受伤了，一鼓作气追，果然还没有追出去多远，一个不起眼的山洞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从洞口遗落的狼毛来看，狼应该就在里面。”我们几人也没有轻举妄动，眼下的局面尴尬住了，进也不敢冒失的进，只能想办法把狼逼出来。我拦住想要上前的其余人，转头对何叔说道：“用火把这畜生给熏出来。”不一会，2个简易的火把做了出来，看得出来大牛还是有点猎人本事。我看着火把小声吩咐道：“就先用2根吧，千万别把山火点起来。”没过一会，山洞里就冒出了滚滚黑烟。我示意众人拿着武器蹲守在洞口的2侧，突然一个灰色的影子窜了出来，
正是之前逃跑的那只狼，径直的扑向老何。我们几人早有准备，再加上这灰狼瘸腿不便，没一会就被打得倒地不起。大牛此时满脸的兴奋，俺的老天爷啊，终于打到一头狼，回去可要好好跟我娘说说。他兴奋的话音刚落，不成想又是一个黑影，快速的朝大牛袭去。我眼疾手快，一脚把李牛踹开，但自己却被狼绊了一脚，狠狠的摔在地上。这才发现刚才的黑影是一头幼狼，此时正呲牙咧嘴的看着我。另一名男子抬手一挥，那头幼狼一声哀嚎，直愣愣的摔到了一边。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又是一个瘦小的身影冲来。老何早在一边戒备，一棍子狠狠的抡出去，把幼狼打飞了。那年轻人眼疾手快补了一下。刚才的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等两头幼狼倒地不起，众人这才慢慢回过神来。李牛此时心有余悸，一脸感激的看着众人，又用烟火熏了洞口，没动静，众人才放心。刚才的动作让我的伤口又撕裂了。旁边的老何也是一样，此时正龇牙咧嘴蹲在一边。众人当即决定今天就到这里，收获还是不少的。最重要的是解决了狼患，没有了狼患，村民就可以安心进山了。取暖食物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冬天虽然说猎物少，但也不是没有。之前逃脱的那个狐狸就是，如果做点陷阱，说不定会有收获。今天这一趟下来，让我焦虑的心也放了下来。等到春暖花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回到家里后，我先让老何把狼皮弄下来，然后按着之前跟大家说好，上山几人把2只小狼分了，剩下的佃户把大狼分了，也够吃上几天了。待众人散去后，我找到老何问道：“今日除了李牛那个年轻人是谁？”老何此时一脸凝重道：“少爷，今天你也察觉到了。”那人叫胡都，看他的动作应该是有功夫在身，还有他那个武器叫布鲁，是草原人的武器。今天他的表现怎么看都不是寻常人，这样的人怎么会甘心只做一个佃户呢？之前我倒是听老爷说过，他是从辽州逃难过来，还在三河县里找了个婆娘。我闻言不禁皱起眉头。对于现在的朝代来说，重农抑商，交通不便，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子。一个辽州人为了一个女子，自己来到这边，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辽州人来这里能做什么呢？我越想越头大。老何紧接着说道：“之前老爷的运粮队过桥时遇到暴力，拉车的牛受惊的厉害，多亏他上前拉住了牛，这才挽回了一车粮食的损失。老爷想让他当个护院，但他似乎不是很感兴趣。最后老爷看他无家可归，便收留下来当了佃户。而且当时他儿子生病，是老爷找了大夫医治，这才救了过来。”苏有容听着对我俩问道：“你们说的那个胡都，是不是脸色黝黑那个佃户？就是他，怎么了？”我看着苏有容若有所思的样子，好奇地问道：“那人我倒有点印象，少爷，你当时出丧的时候，他还来过，磕完头就走了，黑着脸怪吓人的，但应该是个好人。还有李家大哥也是，当时就是他帮我去买的棺材。”我闻言点了点头，越是自己死了之后，其实才越能看出众人的心思。这俩人能这样倒是真性情，短期看来还是可以一用的。听完苏有容的话，心里的疑虑也少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还是几张狼皮，得赶紧处理了。放在家里始终是个隐患，拿到城里卖了以后，也有余钱买些盐和刀。有了刀之后，便能进一步自保。我将想法告诉何叔后，他当即答应下来，说好明早出发。刚好他认识皮货站的人。深夜的一间破庙里面，10几个成年男人在这里聚集，为首的是一个白发老者。此时他正皱着眉头，眉宇之间凝成了一个疙瘩。老太爷，你倒是说句话呀！底下的男子着急地说着，好不容易他们张家落败了，没成想又红火起来了。凭什么他们张家人吃肉，我们就得干看着？我都2顿没吃饭了，都是一个村子的，打了肉都应该分一下才对，凭什么不给我们？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刚开始还压着点声音，后面都开始嚷嚷起来了。行了，别吵了。为首的老太爷抡起拐棍，朝着人群中喊了一句。这群人正是村子里另一个大的部分，他们同属于一个宗族姓，还有个30几户人，只不过一直张家势大，自然是当仁不让的话事人。他们的老太爷没什么话语权，再加上张老爷为人厚道，甚至时不时分点粮食给村里日子过不下去的人。但是张家遭难之后，特别是张家少爷死了以后，这个宗族的人觉得该出头。可没有想到的是，那少爷不仅没死，反而变得聪明起来，竟又把佃户聚拢了起来，竟然还把进村的狼打死。再加上张家佃户分了2次肉，彻底让他们不满起来。老太爷冷冷地看着下面的人，都给我老实点，不要忘了和管家也回来了。他是什么人，不需要我提醒吧？2头狼都能打死，你们觉得自己比狼还厉害？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有动作，不然的话，祖宗家法伺候。这件事容我考虑一下再说，都散了吧。老太爷对着众人挥了挥手。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和何叔就带着狼皮朝着三河县城走去，约莫走了1个多时辰，终于是赶到了三河县府。此时依旧是人来人往，何叔手里拿的狼皮倒是引人注意，时不时的有人问价格。老何也不时跟他们交谈，但他始终都没有出手。不一会，老何悄悄跟我说，少爷这次可能要赚大，不知道为什么，刚才那些人给到的价格比之以前能高出80%左右。我闻言想了想，倒也好理解，毕竟现在这大灾之年，这些东西自然就比较少。我此时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换的钱越多，就越有可能买到刀兵。俩人径直来到城中的皮货站。老何说的不错，他和老板的确熟人的很。老何直接开门见山，我这里一共5张狼皮，陈掌柜看着给个价。那掌柜闻言也不啰嗦，看完货后缓缓说道，一路上想必你也知道行情了，这5张狼皮我加点出140吊钱，以后少爷再有什么东西，只管拿来我这里。我和老何都是一脸诧异，一张狼皮差不多30多两银子，那不是发财了吗？我索性开口说道，这倒是我孤陋寡闻了，没想到这狼皮竟然这么值钱。掌柜的听了无奈的摇头，少爷你是有所不知啊，现在这年月钱不当钱了。说话间，小二拿过来一个大布袋，里面装满了铜钱，他拿起一个说道，你看钱变了。官府把之前的都收了起来，
换下来的粗糙了不少。如今石吊钱不一定能换1-2次，估计这是又要打仗了。咱们都是小老百姓，也不知道上面到底什么意思。我无奈的接过铜钱，本来以为狼皮很值钱，没想到是通货膨胀。随后拿着到手的铜钱，先是去买了一点药，然后径直朝城里的铁匠铺走去。可谁知道到了之后，铁匠正躺在店铺里面睡觉。学徒走过来说道：“2位客人还是请回吧，现在官家把铁和矿石都收走了，农具现在打不了了。”本来还想来铁匠铺买刀的我，听到学徒说的农具都打不了，一下子好像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无奈之下只好将剩下的钱全部换成粮食粗盐，价格让人直呼买不起。最后无奈只好认了。如今这个世道，还有人卖粮食就不错了。随后主仆2人背着东西就往村子的方向赶路，约摸着天黑刚好能赶回去。俩人刚走上一条小路，忽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糟糕，少爷，咱碰上土匪了！快快快，少爷，赶紧躲起来！”老何连忙拽着张宝朝着旁边的林子里面躲去。此时的山林里面一片萧瑟，根本挡不住人。张宝只能和老何趴在一处乱草当中，看着眼前路上的情况。不一会，几辆马车出现在了前面的路上，但却被几个骑着马的大汉给拦了下来，手里面拿着明晃晃的大刀，看得张宝一阵心惊。没想到竟然真的遇到了拦路土匪。如果刚才不是老何反应快，带着张宝躲了起来，说不定2人就殃及鱼池了。令张宝感到诧异的是，赶着马车的人看穿着似乎是官府的人，但眼前拦路之人明显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番掩杀之后，官府的人落荒而逃，朝着县府而去。而拦路之人来到前面的车上看了看，不知为何却并没有动车上的东西，只是用刀砍断绳子，带着这几匹拉车的马跑远了。确定土匪走远了之后，张宝和老何才悄悄地走了出来。只见一个官府的人被砍翻在地，早已没气了。原本是2辆马车，现在马匹被牵走了，只剩下2辆木车横在路上。张宝很是诧异，既然是为求财，为何放着2辆马车上的东西置之不理？张宝来到车前，掀开一看，却发现2辆马车上竟然都拉着一些暗红色的石头。张宝一惊，脑子里面突然闪出了一种东西，该不会是铁矿石吧？张宝虽然知道铁矿石，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车上的石头表面坑坑洼洼，部分呈现着暗红色，隐约可见里面的结晶体，十有八九就是铁矿。少爷，我们快走吧，当心那些土匪再回来。老何见张宝竟然对着一车石头发呆，连忙催促着，可说这有可能是铁矿石，如果带回去的话是能打铁的，有弧度骨在，说不定能打造出东西来。张宝一边说着，一边拖着衣服，选了几块大的铁矿，用衣服包在了里面。看着数量不多，又让老何也把衣服脱了下来，包了2大包，这才准备和老何离开。但就在张宝依依不舍的回头看一眼的时候，却赫然发现，在那个官差的身子下面竟然有着一抹寒光。张宝一愣，连忙返了回来，竟然发现在官差的身下压着一把刀。刚才就是因为这个官差挥刀，才会被土匪给干掉的。张宝壮着胆子拿出来一看，这把刀通体铁铸，刀身笔直，刀柄手端有着一个扁圆的环状，并没有柱格来护手。张宝很是欣喜，就连在一边的老何也是目瞪口呆，没想到山匪竟然还遗漏了一把环手大刀，想必是刚才那个人压在身下没有露出来的缘故。少爷，快走，当心官兵过来。老何对着张宝招呼道，刚才那几个人可是朝着县府里面去了，保不齐一会县府里面的官兵们就会出来，而且如果这真的是2车铁矿石的话，那官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张宝点了点头，拿着环手刀，拎着铁矿石，和老何匆匆地消失在了山路之中。等到张宝和老何一路回到村子的时候，天色早已经黑透了。虽然不知道时辰，但是从村子里面的情况看，恐怕已经到了深夜。这一路上，张宝和老何2人因为带着铁矿石和环手刀，害怕官兵追错了方向，朝他们而来，根本就不敢走大路，一直走着山间的小路，速度自然慢了一些。再加上这2包铁矿石也有几十斤重，2人走走停停，天色黑透，这才堪堪回到了村子里面。张宝和老何2人悄声进村，抹黑来到了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闭。张宝轻轻地喊了一声，门马上就开了。苏有容冻得满脸通红，流着鼻涕，看见张宝他们回来，竟然不管不顾的直接扑进了张宝的怀里。苏有容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等着2人回来，按照苏有容想的，2人天不亮就走了，怎么这傍晚之前也能回来？但是左等右等，天都黑透了，还是不见张宝的影子。从这里去县府，一路上山路崎岖不说，说不定还有山匪和狼，难不成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看着这个越来越像样的家，苏有容的心渐渐地揪了起来，在院子里面坐立不安地等着，时不时地掀开笸箩看看张宝留下的那行字，但是天色都黑了，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一不小心直接把自己给抹了去了。苏有容懊恼地直哭鼻子。苏有容索性到大门口等了起来，一直等到下半夜，苏有容这才听见门口窸窸窣窣的声音。苏有容也不敢声张，害怕是狼或者别的什么人。当听到张宝的那声呼唤之后，苏有容连忙开门，见到张宝和老何安然无恙的回来，喜不自胜。
便下意识地扑了过去。或许是意识到老何也在后面，苏有容红着脸从张宝的怀里面出来，帮着两人卸下东西。此时已经是深夜，他们也不想弄出太大的动静，再加上张宝两人累得不轻，索性直接关好大门休息了。张宝他们的屋子里面，张宝给苏有容擦着眼泪：“好了，你看这不是平安回来了？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些好东西，所以回来的晚了。”张宝有些无奈地对着苏有容说道。刚才一进门，苏有容伺候着张宝躺下，自己又开始偷偷抹泪。原来那个独立要强的苏有容，现在倒是对张宝无限的依赖了起来。苏有容刚要说什么，肚子却咕噜咕噜叫了起来，不禁瞬间羞红了脸。之前的时候，整天挨饿受冻的，肚子也从来不叫，现在这吃上饱饭了，一顿没吃，却抗议了起来。今天张宝他们出去之后，苏有容就胡乱吃了一顿早饭，晚饭想等着张宝他们回来之后一起吃，但是没想到这么晚才回来。张宝一拍脑门：“哎呀，你看看，我都忘了还有这个东西了。”张宝起身在自己的衣服里面翻了翻，找出了一张在路上特意留给苏有容的糊饼。这种糊饼是用麦麸做成的厚厚的圆饼，上面撒着一层芝麻，里面裹着糖，带着细细的甜味。张宝把糊饼递给了苏有容：“这是去县府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快吃。好不容易进城一趟，也没有给你买什么东西。”张宝有些歉意地挠了挠头。不得不说，张宝倒真是有些懊悔，明明还有点碎银子，哪怕是买个发簪也好，却什么都没买。现在的苏有容都是随意的用麻绳捆着头发，自己倒真是直男一个。老何更是个老光棍，一点提醒都没有。没想到苏有容捧着糊饼，眼泪竟然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从小到大，就连爹娘也没有这么关心过自己。之前家里面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先让弟弟吃，没想到张宝却专门从县府里给他带回来吃的。糊饼香香的，软软的，还带着一丝张宝的体温，让苏有容感觉整个人都飘了起来。苏有容轻轻地擦了擦眼泪：“相公，有容从小就是灾星，克死了全家不说，还让老爷家也遭了灾，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我吃苦挨饿是应该的，只要相公你好好的就行。”苏有容带着哭腔对张宝说道：“胡说八道，什么灾星不灾星，再敢说这种话，我可揍你了啊！你是我女人，你要是灾星，那我是什么？”张宝凶巴巴地说道。古代的封建迷信和男尊女卑，倒真是有点到了变态的地步，让张宝根本接受不了。老婆听老公的话本身没毛病，但太过了就没什么意思了。而且苏有容这个性格和聪明劲，真要是能帮着张宝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助理。此时看着苏有容一脸怯生生的样子，叹了口气，语气也软了下来：“好了，快吃吧，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我是少爷，你怎么也得是个少奶奶啊，又不是个丫鬟。这要是我以后当了皇帝，你可就是皇后了，唯唯诺诺的可不行。”张宝笑着说道。“啊！”苏有容慌得连手中的糊饼都掉了。“哎，我开玩笑的，快吃吧。”张宝一脸无语，男尊女卑，皇权至上，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大夏人的骨子里面，一时半会是改不了的。相公，我不饿，要不还是留着明天跟你和何叔一起吃吧。”苏有容懂事地说道，一边用手摸索着捡着落在被子上的芝麻。“何叔，不用管他，他路上已经吃了3个，饭量可大了那老家伙。”张宝哭笑不得地说道。看着张宝一再要求，苏有容这才把糊饼掰成2半，递给了张宝一半，自己轻轻地咬了起来。张宝倒也没客气，也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完饭以后，两人才重新地躺了下来。苏有容轻轻地把头靠着张宝的肩膀，鼻音喃喃：“相公，真甜。”感受着苏有容在耳边的鼻息，张宝突然也感到一阵燥热起来，情不自禁地把苏有容搂得紧紧的。窗外一片月光漫地。第二天早上，张宝一觉足足睡到了日上3竿，等到醒来的时候，外面都已经大亮。苏有容早就准备好了米粥，结果张宝起来一看，老何竟然也还在睡着。等到张宝和苏有容都坐在桌子上了，老何这才一脸不好意思的揉着惺忪的双眼走了出来。没办法，昨天赶了一天的路，实在是太累了，毕竟上了年纪，恢复力不如张宝这个年轻人。3人简单的吃了顿早饭，便开始收拾昨天带回来的东西。昨天苏有容帮着两人卸下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留意，只是知道张宝和老何他们2个大包小包的拿了不少，就连最外面的衣服都脱下来装东西。之前的时候，张宝在村子里面找到了不少遗留的衣服，这次出去，张宝和老何都是里3层外3层的穿了不少，再加上一路扯着力，都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以后，俩人也是倒头就睡了，倒也没有冻着。但是苏有容却不知道拿回来的是什么，2个人搭连里面的谷糠加起来也有几10斤，足够吃一阵的。再就是几斤粗盐，现在的普通百姓基本上吃不起精盐，就连粗盐也很是珍贵，大部分用粗盐做成腌菜，而且普通百姓买到的粗盐都是从那些私盐贩子手里买到的，掺着很多杂质，但价格便宜。用这种粗盐腌制成腌菜之后，作为盐的替代品，吃饭的时候拌着吃，甚至还有不少的穷苦人家粗盐也吃不到，就把布匹放在盐水里面煮完之后晾晒，
需要的时候把盐不放进嘴里面嚼，来补充盐分。而张宝对于盐功效的认知自然是要高于所有人的，所以他们这次带回来了不少盐，让苏有容分散开，藏在不同的地方。主要的吃饭问题被解决，就连苏有容也安心了不少。剩下的东西苏有容就看不太懂了，一堆石头，一些草药，几条牛筋和一把大刀。不过苏有容也顾不上，藏粮食和粗盐就够苏有容忙活一阵的。趁着苏有容在忙的时候，张宝把那把刀拿了出来，细细的端详着。说实话，张宝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刀，不是那种大片刀，很是细长，刀身很厚。试着挥舞了几下，不是很顺手。之前在部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练习过怎么用刀，毕竟都是热兵器时代，就算是有，也大部分都是刺刀和短刃。大刀虽然威力大，可很难控制。张宝倒是跟一个教官学习过不少的功夫，但都是格斗擒拿之类的，还真没有在冷兵器方面有什么研究。但就算如此，一把大刀在张宝的手里面，战斗力也能提升好几倍。别的不说，有了这把大刀，就算是面对着之前的恶狼，张宝也丝毫不惧。可说，你之前在军伍里面也是用的这种兵器？张宝好奇地问道。把刀递了过去。那是自然，除了一些其他特殊的队伍，我们都用这种刀。要是有匹马骑着，那就更厉害了。看我给你耍一耍。老何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了院子里面。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如此兵刃了，倒有些见猎欣喜。此刻见到张宝感兴趣，索性就准备给张宝演练演练。少爷，你看好了，这一招叫做横劈日。哎呦呦！老何一边吆喝着，一边做出了一个动作，但紧接着就疼得龇牙咧嘴的僵在原地。张宝，哎呦！动作过大，伤口又裂开了。老何老脸通红，捂着腹部老老实实的坐了下来。张宝一脸无语。老何之前倒是没有发现还有这么二的一面。男人至死是少年，既然你用着顺手，这把刀就给你用吧。我倒是有些不太习惯。张宝看着老何爱不释手的样子，索性直接说道。不，少爷，这把刀可是你好不容易拿回来的，还是你用吧。老何连忙推辞。我本身也不会用，放在你手里面作用更大。再说了，我要有事，你还能干看着。张宝笑了笑。听了张宝的话，老何自己倒也笑了起来。说的也是，自己现在这一把老骨头了，唯一的作用也就是护张宝的周全，便也不再推辞。拿回来的那些铁矿石，等过阵子我看看让胡都谷能不能练练铁，如果可行的话，到时候我让他给我再打造一把兵器。张宝看着墙角堆的那几十斤铁矿石，也有些期待起来。这一次到县府里面去，对于张宝而言收获还是很大的。倒不是带回来的这些东西，而是张宝发现了一个活下去的办法。虽然之前河州大灾，但县府里面看起来却几乎不怎么受影响，该有的还是有的。而且县府以及周边的那些村镇，因为有着县府士兵的驻守，并没有遭受到山匪的袭击，但很多物资却是短缺了起来。特别是现在冬天，不少县府里面的富贵人家对于木炭的需求还是很高的，煮水、做饭、取暖，样样都离不开木炭。在城里面吃面的时候，张宝就无意当中听到旁边的人抱怨，说原来的黑炭千斤只需3-4两银子，现在已经涨到了10两银子，还时常断货。张宝倒能想得明白，凡做木炭则势必需要木柴，而木柴大多在偏远的山上，山上匪患众多，自然就会导致木炭供应不足。张宝他们这里后山上就有着不少的树木，用来制作木炭倒也方便。而制作木炭的方法，对于张宝这个野战部队的大厨来说，之前还是有着很多的实操经验的。有的时候部队往深山老林里面一待就是几个月，后勤难免有跟不上的时候，要是哪天给他们断顿了，那帮大爷能把炊事班给点了。制作木炭对于张宝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再就是如果胡都谷要炼钢，也是需要一些木炭的。更重要的是，张宝虽然高中毕业去当兵，可也是学过化学的，一硫二硝三木炭，如果能够研制出黑火药，那还怕谁？这短短的一句话7个字，凝缩的是华夏千百年来的文明，这才是张宝最大的依仗。两人正在说着，突然屋后传来了一阵敲门声。老何拿着环手刀，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张宝心里也是一个灯，这把刀也算是来历不明，更何况那些铁矿石。两人下意识的还以为是县府的官兵一路追过来了。少爷，俺是李大牛，俺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昨天上山弄回来不少，您看今天是怎么弄？屋子的后面传来了李大牛的声音。张宝和老何瞬间松了口气，原来昨天众人在上山之后确实弄回来不少木柴和枯草，但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在山里面找了整整1天，也没发现太多可以吃的东西。而昨天一整天张宝都没有露面，众多佃户的心里面拿不准了，就撺掇着李大牛来问问。昨天张宝和老何离开村子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深夜了，再加上两人都是十分小心，没怎么发出声音，倒也没有被发现。而张宝他们搬到前面这处院落的事情也是偷着进行的，目前还没有人知道。
所以李大牛还在敲着老宅的门。张宝没有耽搁，赶紧走了出去，想了想不太对，又回去把水桶拎在了手上。李大牛看见张宝从外面拎着水桶回来，连忙上前接过来，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少爷，以后这种粗活您吩咐一声就行了，俺顺道就给干了。李大牛说道。你一会让大家都到这里来，还是一家来一个就行，没必要都来。张宝说着走进了老宅。李大牛立马去招呼其他人了。趁着去叫众人来的时候，李大牛从井里面担了几桶水，把老宅的水缸给填满了，这才跟着众人坐在了院子里面。坐在水缸旁边的胡都古倒是有些诧异的看着从外面走进来的老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张宝把草根和榆树皮的吃法现场给所有人演示了一遍，所有人才恍然大悟，现在村里面的老人都已经基本去世了，大灾之年能活下来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古代的生活技能很多都是依赖口口相传，倒是直接出现了断层，远不如张宝这个后世炊事班的人懂得多。听完了张宝的话，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回去了，只留下了老何一脸笑意地站在张宝的身后。现在的少爷当真是有些门道，竟然懂得这么多东西，看来张家祖上也是经历过穷日子啊，这样一下子就把威望建立起来了，未来可期。少爷这样就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了，帮手不手？我们接下来让大家一起做点什么？要不要去其他的地方猎猎狼？老何笑着对张宝问道。何说，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信任这些佃户，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把他们给聚集起来做事，而是不让他们饿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一直盯着我们了，纯粹是为了自保，我没那个善心。张宝淡淡的说道。听了张宝的话，老何倒是皱着眉头想了起来，这话虽然不好听，但似乎有点道理。何说，别怪我自私和多想，他们这些人聚好聚，但是散未必有那么简单，以后慢慢再说吧。张宝看着老何的表情，有些无奈的解释着。老何虽然是管家，但毕竟也是刑武出身，性格耿直，重感情，不然也不会在张老爷死后自己还上赶着被张宝打个半死，在很多的方面倒是不如张宝看得通透。走吧，你知不知道胡都谷住在什么地方？去他家看看。张宝起身对着老何说道。带回来的这么多的铁矿石一直放在那里，总是个隐患，还是要尽快处理一下才是。在老何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了村子边缘的一处院落，还没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哭声。推门进去，却见一个7、8岁的男孩正捂着腿在地下哭着。胡都谷蹲在男孩的身边看着什么，一个年轻的妇人站在一边抹着眼泪。怎么回事？张宝带着老何走了进来。少爷！一见张宝来了，胡都谷连忙起身，在一边的妇人也有些不知所措的跟在胡都谷的后面。这是骨折了，我来看看。张宝对着他们摆了摆手，看着男孩的腿呈现着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非要跟着上山，一个不留神摔了下来。妇人在一边抹着泪说道：男人是汉子，是天空当中的雄鹰，这么点小伤哭什么？胡都谷瞪了男孩一眼，男孩的嘴顿时瘪了起来，却也不敢大声哭泣了。这是骨头错位了，还不算太厉害，你要没办法我就试一试。何说，你去拿一下药。张宝查看了一下男孩的伤势，并不是很严重，但错位的骨头如果不正回去的话，后面会比较麻烦。张宝所在的野战部队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基本的治疗手段也是懂一点，就算是不专业，但现在这个情况下也追求不了那么多了。张宝一边轻轻地试探着错骨的位置，一边回忆着之前在部队里的经验，去找点木板和绳子来。张宝对着胡都谷说道。在一边的妇人一听，连忙在院子里面找了起来。你叫什么名字？张宝转头对着男孩问道。我叫俄日。哦，男孩的话还没有说完，张宝手上一用力，把错位的骨头正了回去。男孩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腿恢复了原样，虽然还是疼，但不像之前那么吓人了。张宝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虽然就这一下，但中间的门道还是非常多的，他也怕失误，不过好在很顺利。张宝接过老何拿过来的药粉，敷了一些在腿上，然后用布包了起来，外面再用木板夹住，好好养着，不要乱动，开春之后估计就可以完全恢复了。张宝笑着说道。胡都谷在一边看着被治好的儿子，倒是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一边，一个劲的搓着手，迟疑了一会，还是用之前的那种方式对着张宝行了一个礼。少爷，你的大恩无以为报，如有需要，胡都谷赴汤蹈火，绝无二话。胡都谷虽然嘴上责备，但心里面对这个儿子可很是在意。他本来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将来自己的儿子是个脖子，但没想到张宝竟然会治病，而且还拿来了药。这个时候的药都是保命的，却用在了自己娃子身上，让胡都谷这个汉子很是触动。在一边的老何倒是一脸狐疑的看着男孩的腿，这是少爷做的？老爷祖上没听说过会医的啊。老何百思不得其解，你之前是个铁匠，不知道只有铁矿石，你能不能打东西？张宝也不客气，直接对着胡都谷问道。铁矿石？胡都谷有些纳闷。张宝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面掏出来一小块。
这是临走的时候，张宝特意带上的。胡都古一脸诧异的双手接过来，少爷，你是想打造什么东西？胡都古对着张宝问道。什么东西？这我倒是没想好，可以打。张宝挠了挠头说道，可以，只要这个数量够，我就能打。胡都古很是笃定的说道。好，那我就放心了。做什么东西，我回去想一下再跟你说。你要是有时间，今天就开始准备，都需要什么东西？张宝对着胡都古问道。胡都古皱着眉头想了想，其他的东西我都能做好，工具倒也齐全，只是这个木炭确实是没有。胡都古对着张宝如实说道。行，你别管了，木炭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这边准备好了木炭之后会告诉你。木炭需要多少？张宝问道。越多越好，只要木炭足够，我打的次数就更多，东西也越好。胡都古说道。我知道了。张宝说完就带着老何走了出去，留下胡都古和妇人站在那里。相公，少爷似乎变了。妇人很是有些诧异地问道。张老爷一生积善行德，长生天一定会保佑他的后人的。之前张老爷的大恩我们没法报答，如今少爷又医好了俄日乐，知恩当图报。胡都古慢慢地说道，脸上坚毅的线条仿佛这个汉子的内心一样。少爷，木炭的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的银两剩下不多，买的话恐怕不够啊。老何在路上有些忧虑地问道。买自然是不行的，你就算是买了，那么多的木炭也带不回来，所以我打算自己烧。张宝看着村后的山林说道。自己烧？老何瞪大着眼睛。对，走，去后山。张宝一边说着，一边拔脚朝后山走去。老何跟在张宝的后面，一言不发。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涌上心头，这还是之前那个废物一般的少爷，怎么拍了一下之后什么都明白了？相比较起来，自己这活了一把年纪倒是有些废物起来。我要不要也改天让少夫人拍一下呢？老何一边盘算着，跟着张宝到了后山。张宝倒也没打算大规模的弄，只是想简单试验一下。找了一个小土坡，挖了一个小小的地洞，在洞的两面挖了2个出气口，然后放进一些树枝点了起来。吃过上次玉郎的亏，张宝就随身揣着一个火镰了。点燃之后，阵阵白烟就从上面的2个孔洞里面冒了出来。等到白烟变轻，张宝迅速把2个孔洞和前面的点火口都封了起来。一顿熟练的操作，把在一边的老何看得一愣一愣的。这就完了？木炭呢？老何瞪着大眼问道。在里面，等温度降一下就可以了。张宝指了指下面。老何目瞪口呆。少爷，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你学过呀。老何实在是没忍住，对着张宝说道。这个其实我晚上做梦，对，做梦的时候张家的列祖列宗传授给我的。祖宗保佑，鸿福齐天。张宝慌乱之中编了一个理由。在张宝看来，老何虽然耿直，但却不傻。刚才他这么冷不丁的一问，张宝倒是心里面一咯噔。哎呀，我就说。老何在一边兴奋地搓着手，来回地踱着步。张宝的话和这几日来老何的猜想完全一致，满腔欢喜无处表达。老何索性跪下来，对着张家老宅的方向磕了几个，心情这才稍微平复了一些。把张宝看的是一头黑线，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张宝把土扒开，里面果然有着一些黑灰色的木炭条，虽然成色没有那么好，但确实是成功了。这样就可以批量的进行烧制了。张宝很满意，但是要想大量的烧制木炭，还需要挖掘一个炭窑才可以，不然数量根本就不足以支撑炼铁所需。而且按照张宝的想法，如果木炭多了，不仅可以自己取暖来用，更重要的是到县府里面换银子和食物都可以。回去之后，张宝便让老何叫来了李大牛和胡都古。要想烧木炭，一是要有炭窑，二是要有木柴。木柴的要求也很高，都要做成胳膊粗细。要是单凭张宝和老何2人的话，还不知道忙到猴年马月去。当张宝把事情跟2人说了之后，2人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张宝也没有耽搁，立刻带着2人拿着之前找到的工具，朝着后山而去。张宝选了一片后山坡处，给胡都古说明了炭窑的样式，留下老何跟胡都古挖窑，自己则是带着李大牛进山了。他们需要挑选合适的木柴，那些掉落下来的枯枝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找粗一些的木头。少爷，我们尽力往里走走，我记得有一片云杉树，如果要做木炭的话，是再好不过了。李大牛在前面引着路，作为一个木匠，对于木材的了解自然是比张宝要多的。2人走了没一会，李大牛就停了下来，指了指在旁边的一棵笔直的杉树，能有碗口般粗细，10多米高。做木炭的话，一劈4瓣，倒正好合适。张宝正不知如何下手，却见李大牛掏出了一根锯条，在树上锯出了一个豁口，便停了下来。张宝还以为李大牛累了，想要上前帮忙，却看见李大牛把锯条抽了出来，在附近找了一些草笼蓄在里面，然后竟然点起火来。张宝有些好奇，看着张宝的样子，李大牛倒是有些不好意思的主动解释了起来。少爷，俺们穷苦人家，这些工具都是宝贝，都是用来锯小东西的。这种沙木材质很硬，俺就省着点力。一边说着，
缝隙当中的火已经着了起来，把沙漠中间部分也点着了。李大牛不断地往里面吹着火，看着差不多了，随手抓起一把沙土来，把火灭掉，往身后眼了眼张宝，朝着前面用力一推，10几米高的沙漠直接断掉了。断面已经被火烧焦，看得张宝啧啧称奇，古人智慧还真是博大精深，吹火砍树，细微见知着。不一会功夫，李大牛就把倒下的这棵杉树连锯带烧，弄成了10几寸的圆墩，倒没用张宝动手。李大哥，你有一身木匠的手艺，怎么也当起佃户来了？岂不浪费了这一身的本领？张宝对着李大牛问道。想着之前李大牛连弓箭都能做，手艺差不了。别，可使不得，俺就是个佃户。李大牛乐呵呵地摆着手，脸上倒是十分的受用。这之前年月好的时候还行，日子也还过得下去，但是现在这大灾之年的，哪还有人用得着？老爷看俺们这一大家子人口，就让俺到家里修修补补，但是俺心里明白，老爷这是好心帮俺，这一留就留下来了。本来也想着凭手艺吃饭，但家里那么多张嘴，养不起啊，闲着的时候还是得种地。李大牛倒是看得洒脱。在张宝的印象里面，李大牛家里面，他老婆给他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都是半大小伙子，正是吃饭多的时候。这倒也是实情。少爷啊，俺们嘴笨，不会说话。之前的时候，少爷嫌弃俺们，不用俺们帮忙也正常。俺们都是下人，少爷要是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之前老爷待俺不薄，俺绝无二话。李大牛把胸脯拍得砰砰直响。好，张宝也没客气，面对着这么真诚和实在的汉子，说别的就虚伪了。一个人是不是有诚意，一眼就能看出来。张宝今天很是高兴，李大牛和胡都谷2个人，一个热情朴实，像一个纯真的汉子一样，一个沉默寡言，但是让人感觉很踏实，当真是2个很不错的帮手。至于老何，除了一片忠心和一身没有发挥出来的武艺，好像也没啥作用了。当时不知道送了多少礼，才当上的这个管家。张宝很是无语，先把这些木头弄下去吧，多了只凭我们2个人也搬不动。张宝对着李大牛说着，2人便一路连扔带滚的把这些木墩弄下了山。倒也轻巧，等到他们下山之后，正看到胡都谷和老何在那费劲的挖着洞。相比较于张宝他们伐树的技巧，这挖洞就纯粹是体力活了。知道老何有伤在身，李大牛下山之后便直接从老何的手上接过了工具，接替老何挖了起来。老何也没推辞，坐在一边大口的喘着气。现在的土地动得厉害，张宝之前就深有体会。不过胡都谷的力量和耐力可不比张宝，看着现在的进度，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够挖出来一个不小的炭窑。张宝看着胡都谷和李大牛正用断柄的锄头在那里费劲的挖着，突然想念起之前在炊事班的工兵锹起来。作为野战部队的炊事班大厨，工兵锹才是张宝平常接触最多的武器。一柄工兵锹同时具备挖、砍、刺、锯、扣、勾、切、钳、撬、锤2等10余种功能。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宿营造饭全靠工兵锹切菜炒菜，还可以煎鸡蛋、烙面饼。突然，张宝的脑海里面灵光一闪，何不让胡都谷给自己打造一柄工兵锹呢？说起来，自己之前在部队的时候专门练过一套工兵锹格斗术，部队的招式删繁就简，实用性非常强，不比一般的功夫差。而且这些铁矿石也算是赃物，如果打造成大刀太过于招摇了一些，但是一把工兵锹倒是和星爷电影当中排名7大武器之首的折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铁锹随处都有，虽然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外观都差不多，拿起来就可以打人，敌人防不胜防。当掏出铁锹的时候，敌人首先会愣一阵，但是随着手起锹落就已经赢了，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张宝正要准备跟胡都谷描述，却远远地看着几个人朝着自己这边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一个老头，正是村里李姓宗族的族长。张宝有些纳闷，看这几个人的样子，很明显是冲着他们几人来的。呵呵，张少爷有礼了。为首的老者对着张宝说道。听见老头的动静，胡都谷和李大牛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是李老太爷啊，什么风把您老人家吹动了？张宝笑着说道。伸手不打笑脸人，再加上对面是个老头，张宝自然也客客气气的。近日来村子里面热闹得很啊，就连我们李家不少人也都跟着少爷您忙活了起来。不过没有少爷您的指点，都是在瞎忙活，白弄了一堆枯草在家，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是让村里面人笑话。李老太爷笑着说道。啊，这是啊。张宝一听眼前李老太爷这个阴阳怪气的话，也瞬间明白了，这是眼馋了。之前张家佃户上山取东西的时候，他们倒可以模仿1、2，至于弄回来之后要怎么办，他们都不知道了。估计是闻着张家佃户们家家开了灶，也都着急了。张宝想了想，虽然李家和他们张家这边不是很对付的感觉，但毕竟都在一个村子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瞒是瞒不住，倒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而且最关键的，最近还有不少事，要是这帮人在背后捣鬼，倒是麻烦，小不忍则乱大谋。李老太爷说哪里话，本就是一个村子的，我这也是偶然发现，
想着让他们试试，没想到真是出一个路子来。之前是担心你李老太爷衣食富贵的，看不上这些东西，故而没说。不过既然李老太爷发话了，那有什么好瞒着的？这个老胡啊，你跟着李老太爷到李家那边去，把我们这边草根树皮的事情一一告知，不可有一丝隐瞒。张宝转身对着胡都古说道。胡都古心事重，自然知道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听到张宝这么痛快，李老太爷这才咧着嘴，引着胡都古到了李家那边去了。看着李老太爷等人离去，老何在一边皱着眉头凑了过来。少爷，这是李家那边眼馋了，得小心啊。我看出来了。不过这个李家和我们张家有仇吗？怎么有种不对付的感觉？张宝对着老何问道。对于张宝来说，之前对这些事情向来不关心，所以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印象。少爷，你有所不知，之前我们河间村里面向来就是李家宗族这一脉，老爷也不过是看此地田地丰饶，又加上收了他们李家不少田地，就过来了。我们张家这么多年，全凭老爷仗义疏财，博下了不少的好名声，在村里的威望那是说一不二的。李氏宗族也就渐渐的没落下来。自从老爷出事之后，这个李家就开始活跃起来。之前我们这边有不少佃户，就是因为受到了李家的撺掇，这才慢慢有了想法。这么说起来，李家的人图谋不小，早知如此，老爷还在的时候就应该把李家那几个管事的直接杀了，后面也省了这么些麻烦。老何在一边有些懊恼地说着。听到老何这么一说，张宝倒是对老何刮目相看了起来。这个老何不愧是行伍出来的，身上倒是有着那么一股子霸气，一言不合就拔刀啊。但是对于张宝来说，随便杀人的事情一时半会还是接受不了。当兵这么多年，死在张宝手里的猪羊鸡鸭倒是可以组成一个加强团了，但是杀人这种事情，张宝却是没有经历过。部队虽然教会了他们杀人的技能，但却也教给了他们一颗守护之心。不急，真要是惹到我们头上，到时候再说。张宝淡淡的说道，和老何一样，冷冷的看着李家众人离去的方向。在他们身后的李大牛狠狠的咽了口唾沫，悄悄的拿起锄头，卖力的干了起来。三河县府县衙里面，一个瘦削的干瘦老头在一边来回的踱着步。从他身上的衣服来看，此人正是三河县府的县令，而在一边坐着的却是一个主簿一样的人物。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说说。县令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嘴里面不断的絮叨着。倒是主簿在一边皱着眉头思索着什么。老爷，当下最要紧的还是要做做样子出来，不然等到刺史大人一到，见到我等无动于衷，更会怪罪于我等啊。主簿对着县太爷说道。对，得赶紧出兵，但是抓谁呢？到底是谁干的还不知道啊。给我悬赏，白银1000两，不，100两，不，100吊钱。谁要是提供线索，直接赏钱100吊。县太爷在一边抓耳挠腮。老爷，根据衙役带回来的消息看，很有可能是在我们三河县的那2伙山匪所为，但具体是哪一伙倒是不知道。不过很蹊跷的是，在更远的地方竟然找到了几具山匪的尸体，而我们的人却说并没有杀掉土匪，这倒是很奇怪。主簿皱着眉头说道。还有山匪的尸首带回来了没有？县太爷一听，眼睛瞬间放出光来。主簿点了点头，那就好办了。就说我等押送官吏，在途中遭到了山匪抢劫，我等众人奋力冲杀，干掉山匪几人，重伤山匪数十人。无奈山匪人数众多，最终丢了东西。对，就这么写。你抓紧时间派人送到上面去，一刻也不要耽搁。完了，明天一早就带着人马到山里面去转悠转悠，不叫你们千万别回来。县太爷匆匆地来到案台上，提笔写了书函，递给了主簿，又对着主簿嘱咐了几句，这才松了口气。哎呦，今天可真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去一红楼歇息一下。你一会写完了，抓紧安排。对了，富贵那里一会别忘了让人再喂点碎肉，前一阵子都病了。说完，县太爷就进去换衣服了。主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拿着书函朝着外面走去。在三河县境内，山脉众多，虽然没有那些高耸入云的险峰，但崇山峻岭也不在少数。深山出刁民，穷地出土匪。当这两者相遇的时候，这山匪刁民的威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三河县境内交通不便，但是年景好的时候，百姓们自给自足不是问题，连带着山匪们的日子也好过得多。但是自从大灾之后，山匪们的日子也越发辛苦了起来。就跟那筑巢于险峻山岭的野雕，原本10里觅食即可温饱，但现在出来一趟，经常是空手而回，让不少山匪叫苦不迭，马都累瘦了好几圈了。三河县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匪窝不少，不过最大的还是二龙山和青龙洞2处地方，地势险要，密林丛生，倒也发展成了规模。这么多年来，这2伙土匪划分山头，各有各的地盘，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2个老大甚至还有些往来。但是近些日子已经顾不上什么道义了，你抢我的，我抢你的，爱谁谁。前几日，二龙山的山匪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一队官兵的运粮马车要从青龙洞的地盘路过，
二龙山大当家的当即亲自率领一伙人马拦路设伏，不仅仅抢到了2马10几匹，更是抢了数车的粮食，还有不少的银两，让二龙山大当家的欣喜若狂。但是还没等离开青龙洞的地盘，就被青龙洞大当家的带人赶上了。听说二龙山的人在青龙洞的地盘上打劫，这还了得！青龙洞大当家顿时怒火3丈，传出去，我青龙洞岂不是人人可以来踩一脚？亲自带人分头拦截，去往县府方向的那队人只是截下来几匹马，而去追击二龙山的那伙人，却是展开了一番厮杀，但也最终只夺下了1车粮食，并且二龙山的大掌柜还被划伤了胳膊，青龙洞的大掌柜更是被刺中了1条腿。这件事情直接让二龙山和青龙洞2伙山匪之间反目成仇。在二龙山的人看来，我们辛辛苦苦的抢下来的粮食竟然被你们劫了1车去，简直就是无耻。而青龙洞的人更是怒火冲天，这粮食本来就是从我们这里过的，那就是我们的，你们二龙山的人越界不说，竟然还敢直接动手，这是没完。两边都憋着劲，等到养好伤之后相互算账。经过几天的忙活，胡都古和老何终于做出了一个不错的炭窑，而张宝和李大牛也砍下了不少的木柴，整整齐齐地码在炭窑边上。这几天后山打窑的事情也引来了不少村民的围观，彼此之间相互议论着，从来没见过这么新鲜的玩意儿。自从张宝好了之后，村子里面倒是热闹了许多。不得不说，人一旦是吃得上饭，操闲事的心也慢慢的多了起来。虽然张宝懂得如何烧木炭，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个技术活。古时讲求师出有门，一脉相承，知识和技能传递大都是依靠口口相传，任何一项技术的壁垒都很高。张宝身上一个不经意的技能和说法，都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积淀下来，远超他们的认知。等到炭窑挖好了之后，张宝也没有耽搁，立刻带着李大牛他们把砍下来的木头竖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炭窑当中，然后放火引燃，一直等到窑木燃透，白烟变青，这才用早就在一边准备好的泥坯把烟洞和放火口堵起来，营造出一个完全密闭的环境，让里面的木头充分碳化。这一炉火从白天一直烧到晚上，这才熄灭，又足足闷了1天1夜。张宝这才决定开窑。这1天1夜里面，张宝他们4人2人一班轮流值守，生怕出点什么问题。好在炭窑的温度很高，在这个炭窑附近也不会觉得有多冷。张宝他们一共塞进了1000多斤木柴，预计怎么也能出个1000斤左右的木炭。张宝用锄头把之前放火口的泥坯掘开，里面传来一阵温热。张宝轻轻地钻了进去，不一会就掏出来了几根还带着余温的木炭，在洞口尝试着点了一下，果然没问题。更因为是选用沙木作为木料，燃烧起来不仅持久，就连烟气也少了不少，让张宝他们大喜过望。4人轮流着进入到炭窑里面，把里面的木炭全部掏了出来。这个炭窑以后还是要继续用的，自然不能像之前张宝一样直接掘开。张宝看着堆在一边成堆的黑木炭，开心地露着2排大白牙笑着，转头看看老何他们3人，也都差不多，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几人不仅哈哈大笑，有了木炭就可以打铁，还能换钱。张宝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何叔，你带着李大牛辛苦跑一趟县府，把这些木炭找个合适的价格卖了，带点粮食回来，剩下的一部分留着我和胡都古打铁。张宝对着老何说道。老何和李大牛点着头，就回村找木板车去了。几百斤的木炭，要想让他们2个人背着，自然是不可能，必须要用车拉着过去。现在没有牛或者驴，只能靠人力。李大牛有力气，老何有头脑，有门路，2人缺一不可。不过拉车的话，速度比之前张宝他们走路还要慢一些，晚上估计要在县府过夜了。老何装车之后没有耽搁，就立即动身了。而张宝和胡多谷也把一些木炭搬到了胡多谷的院落里面，准备打铁。当天自然是来不及了。胡都谷之前虽然也有一个炼铁炉，但许久不用，早就荒废了。胡都谷要重新修补一番。张宝在送过来铁矿石之后，也便带着一些木炭回去了。在外面忙活了1天，张宝回去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一进门，一声尖叫声传来，啊，眼珠啊，是相公！漆黑的夜，熏黑的脸，发白的眼睛时不时的眨，不怪苏有容吓一跳。看清楚张宝之后，苏有容一脸做错事一般的，连忙打水来，让张宝洗着脸，自己帮着张宝换着衣服。何叔走的时候吃饭了没有？张宝突然想起什么来，他今天忙了1天都没顾上吃饭，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老何他们出远门，要是不吃饭的话还真麻烦。相公，我听何叔说要去县府之后，就给他准备了一些吃食，他没吃，带着就走了。有容已经做好饭了，我们吃饭吧。苏有容对着张宝说道。好，真是辛苦你了。张宝由衷地说道。苏有容不仅聪明机灵，而且心细，以后家里交给他打理倒是可以放心。听着张宝的夸赞，苏有容满脸绯红，赶紧把饭盛了出来。有着木炭回来，既可照明又可取暖，摇曳的炭火把屋子照得昏黄。
时不时的传来啪啪的几声响，火星儿从火苗顶端迸发出来，随着屋外透进来的凉风飘起老高，让这家徒四壁的屋子倒也别有一番情调。2碗粥，几张面饼，一碟咸菜。张宝的碗里抛着2块狼肉，苏有容的碗里也泡着一块小小的。这是张宝给苏有容的命令，必须每天都吃肉。苏有容只能又心疼又幸福的遵命了。何叔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到了没有，要是这一车木炭能卖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以后我们就不用发愁了。不过看今天的天气，好像要下雪啊。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到了吧。苏有容一边喝着碗里的粥，一边留意着张宝的碗里。如果张宝喝完了，苏有容要第一时间给张宝添上。最近这段时间，家里粮食还是比较充足的，谷粥终于不用一眼望到碗底了。等木炭卖钱，我们就可以买粮，以后吃饱饭就是寻常的事情了。好，不过这个烧木炭，指望我们几个是不行了，去送的时候就要停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一直烧，那就最好了。山上的木柴足够我们烧一阵。好，有了木炭，我就可以打造一个兵器，到时候谁也不敢惹我们。好。张宝一个劲地跟苏有容说着，苏有容不断地点着头。好。好啥呀？啥好？张宝也注意到了苏有容的心不在焉，一直在不断地偷瞄打量着自己，有些哭笑不得，用筷子轻轻地敲了敲苏有容的小脑袋。只要是相公说的都好。苏有容满脸通红。就在刚才，苏有容细细地端详着张宝，从来没发现自己家的相公竟然是这么好看。原本枯黄干瘦的脸颊现在也坚毅了起来，摇曳的火光把张宝脸上的线条照耀得格外迷人，佝偻的身材也挺拔着，脸上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自信和阳刚之气，让苏有容感觉只要张宝在自己的身边，自己就什么都不怕。苏有容深深的沦陷了，被张宝这么一敲，这才回过神来，仿佛自己的小秘密被戳破了一般，小脸蛋瞬间脸红了起来。坐在苏有容对面的张宝，此时倒也有些诧异的看着眼前自己的这个小媳妇儿。短短几天，面瘦肌黄的痕迹已经几乎不见了。按照张宝的要求，可以说是顿顿有肉，餐餐吃饱。苏有容的小脸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起来，再加上生活有了盼头，张宝对她也不负以往，让苏有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活力。不得不说，苏有容虽然17、8的年纪，发育的倒是不错。之前的张宝丝毫没有留意。苏有容闷着头，一个劲的扒着饭，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空气当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愫。张宝摸了摸鼻子上渗出来的细细的汗珠，你说氛围都到这了，要是不做点什么，是不是太不爷们了？平日里面老何这个老电灯泡在一边，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今天好不容易老何不在，岂不是择日不如撞日？话说起来，好像之前的这个张宝还没有跟苏有容同房，倒是让自己赚了一个大便宜。张宝看着苏有容的眼神也不由得热切起来。苏有容听着张宝半天没有动静，壮着胆子抬头看了一眼张宝，却发现张宝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不由得下意识地躲闪，但躲闪之后又有些懊恼，怯生生地抬头看了一眼张宝。张宝莞尔一笑，自己的这个小媳妇儿倒真是可爱俏皮得很。想想自己上一辈子是个单身狗，这一世竟然多了一个小娇娘，上天有好生之德，总算是没有亏待了自己。嗨嗨，娘子快些吃吧，何叔不在，今日我们早些休息。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苏有容声如闻呢，似乎也从张宝的话里面听出了一些什么，不由得多了一丝忐忑。自从被张老爷带回来以后，也有过一世自己是少爷正儿八经的娘子。虽然苏有容每天晚上都有些惊恐地等待着什么，但这么多年少爷一直没有动过自己，让苏有容不解之际倒是有些庆幸。但现在的张宝已经不是之前的张宝了。听到张宝的话，苏有容心里小鹿乱撞，有着一丝惊喜，有着一丝期待，还有着一丝害怕。毕竟娘亲过世的早，对于洞房一事根本就没有任何教导，关于女子应当如何，苏有容更是丝毫不知，难免会有些惬意。两人匆匆吃完饭以后，苏有容逃一般的收拾着碗筷，然后趁着张宝不注意，脱兔一样钻进了被窝里面。张宝查看了一番院落，关好了院门，又在屋门后面顶上了一根粗木，顺便把之前那把环手刀也拿进了屋子。老何他们走的时候并没有带去，这才来到了床边，想着晚上可能落雪，又往炭盆里面添了一些木炭，这才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在一边的苏有容紧紧地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抖着，她能清晰地感觉到张宝那粗重的呼吸，甚至就连张宝身上的气味也分外浓郁了起来。她期盼着张宝对自己做些什么，但心中又害怕得要死，整个身子都僵硬起来，连自己的心跳声也清晰可闻。张宝借着摇曳的炭火，侧身打量着眼前的苏有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女孩可以这么柔美，让人心动不已。张宝的手轻轻地落在苏有容的脸上，轻抚着头发、眉毛、脸颊。苏有容感受着张宝的动作，浑身僵直，紧张地期待着那传说当中美好神圣的时刻。好在张宝没有让他等太久，花开堪折直须折。
屋内炉火夜夜，温暖如春；屋外落雪纷飞，玉树琼妆。与此同时，在三河县府的城邑外面，老何正跟李大牛蜷缩在木板车的一侧，借助木板车和一车的木炭，抵挡着瑟瑟寒风。老何和李大牛他们这一路走来，可谓是历经了千难万险。出发没多久，车子就坏了，常年不用，车轴不堪重负，咔嚓断了。虽然李大牛是木匠，但手头上没有趁手的工具，俩人忙活了好长时间，这才把木板车修好了。两人也累了个半死，勉强吃了点东西，这才继续赶路。结果后半段除了上山就是下山，上山也就罢了，两人费劲的推着拉着，但是下山的时候也还是要两人拽着顶着，不然就翻车了。走路艰辛也就罢了，天黑就更不好走了，天黑路窄也就罢了，偏偏还下起了雪。好不容易折腾了一路，两人来到了县府的城邑门口，却悲剧的发现关门了。之前的县府里面都是有着宵禁制度，为了防止夜晚山匪的袭扰，天黑之后也都是关闭城门的。没办法，两人只能暂时等在城邑外面，等着明天一早开门的时候，两人再进去。我说李大牛，你能不能别老挤我，再挤我就掉下去了。老何很是不满地抱怨道。挤挤暖和，我这边透风。李大牛嘿嘿一笑。此时的两人相互依偎，宛如这片冰天雪地当中两个被遗忘的游魂。暖和什么？你就是想蹭我的厚衣服，去，盖着我点怕什么？俩人挤着暖和一边去吧，你身上跟冰棍一样。好像还真是，你往里靠靠。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长夜漫漫，寒风凄凄，雪花纷飞，孤影相依，怎一个惨字了得。第二天一早，张宝睡到了天色大亮，苏有容仍然是一脸潮红的沉睡着。听见张宝起来，也睁开了眼睛，想要挣扎着起来，但是却浑身无力。今天你在家好好休息吧，我得去胡都谷那里，我带点东西过去吃，毕竟人家给我们打铁，也得给点报酬。你多休息一会，然后起来吃饭。张宝在苏有容的额头轻轻点了一下，这才起来。一推开门，阳光照在雪上，刺得眼睛睁不开。一阵凉风吹来，倒是让张宝感到神清气爽。看着眼前的明媚，张宝的心情也畅快了起来。都说瑞雪兆丰年，等到来年开春，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张宝来到胡都谷家里的时候，胡都谷正在用石头堆着炉子。炼铁一事需要地炉，要在土中挖一坑洞，周围用石块堆砌而成，然后把铁矿石和木炭一层加一层的放在地炉当中，扇风以燃烧。木炭不完全燃烧，会产生一氧化碳，使铁矿石中的氧化铁还原成铁。古人不懂化学，后人也很难探究其过程，想来也跟火药的发现一样，是炼丹之时意外偶然得知，然后渐渐延续了下来。看到张宝进来，胡都谷连忙迎上前去，对着张宝行礼。你们吃饭没？这是一些薏米，你们做点来一起吃，剩下的你们就留起来。张宝把一个布袋递了过去。这不行，哪能要少爷您的粮食？胡都谷连忙推辞。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更何况我也没吃饭，赶紧弄点吃的来。张宝今天早上感觉比以往时候都要饿。胡都谷只好接过袋子来，进屋吩咐了几句。胡都谷的婆娘连忙出来行礼，然后去一边忙活了。不一会，热气腾腾的饭食就端到了桌子上。张宝也没客气，直接坐了下来。张宝的面前一大碗稠粥，胡都谷他们的碗里面虽然不能说是稀薄，但至少和张宝碗里的没法比。张宝还留意到，在桌上竟然摆了一碗肉干。张宝夹起一根来看着，跟后世的牛肉干差不多，应该是胡都谷按照草原的做法，把上次的狼肉做成了肉干的样式。这样一来，倒是可以吃很久，而且吃的时候没有痕迹。张宝有些玩味的看了一眼胡都谷，看来这个胡都谷也是很谨慎的，财不露白，富不露相，倒是和张宝对脾气。张宝也没多客气，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少爷，你想打造什么兵器？这次的铁矿石足有100斤，打造几把兵器不是问题。胡都谷对着张宝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打造兵器？我好像没说过吧？张宝倒是有些诧异了。乱世先求自保，有了兵刃，自保之力才可更甚。现在少爷性情大变，张家自此有望，更应如此。胡都谷对着张宝说道。张宝笑了笑，好，就依你所言。不知道为何穿越以后，张宝这满嘴也变得文绉起来，可能是身处在这样的古代环境，触目即心，让张宝之前上学时候背的那些古文有了发挥的空间，争相僭越了起来。说完，张宝来到院中，取来一根树枝，在一边的空地上画了起来。不一会，一幅工兵敲的草图就出现在了地上。胡都谷绕着张宝画的草图上下左右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明白。不得已，张宝只能一一解释每一部分的样式和功用，还把一些小的细节逐一放大绘画讲解，演示了大半天。胡都谷这才完全明白。从一开始，胡都谷惊讶的嘴巴就没有合上过。长生天保佑啊！张家有少爷在，有希望。本来张宝还想着留下来
帮胡都古打铁。之前张宝也有所了解，古时打铁全部依赖力量，而且一般铁匠都有个帮手，也就是专门抡大锤的那种。但听胡都古的意思是，暂时还没到那一步，他需要先把铁矿石炼成生铁，然后再进行锤打。张宝便先回去了。刚到家门口，就看见老何和李大牛满脸通红的拉着木板车回来了，木板车上还装着不少粮食。怎么了这是？这是冻的。张宝看着两人脸上的红肿，很是奇怪。哎，别提了少爷，一言难尽啊。老何一边说着，一边和李大牛把粮食拎进院子里面。张宝他们搬到这处小院来的事情，李大牛和胡都古是知道的，村里面也有不少人知道了。张宝倒也没在意，现在是不用害怕的。不过少爷，这次卖木炭倒是很顺利的，752斤木炭，一共卖了8两银子。按照您的吩咐，用1半的银子买了粮食，都在这了。老何指了指眼前的几袋粮食。可以啊，比预料当中还好。这趟你们真是受累了，有容赶紧做点热乎的饭给何叔和大牛吃。张宝对着苏有容吆喝道。听着张宝这一句体恤人的话，老何和李大牛差点抱头痛哭。这一趟确实是受累了，昨夜往事不堪回首好的相公。苏有容连忙准备了起来，只不过张宝留意到苏有容走起路来的姿势似乎是有些不太方便。吃完饭之后，李大牛就要告辞回去。张宝指了指一袋粮食，李大哥，这一袋粮食你带回去，这次辛苦你了，以后这送木炭的事情还是要靠你，其他人我信不过。张宝笑着对李大牛说道。这一路上虽然老何也是跟着去了，但是出力最多的肯定还是李大牛。不，少爷，这可使不得呀，俺干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的，哪能要你的粮食？李大牛说什么也不要，连连推辞着。李大哥，我这粮食可不是白给你的，以后这个木炭还要起窑，还需要李大哥你上山伐木，这木料的事情我就全交给你了，要不我亲自给你送到家里去。我要是去，你可要管我饭啊，别舍不得把之前的肉给我吃。张宝笑着说道。这个哪能？李大牛被张宝这一个玩笑话问得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回答。那谢谢少爷，谢谢少爷。李大牛一边说着，一边竟然抹起了眼泪。对于李大牛来说，虽然这个汉子天生乐观豁达，但是家里面的负担也像一座大山一样，光那些孩子，家里的开销就是其他人家的2倍，说不愁得慌那是假的，更何况是这大灾之年。这一次帮着张宝，在李大牛看来纯粹是自己为了报恩，但是没想到张宝却给了他这么多的粮食。有了这些粮食，省着吃一个冬天都没有问题，让这个淳朴的汉子一时之间万般思绪涌上心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老爷们应该像草原上的雄鹰一样。哭什么哭？不过你这个鹰有点胖啊。张宝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了那日胡都古责备自己儿子的话，顺口说了出来。想了想不合适，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李大牛这才笑了起来，抹干净眼泪，千恩万谢地走了出去。草原上的雄鹰，这胡都古说话也有趣，倒是有点草原人的样子。还有之前胡都古孩子的那个名字，似乎不像是大夏这边的名字。俄日什么？很明显没有说完。当时自己也是为了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胡乱问出来的。现在想想，胡都古这一家还真是有点秘密啊。有了粮食，也有了钱，张宝便准备大规模的开始烧木炭。从这次卖木炭的结果来看，是很好出手的，而且价格也不错。趁着现在是寒冬腊月的，正是县府里面需求木炭的时候，赶着赚一批银子就能买到足够的粮食。有钱有粮，一切的局面就能打开。所以第二天，张宝就让老何把人都招呼了起来。成年男子按照张宝的要求先挖窑，按照张宝的想法准备3口窑同时开工，这样人手能忙得过来。山上木柴的供应也正好，而妇女们则是跟着李大牛上山伐木，主要是负责把木头运到山下面来。李大牛咧着大嘴，带着一群妇女在山上忙活着，让李大婶很是不满，索性也加入了搬运木头的行列。按照张宝的想法，只要是做工的人每天管饭，并且每人还发3个铜板。苏有容和胡家大嫂忙着给大家做饭。现在的粮食倒是充足，而且只要是木炭烧出来，又可以卖钱，然后换来新的粮食。苏有容倒也不担心，现在的苏有容倒真有了一点少奶奶的样子，整个流程操持的有模有样。不得不说，妻贫夫贵，夫贵妻荣，一点也不假。之前的张宝傻愣，连带着苏有容也被人看不起。现在张宝强势之后，人们对苏有容也客气了起来。这一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就是从张宝他们干掉那2头狼之后，众人便已经开始了转变。在村民的眼里面，狼是不可战胜的，而当有人战胜了这种不可战胜之后，人们的敬畏之心便会由此而生。现在每天，张宝去炭窑那里扎一头，便会直接到胡都谷这边帮着打铁。炭窑有老何在那里盯着，过程很顺利。不知道为何，这些佃户对于老何似乎很是害怕，他们对于张宝可能是敬畏，但对于老何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畏惧。真不知道老何以前
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让众人视若猛虎。这段时间，张宝吃得多，做事也多，体能也增长了不少。此时正在弧度谷的一边卖力地抡着大锤。弧度谷用铁夹从炭火中夹起一块烧得红中透亮的铁块，用手中的小锤轻轻地在某处敲了一下。张宝抡起大锤，准确无误地砸在刚才弧度谷敲击的那个地方。一时之间，火星四溅，铁块似乎没什么变化。弧度谷再一次扔进了火里面，继续拿出另外一块。虽然张宝没什么劲，但也没办法。弧度谷在一边拿着小锤敲敲打打的事情，他也不会，只能轮着大锤卖力气。老话说得好，忙晕的小锤，累死的大锤。弧度谷用小锤讲究的是眼力和经验，张宝抡大锤完全凭的是臂力和耐力。按照弧度谷的说法，如果打造武器，最好是使用的人亲自上手打，这样打造出来的兵器有着特殊的感情，使用起来也会心有灵犀。张宝便咬牙坚持着。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张宝这小胳膊小腿的抡上没几下就抡不动了，浑身酸疼。但张宝身上那股永不服输的韧劲让张宝死命的撑着。刚开始的时候，张宝回家吃饭筷子都拿不起来，心疼的苏有容直掉泪。但是打了这几天之后，张宝倒也习惯了，胳膊肉眼可见的粗壮了起来，就连胸膛和肩膀上也健壮了不少。此时的张宝只穿着一件薄衫，倒也不觉得冷，喘着粗重的气。这几天下来，弧度谷越发对这个少爷敬佩起来。抡大锤这种重活，别说是一直养尊处优的少爷，就算是做活的庄稼汉也不一定能坚持下来。但张宝这几天竟然一直坚持下来了，虽然每次都累得半死，但张宝从来没说过放弃。受到草原部落那边的影响，弧度谷也有着一些草原人的性情，最是尽忠不服输的汉子。之前对于张宝倒还有些报恩的意思，但现在却是由衷的赏识和敬佩。张宝所画出来的那个工兵锹，比之前弧度谷打造的东西都要麻烦不少。虽然张宝已经删除了部分功能，但小的部件还是很多。按照弧度谷的预计，最少还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行。三河县府醉红楼，一个醉汉被几个人扔到了马路上。小莲呢？说好了陪我好几天，我可是给你们玉佩，很值钱的。醉汉跳着脚的骂道。这个醉汉正是之前讹诈了张宝那块玉佩的流氓。自从有了钱之后，流氓在醉红楼足足逍遥快活了好几天，直到银子花没了，这才被扫地出门。我说刘老弟，你那块玉佩换的银子早就被你花光了，要不是看你兜里还有点碎银子，早就把你扔出来了，让你今天还白白赚了壶酒，识相点，赶紧滚！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说道。流氓悻悻地看了看大汉，暗暗啐了一口，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准备离开，正好撞在一个衙役的身上。他奶奶的，没长眼啊！被撞的衙役正要开骂，定睛一看，竟然是熟人，这不是刘老弟吗？怎么这么落魄了？流氓本来以为冲撞了衙役，心想这下完了，一身酒也吓醒了不少。听到声音，抬头一看，竟然是之前一起在周财主府上混事的赵长生。之前的时候，周财主手下养着不少溜须拍马的闲人，流氓和赵长生就是里面的，从周财主手上也搞了点钱。不过流氓一有点钱，要么赌了，要么喝了花酒。赵长生脑子好使，攒了点钱，孝敬了一下三河县县令刘大人，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吃官粮的衙役。周财主失势之后，手下一帮人猢狲散，倒是赵长生混得风生水起。哟，是赵大哥呀，刚才不小心冲撞了您，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瞧您这一身行头，要不怎么说刚才没认出来，现在您老富贵了。流氓连忙对着赵长生谄媚地笑着，富贵个屁，整天忙得跟孙子一样。走，陪哥哥喝几杯去。赵长生一边说着，一边率先朝前走去。流氓一听，连忙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大夏的衙役本属于贱民行列，地位不高，负责整个衙门的站堂、缉捕、征粮、解押等所有的事务。但是天下纷乱之后，衙役的权限似乎也大了起来，这每一项事情当中都有着赚钱的门路。再加上三河县县太爷不加管束，手下的这些衙役们更加一个个的仗势欺人。虽然州境大灾，但对于他们来说，借着衙门之便，生活倒是赛过神仙。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可是惨了，自从县衙的几辆马车被劫了之后，整个县衙里面的所有人被赶得跟条狗一样在外面奔波。在三河县刘老爷麾下，正式衙役就有40多人，每个正式衙役下面都有3、4个白役，加起来足有100人之多。三河县不是军事重县，地处相对偏僻，因此在县府内并无行军大营，这110人就是县府内的全部军事力量。劫道事情发生之后，这些衙役们就被县太爷安排的满山跑，声称要把那些劫路山匪给干掉。衙役们可不傻，当差而已，可不会傻到去跟山匪拼命。出城之后，找个无人之所溜达溜达，耗完时间也就回来了。之前抢劫官道的事情倒也有，但是从来没有抢到官家的头上。这一次之所以县太爷着了急，一方面是因为刺史大人最近要巡视此地，如果在路上遇到山匪劫道，
那真是没法说了。另一方面原因是出在那几车被劫的粮食上，这些粮食是朝廷上拨下来救济灾民的，也是三河县县太爷摆着一片赤诚爱民之心向朝廷请下来的。但是三番五次的，这些粮食都被山匪给劫了。这一次听到刺史大人来，正连忙从临县买了不少粮食，临时拉来凑数，没成想这次竟然真的被抢了。县太爷这才着急了。酒楼里面，赵长生和刘莽坐在一张桌子上，2两浊酒下肚，赵长生的脸上起了不少红疙瘩。最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这帮山匪早不抢晚不抢，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可把我们累惨了。赵长生一边挠着脸，一边很是不爽地抱怨着，这山匪胆子也太大了，县太爷的东西也敢抢，都抢了些什么？刘莽在一边附和着，手脚麻利地给赵长生添满了酒。当然是粮食啊，不过倒是剩下2车矿石，这些山匪也不识货，现在忙着打仗，这东西紧俏得很。但死了一个兄弟，就连刀都被抢了去了，这帮山匪也是穷的可以了。赵长生抿了一口酒说道。刘莽下意识地看了看赵长生放在一边的环手刀，倒真是羡慕得很。想着之前同是一个屋檐下混饭吃的兄弟，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的，自己却是叫花子一般，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一时之间倒也忘了搭话，这种鬼日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按理说刺史大人早就应该到了，这还没到，真是让人不停歇。刘老弟吃啊，你也喝。赵长生把酒一口干了，对着刘莽招呼着。刘莽嘴上说着安慰的话，跟着赵长生一起骂着这世道，心里面却是逐渐乐得发癫。让你当年还找个官做，混了一段舒坦日子，倒是我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别看我缺吃少穿的，但是天大地大，老子最大，没人管，哪像你们整天被管得跟一条狗一样。切，让我当差我还不稀罕呢。刘莽打眼瞧着桌子上的饭菜，也不再客气，甩着膀子可劲吃了起来。毕竟这下一顿饱饭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酒足饭饱，赵长生吆喝了一声记账，就带着刘莽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看着赵长生离开，刘莽悄悄地啐了一口，想想自己无处可去，心里面暗暗盘算着，倒不如回河间村去，怎么也还有2间破房。再说了，村里面还有个美貌可人的苏有容，也不知道那个老鬼少爷死了没有。要是死了，倒能霸占了快活些日子，等玩够了，卖到醉红楼里面也是一笔钱。打定了主意，刘莽摇摇晃晃地朝着城门口走去。刚到门口，就看见城门墙贴着告示，围着一群人议论着，这才知道是县太爷悬赏100吊钱打探山匪的消息。刘莽心里面胡乱地想了一番100吊钱的用法，揉了揉发昏的脑袋，这才朝着河间村的方向走去。刘莽原本姓李，也是河间村李氏宗族的人，但因为调戏李老太爷的小妾，被剥夺了姓氏，逐出了族谱，这才迫不得已跟着死了多年的老娘姓。刘莽自己可不在乎，还大骂李家宗堂，把老爹活活气死，被赶出了村子。不过刘莽自己倒也时不时的回来，都说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惹穷的乱碰的，这几样刘莽身上样样都占。李老爷子和村里人根本就拿他没办法，只好有事没事的到祖宗祠堂里面去拜拜，让这个李家孽子早早的死在外面。但偏偏事与愿违，按照李老爷子的看法，这个刘莽怕不是能把自己给熬死。当刘莽回到村子的时候，还没进村，就看见后山上呼呼冒着烟，还以为是后山着火了，乐得直拍手。回去在自己的破屋里面躺了躺，冰凉的床板冻得不行，索性出门准备先去张家老宅看看。结果到了张家老宅之后，却发现大门紧闭，刘莽狠狠地踹了几脚，也没踹开，意兴阑珊地准备回去。刚走到路口，突然看见苏有容双手拎着一个木桶，吃力地拎着水，正朝着一边的院落走去。刘莽眼神一亮，连忙跟了上去。这段时间，老何在盯着烧木炭的事情，张宝则是一直在胡都谷那里忙着兵器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渐渐地运作了起来。烧木炭的事情弄完了足够的木料，就有李大牛在那盯着，老何也时不时的偷偷懒，此时正在院子里面擦着自己那把环手大刀。而张宝这边，工兵锹已经基本成型了，虽然通体粗糙了一些，但好在张宝之前留下的功能都还齐全，现在就剩下一些小的细节进行打磨，倒也用不到张宝。今日张宝也在屋子里面研究着怎么做一个背带，可以把工兵锹随身带着。虽然之前两人看见院子里没水了都会顺道打水，但忙起来也就顾不上了。苏有容便还是跟之前一样，一次打小半桶，多跑几次。今天虽然两人都在家，但也都各自忙着，苏有容也没有多打扰，悄悄拎着水桶就出去了。没想到再回来的时候，正要推门，一只手却抢先按在了门上。苏有容吓了一跳，转身一看，竟然是刘莽那个无赖。哟，小娘子干活呢？娘子怎么能干这种粗活？来来来，我帮你。说着就要帮苏有容拎着木桶，但是手却朝着苏有容的手上拉去。你干什么？闪开！苏有容现在可不是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女子了，
现在我的相公可厉害着呢。看到苏有容发火，刘莽倒也不恼，别介啊，你们之前给我那块破玉可是假的，让我挨了一顿揍，这次说什么你们也得还钱了。刘莽一边说着，一边得寸进尺地朝着苏有容靠去。苏有容一把推开院门就走了进去，刘莽正要紧随其后，冷不防一道寒光闪过，刘莽本能的一缩脖子，一把大刀擦着刘莽的头皮钉在了木门上。看着掉落下来的一撮头发和头顶上闪着寒光的环手刀，刘莽狠狠地咽了口唾沫。他妈的，敢到这来撒野，小王八蛋你找死！老何气急败坏地吆喝道。刘莽定睛一看，竟然是何管家。妈呀！刘莽一声大喊，撒腿就跑。老何，追！今天必须剁了他，敢调戏我娘子，废了他丫的！张宝听见动静也从屋里面走了出来，吆喝着老何追了出去。谁知这个刘莽跑得跟兔子一样快，东拐西拐的直接从村口溜了出去。两人恨恨地咬着牙走了回来。之前的时候，张宝是因为刚刚穿越，对很多事情还没有回过神来，再加上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没法和刘莽硬拼。但现在不一样了，别说有老何在身边，就算是没有老何，按照现在张宝的体能，要想收拾一个刘莽那还是非常简单的，只可惜让他跑了。我说何叔，你刚才那下准头也太差了吧，要是再往下偏那么一点就没这些事了。张宝喘着气对老何说道。老何一张老脸涨得通红，少爷，刚才我也是情急之下就随手扔了出去，哪成想那孙子是属王八的，竟然会缩脖子，下次见了饶不了他。老何咬牙切齿地说着。你这么一弄，那家伙估计溜了就不敢回来了，不过以后也得防着点，有容这样不行，以后咱俩得留个人在家里，或者说我得去找李大牛了。张宝皱着眉头说道，想着上次还从县府里面带回来几条牛筋，一直放在那里，弓箭可以做，不知道弓弩李大牛会不会。话说刘莽一路狂奔，足足跑出村子5里地，见后面没人追上来，这才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瘫了下来。没想到何总管竟然回来了。刘莽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一阵后怕，这个张家的何总管向来是心狠手辣。之前张家的一个佃户偷窃张老爷的银两去赌钱，被何总管发现，硬生生的当着所有佃户的面把那个偷盗的佃户的双手给剁了下来，然后把人活埋了。活生生的一个阎王，给那个时候的刘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要说在整个河间村里面还有谁是让刘莽忌惮的，这个何总管绝对算一个。之前刘莽之所以在张宝那里胡作非为，就是知道何总管被张宝给打了个半死，赶出去了，说不定早就死在村口的破庙里面了，这才去张家惹事。要是让刘莽知道何总管现在回来了，就算是借给刘莽100个胆子，刘莽也不敢去送死。不过刘莽回过神来之后，倒是回想起了那把差点削了自己脑袋的环手大刀，似乎跟之前赵长生手上的那把有点像。这种东西按理说是在官家手里或者山匪的手里才有的，何管家手上怎么会有一把？而且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难道说刘莽眼睛一亮，联想到了今日在县府里面听到赵长生说的那些话，之前的车队遭到了山匪的抢劫，死了一个衙役，并且丢了一把刀。按照何管家这个人一贯的作风，很有可能勾结山匪，劫粮杀人。想到这里，刘莽倒是兴奋起来，我收拾不了你们，县太爷还收拾不了。再说了，县太爷还悬赏了100吊钱来着。一边想着，刘莽感觉那100吊钱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准备立刻进城。但是看了看天色，已经黑了，这个时候要是去县府，路上说不定会遇到狼什么的，之前村子里面就有狼来着。刘莽看了看引入到一片黑暗当中的山林，仿佛一个个鬼影向自己环绕了过来。刘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悄悄地朝着村子走去，准备去李氏祠堂里面暂时待一晚上，明天一早就立刻进城，到时候衙役们来了，就算你没有事也能给你安上个罪名，一进大牢不怕你不招，到时候和总管一进去，小娘子不还是我的。当刘莽蹑手蹑脚的回到李氏祠堂的时候，却发现里面竟然亮着一些烛火，还有不少人影在里面，倒是让刘莽感到有些奇怪。按理说这不节不时的，怎么这么多人在祠堂里面？刘莽悄悄地来到后墙根下，这里有之前挖的一个洞，拨开杂草钻了进去。此时在李氏祠堂里面，李老太爷正襟危坐的在正座上。说说吧，都这时候了，没必要藏着掖着的，再这么下去，这个河间村又要姓张了。李老太爷用拐棍磕了磕鞋底，对着下面的5、6个中年人说道，在这里的人都是李家现在几个能说了算的。族长，张家少爷最近带着人烧木炭，需要从山上砍木头，要我说干脆直接一把火把后山全点了，让他们没木头可用。一个满脸胡子的人上前说道，可嗨，胡说八道，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都埋在后山山根，你想一把火把祖坟点了呀？嗨，我敲死你！李老太爷气得吹胡子瞪眼，
抡着棍子就要打。太爷，要不干脆就直接把他们的炭窑给弄塌了，看他们怎么烧。前一阵子我跟之前那些拉拢过来的佃户说了2句，现在对我们这边是爱答不理的，完全被张家少爷给拿住了。又是一个人站出来说道，弄他窑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和总管和那个叫李大牛的整天没事就待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动手。和总管就不说了，就算是有个李大牛，凭他那一身力气也没那么简单动手，更何况要是惹怒了何总管，怎么你们也想断手断脚的进土里躺着？李老太爷冷哼了一声。此时在祠堂后面的刘莽把众人的对话听了个一清二楚，心里一乐，看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在准备着找事，李老太爷也不闲着呀。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李家牌位，刘莽眼珠一转，正当前面李家的众人在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在李氏祠堂的后面竟然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吓得李老太爷连拐棍都扔了出去。孽子孽孙，竟连一个小小的张家都搞不定，简直是丢了我等李家先祖的脸面。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祠堂的后面传了出来，众人一愣。此时在祠堂的后面，除了祖宗的各个牌位，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此时火烛夜夜，昏黄的影子倒越来越像是一个人影。还是李老太爷最先反应了过来，连忙跪在地上，祖宗显灵，李家第7代族长李松山拜见先祖。看到李老太爷跪了下去，后面的那些李家人没有丝毫犹豫，也都跟着跪了下去，大气不敢喘一声。拜见个屁！张家1日不除，我们列祖列宗就1日不得安息。你们这一个个的废物，整天正事不干一点，都让张家骑在头上了，连个屁也不放。废物，通通都是废物！流氓躲在案台的底下，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装样子，结果说到后面越说越起劲，直接习惯性的骂了起来。跪在地上的众人一头雾水，不明白李家列祖列宗为什么一显灵就这么大的脾气，而且这个腔调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是，我等愧对祖先的教诲，我们正在商量对策。李老太爷连忙低着头说道，后背都湿透了，倒不全是怕祖先显灵，最主要的是之前自己在列祖列宗面前说了不少私事，求了不少私愿，没想到列祖列宗是真在听啊。此时的李老太爷可是吓得不轻。突然李老太爷借着昏暗的火光，竟然看到案台底下有一条腿，当即反应了过来。你竟然！李老太爷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指着案台底下。后面的人一阵莫名其妙，等顺着李老太爷的颤抖的手看过去的时候，也发现了藏在案台下面的人，当即纷纷恼羞成怒。要不是案台上摆着列祖列宗的牌位，说不定早就把案台掀了。出来！什么人在我李家的祠堂里面捣乱？赶紧的，滚出来！众人七嘴八舌地吆喝着。哈哈，你们这一群傻子，竟然真信了！刘莽见行迹败露，不慌不忙地钻了出来。众人一看，竟然是刘莽这个无赖，倒是纷纷后退了几步。刘莽，你不要欺人太甚！虽然你已经不是我们李家的人了，但如此戏弄我们列祖列宗，你应该在列祖列宗面前认罪啊！李老太爷气得说话都发颤。我认罪？你老糊涂了吧？废话也不多说了，听说你们要对付张家，我倒是有个主意。刘莽一脸奸笑地对着众人说道。第二天一早，张宝安排老何先在家里守着，自己来到胡都谷那里取工兵锹。按照胡都谷的说法，今天就已经差不多了。张宝很是有些迫不及待。果然，等到张宝去的时候，胡都谷正在院子里面挥舞着工兵锹，自己试着什么。见到张宝进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了下来，把工兵锹双手递了过去。张宝笑着拿在了手里，比想象当中重了一些，生活的实用性稍微差了一点，但是作为武器方面的功效倒是提升了不少。这么快就打造好了？我还想着今天一早来帮个手，看来用不到了。张宝笑着说道。我知道少爷急着用，就连夜做了出来，总算是不负少爷所托。不过少爷，这东西真的能当武器来用吗？胡都谷一脸疑惑地问道。刚才自己试了试，这东西既不是刀也不是枪，之前自己的招式完全没法用，很是别扭。那是自然，你要不要试试？张宝挥舞了几下，除了重量方面不太适应，其他方面可以说是非常顺手了。试试？好。胡都谷一边说着，一边摆开了架势。你想的倒是挺多，招式乃能轻易地暴露出来，等有机会再让你见识见识。喏，这是报酬。张宝笑着扔过来1块银子，然后直接走了出去，留下胡都谷一个人在那里发愣。从胡都谷这边离开之后，张宝直接去了李大牛家。刚进门就听见院子里面叽叽喳喳的不少童音，热闹得很。一见张宝进来，李大牛连忙让几个娃娃跪下给张宝磕着头，把张宝吓了一跳。李大牛家的这个人口，过年的时候拜年很赚便宜啊。这次张宝是想让李大牛尝试着改进一下弓箭，并且研究一下弓弩。在之前张宝他们的部队里面，虽然常规的作战部队不会用到弓弩，但是对于那些特种作战的士兵们却还有不少用的。就像在易燃易爆的场地当中进行攻击的时候，弓弩就比枪要好用。还有一些特殊的场所，
用弩箭也方便。弩箭虽然很小巧，但是威力还是非常大的。甚至在张宝的印象当中，现代的弓弩和古代弓弩其实变化不大，主要是功能方面的升级，但基本的框架都是一样的。现在的大夏弓弩是属于管制武器，张宝从老何嘴里面听说过，大夏的弩大部分是重型弓弩，强度按10来计算，分1弹至10时，引满1弹弩就需要30公斤左右的力量，再加上体积和重量偏大，单兵根本无法使用，主要用来防守城池和营塞。而后世的弓弩则更加轻巧便捷，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多练就可以了。就算是苏有容一个柔弱的女子，也能够驾轻就熟。但问题在于，虽然张宝知道弓弩这种东西，但之前见过的弓弩都是完成度很高的成品，根本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弓弩不像是弓箭，一眼看上去就清楚所有的结构，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这4个部分，其他部分都好说，就是这个弩机的构造不知道如何还原，只能让李大牛这个专业的木匠想想办法了。少爷，你的意思是把这个弓箭横过来，然后用手一勾就能射箭？听着张宝的描述，李大牛惊讶的合不拢嘴。对于李大牛来说，他连现在大夏的弓弩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其他的了。听完了张宝的描述，李大牛一点头绪都没有。你先想着吧，去送木炭的这一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多问问老何。这几条牛筋给你，之前你不是一直抱怨着弓箭的威力比较小，用这个牛筋就没有问题了。张宝把牛筋递给了李大牛。哎呀，少爷，你从哪买到的？这个可老贵了吧？俺这怎么好意思呢？李大牛很是兴奋地咧着大嘴说道，手上倒是很不厚道地接了过来。之前李大牛自己做的弓箭都是用麻绳做的弦，打猎的时候射一下兔子之类的还行，但要是其他的猎物或者距离比较远了，这一箭射出去基本上全看运气。虽然李大牛老是抱怨着说是没有合适的材料，但这绝大部分还是因为李大牛技术太烂的缘故。有了牛筋作为箭弦，最起码这副弓箭也不再是单纯打猎的弓箭，能满足基本作战的需要。按照张宝的想法，虽然现在的弓弩是管制的，但这都天下大乱了，还管制个什么劲？保命才是最重要的。要是苏有容会用这种弓弩，就算是以后再遇到像之前的那种情况，先射上几箭再说。李大牛点头答应着，便收拾和张宝一起走了出去。今天又是开窑的日子，2车木炭需要老何和李大牛2人带着另外2个帮手拉到县府那边去卖掉。众人便早早的上路了。张宝和苏有容刚吃完饭，准备去炭窑那边看看，还没出门，李老太爷竟然上门来了。张少爷，你说这大好的宅子不住，怎么到这处地方来了？李老太爷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张宝他们的这处院落。是李老太爷啊，怎么有空到我这来了？张宝诧异地问道。但是转念一想，估计是为了烧木炭的事情。这段时间自己这边的佃户都跟着自己烧木炭，吃饭可以说是不成问题，估计李家那边的人又坐不住了。张宝皱了皱眉头，虽然让村里其他人都参与进来，倒也无所谓，大不了再添几口炭窑就是了。但张宝总感觉被这个李家在后面盯着，很是不爽。而且上次知道了张家和李家的恩怨之后，张宝自然不会主动去拉拢。这次来倒没什么事，主要是想着你我张李2家在这个村子里面共同生活，之前难免有些不愉快的地方，所以这次特意想请张少爷到我们那边去，略备一些薄茶，也算是我等一番心意。李老太爷对着张宝说道。哦，请我喝茶？张宝笑了笑，虽然不知道李老太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想必一定是做工的事。如果自己不去，指不定这帮李家人在背后又捣什么乱子。好，既然李老太爷相请，那就去尝尝。张宝对着苏有容嘱咐了几句，就跟着李老太爷走了出去。此时在去往县府的路上，老何和李大牛他们一行人正在赶着路。老何挑选的这2个佃户也是身强体壮的人，再加上这也不是第一次进城，一路倒也顺利。何总管，少爷想让俺做一副弓弩，话说这个弓弩是什么功能？怎么不用力就能射出弓箭呢？一边走着，李大牛对着老何问道。做弓弩要干什么？这个弓弩虽然我也见过，但是具体的里面什么构造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就是把弦和弩拉上来，卡住，然后再松开卡扣，就射出去了。老何一边演示着，一边给李大牛说着。李大牛倒是有些似懂非懂的。老何正准备再解释解释，却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几匹马朝着这边飞奔了过来，看他们身上的衣服似乎是三河县府里面的衙役。老何不禁有些诧异，衙役们怎么到这边来了？难道是来收税的？不应该啊，就算是来收税的，也不至于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老何正在纳闷着，转眼间4匹马便停在了老何他们的身前。老何这才注意到，4人的腰间别着明晃晃的大刀，一人的马身上还坠着一副刑具。喂，老头，河间村是不是这个方向？领头的那人挥舞着马鞭，对着老何问道。此人正是之前在三河县府里面的赵长生。老何一听，心里面一咯噔，竟然是去他们河间村的。难道说之前的事情暴露了？赵长生看见眼前这个老头竟然没反应，正要发怒，在一边的李大牛见状不好，
连忙上前说道：“几位官爷，前面就是俺们村，就在这个方向。”李大牛对着几人说道：“妈的老东西，要不是爷爷们有事，今天准饶不了你。我们走。”说完，赵长生狠狠地在马屁股后面抽了一鞭子，朝着河间村的方向跑去。李大牛他们也有些纳闷地看着远去的衙役们，不知道他们河间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让这几位大人这么着急。等到赵长生他们走远了，老何才反应过来，会不会是冲着少爷去的？如果是的话，就麻烦了。还手刀还放在屋里面，这要是搜出来，百口莫辩，不能再耽搁了。大牛，你们几个先去，反正过程也熟悉，到时候卖完钱直接回来就行，就不用等我了。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得回去一趟。老何一边说着，一边直接朝着旁边的山上跑去。他要抄近道，尽快的赶回去报信。李大牛他们倒也没有多想，拉着车子继续赶路去了。等到老何翻山越岭，抄小路赶回村子的时候，却发现那几个衙役已经进村了，正抓着几个村民打听着什么。老何不敢耽搁，连忙朝着张宝他们的院子跑去。一进院子，却发现只有苏有容一个人在那里缝补着衣服。少奶奶，少爷呢？老何急忙问道。相公被李老太爷叫去了，说是有什么事商量。何叔，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已经去县府了？苏有容有些诧异地问道。老何也来不及解释，连忙进屋，把自己之前的那把还手刀掏了出来。这把刀是铁证，如果一旦被搜出来，那就说不清楚了。藏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地方，索性直接掀开衣服藏在了里面。现在冬天穿的衣物也多，勉强能够遮挡住。藏完以后，便着急忙慌地朝着李家宅院那边走了过去。此时的李家宅院外面已经围了不少的村民，4名衙役已经走了进去。几位官爷不知道光临寒舍，所谓何事？李老太爷见状连忙迎了上去。谁叫张宝？出来，我们奉命拿人。赵长生没搭理李老太爷，直接看向了坐在里面的张宝。通过之前刘莽的描述，他进来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客座上的张宝。拿人？几位官爷会不会是搞错了？我们张少爷可是大善人啊，怎么可能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李老太爷一听，指了指在一边的张宝，对着赵长生说道：“滚你大爷的！爷爷们办事还轮得着你来说三道四的？张宝勾结山匪，抢劫杀人，来啊，给我拿下！”赵长生对着张宝一指，2名衙役就要上前索拿。慢着，你说我勾结山匪，抢劫杀人，有什么证据？张宝一看，心里面很是诧异，之前的那件事情根本就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自己顶多就是拿了一把刀，取了一些铁矿石，那把刀一直在老何手里面藏着，而铁矿石早就已经变成了生铁，根本就无处可寻。就算是这个县衙里面的人有通天的本事，也不至于在这么短的时间就锁定到自己的身上，还指名道姓的，这中间蹊跷不少。哟呵，还敢嘴硬？证据？爷爷的话就是证据，给我拿！赵长生一见眼前的张宝还敢不老实，当即怒了。想想之前的时候，自己奉命拿人，谁不是立马毕恭毕敬的塞上2块银子，然后让自己帮着打点打点。这个张宝既然如此的不识抬举，那就别怪他们公事公办了。住手！这不是他干的。正在2人想要上前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声大喝。赵长生转头一看，竟然是之前的那个老头，手里面还拿着一把还手大刀。赵长生和几个衙役一惊，瞬间也把刀抽了出来，围住了老何。杀人抢劫的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这把刀你们也能认出来，就是从那个衙役身上抢的。抓我走吧，但是跟他没关系。老何指了指张宝。刚才老何在人群中看得明白，很明显这群衙役是在找人顶包，而且竟然直接就来这里抓人，绝对是有备而来，藏也藏不了。他可是十分清楚这帮衙役的作为，真要是把张宝抓了回去，争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他们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要是死不承认，那就上刑，受不了就招了，折磨死了就画押，说畏罪自杀。他们这些衙役有的是办法，所以老何直接站了出来，替张宝挡了过去。赵长生一看老何扔过来的刀，果然是之前押车的衙役丢失的那把，当即大喜，没想到这次歪打正着，竟然真的抓到了正主。这下好了，给我拿下！赵长生一声大喝，其余3人纷纷上前，3下5除2把老何用枷锁压了起来。至于张宝这边，抓到了正主，自然无暇顾及，几人压着老何就走了出去。张宝一看这个架势，也明白了，看了一眼旁边的李老太爷，李老太爷的眼神飘忽不定的，根本就不敢看张宝。要说这件事情和他们没关系，那绝对不可能。但是此时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老何已经被押了出去。张宝咬了咬牙，要不要现在就把这4个衙役干掉？如果老何就这么被带回去，按照他们刚才的这副德行，老何绝对活不了。但是眼前的4个衙役都骑着马，带着刀，而自己的工兵锹还不在身边，不好动手。再加上周围这么多人，真要是杀了衙役，恐怕后面也不好善终。张宝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暂时不动手。看着老何被衙役们压着走了，
张宝匆匆地跑了回去，拿出了刚做好的工兵锹。苏有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看着老何和张宝都这么慌张地跑进来，一定是出什么事了。有容，何叔被衙役给抓走了，我去救何叔，要是回不来，你好好过日子。张宝对苏有容说道。啊！苏有容一听，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张宝说完就要走，却冷不丁地被苏有容拦腰抱住，一边死死地搂住张宝的腰，一边哭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让苏有容猝不及防，一时之间根本接受不了。有容，男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前的刀是我拿的，何叔是替我顶罪，我不能就这么看着。放心，我会平安回来的。张宝甩开苏有容的胳膊，不敢再耽搁，撒腿跑了出去，留下院子里面苏有容凄切的哭声。张宝刚到村口，就看见胡都鼓手拿着布鲁已经等在了那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心照不宣。少爷，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绕到他们前面去。胡都鼓说着，一边率先朝着一个方向跑了过去。张宝没有犹豫，径直地跟在了后面。此时那4个衙役正押着老何不紧不慢地走着，他们骑在马上，用一根绳子拴着老何。老何身负枷锁，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这次来真是没想到，大收获呀！是啊，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抓到了一个人，老爷也能交代，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了。他娘的，终于不用受罪了，这些日子可是受了老罪了。几人在马上吆喝着。赵长生用力一拽绳子，要不是这个老东西，爷们也不至于受罪。来啊，哥几个玩玩。赵长生狞笑着，把绳子在手上缠了缠。哈哈，来，赛赛马。几人一边说着，纷纷在马屁股上狠狠地抽着鞭子，坐下的马匹一声声嘶鸣，朝着前面飞奔起来。此时的老何身上带着一个枷锁，足有几10斤重，老何的脖子和手腕早就被磨得血肉模糊。4人骑在马上，用一根绳子牵着老何，就算是马慢慢走，这个速度也比人走路快多了。而且老何之前的时候一路跑回去想给张宝报信，体力早就透支，本就被绳子一拽一个踉跄，勉强跟着没有摔倒。但没想到赵长生的马突然加速，老何反应不及，被拖倒在地，直接拖行着跑了起来。不一会，老何的腿和胳膊就已经皮开肉绽了。拖行着跑了一会，赵长生率先停了下来。老东西，算你有福气，老子还要留你一命回去交差，不然一路拖你回去也省得爷爷们力气了。赵长生用手中的马鞭指着躺在地下的老何说道。此时的老何已经快要昏死过去了，勉强支撑着站了起来，狠狠地吐了口血唾沫。赵长生他们或许是看着老何快死了的样子，也怕真出事，索性下马找个地方坐了下来，准备休息休息，全然不知道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后面，2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在刚才，张宝在胡都鼓的带领下，从小路绕到了前面，远远地看着老何被拖在地下，恨不得直接冲出去干死他们。张宝躲在石头后面，死死地用手握着工兵锹，他此时已经起了杀心。对于张宝来说，穿越来的这段时间，老何可以说是至亲至敬的人，甚至就跟一个长辈一样。看到老何受罪，张宝的心里面充满了自责和懊悔。如果当时自己没有贪心去拿那把刀，或许后面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既然这些衙役非要带他们走，那就只能留下他们了。张宝低下头，压低声音对着胡都鼓说道：现在是冬天，周围基本上没有什么遮挡物，而且地面全是枯草枯枝，这样上去的话，恐怕很难悄悄接近。一会你装作是路过的人，在他们面前假装要东西吃，吸引注意力。我绕到后面去，等我靠近之后一起动手，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全部干掉。张宝杀气腾腾地说道。胡都鼓看着张宝，很是诧异，没有接话，点了点头，把布鲁朝着身前的衣服里面掖了掖，悄悄地朝着另一边走去。张宝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几人，想了想，把衣袍轻轻撕下一块来，把脸蒙了起来。如果说他们就这么把这4个人干掉的话，倒还好办。要是跑了1-2个，县府里面的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循着线索就能找到村子里面去，必须要想办法转移一下才行。既然山匪猖獗，倒不如嫁祸到山匪那里。反正在衙役们看来，他们本就是和山匪们是一伙的，真要出事，说不定就看成是山匪救人而回了。张宝正在考虑着，远远地看着胡都鼓的怀里面抱着一堆柴草出现在了小路上，脸上也用泥土抹得看不清原来的样子。几个衙役头也没抬，自顾自地在聊着是醉红楼的红冠俊俏，还是怡红楼的红冠活好。胡都鼓见几人没反应，索性直接来到几人的面前。几位爷有没有口吃的呀？我这好几天都没吃饭了。胡都鼓咧着大嘴插话说道。听到胡都鼓的声音，坐在一边的老何震惊地抬起头来。滚蛋，哪来的要饭的？还特么要吃的？爷爷们还没吃饭呢。滚滚滚，再不滚砍了你！几个衙役对着胡都鼓吆喝着，纷纷起身站了起来，准备教训教训这个不长眼的家伙。趁着这个时机，张宝借助着枯草和树干，
快速的朝着这边跑动。看着张宝冲到身后，胡都古大吼一声，从怀里的一堆干草当中掏出布鲁，打劫！张宝在后面也是一声大吼，几人一愣，趁着回头的空，胡都古甩起布鲁，铜锤划过一道黄色的弧线，直接敲在了旁边那人的脑袋一侧。那个衙役一声闷哼，径直倒了下去。其余3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被张宝直接从背后砍翻了一个。赵长生一看不好，什么也不管了，把旁边那人朝着张宝的方向踹了一脚，自己翻身上马，一溜烟的朝着县府的方向跑去。胡都古见状，连忙也解开一匹马，翻身上去追了起来。那个衙役被赵长生一踹，挥舞着刀朝着张宝杀来。张宝连忙躲闪，下意识的撤步，拉开一段距离，摆出架势，抢先攻了过去。张宝左脚向前踢出一步，小腿带动着大腿，呈左弓步，双手握锹向前直刺，一系列的动作把躺在一边挣扎着想要帮忙的老何看得一愣一愣的。随后以2脚跟为轴，向后转体，左弓步变右弓步，同时向后方斜砍。这个衙役本就是个2把刀，功夫稀松平常，平日里面耀武扬威惯了，哪见过这种凌厉的招式。看见张宝竟然用锹刺来，连忙用刀挡着，但是没想到张宝反身又是一个斜砍，根本抽不回刀。瞥见一道寒光朝着自己的脖子劈来，不由得大腿一热，眼看着张宝的铁锹就要砍在衙役的脖子上，但最后张宝还是停了下来。刚才冲出来的时候砍翻那人是迫不得已，根本没来得及多想，现在占据着上风，张宝却下意识地停住了。功夫是杀人技，但性命为大。张宝在部队里面保家卫国、抗击侵略是深入骨髓的思想认识，但主动杀人，张宝还是做不出来。而且张宝并没有上过战场，从来没有过这种真实战斗的行为，理智还占据着上风，一时之间倒也下不了手。那个衙役一见张宝竟然停下了，还以为张宝根本就不敢动他，听着滴答滴答的声音，不由得恼羞成怒，把手中的大刀朝着张宝狠狠劈了过来。张宝连忙侧身躲开，那个衙役正要再砍，却被地下的老何死死拽住脚腕，索性上前拎了起来，拿着刀压在老何的脖子上。他妈的，给我跪下！敢杀我们的人，你完了！看我不杀你全家！那个衙役恶狠狠地对着张宝说道，手中的刀已经在老何的脖子上划出了一道口子。看着眼前的情况，张宝倒是突然冷静了下来，看着自己紧握着工兵锹的双手，对自己很是不满。正是因为自己的怯懦和迟疑，才让老何陷入了绝境。呼，张宝长舒了一口气，平复着心情，手上紧紧地握着工兵锹，寻找着合适的时机。眼前的衙役看到张宝竟然无动于衷，一点反应没有，以为眼前的山匪和老何不是一伙，索性把老何一脚踹开，挥舞着刀就要砍死张宝。张宝瞅准时机，一个后撤步躲开大刀，用力地抡起工兵锹劈了上去。这次没有停留，径直地砍在衙役的脖子上，伴随着一阵骨裂的声音，血喷起老高。见了张宝一脸一身粘稠的血液带着温热从张宝的脸上滴下来，浓郁的血腥气弥漫进了张宝的嘴里和肺里。张宝突然跪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老何在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费劲地用刀把枷锁上的绳子割开，紧接着也瘫倒在一边的地上。看着狂吐不止的张宝，倒是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一笑之下带动着脖子上的血也流得厉害，剧烈地咳嗽着。张宝狠狠地瞪了老何一眼，但只感觉胃里面翻江倒海一般，本就没吃什么东西，现在胆汁都要吐出来了。缓和了好一阵，这才好受了点，颓然地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是张宝两世为人第一次杀人，强烈的不适感充斥着张宝的脑海。此时看着眼前自己杀掉的2人，张宝的大脑一片空白。少爷，搭把手，尽快把人抬进树林里面去，不然被人发现就糟了。此时的老何已经恢复了不少力气，招呼着张宝过去帮忙。发现第一个被张宝劈倒的人还没有死透，老何捡起一边的刀，手起刀落，直接灭口。看到张宝又是一阵恶心，2人抬着2具尸体到了里面的林子深处，连同那2匹马也一起牵了进来。路上的血迹用土勉强盖了盖，现在张宝的工兵锹派上了用场，很是顺手和方便。何叔，要不要挖个坑把2人埋了？张宝对着老何问道。不用费那功夫，这年月扔在这里，过几天就没了。2人把尸体扔进了林子深处的一个深沟里面，就算是有心找也不一定能找到。张宝抓起一把地上的土，擦着脸上和身上的血迹。老何倒是直接四仰八叉的躺在一堆枯草上面，看样子累得不轻。看着眼前的2匹马，张宝倒是为难起来。之前盼星星盼月亮的想要2匹马，现在这马匹有了，倒成了麻烦事。这2匹马太过显眼，直接牵回去用的话肯定不行。而且现在村子里面李家那边的人还有不少蹊跷，这要是直接带回去，说不定就露馅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远处的路上竟然传来一声嘶鸣。
张宝下意识的就趴在了地下，老何也是一脸紧张的翻身看着外面。不一会，看见胡都古牵着一匹马悄悄的走了进来。看见是胡都古，张宝和老何这才松了一口气。跑了？老何看着胡都古的表情，开口问道。跑了，前面就是官道，上面有人，根本没法追，只能让他溜了。不过好在我们这次没有暴露身份，应该会联想到山匪头上。胡都古想着之前张宝出来的时候蒙面，还有那一声打劫，有些佩服的看了一眼张宝。现在的张宝做事情倒真是杀伐果断，滴水不漏。接下来倒是个麻烦事，这3匹马是不能要了，放了的话他们估计能自己找路回去，可不符合一般山匪的作为。偷着养起来，村子就这么大，村民还时常上山，也藏不住。张宝有些很是不舍地看着这3匹马，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要不迁到邻县的县府里面卖掉？老何也皱起了眉头。算了，现在马匹也是稀罕物，万一走漏了风声，还是能追查到我们头上，别惹麻烦了。张宝摇了摇头。那怎么办？这还成了累赘了。老何有些无奈。杀了，吃肉。张宝果断地说道。啊，杀了？真吃啊？老何一脸的心疼。这可都是好马，能打仗，能拉车，能代步，能卖钱，好东西啊。对，在我们没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之前，怀璧其罪。杀了，痛痛快快的吃一顿。今天晚上先不回去了，明天再回去，理由也好解释。张宝对着2人说道。老何一脸心疼的来到几匹马旁边转悠着，胡都古倒是默默的点了点头。此时的县府里面，赵长生一路狂奔，直接冲进衙门里面，却被告知老爷不在，可能在醉红楼。赵长生又再一次的朝着醉红楼跑去，到了醉红楼一打听，县太爷并没有来过。赵长生差点吐血，想了想，又去了怡红楼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县太爷。老爷，不好了，出事了！赵长生一进去就对着县太爷说道。县太爷正在喝酒听曲，自在的很，却没想到被赵长生冲进来搅和了雅兴。干什么？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吓我一跳。县太爷挥了挥手，把几个红官都赶了出去。老爷，今天我已经得到了山匪的消息，亲自去拿人了。赵长生对着县太爷说道。哦，果真是土匪？怎么样，抓到没有？死的活的？好事啊！县太爷一听，当即乐了，一拍大腿跳了起来。活的？本来都已经准备抓回来给老……什么？活的？哎呀，哈哈哈哈！这下可好办了。县太爷一听是活的，当即拍手笑了起来，兴奋地搓着手，只要把活的山匪往上面一交，自己剿贼有功，说不定不贬反奖啊。人呢？押回大牢了没有？我要亲自审问。县太爷兴冲冲地问道。没了，被山匪给抢走了。我们走到半路，结果却遇到了10几个劫匪冲出来了，直接把我们的人都砍翻了。属下奋力拼杀，杀掉了他们2个人之后，这才冲出重围，给老爷你报信啊。赵长生添油加醋地说道。啊，没了。县太爷一听，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背过去。赵长生连忙一顿舒心拍背，县太爷这才缓了过来。这帮山匪欺人太甚，我简直是惯着他们了。到底是哪个山上的土匪干的？县太爷这次是真怒了。这个二龙山，这个和青龙队，二龙山和青龙洞的人一起干的。赵长生实在是圆不过去了，想着把二龙山和青龙洞的人绑在一起。按照县太爷这个胆小如鼠的脾气，估计是不能找事的。又是这2伙山匪，不行，回府，必须要剿匪。县太爷不知为何却突然刚硬了起来。赵长生一听傻眼了，无奈只能跟着走了回去。冬天的白昼很短，再加上天色阴沉，在原本还有亮光的时辰，现在却已经完全黑透了。荒郊野岭篝火烤肉，3人围坐，头顶上是漫天的星辰，让张宝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这是张宝穿越以来吃的最过瘾的一顿饭。3匹马杀出来几百斤肉，靠着3个人是根本就吃不完的。他们挑选出了马身上最好的部分，挂在一边冻着，等到回村的时候藏在衣服里面，现在冬天的衣服厚点，勉强能够挡一挡。这么多肉全浪费了肯定是不现实的，能带回去的带回去，带不回去的挖个深坑埋了，需要的时候再出来挖回去。3人此时围坐着篝火，大口大口地吃着肉，虽然没有任何的佐料，但对于这3人来说，能够敞开了吃一顿滋滋冒油的马肉，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哎，现在要是能够有坛酒，那就再好不过了。老何抹着嘴边的油，一脸的满足。等到以后安定下来了，酒肉管够。张宝笑着说道。哈哈，好，少爷，这话要是1个月以前你跟我说，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但是现在听你这话，我信。老何笑着说道。对了，何叔，你的伤怎么样了？今天的伤不要紧吧？张宝手臂上的伤口结痂都已经快要掉了，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完全恢复。好了，真是邪门了。少爷，你之前用的酒还真有办法，今天的都是小伤，不碍事。
老何掀开衣服给张宝看着，但是马上被冷风冻得缩了回去。张宝摇了摇头，之前的9度数太低了，恐怕作用不大，估计还是老何的身体自己痊愈的。就老何这个身体看着干瘦，但一身的力气，吃饭也多，最起码要比现在的张宝强壮不少。老何和张宝在一边聊着，坐在一边的胡都古一个劲地吃着肉，也不搭话。摇曳的火光照着他古铜黝黑的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吃饱喝足之后，张宝双手枕在脑后，靠着篝火边躺了下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见过如此美丽的夜空了。在偏南的方向，3颗排列整齐的亮星悬在半空，正是猎户座腰带的位置。张宝有些恍惚，之前在野外训练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星空，也是这亘古未变的3星高照，现在却是身处一片陌生的世界。对于张宝来说，要接受现在的这一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杀人一样。在之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在这乱世早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约束。这是好事吗？或许吧。如果一个人有着强大的内心和强横的实力，在这乱世当中或许是自在的。乱世出英雄，但如果一味的图安乐，或许只有一个人倒还可能。当你身边还有其他需要守护的人怎么办？这些不可能斩断的羁绊又需要怎么办？唯有让自己更加强大，才能够尽可能的守护。对于张宝来说，他现在并没有什么称霸天下的心智，只想让身边的这些人安稳存活于乱世而已。但即使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种奢求。对了，何叔，既然又有山匪，又是大灾的，县衙里面的人就一点也不管，不是都会拨下一些赈济灾民的粮食吗？张宝想起了什么，起身对着老何问道。现在这个世道，民不聊生也就罢了，整个朝廷也跟形同虚设一样。虽说天高皇帝远，但似乎就连县太爷感觉很是遥远。之前听老何说，过去1年多以来，到过他们河间村的，除了收税的那些人之外，根本就没有官差，完全是一种没人管的状态。这也太不正常了。听了张宝的话，老何倒是没有着急回答，而是有些纳闷地看着张宝。少爷，你之前可是都不怎么关心这些的，现在怎么也关心起来了？老何笑着问道。活着不好吗？之前什么年月，我就算是个憨子也能衣食无忧，现在可不行了，都是被逼出来的。你当我乐意呢？安安稳稳的当个地主家傻儿子不好吗？张宝翻了个大白眼。胡都古在一边默默地点着头，老何倒是皱了皱眉头，对张宝的回答很不满意。少爷，我当说不说的说一句啊，你要感谢你们张家8辈祖宗啊！少爷，你能变成这样，全靠你们张家的祖宗保佑，你要争气！老何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然后转过身，很是虔诚地对着河间村的方向磕了一个。张宝，何叔，我总感觉你在骂我，但我没有证据，您老人家要不要考虑一下，回去以后就自己搬回老宅里面住啊？有事没事的跟我们张家列祖列宗唠唠嗑什么的。张宝一脸无语地说道。对于老何影响到他和苏有龙正常生活的事情，张宝很是耿耿于怀。不去，我那个小屋暖和着呢，而且我得保护你周全啊。现在这些事情乱七八糟的，万一你有个闪失，我怎么跟你爹交代？这是别说了呀，你要再撵我走，我可直接抹脖子了。老何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张宝心里面稀稀拉拉的一群羊驼溜达而过，爱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们现在这个河州怎么乱成这样了，也没有人管，其他的州也这样。张宝转移了话题，估计都差不多，我们大夏的12个州，我们河州这边听说还算好的，毕竟我们的州牧大人还是有些威名的，这天灾人祸想必州牧大人也管不过来。老何对着张宝解释道。12个州，那大夏还真是面积不小啊。张宝心里面思忖着，本来在穿越过来以后，看见现在的这个环境，还以为大夏是一个国小民寡的地方，没想到竟然有着12个大州。对了，老胡啊，你不是从辽州那边来的？辽州那边什么情况啊？张宝看着给篝火添柴的胡都古，想了起来。自从经历过救老何的事情之后，张宝对胡都古之前所有的芥蒂都放下了。谁的身上还没有个秘密？要说最大的秘密，谁又能赶上自己？胡都古在这个关头能够站出来和张宝一起，就已经说明了一切。3人的关系也亲近了起来。老何虽然不善表达，但跟胡都古举手投足之间，都已经把胡都古当成自己人看了，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佃户。辽州的大灾没有河州这么厉害，但朝廷这边把辽州的税收提高了5成还多，根本就活不下去。就算是好好种地，1年到头下来，不仅剩不下，还要倒贴不少，地也都被那些大的世家给兼并去了，百姓活不下去，就有不少叛乱的。胡都古对着2人说道。张宝点了点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以。辽州没有大灾，所以朝廷加大了薅羊毛的力度。河州颗粒无收，朝廷知道收也没用，在税收这方面倒也不怎么管了，导致辽州有粮，百姓却造反，遍地纷争。河州民不聊生，但却相对安稳，艰难度日。之后朝廷就派下来了夏灵军，说是要平定叛乱，但夏灵军来了以后，只顾四处搜刮钱财，
甚至屠戮百姓还不如之前的时候。胡都古不知道是不是也被触动了心绪，话也渐渐的多了起来。不应该啊，那这个夏灵君要是什么也不干，皇上也不管？老何在一边问道。看来这些事情老何也并不知晓。皇上？哼，听说皇上下令一个叛军的脑袋1两银子。刚开始的时候倒也真打了一些叛军，但是后来是逢人就杀，遇村就屠，只为了用人头换银子。要不是几个将军联名上奏，让皇上召回了夏灵君，说不定整个辽州就没人了。胡都古叹了一口气说道。听了胡都古的话，张宝和老何都在一边沉默不语，既有愤怒又有无奈。任谁在听到如此血淋淋的事情之后，也很难没有触动。所以你们才从辽州逃了过来？张宝添了添火，对着胡都古问道。倒也不是，那个时候我们一有事情就躲进深山里面，倒也幸免遇难。不过后面皇上为了解决反叛的问题，就下令自治，辽州民风彪悍，几个郡守都自己掌管属地的事情，辽州的州牧根本没有话语权。整个辽州境内都在强行征兵，各自划地而治。没办法，我们只能南逃。路上正赶上几次大雨，大人没事，就是娃娃病得厉害，多亏了老爷当时收留了我们，才有现在的日子。张老爷宅心仁厚，和那些地主老爷都不一样。少爷你能有现在的样子，确实是要感谢张家8辈祖宗，祖宗保佑。胡都古也学着老何的样子，对着河间村的方向磕了一个。张宝，你们大爷的没完了。张宝一头黑线，我们河州不会也陷入到这种情况吧？各个郡要各自独立，也要征兵的话，那不是糟了？张宝有些担心，这才刚刚出现一些转机，要是一征兵就全完了。少爷，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别看我们河州挨着辽州，但我们的州牧跟辽州的州牧可是不一样。辽州的州牧虽然也是州牧，但是因为紧靠着草原，之前经常受到草原部落的袭扰，所以那里的州牧是几年就换一次的，根本就没有长久的。而我们河州的樊将军之前可是带兵出身，河州6个郡，河阳、东谷、西河、南乡、北海、中谷等郡，这些郡守也都是之前将军手下的将领。老何在一边很是骄傲地对着张宝介绍道。老何，我听你这个口气，该不会之前也是樊将军手下的吧？张宝笑着问道。我是没有这个福气啊，樊将军勇猛善战，素来忠义，不过却被朝中奸人所害，管辖着我们贫瘠的河州。大夏哪个当兵的不为樊将军感到惋惜？老何义愤填膺地说道。张宝点了点头。要论打仗，哪一个朝代都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将军，但是这些将军耿直的性情，在权术方面往往是非常吃亏的。张宝熟悉历史，历史上能够位居高位的将领，每一个也都是权谋大师。河州有这样一位将军驻守，倒也不错。张宝点了点头。你们感觉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衙役抓人的事情，不知道后续会是个什么结果。这件事情很是蹊跷，关键还是出在李家身上，李家不能放过。张宝冷冷地说道。少爷，以我之见，衙役的事情倒可放心，那名逃回去的衙役倒是会帮我们不少忙。想必按照他的说法，是我们已经被抓，只不过被劫到了山匪那里。河间村几乎无税可收，想来轻易是不会到河间村的。关键就是李家一定跟县府的人有联系，如果此人不除，对于我们来说将永无宁日。胡都古在一边说道。不管胡都古乐意不乐意，这件事情他已经牵扯到了其中。现在村里面还有妻儿，是不能有一丝隐患的。要我说，干脆把李家那几个老东西全杀了，绝对是他们几个。老何想着今天李老太爷那副嘴脸，就气不打一处来。好，那就这么定了。一会我们先把剩下的马肉找地方埋了，做好标记，趁着天不亮的时候先摸进村再说，白天就不出来了，等到晚上老宅集合。张宝对着两人说道。说完，几人便忙活了起来。3人轮流用张宝的工兵锹，不一会就挖出了一个深坑。胡都古和老何两人把玩着张宝的这把工兵锹，爱不释手。张宝直接抢了过来，用之前做成的背带背在了身后。少爷，刚才那2个人，你就是用这把铁锹给干掉的？胡都古这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们祖上说了，武功再高也怕铁锹，很好用。张宝乐呵呵地对着两人说道。既然你们喜欢感谢祖宗，那就都推到祖宗身上吧。听着胡都古的话，老何倒是一下子愣住了。他之前可是看过张宝的那几招，绝对有门道。看似简单，但没有一点花里胡哨，毫不拖泥带水。铁锹的外形给人一种玩笑的错觉，但招招毙命。老何当时还在盘算着，就算是自己换在那个衙役的位置上，也不一定能挡下来。现在听到胡都古这么一说，倒是突然想了起来，少爷什么时候会功夫了？就算是老爷也不会啊。老何在一边瞪着大眼看着张宝。嗨嗨，话说我们张家祖上第2代的祖爷爷也是行武出身，最近这几天晚上做梦，我二祖爷爷没事了就来找我练练，自然就会了。怎么，你们2个也有兴趣？要不等我晚上跟二祖爷爷说说，让他晚上也去找找你们俩。张宝脸不红气不喘的编着瞎话。别，不，二祖老爷爷教一个就够累了，哪能老是麻烦他老人家？
还是要让他多休息。对，年纪大了要注意休息。胡都谷和老何慌忙推辞，连忙到一边去，抬着马就要扔进去。张宝看到凌乱的马尾和马鬃，连忙制止了两人，用刀把马尾和马鬃割了下来。正好发愁没有合适的材料，这些马尾和马鬃正好可以用作弓弩的弦。张宝很是惊喜，之前差点把这些好东西给忽略了。对了，少爷，我今天听李大牛说，你要让他做弓弩，那么大的玩意儿，做来干什么？老何转头对着张宝问道。我要做的那种弓弩，不是你说的那种大的，你可以理解成是缩小版，一个人就可以用的那种。我要做来给有龙防身，还可以打猎，还可以打山匪，还可以打仗，能做的事情多了。皇上也欺负不了咱。张宝上前搭着手，结果听到张宝的话，胡都谷和老何直接愣在了那里，手里面的马骨都脱了手，差点把张宝拽进坑里。少爷，你刚才那话是开玩笑吧？老何结结巴巴地说道。胡都谷虽然没有说话，但眼睛也瞪得像铜铃一样，直勾勾地看着张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苍天已死。张宝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胡都谷和老何争先恐后的按住了。少爷啊，你小点声，万一被人听见就完了。老何都快哭了，他这辈子剩下的唯一念想就是保张宝富贵平安。张宝要是这么一弄，那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少爷要冷静，现在还不是时候。胡都谷也有些紧张，你滚一边去，怎么哪都有你，到什么时候是时候？再敢放声，老子腿给你打折了。老何一听胡都谷竟然说不是时候，直接一脚踹了过去。难道说是这一路上都是这个胡都谷撺掇的？老何想着，差点拔刀。张宝被两人按在地下，很是无语。这俩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了点，以后还要找个时间好好给他们两个贯彻一下理念才行。埋完马骨之后，张宝他们趁着天色还没有亮，悄悄地回到了村子里面。等到打开门之后，却发现苏有容裹着被子，竟然在大门后面睡着了。张宝细细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苏有容整个人都快冻僵了，并不是睡着了，而是冻晕了过去。自从张宝走后，苏有容哭的眼泪都快干了，什么东西也没吃，固执地等在门口，要等着张宝他们回来。但是晚上太冷了，苏有容饥寒交迫之下，又加上身心俱疲，直接晕了过去。好在还有基本的心跳，冻晕过去的时间不算很长，要不是苏成他们回来的还算及时，苏有容说不定就要被活生生的冻死了。张宝见状，连忙把苏有容抱进了屋里面，把之前剩下的那些木炭全部点了，不断的用热水擦着苏有容的身体。忙活了快1个时辰，苏有容这才渐渐苏醒了过来，看见张宝在自己的面前，挣扎着要坐起来，但是身体根本就不听使唤。相公你回来了。何叔他别说话，躺着休息，我们两个都平安回来了。你个傻丫头，都快冻僵了，先在床上好好休息，不要怕，我回来了。张宝把苏有容的手掖进被子里面，隔着被子轻轻地抱着苏有容，2行泪水从苏有容的脸颊滑落下来。对于苏有容来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张宝更宝贵的人了。她不敢想象，如果张宝出点什么事情，自己以后要怎么活。在今天张宝离开的那段时间里面，苏有容脑海里面全都是张宝出事的画面。苏有容想到了报仇，想到了造反，想到了殉情，每一样都是绝路。她突然发现，没有了张宝的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她留恋的了。她的心本来在自己的父母和弟弟死去的时候就已经跟着死了，但是那时的苏有容，她没有勇气寻死，她想要活。之后的张宝带给了她一切，希望、幸福和爱。但是当这一切要毁灭的时候，苏有容却不再想要苟活。苏有容对张宝的爱是纯粹的，是毫无保留的，更是势不可挡的。白天一整天，张宝都陪在苏有容的身边，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张宝一口一口喂给苏有容吃的。虽然苏有容羞红着脸不让，但张宝却不让她动，一口一口的用勺子喂着粥，还细心擦着嘴角。张宝的举动让苏有容吃一口哭一阵。喂完饭以后，张宝举着碗的胳膊都快断了。到了晚上，苏有容已经基本没有大碍了，挣扎着起来给张宝和老何两人做了饭。吃过饭以后，张宝嘱咐苏有容关好门，便带着老何悄悄地到老宅去了。刚一进去，就发现胡都谷已经等在了那里。我提前去探了探路，李老太爷今天晚上睡在偏房小妾那里。胡都谷压低了声音说道。听着胡都谷的话，张宝瞥了一眼老何，你看看人家胡都谷办事这叫一个利索，太对自己脾气了。老何这个老货，就吃饭的时候本事不小。走！张宝一招呼，3个黑影融入到了浓浓的夜色当中。李老太爷的偏院里面，刚刚征战沙场挥斥方遒结束，整个过程持续1/10，额部1/20炷香。李老太爷很是满意的躺在床上，还时不时的哼哼2句戏词。老爷，今天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时间比平常都长，累坏了吧？李老太爷的小妾趴在李老太爷的身上说道。盼了这么多年，
张家总算是要完了。剩下一个傻少爷根本就不是问题，等到他一完啊，张家那些地就是我的了。明年开春，我就是这河间村最大的财主。李老太爷得意洋洋地说道。对于张家目前的这一切，又是杀狼又是烧木炭的，在李老太爷的眼里，虽然是张宝在面上操持着，但背后出谋划策的一定是胡总管。现在胡总管一去，绝对凶多吉少，一个傻少爷还不是任由他摆弄。李老太爷今天心情格外好，话音刚落，突然感到一个冰凉的东西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春花，这又是什么稀罕玩意儿？李老太爷还以为是小妾的新花样，正要动，却感觉一阵温热溅到了自己的脸上，紧接着一股血腥气涌进了鼻子。李老太爷直接僵住了，突然意识到这乃是什么稀罕玩意儿？这他妈是刀啊！大爷饶命啊！李老太爷下意识地认为是山匪闯进来了。别介啊，李大财主，你继续说说你的计划。老何阴沉的声音在李老太爷的耳边响了起来。何总管回来了？李老太爷哆哆嗦嗦地问道。老何，别都杀了。后面响起了张宝的声音。就在刚才，胡都谷在外面望风，老何和张宝两人进去，结果张宝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老何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一个蜻蜓点水就钻了进去，把张宝看得一愣一愣的。这老货年轻的时候绝对手脚不干净，看这个进屋的动作太熟练了，也连忙手脚并用的轻轻爬了进去，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一进去，屋里面一片漆黑，听着动静，老何这是已经杀了一个了。张宝也顾不上，连忙出声拦着。张少爷，李老太爷再傻，现在也反应过什么事情来了。听刚才张宝的那个语气，哪里有半分傻意？而且听起来张宝像是主谋啊。李老太爷，我也不废话，昨天我们去了衙门，查了一番之后是冤枉的，是有人故意陷害。说说吧，是谁？张宝没有废话，直接对着李老太爷说道。事实话到嘴边，李老太爷竟然死活想不起流氓的名字来了，越着急着想说出来，越是说不出话。李老太爷急得差点吐血。老何手上一用力，是，啪，流氓！李老太爷自己扇了一巴掌，终于说了出来。流氓，竟然是他！张宝有些诧异，老何倒是反应了过来，当时一定是用刀扔出去砍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李老太爷，既然我们是被冤枉的，以后村里面就不希望听到有嚼舌头的，我们要杀你易如反掌，以后怎么做有点数。张宝对着李老太爷说道，然后招呼老何走了出去，留着李老太爷比杀了更管用，不然李老太爷一死，李家一乱，到时候张宝他们也不好控制。看见老何和张宝这两个杀神走了，李老太爷这才瘫软在床上，正要大声吆喝来人，但是想了想，立马闭了嘴。小妾还死在这里，这是绝对不能闹大。看着旁边的尸体，李老太爷想死的心都有了第二天一早。老何自己大摇大摆地从村口走了进来，不断地和村民打着招呼，大肆宣扬着自己被冤枉然后放回来的事情。李老太爷也站出来帮着老何说着话。回去之后不知道抽了哪门子风，硬是让李家的下人把自己的小妾活活打死了。不过据下人私底下议论，李老太爷让他们去打的时候早就死得透透的了，身子都僵硬了，还一身血。但现在的时候，村里面的族长一手遮天，又是财主，谁也不敢声张的。而至于李老太爷这边，打死了小妾之后，听说就大病了一场，就连门都很少出了。村里面不少的李家人为了吃上口饱饭，都纷纷投靠到了张家门下，李老太爷也视若不见。村子里面倒是一片祥和起来。至于流氓这边，在张宝他们看来是必须要除掉的，不然等到他什么时候悄悄回村，看见老何他们在村里面，估计还要报官。为了免除后患，张宝和胡都谷准备找时间到县府里面去做了这个流氓。老何现在可是逃犯的身份，自然不能轻易的去县府。好在李大牛跟着跑的这几趟也都熟悉了，李大牛也老实，暂时卖木炭这块也没什么问题。而且村里面各家各户渐渐的有了余粮之后，开窑的频率也就不用那么高了。张宝懂得不能涸泽而渔的道理，如果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要是明年冬天还是大灾，至少有条退路。而且做木炭也不是个长久的生计，等到春暖花开之后，木炭的需求也就没那么多了，再想组织这么多人做工就不现实，势必要再找另外一种生计才是。三河县境内，一条官道上，两辆马车正在缓缓地向前走着，马车的周围还有10几个人骑马跟着。看这个架势，来人地位非同一般。大人，没想到樊州牧竟然不放权，一点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啊！其他州的刺史大人听说都有了实权，东州的王刺史听说更是直接带兵占了东州一半的郡县，偏偏大人这边遇到了一个姓樊的，他还以为自己是之前的将军呢。旁边一个下人骑着马，跟马车里面的人聊着什么。杨武，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是我的，早晚会是我的。北海郡的公太守虽然表面上没表态，但是相信绝对不会无动于衷。只要再把洋河郡拿下来，大半个河州也在我手里面了。到时候河州一乱，不愁他樊汉中不放权。
一个中年人从车里面探出了头，此人不胖不瘦，温文尔雅，一把羽扇轻摇，很难把他跟行使监察之职的刺史大人联系起来，倒像是一个柔弱的赶考书生，只不过眉宇之间的透着一股性凉刻薄。此时正抬头看着前面的景色，前面就是三河县县府了吧？话音刚落，一支箭擦着马屁股钉在了马车的门框上，吓了众人一跳。与此同时，前面的路上窜出来了几个人。打劫！三河县府的城邑内，县太爷已经接到了消息，说刺史大人已经到了三河县境内，估计快要到了。为了迎接刺史大人的到访，县太爷可是忙坏了，一大早就让衙役们都出去了，在二龙山和青龙洞附近晃悠着，千万别让这两伙山匪老爷下山。没有这两个山头上的土匪，可以说就万无一失了。对了，从城门到这里的地面上全部在淋一遍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尘土。县太爷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身后的人吩咐道：“这是县太爷今天一早的突发奇想，他可是老早就听说了，刺史大人见不得半点灰尘，非常爱干净，所以为了留下一个好印象，县太爷这才想了这个办法。放心吧，二表舅，今天一早我都带人泼了3遍了，绝对一点灰尘都没有。”县太爷身后那人说道。县太爷点了点头，正要再问问什么，突然听到前面传来消息，刺史大人进城了。县太爷不敢耽搁，立马带头跪了下来。身后的那些人一看县太爷跪了，立马齐刷刷的跟着跪着迎接刺史大人到来。主簿也跪在一边，但是刚跪下来就感觉不对了，怎么地下这么冰，还这么滑啊？抬头一看，眼前一条铮明瓦亮的通途大道从城门口一直延伸了过来。主簿当时就傻了，正要提醒一句，就看见2辆马车和一队骑兵朝着这边飞奔着，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马匹的脚步似乎很是凌乱，有种刹不住脚的感觉。主簿绝望地捂住了眼睛，果然马匹重重地摔在地下，那几匹马连带着2辆马车倒地翻车，一路滑过了衙门大门口。县太爷一抬头，正好和一个硕大的马眼对视了。县太爷一愣，马怎么趴下了？紧接着就看见几匹马的脑袋贴着地，朝着前面滑了过去，连带着马车也是几个翻滚，滚进了旁边的一处民房里面。而半空当中，一个羽扇纶巾、白衣飘飘的人也从众人的头顶上飞过。县太爷直接傻眼了。衙门大堂，刺史大人一条腿横在旁边的椅子上，包着厚厚的麻布。之前飞出来的时候，这条腿金鸡独立，落地断了，一只胳膊也掉在胸前，原有的从容仪态荡然无存。此时正鼻青脸肿的在案台之后破口大骂，身边站着的那几个人也都是断胳膊断腿的他奶奶个腿。我走了这么多路，什么时候遇到过山匪？到你这里倒好，竟然还有拦路抢劫的。你拦路抢劫也就罢了，还一路拦了好几次。我们特么一路10几个人，就出来几个人抢劫，最少的竟然只有1个，这是看不起我啊！关键是到了你们城邑里面，我们走了这么多天，别说是受伤了，就连一点土都没有弄到身上。现在呢，你自己看看，哎呦呦，疼疼疼！刺史大人挥舞着吊在胸前的胳膊，一个劲地比划着，一动又牵扯到伤口，疼得嗷嗷直叫。下面的县太爷和一帮衙门里的人老老实实地站在底下，此时的头发都已经快被刺史大人的唾沫星子给湿透了。还有山匪也就罢了，特么哪来的水，哪来的一条冰路？麻蛋的，遇到土匪没事，差点死在你这衙门口。县太爷悄悄地向后挪了2步，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这要是被刺史大人知道是自己安排的，那估计后面就要完了。县太爷正迟疑着不知道怎么回答，之前自己安排的那些衙役们正好赶了回来。启禀刺史大人，启禀老爷，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兵分2路前往二龙山和青龙洞围剿山匪，山匪被我们打败，狼狈地逃回到了山上。我等大胜！为首的衙役一进来就大声地吆喝道，这也是之前县太爷安排好的，想让刺史大人来了以后就看到自己在剿匪的事情上很是尽心尽力，并且是卓有成效的。毕竟之前的粮食丢了，这要是传出去自己不做点什么的话，很难办。大胜？我胜你奶奶个腿！你们剿匪剿哪去了？真要是没有山匪，我们特么在路上遇到的是什么？刺史大人本来骂完了一轮，都已经冷静下来了，但听到这些衙役的话，差点连案台也翻了。原来因为县太爷的安排，在二龙山和青龙洞的山匪确实是被县太爷看住了，2伙山匪没有轻举妄动，他们也不傻，绝对不会跟官兵硬碰硬。但是三河县的地界除了这2伙大山匪之外，还有其他的小股山匪啊。他们一看，哟呵，2个老大不出来了，有戏啊！这就兴致冲冲的出去了，正好遇到刺史一行人，没想到踢到铁板上了。刺史手下的这些人对付一般土匪还是绰绰有余的，倒是没费太多的功夫就收拾了山匪。问题是一波土匪就罢了，一路上遇见5、6波，最少的一波竟然是一个胖子拿着一把砍柴的斧头出来吆喝了一句打劫，然后看见刺史这边人多，自己一溜烟窜了，差点没把刺史给气死。统统给我滚！要不是看在你姐夫的面子上，
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从今天开始，我要在这里养伤，顺便收拾一下山匪。立刻派人拿着我的手谕，给河阳郡的郡守报信，派1000精兵过来剿匪。不得有误，滚！刺史大人一声大吼，县太爷带着众人落荒而逃。青龙山，青龙洞，大当家程大麻子皱着眉头坐在正座上。此人40左右，身材魁梧，一脸麻子，因此得名。此时程大麻子的眉宇之间都快拧成了一个疙瘩。没办法，山寨里面快要断炊了，最近这个年月不好过呀。想当年刚刚当山匪的时候，那过的是什么日子？没钱没粮没女人了，下山转一圈就什么都有了。那小日子过得比在军营当中的时候舒坦多了。可自从大灾之后，这个日子就过得拧巴起来。好在之前当兵的习惯，留着一点粮草，这才慢慢的撑了过来。但是坐吃山空，马上就要见底了。最近几次的下山抢劫都是空手而回，特别是上次二龙山的人竟然越界抢劫，他们只抢回了1车的粮食。现在想起来还气得头晕。这还不算，偏偏县太爷那个老糊涂竟然不罢休，针对他们的动作最近也多了起来。前几天竟然是直接堵在了山下，你他妈瞎了眼啊！瞪大你的狗眼看看，那些东西是我们青龙洞的人抢的吗？程大麻子气不过，但也没办法，一时之间苦闷得很。报，大当家的，县府里的眼线来信了。正当程大麻子愁眉苦脸的时候，手下来报。不过眼线送来的消息更是让程大麻子一筹莫展。据眼线说，最近刺史大人到了三河县，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住了下来，而且还要调集大军来剿匪。程大麻子深深叹了口气。对于程大麻子来说，他们青龙山虽然是易守难攻，自己也安排了很多的陷阱，不怕打就怕封锁，再加上现在山上本就缺粮，要是再一封山，搞不好下面的人就乱了，手下的这帮人也不好管啊。程大麻子之前是打仗出来的，想当年也是百夫长，但朝廷不仅克扣他们的军饷，就连粮草都不发，还让他们去干掉叛乱的人，说那些叛乱的人有钱有粮可以抢。但是等到接触了一看，都是些普通老百姓，还有不少老弱妇幼，有些老妪都冲在前面，这还怎么打？不打就是伙同叛军谋反，打下不了手。程大麻子就带着自己的这些人撤了，没想到撤退到这青龙山的地界上，被山上的土匪打劫，索性一路杀上山去，灭了山匪，就这么住了下来。本来想着择机投靠樊将军，但毕竟也算是落草为寇，樊将军刚正不阿，又是周牧，就怕不要，就这么一直混了下来。再加上山匪的生活也确实不错，这才被逼得没了后路。去，把二当家的给我叫过来。程大麻子一挥手，手下立马跑了出去。不一会，一个脸上带着刀疤、面目狰狞的人走了进来，正是二当家的。他们两个在参军之前就是一个村的玩伴，一个威猛，一个动脑子，倒也相得益彰。老二，最近可怎么办啊？一见到刀疤脸进来，程大麻子连忙开口问道。刀疤脸听到这个称呼，微微的皱了皱眉头。大哥，现在不能硬拼，听说刺史大人已经安排人去调集大军了，但是我估计这个刺史大人也不会在三河县常待，只要我们坚守不出，相信他们也没有神妖办法，只要熬到刺史走了，只剩下一个脓包县太爷，也就好办了。刀疤脸对着程大麻子说道。说的有道理，那最近再安排弟兄们下山抢点粮食吧，能抢点是点。程大麻子一脸忧虑地吩咐着。河间村后山，自从这里有了炭窑之后，俨然成了张宝他们的一个据点。此时的张宝几人正人手一把弓箭，朝着一边的草人身上射着。这几把弓箭都是李大牛用之前张宝给他的牛筋制作而成的，并且按照胡都谷的建议改进了一下弓箭的结构，现在的威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李大牛是箭猎欣喜，屁颠的射箭实践，忙得不亦乐乎，一点也不觉得累。练多了，准头竟然好了很多。直到那个草人被射得不成样子了，李大牛这才停下。而另外的胡都谷和老何两人竟然也都是高手，不说箭箭命中，但至少10箭能中6、7箭。老何是之前在军武当中练过，而胡都谷据说是草原上捕猎的时候用过。倒是张宝在几人当中箭术最差，10箭只有1、2箭上把，而且那1、2箭就连张宝也感觉自己是懵的。之前张宝从来没有用过弓箭，只是觉得很简单，但自己上手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过张宝倒也不担心，一来张宝之前在练枪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靶子都打不中，后面练多了自然就好了。听说那些特种大队的人一把新枪不到1年就打报废了，所以一个个的都是神枪手。熟能生巧，张宝需要的是时间。而另外的一个方面，弓箭毕竟是远程攻击武器，近身战的时候作用不是很大。少爷，你就瞧好吧，明天俺就上山打猎去，之前溜走的那只狐狸绝对给拎回来。李大牛小心翼翼地把弓箭放在一边的草地上，咧着大嘴对张宝说道。你先别管打猎不打猎的问题，之前和你说的弓弩研究的怎么样了？
张宝对着李大牛问道：“弓弩，少爷，稍微有点眉目了，就是这个威力好像不是很大。你等着，俺这就回去拿。”李大牛一边说着，一边匆匆跑了回去。不一会就拿来了一把小巧的弓弩。按照张宝的要求，弓弩尽可能的要轻一点，于是李大牛便在体积上进行了缩小。张宝拿过来试了一下，倒是能够成功激发，不过距离可就差远了，只射出去了5米不到，而且最后基本没了力道。这种弓弩别说是射人了，就算是打猎也没法用。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人家的弓弩威力就那么大？张宝很是疑惑。少爷，现在手上没有合适的木头啊，现在的木头又硬又干，根本就不吃力，再加上体积小，弓臂就会格外的脆，只能这样了。李大牛给众人解释着。张宝一看倒也明白，他所见的弓弩弓臂都是用复合材料做成的，相当结实，威力自然也大一些。如果用铁片会不会好？正在这时，坐在一边的胡都古开口问道：“铁片？那肯定比木头好啊。”李大牛说道：“少爷，我们上次还剩下不少生铁，要不要做试试？”胡都古对着张宝问道：“行，弓臂和上面吃力的零件都换成铁的，另外你再打造一批箭头出来，这样威力能更大一些。”张宝点了点头，胡都古便立刻带着李大牛回去了。具体要什么样子的，他还需要跟李大牛确认。可说，你的眼光不错，当时挑出来的这2个人真是帮了大忙了。看着胡都古和李大牛离开的身影，张宝对着老何说道：“那是，我怎么说也是张府的大总管，这点本事还是有的。”老何很是得意的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别嘚瑟了，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等到胡都古忙完手头上的事情，我和他去县府一趟。还有一个流氓没有处理，那个无赖留着早晚要出事。”张宝淡淡的说道：“少爷，这种事情我自己去就行了，哪还用得着你？下次进城卖木炭的时候，我顺路就收拾了。”老何拍着胸脯说道：“何叔，你现在可是通缉犯，说不定县府城门口就贴着你的画像。你说李大牛到时候跟你去，会不会直接把你给卖了？”张宝笑着说道：“啊呸，都快把这件事给忘了，真是晦气。看来那个剩下的衙役也要找个时间做了才行。”老何呸了一口，恨恨地说道：“张宝，何叔，你是不是有什么癖好？要不你还是搬出去住吧，别半夜做梦进去把我和有容给杀了呀！”张宝很是无语，这个老何简直是一言不合就拔刀，跟上瘾了一样，搞不好是个嗜杀狂人。少爷，你就是太善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以后可得跟我老人家好好学学。老何很是苦口婆心地教导着张宝。至于这个搬出去的事情，少爷你就不用担心了，我晚上睡觉不做梦。老何说完，拍拍屁股站起来，到一边撒尿去了。张宝，你大爷！我是因为你做梦吗？三河县地广人稀，在河阳郡倒也属于大县，无数的河流蜿蜒曲折，数座险峰林立。二龙山便是其中最为险峻的一座山脉，后山就是一处断崖，山前的路也是崎岖难行，特别是有一段谷口，更是地貌奇特。自从二龙山上的山匪驻扎上来之后，又对着二龙山的几处地方修建了不少工事，易守难攻。二龙山现在的当家的外号独眼龙，之前的一只眼睛在干掉上一任老大上位的时候被老大刺瞎了，向来是心狠手辣，手下有着几百人，个个都是阴险狡诈之辈。这么多年来称霸着二龙山附近的地界，日子过得很是舒坦。上一次抢了几车粮食，还有不少银两，最近的日子倒也不用发愁。此时的独眼龙怀里面正搂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把玩着。前一阵子抢了一伙流民，看见这个女子模样还俊俏，就直接抢了上来。老大，老大不好了！正当独眼龙玩得高兴的时候，一个小弟闯了进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独眼龙被搅了雅兴，很是不爽。老大，山下送来消息，说在县府里面来了一个叫刺史的人，说是要剿匪。小弟抬头说着，一边斜眼瞥着那个衣不蔽体的女子。剿匪就剿匪吧，他爱叫什么使叫什么使，反正我们又闻不见。还有没有事？没事滚！独眼龙很是不满地挥了挥手。老大，听说最近青龙洞的人又下山抢劫了。那人迟疑了一下，慢慢说道，眼神舍不得离开。青龙洞，这方圆100里的地方，除了县府，哪里没抢过？还有什么东西能抢？独眼龙一听，直接把女人扔到一边，站了起来。大哥，我刚刚收到消息，说是青龙洞的人又下山了。正在这时，一个络腮胡子走了进来。我刚听说了。不行，二弟啊，你立刻带着人马也下山去各个村子里面转转，我们不能落下。独眼龙皱着眉头说道。大哥，这附近的前不久都刚抢了，估计没什么东西了。络腮胡不是很情愿地说道。我当然知道，这次的目的不是抢，而是要弄出点动静来。这个时候是争抢地盘的时候，去每一个村子都找到村口的房子放一把火，告诉青龙洞的人，这个村子我们已经抢过了，这是我们的地盘，这就是目的。独眼龙说道。络腮胡一听，眼神瞬间亮了。
还是大哥英明，我马上就带人去。络腮胡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出去。你这个女人赏给你了，玩完之后别忘了给其他的弟兄。独眼龙用剩下的这只独眼看着之前来报信的小弟，直接把女人推了过去。小弟大喜，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河间村张家老宅里面，张宝手里面正把玩着一把新式的弓弩，在李大牛和胡都谷两人的合力之下，终于造出来了一种新式的弓弩。张宝随手试了试，一支弓箭直接钉在了旁边的土墙上。好，这次的威力和感觉都不错。张宝试着手里的弓弩，很是满意。现在的土匪都没有盔甲，根本防不住，只要中箭，死虽然是死不了，但是会丧失战斗力，这就足够了。嘿嘿，少爷，这次俺把马鬃绳子又加粗了不少，现在吃力，威力自然就上去了。李大牛在一边咧着嘴笑着。对于李大牛来说，自己可以制作这些东西，帮上张宝他们的忙，感到很是高兴。少爷，你要是在上面抹上一点金枝，那绝对更是防不胜防。老何在一边摸着下巴说道。金枝？什么金枝？那可费老鼻子钱了吧？李大牛一听，惊讶的下巴都快掉了。另一边的胡都谷也是一脸的诧异，虽然他也不知道金枝是什么，但应该不是李大牛理解的那种。这个金枝啊，就是大粪，只要刺中了就烂掉了，治不好。张宝在一边解释道。你咋知道？老何一脸的震惊，本来还想着卖弄一下，结果张宝这个大少爷竟然知道这种东西。你忘了我二祖爷爷是打仗的了？张宝翻了个白眼。不过这个金枝固然好，但味道也重，有容不一定能接受。再说了，见效太慢。有没有什么草屋之类的？张宝对着几人问道，描述了一下草屋的样子。之前的张宝在部队里面曾经学习过，野外生存当中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这个草屋就是绝对不能吃的一种东西。草屋具有很大的毒性，主要是因为里面有乌头碱，0.2毫克口服即可中毒。一旦中毒，轻则呕吐痉挛，重则昏迷，呼吸衰竭而亡，非常可怕。听这个样子，是不是后山里面的乌头啊？去年村里面还有个娃娃，挖了一些奇怪的草回来，吃了就死了。应该就是少爷描述的样子，那里还专门圈了出来。李大牛听着张宝的描述，在一边说道。后山就有。张宝有些惊喜，一村靠一山，一山若一宝，大自然的馈赠到底是丰丰足足。走，大牛，带我去那个地方看看。何叔，你们把这些弓弩先好好藏起来，尽量不让人看见。张宝对着老何吩咐完，就跟着李大牛朝着后山走去。不一会，两人便来到了后山的一处断崖附近，旁边还堆了一圈的石头。张宝一看，果然不错，当即带着李大牛挖出来了不少。大牛，你回去之后，在这个弓箭的前面做一个槽，把这些草屋碾成粉末，然后放在里面，再用草屋煮出来的水进行浸泡。弓箭做成2批，平常练习的和打仗用的不一样，不然有危险。张宝对着李大牛说道。李大牛点着头。最近路上也不太平，送木炭的频率也少了。李大牛正愁没有什么事情做，白白拿张宝的粮食，听到张宝新的安排，倒是很来劲。回去之后，张宝和胡都谷两人就要准备去县府解决掉流氓的事情。他们现在只有那些从衙役手里抢来的刀没法带去，张宝就用小布袋装了一些草屋的粉末，以备不时之需，这才和胡都谷动身前往县府。现在流氓的日子倒是过得风生水起。流氓上次虽然提供了情报，但还没来得及领赏钱，人半路就被抢了，自然什么也没有捞着。赵长生看着自己缺人手，就让流氓在自己手下当了白役，混上了一身衙役的衣服。赵长生虽然没有把山匪给抓回来，但因抓人有功，并且英勇杀敌，被县太爷重赏，提拔赵长生当了个管事，专门给他看管那条叫富贵的狗。赵长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流氓。最近的流氓没事就牵着狗，耀武扬威的在县府里面转悠，吃喝不花钱，毕竟这是县太爷的狗。去酒楼的时候，直接把狗往椅子上一放，要菜要酒，众人敢怒不敢言。这一次更是从饭馆出来，嚣张地问酒楼老板要了几张大饼，说留着晚上给富贵吃。酒楼老板哪里不知道这是给哪条狗吃的，但有什么办法，人家是衙役，如果随便说一句你是山匪，那就得抓进大牢里面去严刑拷打，不死也得掉层皮。酒楼老板几乎是哭着把这一人一狗送了出来，然后就张罗着关门了。没办法，本来大灾之年就没有多少可以吃的东西，这些大爷们又整天来白吃白喝，后厨都空了，实在干不下去了。掌柜的，这大白天的怎么就关门了？刚才那人是怎么回事啊？正当掌柜的忙活着，两个人走了过来问道。一个是眉宇清秀的青年人，一个是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哎，还能有什么事？算我倒霉，开店开在离衙门口近的地方，这些官爷爷们仗着自己身份，从来都是记账的，根本就不给钱，实在是撑不住了。您二位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掌柜的啐了一口，关门进去睡大觉了。这两个人正是张宝和胡都谷，他们刚才看见流氓的样子，一时之间竟然不敢辨认。这流氓什么时候变成衙役了？少爷，
这个流氓的身上没有带刀，估计就是一个白役。我们跟上去看看再说。胡都古对着张宝说道。张宝点了点头。白役，简单来说就是编外差役，衙役可以自己找来帮忙的，有事就上，管饭但没有饷银。两人就这么一路跟着，流氓抱着狗，一路走走停停，见什么拿什么，最后径直进了三河县衙门。张宝和胡都古只能推进一个巷子里面。这孙子进了县衙，不是很好办，硬闯可不行。张宝皱了皱眉头，少爷倒也无需担心，至少目前看起来，他好像并不知道老何的事情一定是转移到山匪身上了。但是后面就难说了，我刚看了一下衙门的衙役，比之前少了很多，估计晚上能有机会，我们等到晚上再说。胡都古在一边说着，两人便来到一处饭馆，吃喝完了，在城里面找了一处废弃房屋，暂时歇息了下来，静等天黑。到了晚上，因为有着宵禁，整个县府里面空荡荡的。张宝和胡都古两人一路悄悄地靠近衙门，却也没有遇到什么巡逻的衙役之类的。对于那些衙役们来说，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巡逻，城门一关，山匪根本进不来，县府里面晚上连个鬼影子也没有，更不会想到有人会进县衙。所以张宝和胡都古两人攀着院墙，轻而易举的就进去了。按照胡都古的打探，这些衙役们晚上都不在衙门里面，倒是一些无家可归的白役住在衙门的偏房，流氓自然也在其中。等到张宝和胡都古来到外面的时候，却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几个白役在耍钱。张宝和胡都古两人对视了一眼，悄悄地躲进了后院。现在这么多人的话，没法动手，两人现在也没有任何刀兵，很难一击毙命，只好暂时先躲到后院的客房里面，等着睡着以后再下手。可两人进到后院之后，却发现后院的一间屋子里面竟然也亮着灯，而且还有人在里面说着什么。张宝冲着胡都古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地靠近了过去。这件事情不怪你，是阳河郡的陈大刀不识抬举，不过你不能歇息了，继续去南乡郡吧。南乡郡的孔宣之前和我有些交情，这封信你带过去，他自然会明白。之后你就留在南乡郡，密切监视着孔宣的动向，一旦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跟我汇报。去吧。屋子里面一个声音淡淡的吩咐道。张宝和胡都古连忙趴在台阶的阴影当中，不一会就看见一个人走了出来，恭敬地关好门，朝着外面走去。张宝正要起身，被胡都古一压肩膀。这时从旁边出来几个人，两人径直走了进去，还有几人在门外守着。张宝暗暗叫苦，这一下是进退两难了，只好屏息凝神，悄悄地靠着墙，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大人，这阳河郡的陈大刀未免也不识抬举了，大人贵为刺史，亲自给的手谕都不调兵，简直是找死。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情理之中，樊汉中救过陈大刀的命，他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听我的话。但按理说，这次倒真不是私事，而是剿匪的事情。这个陈大刀竟然也拒绝了，这件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很有可能是这里的事情还是扔给他们自己处理吧。我们养养伤，尽快去阳河郡，说不定这里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契机。刺史淡淡的笑着，虽然现在手和腿仍然吊着，但已经恢复了之前的那种泰然自若。可是大人，之前您已经说过了要调兵剿匪的事情，现在却没有来，您的威望会不会？刺史对面的那人有些迟疑的问道。赵大，你记住了，任何时候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区区的县令怎么看你无所谓，一切要以大事为重。我们的大事是分裂河州，趁机拿下樊汉中，其余的事情都不重要，明白吗？刺史慢慢的说道。是，属下明白，多谢大人教诲。那人连忙上前说道。屋外的张宝听见里面的话，浑身一颤，差点叫出声来。没想到里面的人竟然是刺史，而竟然要谋划分裂河州，不由得大惊失色。谁？出来！正在这时，突然在门外的几人朝着张宝他们躲藏的地方吆喝了一声。张宝一愣，连忙屏住了呼吸。此时他和胡都古两人正躲在台阶之下，全部隐藏在黑暗当中，按理说是看不到的才是。难道是刚才自己震惊之下弄出了一些动静？张宝很是紧张。此时他和胡都古两人都没有带兵器，而门口站着三个人，打起来根本就不占优势。这下麻烦了。看着越来越靠近的几个人，张宝不由得捏紧了拳头。突然张宝感觉腿被什么东西蹭了一下，一个白色的影子窜了出去。张宝一看，这不是白天的时候流氓抱着的那条狗吗？原来是条狗，吓我一跳。杨武，你也太小胆了吧，不就是条狗？滚！大人的安危容不得半点马虎，我还是过去看一眼吧，总觉得不对。那个杨武说着，一边拿着刀朝着张宝他们藏身的地方走了过来。走到那条狗旁边的时候，直接飞起一脚把那条狗给踢飞了出去。那条狗从小娇生惯养，走到哪里都是小爷一样的存在，什么时候挨过打？当即嗷嗷叫了起来，一口咬上了杨武的小腿。去你妈的！杨武吃痛，一刀下去，直接把县太爷的那条富贵给砍了。你大爷啊！
瞎了你的狗眼！县太爷的狗你也敢杀？兄弟们，给我抄家伙！正在这时，刘莽听见后院的动静，也跟几个人冲了进来。突然发现后院里面竟然有一些不认识的人，而且还杀了县太爷的狗。刘莽当即就怒了：这是狗吗？这是我的财神爷！没有了这个财神爷，以后怎么到外面混吃混喝？放肆！杨武一听就怒了，看着眼前几个穿着衙役衣服的人，竟然对着他们破口大骂，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对于刘莽来说，他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遛狗，根本就不知道衙门里面发生的事情。当刺史一行人来的时候，这个刘莽还在酒楼里面吃喝呢，压根就不知道。放你妈的屁！我告诉你，今天这事没有5000两银子，这事没完。刘莽看着对方衣着华丽，想来一定是衣食富贵的人，这个时候正好可以捞一笔。呵呵，问我们要银子，我没听错吧？杨武听了不怒反笑了起来，笑你妈的蛋，赶紧的掏钱，不然我可告诉我们县太爷了。刘莽大声吆喝道：杨武，废什么话，杀了他们所有人！正说着，刺史推开了门，冷冷地看着刘莽和几个衙役，当即对着手下吩咐道：刚才的话不管他们有没有听见，留着都是祸害，如果消息走漏出去就麻烦了，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杨武瞬间动了，几个箭步来到刘莽面前，只听噗的一声，刘莽直接被捅了个透心凉。另外几个衙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也都被刺史手下的人给干掉了。刘莽到死都瞪大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刺史来说，刚才还真是不确定这几个衙役们会不会听到什么，不过也无所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张宝很是震惊地看着远处的一切，没想到那个刺史看起来那么温文尔雅，动起手来倒真是狠辣。收拾干净，去前面看看，有知道情况的全部干掉。刺史淡淡地说道。杨武立刻带人朝着前面去。趁着这个间隙，刘莽和胡都古两人连忙从后院的院墙翻了出去。此时的街道上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两人迅速来到不远处的一处桥洞下面躲藏了起来。等到坐下来，张宝才感觉到后背都已经湿透了，刚才真是险之又险，如果不是刘莽突然冒出来，恐怕今晚上他们两人也很难逃脱。不过好在刘莽阴差阳错的被干掉了，也省了张宝他们的麻烦。两人就这么一直待到天亮，等到城门开了，这才匆忙出了城，朝着河间村而去。第二天一早，等到县太爷去到衙门的时候，看见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吓得魂儿都快没了。但是根据刺史所言，昨天晚上这几人竟然妄图刺杀刺史，让刺史的手下干掉了。县太爷哪里敢说什么，连忙招呼人抬走了。好在就是几个白役，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自己的旺财也跟着被杀了，让县太爷好一个难受。在这之后，县太爷干脆把县衙给让了出来，自己躲到城邑里面的大宅子里面去了。等到张宝和胡都古赶回村子的时候，还没进村就看见一片黑烟从村子的方向飘了出来。不好！张宝和胡都古同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朝着村子跑了回去。张宝一路朝着院子飞奔，这个时候就算着火也断不至于这的这么大，一定是山匪来了。张宝到了家门口，踹开门之后却发现竟然没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有容，何叔，人呢？张宝很是焦急，不过看着院子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太过凌乱，又是一阵纳闷。正当张宝着急的时候，一侧的柴堆里面传来一阵响声，紧接着老何拿着刀钻了出来。张宝一愣，马上又看见了后面的苏有容，这才彻底放心了下来。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山匪进来了？张宝对着两人问道。对，真是邪门了，这才抢了多长时间，这又来。不过这次倒没进来，只是在村子里面转了几圈，我估计那些山匪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都不抱希望了。少爷你先在这，我出去看看情况。老何对着张宝说道，然后自己走了出去。有容，没事吧？害不害怕？张宝揉着苏有容的小脑袋问道。不怕，有何叔在，而且我还有相公给的弓箭。苏有容摇了摇头，怀里面紧紧地抱着张宝给他的弓弩。张宝看着没挂弦的弓弩，上面还系着一片花布，被苏有容紧紧地抱在怀里面，一头黑线。之前本来做好弓弩之后就给了苏有容，想着从县府回来以后带着苏有容好好练练，谁成想山匪们来的竟然这么快，看来要尽快的练一练了。张宝在心里面盘算着。不一会，老何就回来了。少爷，这次真是太奇怪了，不光我们这里没有进来，其他的人家也没有进去，就是吆喝了一阵，李家那边闯进了几个院子，杀了2个人。不过听说也是因为开着大门，这才被山匪闯进去的。老何打听了一圈情况，回来对着张宝说道。这就奇怪了。张宝有些百思不得其解，那些土匪们图什么呢？遛马，吃饱了撑的呀。自从上次村里面进来山匪并且杀了人之后，整个村子里面再一次人心惶惶了起来。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之前的时候都快要饿死了，山匪来不来的都无所谓，但是现在的生活
可是有了盼头。这个时候，要是山匪们冲进来的话，是很难办的。张宝的院落里面，张宝正在手把手教着苏有容练习弓弩。老何今天一大早就带着李大牛他们去探窑准备了，今天要开窑，这也是年前最后一次。一来，前段时间供应的木炭属实不少，就整个县府来说已经差不多了；二来，最近山匪又来，让张宝感觉不是很平安，万一这来回路上遇上劫道的，就很麻烦。现在整个村子里面的人家本就不多，留下的这些人，这段时间大部分也都从张宝这里做工，有了粮食和钱，再加上之前从山里面找到的东西可以吃，现在的日子撑到开春问题不大。如果开着炭窑冒出来的烟，说不定还会引起了山匪的注意，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张宝准备停掉。有了山匪进村杀人的事情之后，村民们也是一点意见也没有。接下来按照张宝的想法，还是要把剩下的村民们都组织起来，被动挨打肯定是不行的。之前从老何那里了解到，这次来村的山匪不过10几人，想来周围山上的土匪也不过100-10人，总不能倾巢出动，所以运用得当的话，还是可以干掉他们的。张宝在心里面盘算着，哇，射中了！苏有容一声惊呼，打断了张宝的思绪。张宝抬头一看，之前给苏有容画的靶子正中间钉着一支弓箭，张宝也感觉到不可思议起来。苏有容从接触弓弩开始，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竟然还这么有天赋。好，不错。之前跟你说的2种弓箭一定要分清楚，那种带有毒的，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用，用的时候也要千万小心。要记住了，正面打仗不需要你不要轻易出来，这是用作迫不得已防身的，记住了吗？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为什么啊？有容现在很厉害的，也可以帮着相公打那些山匪。苏有容有些不服气的说道。那还是算了，你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给我藏在房梁上吧，你要是出来，我还要照顾着你。张宝说着就要把弓弩给拿回来。苏有容一看着急了，相公，人家知道了，不轻易出来还不行吗？求求你了，留给我吧。苏有容可是舍不得这把弓弩，能够保护自己还是次要的，关键这是张宝专门让人给自己做的弓弩，还专门手把手的教着自己练习。苏有容视若珍宝。自从张宝好了之后，一共送过自己3样东西。第一次是一张胡饼，让苏有容甜蜜不已，但已经吃完了。第二次是一行字，让苏有容安心不已，但不小心抹掉了。第3次是这把弓弩，说什么也要留下。哟，少奶奶这个功夫不浅啊，竟然正中靶心。老何一边推门进来，一边笑着说道。最后一车送走了？张宝问道。走了，这次叫了6个人一起去，路上的速度还会更快。老何点了点头。行，咱俩去趟李老太爷家里商量点事。张宝对着老何说道。老何有些不解，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跟在张宝的身后走了出去。此时的李老太爷正有气无力的躺在床上。自从上次张宝他们闯进来之后，李老太爷就病倒了。他算是意识到一个问题，有些人可以耍计谋，但有些人是根本就不会陪你玩的，人家不叨叨直接动手，这种人是绝对不能惹的。拳头大才是硬道理。现在这个世道，县太爷就是个屁，什么都不管。李老太爷后悔的要死，那个小妾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才赎了身，这才多长时间就凉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前几天山匪又闯进村子里面来，还杀了李家的一个管事的，整个族人都让自己想办法。我想个屁的办法，我他妈自己睡觉都让人拿刀架在脖子上了。当李老太爷听说张宝和老何又来的时候，差点从床上滚下去，哆哆嗦嗦的起来迎接。李老太爷，我也不废话，你们李家的人都归我了，我有用处，来跟你商量一下，你有没有意见？张宝对着李老太爷商量道。没有，张少爷能够看得上我们李家的人，是我们李家的福分，张少爷尽管吩咐。李老太爷连忙说道。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我来叫人，希望不要再有人找事，不然的话，李老太爷你还得跟着倒霉，你说是不是？张宝对着李老太爷说道。是，绝对不能。李老太爷点头哈腰的把2个杀神送了出去，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立马吆喝着宗族里面的所有人来议事了。之前的病倒是一下子好了。少爷，你是想对付山匪？回去的路上，老何表情复杂的对着张宝问道。对，山匪才多少人，一次就来10几个，我们还收拾不了。张宝慢慢的说道。少爷，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啊，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而且其他的山头倒还好说，听说这二龙山和青龙洞的山匪都是几百号人，我们河间村也算是在他们2个地盘的中间，一旦和山匪们动了手，这些山匪是断断不会善罢甘休的。老何一脸忧虑的对着张宝说道。几百人？那么多吗？张宝也有些吃惊，他们现在村里面满打满算能有110户，成年男子也就40-50人，凭借着40-50人对抗几百人的话，自然是有些难度。有，而且只多不少。特别是这二龙山，
已经盘踞在此多年了，势力庞大。之前我们张家都是定期缴平安钱的，而且少爷，如果我们一旦起事，想必县府那边也会知道，恐怕也不会坐视不管啊。老何只想仰天长叹，我特么就想让少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这么难吗？狗蛋的山匪，就不知道消停消停。张家祖宗的，求求你们了，晚上没事别叫了，好不容易埋了，多谢谢吧。老何欲哭无泪。最近这段时间，张宝带着村里人卖木炭，转买成粮食，当做酬劳分给村里面的人，几乎家家都有存粮。张宝他们手里面更是余下不少，现在的这个小院子已经装不下了，只好转移到了老宅里面一部分，连带着老何只能自己住在老宅里面，看守着这些粮食。好在老宅和现在的院子就在前后挨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也能够及时过来。相公，你说我们真的能打过山匪吗？吃过饭以后，张宝在院子里面擦拭着自己的工兵锹，苏有容抱着自己的公弩也凑了过来。这段时间，苏有容可是公弩不离身的，自己还特意缝了一个口袋，里面装着那些弓箭。苏有容的弓箭都是张宝拽着李大牛特意制作的那种细长的弓箭，虽然轻盈，但很结实，而且箭头上还让弧度骨打造了铁片，嵌在上面增加杀伤力。普通的泥坯墙，一箭射上去能深入7、8公分，攻击的威力还是很厉害的。当然可以啊，土匪也是人，又不是什么刀枪不入的怪物。张宝笑了笑，普通的百姓很多时候都已经习惯了被压迫，习惯了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很低，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他们能够组织起来，一起抵抗山匪，相信这些山匪们就算是能够抢劫得逞，这个过程也不会那么简单，后面自然也不会轻易就这样进来。但有抵抗就有牺牲，很难会有人主动的站出来。没有舍弃自我的精神，这种精神就不会传递。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们不懂，但这却是张宝在部队这么多年养成的意识形态。那山匪们进来了，我们怎么打？也要用刀吗？相公，你可一定要躲在后面啊，让何叔他们先上去。苏有容有些紧张地对着张宝说道。哈哈，你呀，这话要是让何叔听见，指不定得多伤心呢。张宝看着苏有容那局促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有人牵挂自己，倒真是不错。只有在苏有容面前，张宝才感觉自己很是放松，很是自在，可以毫无遮掩，可以肆无忌惮。这种感觉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或许正是从那一夜开始，张宝才算是完全的接纳这个身份，接纳眼前的家人。嘿嘿，话说何叔走了倒真是舒坦，不过昨天晚上床就响得厉害，看来等牛哥回来让他修修才行，要不改天床塌了我们不惨了。张宝笑着说道。听着张宝说起这些，苏有容的小脸腾的一下红了，把头深深的低着不搭话。嗨嗨，天色不早了，咱俩休息吧。张宝笑了笑，正要起身抱着苏有容进屋，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大门被狠狠地敲了起来。少爷，不好了，大牛出事了。张宝一愣，这是今天去县府卖炭的那些人，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般情况下，毕竟拉着车子速度很慢，张宝都是让他们在县府待一晚上，第二天返回的。今天怎么接着就回来了？而且李大牛还出事了。张宝来不及多想，连忙打开了门，只见李大牛正躺在一辆木板车上嗯哼着。快，先进屋我看看。有容，掌灯。张宝连忙让众人把李大牛抬到了院子里面。苏有容拿来了几根火烛，之前有了银子，去县府的时候就买了几根，但一般是舍不得用的。借着火光，张宝看见李大牛鼻青脸肿的，但是脸色煞白，两只手捂着一条腿，上面鲜血淋漓，还在流着血。老何听到动静也拎着刀赶了过来。怎么回事？张宝焦急地问道。少爷，我们在路上遇到山匪了，买来的粮食都被抢去了。李大哥上前拦着，被那几个山匪打了一顿，腿上还砍了一刀。一个佃户在一边说道，他的脸上也肿着，不光是他，这次去的人脸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看来都挨了打。怎么会这样？不是让你们第二天再回来吗？这么着急干什么？老何在一边很是不满地抱怨道。我们这次去的速度快，李大哥说想给少爷省点银子，看时间能赶回来，就让我们走了。那人有些迟疑地说道。少爷，都怪俺，粮食都没了，俺这么着急干什么？李大牛懊恼地用手捶着脑袋。好了，人没事就行，先别说话，我先看看伤口。张宝打断了众人，来到李大牛的身边看着，大腿外侧挨了一刀，虽然没有伤到动脉，但伤口很深，现在还是血流不止。老何，点火，烧点热水，再拿壶酒来。有容，把要和你的针线拿过来，顺便把绢丝拆了。你们几个把桌子搬过来，把它抬上去。张宝对着几人吆喝道。这种深度的伤口必须要减少伤口在愈合过程中的张力，要是不缝合的话，很难快速痊愈。现在又没有可以消毒的高度酒精，只能用火了。很快，一切就准备好了。张宝用刀背把铜针压成了一定的弧度。现在苏有容的这根针不仅粗，而且是铜做的，但张宝也没得选了。看着张宝把铜针在火上烧得通红，李大牛的眼睛瞪得跟牛眼一样。
少爷，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李大牛连连求饶。哪那么多废话，我这是给你治伤，把这块木头让他咬着，别让他吐出来。你们5个一定把他按住了。张宝说着也不废话，等到真冷却了之后，按着李大牛的嘴就灌了半坛子酒，然后把木棍让李大牛咬住，穿上绢丝就开始了缝合。这种缝合伤口，张宝虽然没上手操作过，但也见过不少。这种事情在部队里面常见，哪个战士不是一身的伤？就算是训练，也都是玩命一样，流血流汗不流泪。伤疤是军人的勋章。张宝快速的缝合，这种时候越慢，痛苦就越大。好在不一会就缝合完了，然后敷上药粉，外面用布包裹了起来。张宝这才松了一口气。至于李大牛，在刚开始缝合的时候熬了一嗓子之后，直接晕了，省了不少事。老何倒是在一边心疼那半坛子酒，一共家里面就剩下2坛了。早说要晕，直接给1棍子就完了，太浪费了有容，给每人拿500文钱来。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苏有容应了一声，进去把钱拿了出来。这一次你们跟着受惊了，这钱你们收下，回去好好休息。张宝对着其余5人说道。这少爷，这我们不能要，本来就是有工钱的，哪能再要钱？众人对着张宝齐声说道。当时李大牛找你们一起去送木炭，这是信得过你们，那我自然也信得过你们。这个过程难免会有危险，你们能来也是信得过我。这次遇到危险，你们也跟着受累了。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大家还要一起做。这钱收下，不然以后不要再叫我少爷了。张宝笑着对几人说道。这最前面的人见状，只好跪下对着张宝磕了一个头，这才把钱收了起来。其余几人也都一样，跪下磕了头以后才收下钱。李大牛先在这里吧，给我抬到另外一间屋子里面，有神妖事情也好照看。明天一早，你们来把他抬回家去。张宝先让众人回去了。少爷，这是蹊跷啊，按照他们现在回来的时间，怎么会有山匪劫道？真要是有山匪劫道，以后岂不是麻烦了？老何在一边皱着眉头说道。难说，也可能不是劫道的，也有可能是打劫完以后回去路上遇到的。不过倒也无所谓，毕竟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我担心的是，那些山匪在劫到了粮食之后，很有可能联想到我们这里有粮食，到时候会回来抢劫。虽然不一定能确定是我们村子，但从方向上也能推断出这附近的几个村子来，到时候难免会杀回来。张宝有些忧虑地说道。听了张宝的话，老何也是一脸的沉重。这么说起来，倒真是麻烦了不少。何叔，明天一早把村里面所有人都召集起来，我安排一下吧。没办法，不能再拖了。张宝拍了拍腿站了起来。他和胡都谷之前无意当中从刺史的嘴里面听到的那个消息，看来现在的河州根本不像之前老何说的那么安稳，估计不久之后也会陷入到混乱当中。如果没有一点自保的手段也不行，形势逼人，唯有放手一搏。走，有容，回屋睡觉。另外何说，李大牛就交给你了呀，反正是在你的床上，要是有什么事再叫我。张宝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苏有容关门睡觉去了，留下老何一个人看着四仰八叉站满了一张床的李大牛，一头黑线。第二天一早，李大牛看着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伤口最怕的就是感染发烧，现在没有什么医疗手段，很是棘手。不过一早起来，按照老何的说法，李大牛个混账玩意儿能有什么问题？呼噜打得震天响，吵得老子一晚上没睡着觉。他乃是受伤，分明是馋酒了。老何顶着黑眼圈，很是愤愤。张宝很是无语，让老何带着人把李大牛送了回去，还特意送去了5两银子。之后张宝便来到了村子的打谷场当中，这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张宝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现在村子里面具体的人数和情况，倒是比预料当中好一些。至少现在的所有人脸上不再跟之前见到的时候一样，一点生机都没有。虽然大部分还是面瘦肌黄，但每个人都有了精神。从今天开始，不管你是张家的佃户还是李家的族人，都没有了任何的区别。现在我们都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人。所有的老爷们，如果山匪要来抢你们的女人，抢你们的粮食，烧你们的房子，你们怎么办？张宝对着众人问道。所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张宝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的女人婆娘，如果山匪要下来杀你们的男人，杀你们的孩子，你们怎么办？张宝继续问道。谁要是敢动我男人，我做死他。这个时候，之前跟张宝争抢狼的张婶大声吆喝道。张婶的意思是对的，这个行为不是很赞成啊。这个我刚才说哪来着？张宝有些无语，不过多亏张婶带了带节奏，众人才勉强跟上。如果山匪再来，我们就打出去。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听我的安排，谁要是敢不老实，别怪我，旁边的何总管不客气。张宝对着众人说道。对于众人而言，自然是老何的威慑力更强一些。今天的老何顶着一双黑眼圈，一脸阴旧，比之前更可怕。看见老何的这副表情，所有人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所有人听好了，这种弓箭大家没事了就回去做，一个铜板一支箭。不过在做之前，你们最好去问一下李大牛，只有合格的才能换到钱，不要白忙活。
张宝把几只李大牛做成的弓箭拿了出来，现在做成的箭比较粗糙，后面也没有箭羽，大冬天的根本就搞不到什么毛之类的，准头方面自然是差了一些。张宝便打算用数量取胜，按照张宝的想法，在没有成熟的训练之前，尽可能的不要跟山匪正面起冲突。所以这第一步，张宝的计划是固守。在之前遍地战乱的大时代里面，依附豪门大族进入物保自守，是普通百姓生存几率最高的方式。所以张宝的第一步就是要在这河间村建立自己的物保。二龙山，老六，这次下山不错呀，竟然抢到了这么多的粮食，是哪个财主家里的？二龙山大当家的独眼龙对着下面的一个人问道。这一次下山本来并没有打算抢劫什么东西，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示威和抢地盘。这附近转遍了，他们就去了更远的地方，这才耽搁了回山的时间。不成想却在路上遇到了一队人，正拉着2车粮食，当即抢了回来。大哥，这是在路上截胡的，估计是东淮河和西柳河中间的那些村子。那个老六上前一步说道。看不出来，这几个村子倒还有些办法，先养熟了再说。最近风声紧，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放亮点，注意着青龙洞那边的情况。独眼龙对着下面的众人吩咐着，众人齐声应和。河间村位于东淮河和西柳河的中间，背靠大山，进出村子全靠几条小路和几座木桥。往年水多的季节，木桥都会被河水淹没，多年没有人修理，这些木桥早就已经被河水侵蚀的厉害，断的断，裂的裂。好在河面上冻着冰，几乎跟平地一样，木桥也就失去了作用。沿着河间村周围转了一圈，张宝很是失望。河间村的四周除了村后是一座山之外，其余的3面都是没遮没拦的。村口有一大片树林，四周全是空荡荡的耕地，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挡的作用。就算把桥弄断，山匪们也照样可以从冰面冲进来。按照张宝的想法，是想在村子外围做一定的间隔，这样一来，那些山匪也就进不来了。现在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张宝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先是让人在村口的树林里面找了一棵相对高大的树木，让村民2人一班在树上关注着村子外面的动向，一旦发现山匪的情况，立刻回来传信。另外让所有人都在家里面挖掘隧道。按照张宝的计划，村里面的男人目前比较少，真要是硬拼，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张宝想在村子里面按照之前地道战的方式，把整个村子给连通起来。虽然现在是寒冬腊月，土地冻得非常坚硬，但如果能够把整个村子的地下挖通，这将是一个长久躲藏的地方。而且现在的村民都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如果经过系统的训练之后，还可以从里面进行着攻击。这种地道战的方法既可以隐藏，又可以进行战斗，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英雄们的实践从而得出来的。但是现在挖掘地道的速度相对来说是非常缓慢的，张宝他们只能一边挖掘同时进行训练。张宝按照村里面人的情况，把这些人分成了3个部分，在所有成年男人里面挑选了力气比较大的24个人，让老何带着进行训练。毕竟老何出身于军务，对于训练士兵还是很有心得的。而剩下的一部分男的跟那些力气比较大的妇女专门练习弓箭。在现在的村子里面有不少妇女，她们的力气还是非常大的，拉开这种弓箭自然是没有问题。而之前李大牛已经成功的做出了几把弓箭，经过弧度鼓的改进之后，现在的弓箭几乎已经比较成熟了。而弓弩的技术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还是比较难做的，所以也就只能先做了这样的一批弓箭来进行射击练习。对于张宝而言，现在村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系统的训练，更不会任何的功夫，如果让他们直接去跟山匪硬碰硬的战斗，肯定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用弓箭进行拦阻，可以把他们这边的损失降到最低。而这一部分人则交给了李大牛，让李大牛来教他们如何射箭。最近的李大牛瘸着腿，忙得脚不沾地。之前刚刚受伤的时候，李大牛可以说在家里面过着皇上般的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突然家里面涌进来了很多人，抱着自己做好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弓箭，让李大牛帮他们验证。李大牛累得差点吐血，一整天下来，整个家里面就没有断过人，而且就算是晚上半夜3更的时候，也还是有人敲门。没办法，张宝之前可是说过，1支弓箭1文钱，对于赚钱这种事情，没有人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说，当这个张宝的消息下来之后，几乎村子里面所有的人全部朝着山上而去，挑选合适的树枝，挑选合适的物品，没日没夜地做着弓箭。整个村子里面弓箭的数量也迅速增多了起来。而另外剩下的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张宝便安排他们到山上和附近去捡石头，去捡木柴。而剩下的村里面的人，他们都在胡都谷的教导之下，在村里面进行着地道的挖掘。挖出来的土，张宝准备在村口做成1堵围墙，把整个村子给围起来。在这之前，张宝让胡都谷带着几个人半夜出发，到了县府里面买了很多的粮食和日常所用的物资，
并且把那些马肉也给挖了回来。趁着夜晚的时候，他们回到了村子。看到这些马肉的时候，张宝心疼得直哆嗦。他没有想到，现在竟然这么快就起事了。如果当时要是留着这几匹马，现在自然会是很大的助力。真是太可惜了，计划不如变化快。但是没有办法，马死不能复生，只能期待着后面有机会可以从山匪那里抢一些马匹。在张宝的带动下，整个村子上上下下都忙碌了起来。老何他们的训练场在村中间的打鼓场上。当张宝过去的时候，正看见20几人排列的整整齐齐，挥舞着木刀，做着一些劈砍的分解动作。这些木刀是老何特意让李大牛连夜做出来的。李大牛都累快哭了，本来想着弓箭什么的好不容易做完了，可以休息一下，自己大腿上的伤一直没好利索，没想到老何这个杀神是直接拎着刀来的。拎着刀来也就罢了，偏偏还跟自己家的娃娃玩得火热，手时不时的在自己娃娃的后脖梗上捏一捏，比划比划。李大牛是想哭不敢哭，想叫不能叫，想跑跑不了，整整熬了2天2夜，这才终于把这批木刀做了出来。现在的老何可是意气风发，对他来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直接把之前在军营当中的练兵办法用了起来。只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真刀，在气势方面显得稍弱一点。看见张宝过来，老何立刻来到了场中间，大声一点，吆喝起来：劈收吼哈！老何一边吆喝着，一边斜眼看着张宝：你和叔我想当年在军营的时候那可是相当厉害的，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嘿嘿，少爷这么样，我的这支大刀队还不错吧？老何一脸得意地靠了过来。刚才在一边听着耳朵当中传来的阵阵吼叫声，就连老何这一把年纪了都有一种久违的躁动。不错，我看也就是花拳绣腿吧。张宝皱了皱眉头，淡淡的说道：花拳绣腿？老何在一边一脸无语：你个小逼崽子，你打过仗吗？上过战场吗？你知道个爪爪？老何很是不满，其他的方面他能忍，但是军营的事情是忍不了的。对啊，你这样练下去，真要是和土匪打起来，和送死没什么区别。张宝毫不怀疑地说道：胡说八道，我这可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强壮的汉子，你看看这个刀挥舞的，我跟你说，这也就是没有真刀，这要是有了真刀，那绝对是气势如虹。老何在一边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可拉倒吧，这是你训练的问题，跟武器有什么关系？张宝白了老何一眼：瞎搞，我这训练是当年正儿八经的铁字营的训练方法。老何在一边也恼了：你可以侮辱我，但是绝对不能侮辱我们之前的铁字营。听到张宝这么说，直接摔了脸色。老何啊，就你这个脾气，当年我爹是怎么忍受得了，让你当大总管的？你说你得送多少礼才能当上？张宝乐呵呵地问道。这段时间张宝和老何之间的关系可是拉近了不少，相互之间开玩笑是常有的事情。结果老何听到张宝的话，却跟踩到了狐狸尾巴一样，直接炸毛了。胡说八道，你牛你来，老子不干了，撒尿去！老何一边吆喝着，一边解着裤子朝一边走去，直接撂了摊子。张宝，嗨，既然这个和总管尿急，接下来就由我接手。张宝有些无奈，刚才我在看你们的时候，知道我看到了一群什么吗？张宝笑嘻嘻地问道。下面的众人面面相觑，不过每个人都有些不好意思。难道说我们刚才勇猛雄伟的身姿把少爷也震撼住了？想想也是，刚才我们也觉得自己在挥舞起大刀来的时候很是威猛。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虽然嘴上没说出来，但是心里面想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一帮废物，一群垃圾，一窝怂包。张宝淡淡地说道。听到张宝的话，下面这24人的呼吸顿时沉重了起来，一个个用愤怒的眼光盯着张宝，脸色涨得通红。羞辱，这是极度的羞辱。在这里的不少人，有一些是张家的佃户，但有一些是李家的人，还有几人是村里的散户。此时听到张宝的话，佃户们虽然愤怒，但碍于身份，只能紧紧地握着拳头。但李家的几个人早已经按捺不住，上前一步：张少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算你现在管着村子，也不能对我们如此的侮辱。就是啊，我们也是爷们，告诉你，我们李家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惹恼了我们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张家少爷。李家的几个人上前说道。之前在李老太爷让他们老老实实听张宝话的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他们看来，张宝还是之前那个傻愣的少爷，他们自然是憋屈的。现在听到张宝对他们说的话，一个个再也忍不住了。呵呵，侮辱你们？别，我没那个闲工夫，真正侮辱你们的是你们自己。你们别急着嚷嚷，你们要是能反驳我，以后你们李家的人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绝对不干涉。就算你们想要揍我一顿，和总管也绝对不会拦着。怎么样？张宝伸出手指轻轻地摇了摇，下面的人一阵哗然，纷纷看着张宝。你们既然是李家的人，我问你们，上一次山匪进村的时候杀了你们李家的2个人，你们当时在哪里？
是藏在被窝里面，还是藏在什么地方？既然你们口口声声的吆喝，你们李家人不是好欺负的，那为什么让山匪欺负到门上去？你们还一个屁都不敢放呢？张宝竖起了一根手指头，冷冷地说道。听到张宝的话，所有的李家人直接把头低了下去。当时山匪进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哆哆嗦嗦地藏在各种地方，别说是放屁了，就连大声喘气都不敢。哼哼，好，你们不说话，那我再来问，在这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成家了吧？都已经有自己的婆娘和娃子，在这之前，他们吃不上饭的时候，他们被山匪欺凌的时候，他们死在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又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做不了，这还不是废物？张宝大声地问道。还是没有人答话，但所有人都满脸通红，气喘如牛，甚至有几个人都抹起了眼泪。他们中有不少人的孩子都因为吃不上饭，活活饿死在自己的面前。在张宝招呼他们做工之前，他们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他们也曾埋怨着世道，埋怨苍天不公，埋怨出身卑微，但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自己，或者说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无能。此时听到张宝把他们内心的伤疤给揭露起来，极度的耻辱充斥在每个人的内心，所有人感到无地自容。或许你们会说，在这个乱世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呢？事在人为。之前在你们的眼里面，我是一个废物少爷，傻子少爷，但是你们一个个的却是连我这个废物都不如，你们还觉得我是在侮辱你们吗？张宝一边说着，一边来到众人中间，每个人都在重重的喘息着，双眼通红，没有人可以反驳张宝刚才说的话。如果他们说之前的张宝是废物少爷，是靠着家里的财富比他们强的，但之后张家的困境，他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比他们还要惨。张宝一步步的靠着自己，不仅仅让张家的日子好了起来，更是把那些佃户全部归拢了起来，甚至后面连整个村子的人都带动了起来。这是他们实实在在看见的。李家的人是这样，我们张家的佃户呢？当我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在你们面前耀武扬威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很是不服，觉得我不过是有一个好爹？张宝又笑着对张家的那些佃户们问道。佃户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他们心里面，虽然在封建思想的灌输当中会让他们天生有着奴性的认同感，但他们在偶尔的挣扎当中也难免曾经有过这种想法，这种不甘，这种嫉妒，这种怨天尤人。那你们以为我们张家的财富就是天上掉下的？我的祖爷爷们最开始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比你们强不了多少，但我现在是少爷，你们就不想以后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儿子，你们的孙子也跟我一样能够被人称呼为少爷，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纨绔少爷，而不是跟你们一样被人欺凌？张宝淡淡的说着，下面的众人顿时齐刷刷的抬起了头，听着张宝嘴里的美好前景，令所有人顿时激动的呼吸粗重，两只眼睛都瞪出了血丝。他们的后代也被称为少爷，这简直是所有人都胀得脸红脖子粗。我问你们，你们以后还想要继续做一群怨天尤人的废物吗？你们还想被这些山匪任意欺凌你们的妻儿，抢夺你们的家产吗？你们还想像现在一样被人指着鼻子骂得抬不起头来吗？张宝大声地质问道。不想，不想，不想。张宝每问一句，下面所有人都跟上一句震天动地的不想。刚开始还不齐，有几人反应慢，还没有开口，但是这最后一句，几乎是所有人都用尽了全部的力量，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在他们喊出来的同时，仿佛感觉浑身的热血也都沸腾了起来。所有人都听好了，给你们半炷香的时间，自己分成2队，每一队选出一个队长。张宝慢慢地说着，找个地方坐了下来。刚坐下，就看见老何拎着裤腰带，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怎么了？怎么了？吆喝什么？刚才我操，你们不训练都在干什么？老何看到打谷场中的情况，直接傻眼了。何叔，你不是说不管了吗？没事的话，就带着一帮妇女儿童挖地道去吧。张宝摆了摆手。什么？我不就上了个茅房的空，这群人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中邪了？什么情况？不行，我得看着。老何可不想走，在张宝一边蹲了下来。就在刚才，自己上茅房的时候，刚把裤子脱下来，就听见后面嗷嗷的吆喝了起来。老何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立马开闸放水，裤子都来不及整理，拎着就出来了。结果没想到撒泡尿的功夫，下面这群人直接叛变了。张宝到底用了什么邪术，让这帮人老老实实的听张宝的话了？刚才的时候，老何故意走开，其实就是想看张宝出丑的。老何可是清楚，这里面的人张家、李家可都有，还有几个刺头，放眼整个村子里面，也就自己可以震慑得住。张宝要是上去的话，一定会闹事。结果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不一会，2队人马就已经重新的站好了起来，每一队人的前面都站着一人，差不多都是张家的佃户一队，李家的人一队，剩下的佃户做平均。好，既然队长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队长的命令
就需要听。如果谁要是不听，直接滚回去和其他人挖地道去。张宝站起身来，对着众人说道：“另外，宣布一下纪律：训练迟到的，滚；心生不满，挂在嘴上的，滚；违抗命令的，滚；中途放弃的，滚。”张宝一连说了10几条命令，众人听了都是一凛。他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这里，如果到时候被撵回去挖地道的话，那这张脸岂不是丢尽了？打死也不能回去。从现在开始，你们2队人就是对手。在新的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前，你们还是按照现在的训练进行，不过在这个训练基础上全部翻倍。什么时候练完，什么时候结束。晚结束的那个大队给另一个大队的人把衣服洗了。听了张宝的话，下面所有人的眼睛直接红了。要知道，洗衣服可是娘们才干的活，如果真要是传出去了，那这辈子在村里面就抬不起头来了。都特么的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挥刀，快！谁敢偷懒，我打死他！李家那边的队长抢先吆喝了起来：“兄弟们，我们绝对不能落后，宁可不要命，也不能不要脸啊！给别的男人洗衣服，以后怎么在自家婆娘面前当家做主？给我干起来！”张家佃户这边也不甘示弱，嗷嗷叫着训练了起来。卧槽，这帮兔崽子们是怎么了？这是要干什么？在一边的老何直接傻眼了。现在训练的氛围跟刚才相比，简直是2个极端。之前的时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骄傲和兴奋，对于老何来说也是一样。但是现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只剩下了杀气。对，就是杀气。麻蛋的眼前就是一堆空气，哪来的这种凌厉的气势？老何看傻了眼。走吧，何叔，去看看李大牛那边的进度。张宝对着老何说道：“啊，这里不用看着点。”这句话刚说完，老何恨不得甩自己一个大嘴巴。就眼前打鼓场上的这些人，别说是没有人看着，估计就算是他明天都不来，这群人也能一如既往。老何跟双打的茄子一样，无精打采的跟在张宝的身后，太受打击了。当2人来到后山的时候，正看见李大牛手把手的在教导着众人射箭。不对，这个手要用力拉，拉到极限再松手。对，这个地方用指头顶着。哎呀，这个不是啊，我在做一遍示范啊。李大牛瘸着腿，一瘸一拐的在众人的身边不断的穿梭着，那叫一个耐心。特别是在那些力大无穷的农村妇女面前，李大牛说话的语气都不自觉的温柔了几分，把张宝和老何看得一阵无语。何叔，你怎么看？张宝对着身后直摇头的老何问道。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你看看李大牛那个嘴咧的，没想到平常看起来浓眉大眼，老实巴交的李大牛竟然还是这么一路货色啊。少爷，再这么下去要出事啊。你看看李大牛的裤腰带都松了。老何一脸的忧虑。出事？不能吧？你看看那几个妇女比李大牛都壮实，李大牛口味这么重。呸，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问你，李大牛训练的方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张宝差点被老何带沟里去。训练方法没啥问题啊，李大牛虽然射箭稀松拉倒，但教这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老何挠了挠头，没问题？可拉倒吧，你去帮着胡都谷挖洞去吧。张宝翻了个白眼。老何一头黑线，又咋了？我特娘的训练这个士兵你嫌弃，这射箭还能射出花来？老何哼哼了2句，没有走开。哟，少爷过来了，俺现在正用心的教导他们射箭呢。李大牛笑嘻嘻的凑了过来。你靠一边去，之前不是做了那么多的箭呢，哪去了？都给我搬来。张宝直接对着李大牛吆喝道。哦，李大牛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张罗着众人把弓箭从炭窑当中掏了出来。都在这里了，少爷，一共是3512支箭。李大牛很是兴奋的说道。每人分100支，每天射300次，自己扛着草人到后山上去找空旷地方。什么时候把这300次箭射完了，什么时候结束？自己射箭，自己捡。张宝对着众人说道。众人一听，直接傻眼了。300次箭，这不是要累死？这个少爷啊，是不是多了点？他们现在每天也就能射出100支箭左右。李大牛看着众人的眼神，来到张宝的身边，小声说道。什么？300次太少，那就400次吧。张宝大声吆喝道。话音刚落，李大牛就感觉到背后凉飕飕的，好像是被什么人盯上了一样。不是啊，少爷，不是少了，是多，太多了。李大牛连忙对着张宝说道。啊，还少了？要多，那就500次吧。张宝继续说道。啊，不，我是说，李大牛的下半句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几个彪悍的农村大妇给扑倒了，那半句话硬生生的憋回了肚子里面。啊，李大牛，你个龟孙，我挠死你！正在这时，村子的方向传来一声怒吼。张宝抬头一看，竟然是李家大嫂来了，手上还拎着水罐，看来是心疼他们家李大牛，来给李大牛送水的。结果正好看到李大牛被几个老娘们扑倒的瞬间，当即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朝着这边冲了过来。这个每天必须射完500次箭才能走啊！老何啊，
你不是说要去弧度谷那里看看？快走吧！张宝一边说着，一边带着老何匆匆走了，只留下后山上传来李大牛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弧度谷这边每天正带着人挖土造墙，但冬天的土洞的结实，再加上工具也不是人人都有，进度自然是非常的缓慢。现在的挖出来的土还不够填满一堵墙。张宝他们是打算先把村口的路封起来，临近村外的一圈住户全部迁移到里面，在现有的房屋的基础上修建防御的城墙。只不过就是进度太慢了一些，等到张宝和老何过去的时候，村口的墙还没有一人高。少爷，进度确实是慢了点，但都已经尽力了。弧度谷看着张宝过来，连忙迎了上去。张宝看着眼前的流程，一些力气大的妇女和孩子在家里面挖着土，有些是有工具的，但有些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就用石片挖掘。每一家的地洞都是在很隐蔽的地方，有的是在床下，有的是在院子一侧，有的是在柴草堆里面。那些小的孩子用各种装土的器具把土运到村口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不少人穿的还很单薄，但现在都是满头大汗，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个慢活，只要不停下就行。主要还是先修建村口处的。另外，你找一些娃娃，让他们到进村的路上挖一些小坑，相隔近一些，洞口不用太大，马蹄子能放进去就可以，但一定要深。洞的底下要做成这样的坡度，这样那些山匪的马匹在进来的时候，一旦马蹄子进去，马腿就算折断不了，也会受到影响。张宝想了想，又对着弧度谷说道：好，我这就去安排。弧度谷点了点头。老何跟在张宝的后面，一句话也插不上，两个腮帮子鼓得跟蛤蟆一样，很是不爽，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此时的村子里面，在张宝的带动下，已经完全的忙碌了起来。打谷场上的那些人，按照张宝给出的训练计划，正背着一大块石头绕着打谷场跑着。张宝说了，每天先跑20圈。不仅仅是他们，就连张宝也背着一块不小的石头，跟在众人的身后跑着。刚开始的时候，众人以为张宝估计也就是新鲜，在捉弄他们的时候，自己也跟着玩玩。但是没想到，一圈一圈又一圈，当他们都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张宝还在咬着牙坚持着。虽然张宝的步伐已经开始飘忽，眼看着就要摔倒了，但偏偏晃晃悠悠地坚持着。看到张宝的架势，所有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就算是坚持不住了，也死命地咬着牙坚持着。难道我们真的连一个废物少爷也赶不上？所有人咬着牙也开始拼命起来。背着石头跑完以后还不算完，每天挥刀2000下，而且胳膊上还要坠着一块石头。第一天下来，几乎所有人吃饭的时候都是被自家婆娘喂饭的，张宝也不例外。苏有容看着张宝后背压出来的一块块青肿，心疼得直哆嗦。众人在挥舞木刀的时候，张宝则是挥舞着自己的工兵锹。这个工兵锹的重量可比木刀重多了。张宝对自己的现在的身体和体能很是不满。其实说起来，现在张宝的身体条件还是不差的，个头也非常的高，就是瘦弱了一些，力量不足。张宝就着重的训练这方面。在整个打谷场中间，就当所有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当所有人都要放弃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向那个在角落里面不断练习的身影。一阵阵愧疚和羞耻就涌上他们的心头，然后再压榨着身体里面残余的力量和潜能，不断的提升着。而李大牛这边也是一样。上次李大牛被李大嫂挠得浑身是伤之后，张宝就发现了谁才是真正的管事的，把射箭大队的训练任务直接告知了李大嫂，让李大嫂和李大牛两人进行监督。每次李大牛心软的时候，李大嫂只需要一个狠狠的眼神，李大牛立马老实了。据说这第一天的时候都临近半夜了，李大牛他们一行人才半死不活的从山上下来，所有人的胳膊几乎都抬不起来了。等到了后面，众人也不管李大牛在一边跳着脚吆喝着姿势标不标准什么的，上来就是张弓搭箭，嗖嗖嗖的射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弓箭满天飞，到了后面渐渐的也都熟悉了自己的射箭姿势，射起来不仅速度快，而且准头和力度都增加而来不少。熟能生巧，为熟而已。此时的三河县县府，刺史一行人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县太爷正老老实实的带人坐在下手，听着刺史他们的话。大人，最近在三河县附近山匪的情况差不多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其余的不成气候只是有2个山头，二龙山和青龙洞这2伙山匪还算是有些规模。经过侦查，2伙大的土匪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防御，强攻不是办法，到时候会很麻烦。杨武在下面对着刺史大人说道，一边展开了一张绘制的地图，上面有着二龙山和青龙山基本的情况，以及山匪在上面的防御点。上次听说你们有一批朝廷拨下来的粮食被山匪劫去了，而且还杀了一名衙役，这2伙山匪都有参与。刺史对着县太爷问道。一听刺史的话，县太爷头上的汗立马就下来了。这个对，都参与了。县太爷一边擦汗一边说道。那你们就这么干看着，任由山匪横行？刺史冷冷问道。这个其实等到刺史大人带人来，一定能把这伙山匪给消灭干净。
县太爷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话来，只好拍着马屁。刺史没有叫来人的事情，他并不知情。谁知道这一通马屁可是正好拍到了马蹄子上。刺史一听，更是冷了脸，指望我们？你是干什么吃的？不要抱怨士兵不行，我这次就用你手下的士兵收拾一下山匪看看。你瞧好了，现在这2伙山匪，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刺史对着县太爷问道。青龙洞人少，但是也很厉害，二龙山人多，势力更加大一些。县太爷立马说道。那就是二龙山厉害，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现在立刻去贴出告示，悬赏三河县最大的山匪头子青龙洞大当家的1万两，二龙山土匪头子100两，其余土匪头子10两。刺史对着县太爷说道。啊，这是不是说反了？大人您看这个其实是二龙山的，闭嘴，照着做。再敢说一句话，我把你这身肥肉点了天灯！刺史大吼一声，打断了县太爷的话。县太爷立马抱头鼠窜，出去安排去了。二龙山？什么？你再说一遍。他青龙洞的程大麻子竟然是三河县最大的山匪，还1万两，我他妈才100两。县太爷是个蠢蛋吗？当二龙山大当家的独眼龙听到从县府传来的消息之后，直接掀了桌子。他们二龙山在这里盘踞已经很多年了，他青龙洞才起来了几年，就敢跟他们叫板？对于独眼龙来说，他一直很在意自己这个身份的问题，毕竟当年自己是干掉二龙山老大上位的，小弟当中也有不少为此。好在这么多年来，自己苦心经营，这个老大的地位才算稳固下来。没想到县太爷竟然不认，这是赤果果的打他的脸啊！这明摆着是告诉二龙山上的所有人，你们二龙山是厉害，但不过是之前的老大厉害，现在的这个老大根本就是个垃圾。独眼龙怒不可遏，既然县太爷眼瞎，那我就让他明白，传令下去，给我密切注视着官道上的情况，我看他县太爷知不知道我二龙山的厉害。独眼龙已经打定了主意，在官道上搞点事情出来，留下他们二龙山的名号，让县太爷知道他们二龙山才是最大的。与此同时，在青龙山上，青龙洞大当家的程大麻子也听见了县府里面传来的悬赏的消息，有些坐立不安。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他一下子上了悬赏榜首，一下子就是1万两。程大麻子都有点想要把脑袋割下来去领赏的冲动，他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对于他来说，现在的青龙洞虽然也还可以，但说实话，真要是跟二龙山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强龙不压地头蛇，如今这稀里糊涂的就排到了首位去了，也搞不明白到底是喜是忧。老二，来，你来的正好，赶紧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程大麻子一见二弟进来，连忙对着刀疤脸问道。刀疤脸也是听到了县府传来的消息，这才过来的。对于刀疤脸来说，他倒是能想明白，这不过是县府里面的驱虎吞狼之计，想用悬赏来挑拨起他们2伙势力之间的火拼，县府也好坐收渔翁之利。想明白以后，刀疤脸估摸着自己大哥想不明白这种事情，一定会叫自己，就自己先来了。结果刚一进门，就听见了程大麻子对他称呼，眉头不由得再次皱了起来。从小在村里面的时候，这个程大麻子就收他做小弟，一直老二的换来换去，让当时村里的小伙伴们都一直当做外号挂在嘴边。加上刀疤脸从小时候起就是光头，再加上细长的身子，搭配上这个外号，还真是神似。更不用说，在一次的战斗之后，脸上被砍了一刀，从脑袋到脸留下了一道伤疤，更是远远看上去更是一模一样。每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刀疤脸的心就是一抽。对于他来说，这是耻辱，偏偏自己的大哥还老是挂在嘴边，说教了这么多年了，叫这个亲切，我亲切你香蕉个巴拉。刀疤脸很是耿耿于怀，不由得瞅了瞅这颗项上人头，竟然值1万两，岂不是以后就衣食无忧了？老二，你说这县府的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就突然弄了个什么悬赏，还把我放在首位了？没道理啊！程大麻子对着刀疤脸问道。大哥，想必是县府的那些人，他们做了实力的对比，认为二龙山是不如我们的，我们何不趁机扩大地盘，把二龙山拿下来？刀疤脸收回了思绪，想了想，对着程大麻子说道。把二龙山拿下来，似乎有点难度吧？程大麻子有些迟疑。不，大哥你想，上一次的战斗是因为猝不及防，但大哥你也伤了那个独眼龙，所以我们的实力还是差不多的。我们人数虽然少，但每个人的战斗力强啊。但我们不能跟二龙山的人硬拼，最好是等到二龙山的人下山之后回来的时候堵住，这样不仅可以收拾二龙山的人，还可以顺便把物资抢来。刀疤脸笑着说道。你说的有点道理，就这么办，让人密切注意二龙山那边的动向，一有消息马上汇报。程大麻子一拍桌子，仿佛自己确实已经是三河县最大的山匪头子了一般。河间村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村民几个方面都有了不错的提升。现在的射箭方面，在每天500次箭的要求下，几乎一个个的都是神箭手，100米之内几乎是箭无虚发。那些参与其中的妇女，甚至比那些男人还要有天赋。
甚至在力道方面也要超过一些，这让那几个男人更加没日没夜地练了起来。这100支箭加在一起的重量也是很重的，而且来回的捡箭也非常耗费体力。要不是有张宝他们之前积攒下的粮食，他们估计早就断粮了。虽然现在的这种吃法，粮食在快速的消耗，但如果不消耗，到时候河州一乱，这些粮食也到不了众人的肚子里面。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大量的训练和粮食管饱，让村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从之前那种肌弱无力的状态往一种健壮的状态过渡。当然了，过渡的最快变化最大的还是打鼓场的那24个人。挥刀比试的第一天晚上，是李家人的那一队输了。当天晚上，李家人在给张家店户洗完了衣服之后，回去直接被李老太爷扔进了李家祠堂里面，足足跪了一宿。李老太爷差点气得过去了，丢脸啊，耻辱啊，必须给我把场子找回来。你以为这是你们几个人的事情吗？不是，这是整个李家人的脸面。于是第二天，所有李家人都跟疯了一样，按照张宝的安排，每隔3天2支队伍之间就要进行一次比试。比试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就是最近训练项目的考核，哪一队输了，另外一队的队长就要给对方的人捏背捶腿。当天张宝在说完了之后，2个队长差点疯了。在两边队长的阎王爷一般的监督下，2个队伍里面连木刀都劈断了好几根。2支队伍的比试从日常训练到打架群殴，再到深山捕猎，再到队长单挑，比试无时无刻不在进行。2支队伍的实力也在飞速的提升着。在张宝的安排下，他们这24个人每天吃3顿饭，支撑着他们不断消耗的体力，而且光吃米面也不够，还要时不时的进山捕猎。对于这24个人，他们的弓箭水平和战斗的水平远超村里面的其他人。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要是再遇到之前的狼，那真是来送温暖的了。二龙山，什么？你他妈再说一遍！大当家的独眼龙暴跳如雷。就在刚才，自己安排下山打劫的一队人马，先是在官道附近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之后在回山的半路上遭到了青龙洞人马的截杀，几近全军覆没。就连这次带队下山的老七和老八2个兄弟都折了，只剩下2个小弟见势不妙，绕小路逃回来的。原来独眼龙接到县府里面传来的消息，说最近会有一大批的粮食和金银珠宝准备从县府运往北海郡。独眼龙便命令老七老八带着几10个弟兄准备好好给县太爷上课。结果没想到他们的人马一跳出来之后，立刻被上百的衙役给包围了。要不是老七老八反应快，带着10几个兄弟狼狈逃，说不定就全部折在里面了。但他们临近二龙山，完全放松警惕之后，不成想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了一队人马，带头的正是青龙洞2当家的刀疤脸。由于猝不及防，再加上青龙洞的人一上来就用弓箭射中了老七老八2人，剩下的这些二龙山的人几乎都被干掉了。就在最后的2个人见势不妙，朝着旁边的草窝里面一躲，趁着众人战斗的时候绕小路溜回了山上。不过这一耽搁，那些青龙洞的人早就溜之大吉了，就算独眼龙想要追赶也来不及。独眼龙怒了，而且他也反应过来了，这他妈是中计了，要么就是官府的人给他们下的套，要么就是官府的人联合青龙洞的人给他们下的套。独眼龙气得差点吐血，这一次一下子就损失了几10人马。他们的青龙洞的人也敢杀我们二龙山的人，来啊，给我把兄弟们召集起来，我必须要收拾他们。独眼龙气得要死，大哥要冷静，青龙山的地形易守难攻，强攻不是办法。2当家的络腮胡立马上前拦着，是啊，大哥莫急，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在一边的3当家也上前一步说道。3当家的是一个胖子，脸上无时无刻不挂着笑意，但是动起手来那叫一个喜怒无常，江湖人称笑面虎。呼，独眼龙狠狠地喘了口粗气。老三，说来听听。独眼龙听着老2老3的拦阻，也冷静下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损失惨重，绝对不能再白白送死了。强攻青龙山肯定是下策，但我们可以引蛇出洞。在我们的和青龙洞地盘交界的地方有个村子，向来是我们的地盘，听说青龙洞的人也去抢过，他们现在青龙洞最缺的就是粮食，只要我们散布出去消息说这个村子里面有粮食，他们肯定会下山去抢。等到时候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面埋伏，他们进村的时候一举拿下，然后换成他们的衣服和马匹回去报信，说中了埋伏，引下更多的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路上埋伏干掉他们。这样一来，青龙洞一定伤亡惨重，是攻是留还不是全看大哥的想法。这样县府的人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笑面虎一脸笑呵呵的上前说着。独眼龙一听，剩下的那一只独眼里面瞬间放出一缕金光。不过现在的村子里面都不能有什么粮食了吧？还有那些村民怎么办？独眼龙突然想到，大哥，粮食不过是说说的，至于那些村民，直接杀了不就完了？万一走漏了，封赏也麻烦。笑面虎笑着说道。好，不愧是军师，就这么干了。独眼龙一听，拍手叫好。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人多不多？
等提前带兄弟们去探路，先扔点粮食去。独眼龙也眯眼笑着问道：“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那个村子好像叫什么河间村，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了。”与此同时，在青龙洞里面，程大麻子一脸笑意地听着刀疤脸的汇报，不禁喜上眉梢。这一次出去，不仅杀了他们不少人，而且还抢了几匹马和不少兵器，可惜就是没有粮食。老二，这次我们杀了二龙山这么多人，你说二龙山的人会不会报复啊？程大麻子对着刀疤脸问道。大哥放心，我们这里易守难攻，只要他们攻击上来，就有把握消灭。刀疤脸淡淡的说道。说的有道理，不过还是要小心为妙，二龙山的实力还是要胜过我们一筹的。程大麻子有些担心的说道。既然大哥忧虑，在我看来倒不如主动出击。我有一计，在二龙山和我们势力的交界处有一个村子叫河间村，向来是二龙山的地盘。我们直接冲进去，先把村子烧了，这样二龙山的人一定会怒不可遏，加上我们截杀他们的事情，一定会失去理智攻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以逸待劳了。刀疤脸对着程大麻子说道。哦，好，以逸待劳这个词好，老二你不愧是有学问的，不过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程大麻子听到刀疤脸的计划很是满意。就是说大哥英明神武的意思。刀疤脸悄悄地翻了个白眼。哈哈，好，传令下去，目标河间村，给我烧。此时的河间村里面仍然是一片忙碌的景象，村口的围墙一天天高了起来，村民的剑法一天天准了起来，两支队伍的实力也一天天的强横起来。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合适的兵器，之前在弧都谷那里还剩下一些生铁，但根本打不了这么多的刀兵，因此现在两支队伍仍然是木刀和各种木棍，这倒是让张宝有些为难。他们的木刀真要是跟山匪打起来的话，根本就抵挡不住。这几天张宝和弧都谷两人都在研究着看看能不能做点其他的兵器出来。相公，我们的粮食快要吃完了。正在这时，苏有容走到张宝的身边，轻轻地说道。最近这段时间，村里面粮食的消耗可是非常巨大的，每家的粮食也不够，只能靠张宝这边的粮食进行补贴。苏有容每天都会统计粮食的消耗情况，按照最新一次的统计，他们这边已经快没有粮食了。这么快就吃完了？好吧，我知道了，最近训练也都差不多了，尽量的控制吧，撑过这段时间再想办法。张宝也很是无奈，各种事情纷至沓来，让张宝有些应接不暇。少爷，我之前在草原上倒有所了解，草原地区的铁矿很少，铁器更是珍贵，就算是一些护士和马帮也很难搞到，所以他们会用石锤和石斧，特别是石锤体积大很重，骑在马上冲锋起来，威力不比刀枪要差。弧都谷对着张宝说道。石锤倒也不是不可以，用粗木棍当作手柄，钻孔之后用绳子固定住也可以用。张宝点了点头，跟弧都谷上山凿时做出了一把粗糙的大锤，并不像是一般的铜锤那么圆滑，还是有棱有角的，这样的攻击力要大很多。两人自是欣喜不已，立刻让两支队伍里面的人装备了起来。木棍和巨石依托后山倒也易得，不过这石锤的重量比起木刀的重量来可是沉重太多了，特别是两支队伍的人在制作石锤的时候也较上了劲。张家佃户这边用了脑袋大小的石头，李家这边就必须要用比他们大的。张家佃户这边一看哪能落后了，重新找。就这样，整个大队里面人的石锤没有一个低于50斤，这还是受到了木棍强度的制约。要是木棍的强度足够，估计这两队人能每人举着几百斤的石锤下来。不过他们在做石锤的时候较劲是爽了，但等到回来训练的时候就傻眼了。原来的时候每天挥舞木刀2000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现在突然换成石锤，别说2000下了，200下都不一定能撑住。但两边的队伍谁也不肯最先提出来要减少数量，都在较着劲硬撑着。结果当天晚上一直到深夜了，两边的人马两只胳膊都快废了，也才做了500多个。要不是张宝强硬的解散，估计这两支队伍能练到第二天。之前的时候张宝还有些担心这些人的身体吃不消，毕竟他们之前在部队的时候，虽然部队的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但每一项训练都规划得非常科学。就比如说常见的5公里负重越野，这是经过多年研究所确定出来的安全值，单兵在负重20至30公斤的情况下进行急行军，5公里左右的训练最合适。如果超过5公里会导致士兵体力透支，严重的时候还会发生晕厥，对士兵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低于5公里，训练的强度又是不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张宝之前安排的合理的训练标准，可两队人就跟玩命了一样，身体素质也真是好的可以。其实在之前他们在农田里面劳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体力消耗不比现在差，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干活干到体力虚脱，但第二天还是要被赶着起来做工。现在这点累真算不得什么。张宝看到最后
发现这群人第一天累得半死，当天吃饱喝足，睡一觉之后，第二天马上就生龙活虎了。这是长久的劳动给他们身体养成的恢复习惯，自然是张宝比不了的。张宝也就不再干涉，只不过在配粮和配盐的方面，对这2支队伍的人多多照顾。按照张宝的估计，这2支队伍的人真要是练成了，也不太需要什么太高深的武艺，就凭借着一身的蛮力和耐力，也是一股很强大的战斗力。县府衙门里面，县太爷正摆了一大桌的庆功宴，鸡鸭鱼鹅样样不缺。这个我代表我们三河县的父老乡亲们，敬刺史大人一杯。出去把弓箭都捡回来，以便下次再用。但是等到他们捡回来一看，有些折断了，有些箭头因为射在地上和石头上都钝了，还有一些是被刀劈砍的折了，根本没法再用。他们就拿着剑来找李大牛，想让李大牛给修整一下，但李大牛自己也没办法。这些弓箭有一些是用芦苇杆做成的，虽然很直也硬，但是相对较脆。之前在上山打猎的时候，射一下小型的野物还勉强可以，真要是用来打仗，几乎就是一次性的，射到地上或者被刀劈上都会折断。而且就算是射到人的身上，力道小了也射不透厚厚的衣服。其余的弓箭大部分都是用木条做成的，河间村附近没有竹子，只能用这些来代替。按照常规来说，一般是要把木杆放在火上烤，烤软后掰直，并且浸桐油晾干，方可成型。但现在哪有这个条件，都是很粗糙，勉强做成能用的样子。但这一通胡乱的射出去之后，就直接打回原形了。这一次能有些效果，主要是因为那些山匪们没有任何铠甲护身，故而好用。如果真要是有了防备，单纯凭借这些东西，恐怕作用不大。张宝也皱起了眉头。青龙洞里面，程大麻子正坐在一张狼皮长椅上，听着下面手下的报告。你是说二龙山的人一大早就下山了，并且朝着河间村的方向去了？程大麻子有些吃惊地问道。今天他正准备安排自己手下的人马前往河间村抢粮放火。前几天从县府这边听说，河间村的人用银子到县府买了不少的粮食，正好合了程大麻子的心思。这样一来，山寨缺粮和引二龙山人攻打他们的事情都能一并解决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听见侦察的小弟回来报告，不由得大吃一惊。老大，今天早上雾气厚重，地下潮湿，马蹄印和脚印很是清晰，绝对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按照方向看，正是河间村。下面那人对着程大麻子说道。他奶奶的，看来这个二龙山也一定是知道了河间村有粮食的消息。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抢粮食回去。老二，你现在立刻带一队人马前往河间村拦截，要是遇到二龙山的人回来，直接抢了他们。至于那个什么河间村，顺道放把火。程大麻子对着刀疤脸吆喝着。老二，想什么呢？赶紧走！程大麻子一见老二竟然愣在那里，连忙吆喝着。啊，我们走！刀疤脸一脸不爽的带着众人下山而去。河间村里面，张宝让现在的弓箭手都换成了他们缴回来的二龙山的那些弓箭，其余的人还是用之前的，不过都是挑选出的那些质量比较不错的箭士，让那些箭法好、胆子大的人用制式弓箭进行瞄准杀敌，其余人还是以量取胜。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浓雾也渐渐散去，失去了浓雾的遮掩，对于河间村的人来说倒不是一件好事。我跟你说，这山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在刚才我清清楚楚的看见，我一箭就把一个山匪从马上射了下来。瞎说，那个明明是我们这边射下去的。胡说，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大的雾你能看清？我看不清你就能看清了。你要不服，一会山匪要是再来，我们再比，比就比，谁怕谁啊？谁要是输了，队长学狗叫怎么样？好啊，怕你就不是好汉。两支队伍的人正在那里吵吵着，本来他们第一波的时候就约定着要进行比赛，但是当时一片大雾，根本就说不出来是谁射的，所以也没比出一个胜负来。两队人马现在手里面可是有了大刀的，再加上有了刚刚杀败山匪的经历，底气很足。张宝在一边看着，倒也没说什么。经过众人的吵吵和相互交流之后，原来在面对山匪的怯战和紧张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倒是个好事。安排好这些之后，张宝这才感到一阵阵疲乏。昨天后半夜就没有休息，一大早又和山匪打了一仗，张宝的精神和体力都有些透支。刚才众人吃饭的时候，张宝忙着带人前后安排着，也没顾得上吃，便让老何在村口盯着，自己晃晃悠悠地朝着家里走去。苏有容在之前山匪打跑了之后就提前回家了。张宝路过村里的水井，倒是感觉有些口渴的厉害，索性来到井边，用木轱辘吊上来半桶井水。井水清冽，上面还漂浮着几片薄薄的冰片。张宝举起一捧凉水敷在了脸上，瞬间冻得一哆嗦，不过精神倒是好了不少。又捧了一把，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口，冰凉的井水顺着喉咙直接下去，刺激的胃一阵生疼，也便不敢多喝，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朝着家里走去。
还没进家门，就闻到了一阵肉香和米香。张宝一愣，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一进门，就看见苏有容在灶台前面忙碌着，小小的身影在一片氤氲当中若隐若现。张宝一身的疲乏顿时烟消云散，此时就仿佛包裹在一片温热当中，从里到外说不出的舒坦。或许这就是家的感觉吧。前世的张宝，一个人在世，孤苦伶仃，到了部队之后，这才稍微有了些家的归属。不过每次轮到他探亲休假，他便无处可去，索性把假期让给了战友。每次看到战友们带着各种东西回来，描述着家里面的各种温馨和美好，说不羡慕那是假的。此时体味到这种家的温馨，当真让张宝受用不已。啊，相公，你回来了，快，赶紧趁热吃。我看你刚才吃饭的时候没在，那帮没良心的都是饿死鬼投胎，也不知道剩点。苏有容一边说着，一边麻利的把一大碗粥端了出来，里面还有几块马肉。张宝笑了笑，在桌边坐了下来，侧头看着苏有容忙碌的身影。直到此刻，他才发现，他和苏有容两人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也没有海誓山盟的浪漫，更没有去经历明媒正娶仪式感。但在不知不觉间，眼前这个漂亮乖巧的女孩已经深深地住进了张宝的心里面。按照前世的年纪来看，苏有容应该还在读书，所以对于张宝来说，每次亲热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罪感。但其实在现在的时代，女孩15、16岁就已经结婚，像苏有容这么大的都有不少当娘了。张宝倒也释怀不少，看见苏有容忙碌完坐在自己身边，几缕头发被蒸汽打湿，粘在额头上，鼻尖上还渗着细细的汗珠，让张宝爱怜不已。轻柔的用手给苏有容捋了捋额前的秀发，又轻轻地试了试鼻尖的汗珠。张宝的眼底也悄然跃上一抹温柔。苏有容红着脸，闭着眼睛，感受着张宝亲昵的举动，舍不得睁开眼睛。张宝突然发现，自己眼前这个娇小漂亮的小媳妇儿，虽然年少，但眉宇之间已经有了一丝成熟女人的韵味。一时之间，一种看似稚嫩而又看似成熟的魅力从苏有容身上涌出来，让张宝情不自禁地把苏有容搂进了怀里。苏有容也只是轻声挣扎了一下，便紧紧地围着张宝结实的胸膛。在这之前，苏有容从来没有想过张宝能够给她带来如此的安全感。之前当山匪来的时候，张宝那不慌不忙的神情，那临危不乱的指挥，在苏有容的眼里面就跟一座高山一样。有福如此，复复何求？一时之间，张宝和苏有容就是这么紧紧地拥着。荒村、东石、山匪、困境，在这一刻都遥远无比。两人相拥之下亲昵的气氛，让他们的心静谧而又安详。不知过了多久，苏有容才红着脸，悄悄地从张宝怀里抬起了头。相公，粥都凉了，我去热热，一会赶紧休息一下。苏有容有些心疼地看着张宝眼中的血丝，张宝倒也没再说什么。此时他确实是累了，吃过饭以后便躺了下来。不过并没有睡多久，外面便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张宝一个机灵坐了起来，怔怔地分辨了一下，听见确实是锣鼓的声音，连忙拿起床边的工兵锹，朝着外面冲了出去。此时的村口，老何正一脸兴奋地看着远处的一队人马。何叔，什么情况？张宝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少爷，你看，差不多有50、60人，马匹可是不少啊，足足有20多匹，这下可是要发了。老何兴奋地挥舞着手里的大刀。何叔，不可大意，骄兵必败。张宝对着老何说道。老何这才点了点头，收敛了一下。胡都谷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动静？张宝问道。此时的胡都谷正带着几个人在村子的另外2侧进行护卫着。没有，之前那些山匪都是从正面进村的，还没想到2侧。老何摇了摇头。张宝也叹了口气。现在如果那些山匪们只从正面进攻的话，张宝是有把握能够把他们击退。但如果这些山匪们反应过来，从2边突然冲进来的话，恐怕很难防得住。而一旦山匪们冲进村里面，估计也就那2支队伍的人勉强可以一战，其他人就麻烦了。张宝很是担心的四处看了看，但眼前不是考虑那些的时候。那队人马已经穿过了树林，即将靠近村子，得先打退他们再说。所有人听好了，尽量2个人瞄准1个人射箭，先射那些马上的人，能不射马就不要射马，一定要小心。张宝压低了声音说道。看着村外的那些人渐渐靠近着，张宝的手也紧紧地握了起来。二当家的，怎么这个村子一点反应都没有？之前不是2龙山的人来抢过了吗？一路上也没有遇见他们，上哪去了？走在前面的一个人骑在马上说着，话音刚落，一个马失前蹄，竟然倒了下去。所有人停下！刀疤脸立刻朝着后面一挥手，所有山匪瞬间停了下来。猴子，怎么回事？刀疤脸警惕地看着四周，对摔下马的那个人问道。二当家的真是邪门了，这地上哪来的这么多小洞啊？猴子拍着身上的土说道。小洞？刀疤脸顺着猴子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前面的路上不仅仅有着一些巨石拦着路，还有一些四散分布的深洞。草他妈的，什么小洞？
这特么是陷马坑，只不过小了点。所有人戒备！刀疤脸他们出身军武，自然认得这种东西，立刻招呼着手下的弟兄们后退。前面一队人也立刻张弓搭箭的对着四周。少爷，奇了怪了，怎么不走了？现在就前面那几人在射程范围，要是让他们跑回去就麻烦了。老何看着远处的山匪们停下，很是疑惑不解，让所有人藏好，没有我的命令，先不要站起来。张宝探着头看着远处的情况，也感觉有些不妙。何叔，你之前说有一个山头上的人是刘冰来着，我估计这伙人警惕性这么高，可能就是那个山头的。张宝低声对着老何说道。少爷，你是说青龙洞的人？那怎么办？他们要是不进来的话就麻烦了。不好，上来几个人。老何一边说着一边朝外面瞅了一眼，这一瞅不要紧，看见有几个人骑着马匹，手拿弓箭，悄悄地朝着村口走来。原来刀疤脸在发现情况之后，便让猴子带着几个人前去侦查，如果有埋伏，他们就可直接撤退；如果没有埋伏，等到猴子他们这几人进去，他们再冲进去也不迟。猴子他们几个虽然无奈，但是被刀疤脸用刀一逼，只能哆哆嗦嗦地拿着弓箭靠了过来。张宝一见，顿时心里慌乱起来，如果现在射箭，这几个人是一定能干掉的，但后面那些人就会立即撤走，后面再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对付了。如果不射箭，等到这几个人靠近之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埋伏。眼看着这几人一步步接近，老何在一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一个劲的用眼色示意张宝。张宝一咬牙，反正早晚会被发现，只有尽可能的杀伤他们的人数了。老何，让剑法好的兄弟瞄准后面那些人，其余的给我瞄准前面这几个。李大牛，你给我看好了，远处那几个骑在马上的，给我往死里射，听我命令。张宝压低了声音，急促地说道。预备，放箭！张宝一声大吼，众人纷纷起身，无数的箭雨朝着前面射了过去。在前面的猴子他们几人，没想到竟然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瞬间吓懵了，仓促地把手里的箭射出去，扭头就跑，但没跑出几步去，就被一阵弓箭给覆盖，纷纷摔落下马。远处的刀疤脸他们当看见村口突然冒出来的这些人之后，也很是震惊。不过紧接着身边几人竟然也中箭落马，刀疤脸才反应过来是中了埋伏，看着弓箭的数量也知道人数不少，立刻带人狼狈逃窜，朝着青龙洞的方向跑去。看见山匪们跑了，张宝让老何他们立刻打扫战场。这一次让张宝很是惊喜，虽然只留下了11个山匪，但却缴获了8匹马。有几匹马虽然中了箭，但都不算严重。这下村里面也有了马匹，就可以训练一支轻骑出来，战斗力自然要强悍不少。回收箭矢，掩埋尸体，打扫战场，这一系列的流程都不需要张宝再吩咐，2个小队的队长就立刻带人忙活了起来。经过这2次的战斗，所有人都已经完全没有了恐惧，弓箭射出去的准头自然也好了不少。众人很是兴奋地围在一起交流着经验。老何，立刻组织村里人加固墙垣，还有2侧的墙，高度最少也要2人多高，宽度最少1米，就是这么长。张宝给老何比划着，泥土来不及就用木头搭建，组织人到山上砍木头，一定要尽快做。老何连忙吆喝着，村里面的人忙活了起来。张宝知道最严峻的时候这才刚刚开始，他们前2次完全是攻其不备，二龙山和青龙洞的人都没有防备，而且借助着有利的地形，这才取得了大胜。但要是山匪们反应过来就麻烦了，更何况青龙洞的山匪还是一群流兵演变，自然懂得排兵布阵的做法。张宝不敢大意，安排完之后，张宝又立刻来到村子的2侧，听说胡都谷朝着后山去了，也赶到了后山的断崖上。少爷，形势很严峻。胡都谷看着张宝上来，皱着眉头指了指村子的2侧说道。河间村2侧都是田地，现在早就已经荒芜，一览无余。虽然田中没有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山匪们来说，整片荒田全都是路，防不胜防。刚才胡都谷站在断崖上，把村口的战斗看得清楚，不过却也担心着村子2侧的护卫。依你之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张宝看了一会，也是头大，一时之间没什么好办法。没有，我们的人太少了，如果分散开的话，哪一面都不足以抵挡，而山匪又是骑马，想要发现之后再过去围堵也不来劲。胡都谷脸色沉重地摇了摇头，看着眼前的这个面色黝黑的汉子，此时正一脸的愁容。张宝倒是有些微怒，胡都谷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事事考虑太过周全，如果形势利好，自然是锦上添花，但如果处境艰难，这样的悲观情绪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人。老胡，不要太悲观了，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总会有办法的。再说了，大不了跟山匪们拼了，他们山匪要是跟我们硬拼，也赚不到什么便宜。张宝咬着牙说道。胡都谷诧异地看着张宝，一脸的惊奇，没想到张宝竟然如此果敢，如此血性，倒让胡都自己股羞愧不已。少爷，实在不行，我们组织村民先退到后山里面来，
进出后山，只有这处陡坡，我们借助断崖，他们山匪想攻上来，那是痴心妄想。胡都古冷静下来想了一会，对着张宝说道：“也是个办法，不过不到迫不得已，我们尽量的不要撤退。一旦被围堵在山上，吃的倒还好说，关键是水，没有水也撑不了多久。”张宝慢慢的说道，居高临下打量着村里面的情况。对了，老胡，村里面现在有多少人？张宝突然转头对着胡都古问道。137人，不过成年男人只有42个，剩下的都是妇女和娃娃。胡都古毫不犹豫地说道。你帮我把老何还有2个队长以及李家老太爷都叫过来，我有一个办法。张宝沉吟了一会，对着胡都古说道。不一会，在这个村里面所有能管事的都被叫到了张宝的面前。经过之前的2次战斗，众人对于张宝无不是服服帖帖，这种认同不像之前对于老何的畏惧，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时间紧迫，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们看这个方向，在靠近后山的部分，这一片房屋都聚集在了一起，但现在大部分人都走了，这片房屋空了下来。而这里地势比较高，外面这一条路倒是宽阔得很，再把周围一圈房屋推倒，就能拉开一大片空地。我们把村里面所有的人全部安置到这一片房屋里面去，借助着后山的地形，我们可以很快速地修筑起一个物堡，这样防御面积小，我们现在的人手就是足够的。而且这个范围里面有一口水井，也不用担心喝水问题，大家把所有的粮食集中到一起，就能够和山匪们长久的消耗下去。张宝指着一大片房屋对众人说道，这一片房屋能占到村子不到一半的面积，按照现在村里面的人数来说，一家一户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按照张宝的规划，有一大片李家的房屋就都划归到了外面，所以张宝才特意把李老太爷给叫了过来。张家少爷，都这个时候了，保命要紧，一切听张少爷的吩咐。我们李家的祖坟在后山，只要祖坟没事，我们李家就有脸面对列祖列宗。李老太爷听着张宝的说法，连忙说道，之前要按照李老太爷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山匪们开战的，他们大不了就是要钱要粮，给他们就是了。之前杀人也不过是杀了那些上去拦着的人，只要不冲动的和山匪作对，山匪还能不讲理的乱杀人？山匪也是人，又不是畜生，但现在已经和山匪正面起了冲突，听说还杀了山匪不少人，山匪哪是容易善罢甘休的？李老太爷自然也害了怕，这个时候保住命才是最要紧的。好，既然没问题，那就连夜带着村里面的人干起来，一部分人搬家，一部分人开始修建围墙。张宝安排完，所有人迅速的行动了起来。此时的二龙山之上，山寨当中，二龙山几个当家的都坐在大厅里面。二龙山发展至此，人数众多，更有8位当家，号称8大山王。不过现在已经折了2人，原有的2张椅子还没来得及撤走，空落落的十分扎眼。大当家独眼龙正在那里来回的踱着步。邪门了，按理说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消息了，老六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独眼龙停下脚步，对着众人说道。不能吧，老六他们一大早就走了，他们去到那个村子的时候，青龙洞的人还没有下山呢。这一点我们的探子打探得非常清楚，说不定老六这个家伙又在河间村里面玩了起来，上次回来晚了，听说就是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现了2个小寡妇，俊俏得很。大哥，你这个兄弟的大侄子可要好好管教管教啊，不然早晚死在女人身上。二当家络腮胡捋着自己腮上的胡子说着。是啊大哥，不用太过担心，一个小小的村子还能出什么意外？老六他们可是带了不少弓箭去的，我看天气又是大雾，绝对能够偷袭不备。笑面虎也在一边笑呵呵地说道。还是找人去看看吧，我总是感觉有些不太好，老六可不能出事。来人呐！独眼龙对着外面一吆喝。老大，老大，不好了，青龙洞的人回来了。独眼龙刚要叫人，外面就冲进来了一个气喘吁吁的人，仔细一看，正是之前派往青龙洞那边的探子。什么？青龙洞的人杀上来了？兄弟们，抄家伙！独眼龙一听就着急了。不是啊，老大，是我在青龙山下面盯着，青龙山的人回来了，而且还有不少负伤的。来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什么？老六他们没有全部把青龙山的人干掉，还让人跑回去了？这不麻烦了。独眼龙一听就急了。老五，你现在立刻带领100弟兄下山支援老六他们，估计青龙洞的人回去也是叫救兵去了，你们务必要在青龙洞他们干掉老六之前把老六他们救出来。独眼龙对着一个鹰钩鼻子的中年人说道。此人正是二龙山的5当家。是大哥，我现在立刻就去救大侄子。鹰钩鼻双手抱拳，带着人匆匆出去了。另外老三，你和老四一起带领150个弟兄给我去打青龙洞，想必那青龙洞的人一定会出来不少，剩不下几个人，能打就打，打不了放火，让他们支援的人马先回老窝，然后你们再和老五联手夹击，一定能干掉青龙洞的人。独眼龙又转身对着笑面虎说道。大哥英明，我们马上就去。笑面虎带着另外一个人也朝着山下走去。青龙山，青龙洞，程大麻子一脸不敢置信的看着逃回来的这些手下，不少人身上竟然中了箭。程大麻子直接傻眼了，
老二，什么情况？程大麻子连忙把刀疤脸迎了上来。大哥，我们中埋伏了，是二龙山的人。他们一早趁我们不备的时候，竟然提前进到了村子里面，对我们进行了伏击。刀疤脸一屁股坐了下来。什么？二龙山的人？难道他们已经提前知道消息了？他二龙山怎么敢跟我们动手？程大麻子一脸震惊。青龙洞和二龙山虽然小麻烦不断，但从来没有正式开战，两方人马实力差不多，硬碰硬的话只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他独眼龙应该是懂的啊。大哥，绝对没错。回来的时候，我在二龙山的方向发现了不少马蹄印，还有身上的弓箭都是二龙山的，绝对错不了。刀疤脸把端起茶水来一口干了，愤怒地把茶杯摔在了地下。他妈的！程大麻子也很是愤怒，看到送上来沾着血的弓箭，程大麻子也不得不信了。大哥，这口气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咽下去，给我100兵马，我要亲自杀进村里面，杀了所有二龙山的人，方解我心头之恨。刀疤脸很是愤怒地说道。这一次自己亲自带人前去，竟然损失了10几个弟兄，而自己这边还来不及动手，就被二龙山的人用弓箭给逼退了，太丢人了。这程大麻子有些迟疑。大哥，难道我们之前那些弟兄们就白死了吗？你这样让其他的弟兄们怎么看我们？刀疤脸上前质问道。这个好，老二，你就带一队人马下山，能打就打，打不了及时撤退回来。程大麻子说道。听到程大麻子松口，刀疤脸没有二话，直接带人走了出去。河间村外，青龙洞二当家刀疤脸率先带人来到了村子外面的树林里面，静静地看着前面不远处的村子。在知道了村口有人埋伏以后，刀疤脸自然不能莽撞，竟然还在村口设置了围墙，再加上陷马坑，这二龙山的人什么时候也懂得这些了？难道最近又新补充了一批人马？刀疤脸打量着前面的防御工事，自言自语道：猴子，你给我草他妈的，真特娘的晦气！你们几个全部拿着盾牌往前冲，你们几个往后撤，绕个圈，等前面吸引了注意力，给我从村子侧面杀进去。后面的人听好了，一旦村里面乱了，立刻跟我冲进去。刀疤脸对着身后的山匪们安排着。刚才他已经看了村子周围的地形，只在村口处有一堵围墙，村子的两侧都没有任何的防御，但二龙山的人向来诡诈，说不定在村子的两侧早就埋伏好了人。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才是最大的危险，所以刀疤脸不敢让人直接从村子两侧冲进去。外面是开阔地，对于他们来说同样也是没遮没拦。二龙山的弓箭手也不是吃素的。此时的村口，张宝他们更是严阵以待。原本还以为山匪们能消停一阵，没想到还没来得及修筑围墙，这群山匪竟然又回来了，而且这次的人数远超之前的人数。远远的看去，还有不少人手拿盾牌，显然已经有所防备。攻其不备和弓箭的两样优势都已经没有了，让张宝也不禁忧心起来。这一战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只好让胡都谷带着村里的老弱妇幼先行转移到后山，让胡都谷带着几人守着断崖。张宝他们则是全部来到了村口。少爷，不太妙啊，我看尼玛来了。老何正准备说什么，却看见一队人马手拿盾牌，一步一顿地朝着村口的方向逼近了过来。所有人准备！张宝大吼一声。此时在后山的断崖处，怎么样，都来了吧？还有没有遗漏的？胡都谷对着几个张家的佃户问道。没了，都来了。一个佃户摇了摇头。好，少奶奶，你别在这里了，也跟着大家往林子深处躲躲，有我们几个在，山匪他们攻不上来。胡都谷转身对着苏有容说道。胡大哥，你看那边有人。这时一个佃户突然注意到村子一侧远处的地方竟然有一队人马在朝着这里飞奔。糟了，山匪从侧面进来了，要赶紧通知少爷他们才行，不然的话，父辈、少奶奶。胡都谷话音未落，就看见一个纤瘦的身影瞬间从自己身边跑了出去。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苏有容已经没了身影。胡都谷懊恼的一拍手。胡大哥，怎么办？要不要去把少奶奶追回来？一个佃户焦急地问道。不行，如果山匪们从侧面冲进村来，发现后山的人就彻底糟了。这次山匪来是为了报复，不为抢掠，我们必须要守住这里。胡都谷紧紧地握着拳头，看着跑远的苏有容，只能祈祷苏有容能够尽快到张宝那里，别出什么意外。此时的村口已经交战了起来，看着山匪临近，张宝命令众人射箭，但有了盾牌的抵挡，弓箭的作用减弱了大半，只是在放出箭去的时候，稍稍地减缓了前面这一队人的脚步。可这排成一个纵队的人用盾牌包裹住周边，一看就是十分有经验的士兵，相互配合，渐渐逼近。但眼看着这一队人距离村口越来越近，他们藏在盾牌之后的大刀已经隐隐地露出了寒光。在村前树林的刀疤脸面不改色地看着越来越近的人马，掐算着时间，跟侧翼的人也差不多，只等到村口的人冲进去，自己马上就带人冲锋，这村子就拿下来了。刀疤脸的脸上闪过一丝自得，
曾几何时，自己也是使长，手下也有不少兵马。自从落草为寇以来，日子是过得愈发不济了。整天被老二的叫着不说，自己整天就跟一个跑腿的一样，憋屈得很。现在终于又找回了之前带兵打仗的感觉。看着手下这110号人都在自己的安排之下调度得当，胜利即将垂手而得，刀疤脸心里自然也很是畅快。谁说我当不了百夫长的？老二，哼哼。村口那队人马几乎已经抵近，弓箭射了不少，但一点作用也没有。不要慌，张大虎、李如松，准备好，跟我冲上去剁了他们。张宝眼见弓箭无用，不少人已经面露胆怯，知道这个时候更加不能后退，率先把后背的工兵锹拿了下来，准备抢先冲上去提士气。相公，那边的也有人马。张宝正紧紧地握着工兵锹，却不料后面传来一声娇喝，猛地转头，却看见苏有容手拿着弓弩，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你来干什么？不是让你去后山吗？张宝焦急地吆喝道。我刚从后山下来的时候，看见村子一侧有山匪冲进，杀！冲！苏有容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着围墙外面一阵大吼，山匪们已经冲到了围墙外面，正人攀人的往上爬着，挥舞着刀从下面砍着围墙上的人腿。几下之后，就有不少村民被砍伤，从围墙和房顶上摔下来。之前用弓箭的时候，毕竟没有和山匪们正面接触，对于那些村民们来说，倒也没有见识到山匪的可怕。此时山匪近在眼前，手中的大刀乱砍，一时之间血肉横飞，不少村民直接吓傻了，呆呆地立在那里，竟连逃跑也忘记了。就算是之前那2支队伍的人也不能例外。顶住！张宝睚眦欲裂，抬头一看，村口树林的人竟然也已经朝着这边冲了过来。张宝的心里面一片冰凉，看到一人要爬上来，张宝正欲上前劈下去，却不料胳膊一扯，这才发现苏有容在自己身后死死地拉着自己的胳膊，2只眼睛失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早已吓傻了。趁着这个空隙，一名山匪已经挥舞着大刀来到了土墙之上。村民就算5大3粗，人高马大，在现在这些杀人越货的山匪面前，却宛如一个个小绵羊一样，只是哆哆嗦嗦地拿着刀横在身前。那名山匪一把大刀舞得溜圆，一个横劈就把几个村民手里的刀震飞脱手。张宝见势不妙，一把甩开苏有容，大吼一声，改劈为刺，朝着那名山匪的胸口刺去。山匪刚上来的时候，并没有在意眼前的这个手拿铁锹的年轻人，一时大意，却不妨张宝的这一下势大力沉，角度刁钻，径直朝着自己胸口而来。但山匪也不是吃素的，把刀一横挡在了自己的身前，一刀一锹相碰，铿锵之音刺得张宝耳膜发鼓，手中力道不敢卸掉，借着力度上前一步，硬生生把山匪从土墙上顶了下去。此时的土墙不过2米左右宽窄，山匪上来的时候本就在边缘，站立不稳，重重地摔了下去。张宝顾不得村民和苏有容，来到土墙边上，和老何胡乱地挥舞着铁锹，阻挡着下面的人。此时在土墙之上，只有老何还在勉强周旋，不过山匪人数众多，又打定了砍人腿脚，老何不得不一边挥刀，一边跳来跳去的躲避着。本就狭窄的土墙让老何狼狈不堪。那名被张宝一锹顶下去的山匪恼羞成怒地从地下爬起来，准备一个助跑，直接冲上来，一脚蹬在墙上，却被张宝瞅准时机，一锹拍在了脑袋上，再一次掉落下去。张宝奋力地挥舞着铁锹，瞥眼注意到身后竟然还有一个纤细的身影，这才想起来苏有容还在后面，不由得心神大乱，趁着挥锹的功夫侧头一看苏有容，却发现苏有容两眼无神地蹲坐在地下，手里面死死地抱着那把弓弩。张宝看见弓弩不由得一喜，也顾不得什么，把手中的弓兵敲横过来，朝着前面扔了下去，瞬间砸倒了好几个人。张宝翻身跳下围墙，想要从苏有容的手里面把弓弩拿过来，但谁成想苏有容已经吓傻，下意识地死死抱着弓弩。张宝拉了半天，竟然没有从苏有容怀里面拉出来。就在这个空档，几个山匪已经从张宝的那处缺口爬了上来，正朝着老何和几个村民围了过去。被张宝拍下去的那名山匪也注意到了围墙之下的张宝和苏有容，舔了舔嘴唇，准备从围墙上跳下来。张宝见形势危急，心头不由火起，狠狠地甩了苏有容一巴掌。松开！苏有容被张宝的一巴掌扇得嘴角冒血，脸颊迅速地肿胀了起来，不过也回过神来，手上下意识地松了。张宝见状，来不及多说，把苏有容往旁边一扯，拿起苏有容的弓弩，朝着那个山匪射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射进了他的一只眼睛里面。山匪无眼大叫，从围墙上跌落，在地下翻滚着，手中的刀也扔在了地下。张宝连忙捡起来，对着在地下的山匪狠狠砍了几刀，山匪蜷缩了几下，没了动静。张宝从苏有容身后扯过箭袋，装上弓弩，对着围墙上的几个山匪嗖嗖几箭，山匪们纷纷中箭摔了下去。他娘的，有这好东西不早用，麻蛋，老子差点被劈死！老何对着张宝一声怒吼，大叫一声，
索性从围墙上跳了下去。张宝苦笑一声，也连忙攀上了围墙，用弓弩对着下面的几个山匪射了几箭。他们这边立马占据了上风。不一会，10几个山匪就被老何带着几个人全部干掉了。张宝也呼呼地喘着粗气，把手中的弓弩挂上箭。他妈的李大牛，为什么不多做几把弓弩？要是有这东西，近身战也是很好用的。张宝一声暗骂，这才抬头看着村口的情况，心里面诧异的厉害。不对啊，刚才自己明明看见那些人马已经朝着村子冲了过来，按理说这么近的距离早就应该冲过来了才是，怎么到现在反而没了影子？但树林当中又明显人影绰绰，一定是有人，让张宝很是狐疑。但此时也来不及多想，让老何招呼受伤的村民。这次的战斗，村民可以说伤亡惨重，不少人在刚刚接触山匪的时候猝不及防就被山匪砍倒了，要不是还有几个人勉强支撑，他们这群人就要被团灭了。老何，在这里守着不是办法，带着所有人往后山撤。张宝对着老何吆喝着，一回头，这才注意到下面的苏有容。看着苏有容高高肿起的脸颊和嘴角的血迹，不由得阵阵心疼，连忙跳下去。有容，没事吧？都是相公不好，当时啊！苏有容看见张宝来到自己的面前，再也压抑不住，直接扑进了张宝的怀里面，哇哇大哭起来。她一个弱女子，虽然性格要强，但什么时候见过这种血腥可怕的场面？此时已经被吓得不轻，好不容易见到张宝，所有的害怕、委屈一股脑的从心底涌了出来。你怎么到这来了？不是说让你去后山吗？张宝很是无奈地抱怨道。不过刚才要不是苏有容的弓弩，他们还真没有那么容易就把这些山匪给杀掉。听到张宝的话，苏有容连忙从张宝的怀里面挣扎出来，此时的小脸已经惨白的吓人。相公，快！我刚才在后山看见有一队山匪从村子一侧冲进来了。什么？山匪进来了？张宝一听也不禁大吃一惊。此时村前的山匪们还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村里面又进来了山匪，这下是腹背受敌，而且自己这边瘸的瘸，伤的伤，还有一个苏有容，能打的也就老何他们3、4个人，要想和骑着马匹的山匪一战，根本就不可能。他妈的，怎么办？张宝一时也没了主意，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个时候不能乱，所有人都指望着自己，如果自己乱了阵脚，那就彻底完了。老何，叫这几个能动弹的弟兄们跟我走，我们引开那些山匪，他们骑着马，在村里面不一定比我们好用。有容，你带着其他受伤的人，趁我们引开山匪到村东头的时候，绕到西边赶紧上山。张宝对着几人吩咐道。我不，我要跟你在一起。苏有容一听张宝要掩护他们撤退，想到刚才山匪的凶煞模样，自以为张宝他们此去定是有去无回的了，当即也要生死共命。虽然手拿弓弩一直在哆嗦，但苏有容说话的语气却无比坚定。胡闹！滚！别在这妨碍我们，赶紧引着众人上山，要不然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一向对他温声细语的张宝突然竖起眼睛，眼睛里面都快喷出火光。苏有容没见到过张宝如此凶悍模样，毫无防备之下，被这一声怒吼震惊得发不出声音来，只能怔怔地点了点头。张宝看着苏有容高肿的脸颊，一副受惊过度的样子，心疼得厉害，但此时也顾不上了。老何，我们走。张宝说着，拿起工兵锹，带着众人朝着村子里面冲了进去。此时，在村子里面，正有一队人马在里面无头苍蝇一般的乱撞。之前都是从村口冲进来，这冷不丁的从一边带人进来，又着急忙慌的准备袭击，众多的山匪一时之间失了方向，正拐了一个弯，恰好看见张宝他们一行人，不由大喜，嗷嗷叫着朝张宝他们冲了过来。快进院子！张宝一声呼哨，带着众人进了院子，然后把门死死的顶住。少爷，我们怎么办？就在这里跟他们拼了吧！老何挥舞着大刀挡在了众人的最前面。拼个屁！你傻呀！从后窗跳出去！张宝在老何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带着几人朝屋里跑去。村里房屋都有后窗，没费多大劲就砸了出去。众人绕到路口，看见门口的那些山匪正在那里踹门。张宝暗自忖量，如果现在直接绕路冲到山上去的话，倒是来得及，只不过山匪们发现没人之后，一定会在村里面瞎转，苏有容他们行动不便，遇到就糟了，还是要尽可能的拖延一些时间才是。打定了主意，张宝朝着几人使了个眼色，众人朝着东侧的路口冲了过去。那几个山匪正在气急败坏的踹门，刚冲进院子，就听见外面的人吆喝着，眼见院里没人，又匆匆冲了出来，策马追了上去。村里的路窄，10几匹马根本施展不开，跑起来也只能排成一条线。偏偏为首的这个山匪是个路痴，带着一队人马跟在张宝他们的后面到处转。后面的山匪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前面的人发现了不少人，只能老老实实的跟在后面跑着。不过渐渐的也觉察出不对劲来了，后面几个人索性放慢了速度，在一个路口处正好看见从后窗翻出来的张宝等人，吆吆喝喝的就冲了上去。张宝他们无奈，只能重新钻回了屋里面。
这下好了，门口有堵门的，后窗有堵窗的，彻底把张宝他们几人包围了起来。后窗倒是好防守，山匪也不敢贸然钻进来，但是前门就麻烦了。少爷，怎么办？我们被围了。几个村民面露苦涩，他们虽然之前的时候作战勇猛，但现在真的到了绝境，也难免心里面丧失了斗志。哈哈，好，不就是几个毛贼吗？刚才爷爷我杀得不过瘾。老何癫狂了一般，横着2把大刀，一脸凶神恶煞地看着大门。对于大门被攻破，似乎隐隐有着一丝期待。张宝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麻蛋的，这老何就是一个杀人狂啊！跟在自己身边，一点主意也出不了，光知道瞎嚷嚷。我特么才不想死呢！张宝狠狠地剜了老何一眼，不搭理他。兄弟们听我说，我们拼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后山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在这里多杀一个，山里面的亲人就少一份危险。一会大战起来，听我说，我和老何会尽力的替你们挡着，你们找准机会冲出去，快速上山，能跑一个是一个，听到没有？张宝压低了声音对着几人说道。少爷，要不我们挡着，你快跑吧。几人听到张宝要替他们断后，虽然有些害怕，但此时也不能畏缩，能杀到现在的身上也都有着几分血性。张宝有些欣慰的看了几人一眼，心里面倒是苦笑一声，你们这几个人没有功夫在身，就算是替自己挡着，又能挡多长时间？到时候山匪骑马追上来，还免不了要厮杀一番。他们幸存回去，后山的防御力量又能多一些保障，好过白白在这里跟着送死，倒不如落个人情。现在大家遭遇险境，也算是生死一场。就算自己有什么不测，相信凭借着自己舍生杀贼的威望，苏有容也能在村里面安稳度日。想到苏有容，张宝心里面一片苦涩。当时形势危急，不得已出手打了苏有容，还想着回去之后好好安抚道歉。看来这个道歉渺渺无期了。心念至此，张宝也不再多话，拿着工兵锹站在老何的身后。伴随着一阵阵木板被劈碎的声音，大门被轰然踹开。老何一见门破，不等那些人冲进来，手拿2把环手大刀，不要命一般率先朝外面冲去。一时之间，山匪被老何这2把抡得溜圆的大刀看傻了眼，来不及反应就被老何砍翻了几人。张宝暗骂一声，这特么老何不讲武德，也不知道知会一声。没办法，咬了咬牙，跟在老何的时候也冲了出去。趁着老何和张宝2人冲出去的时候，另外几人迅速攀上墙头，朝着后山那边急速跑去。张宝挥舞着工兵锹冲出来，却不想那些没有下马的山匪居高临下，几把大刀瞬间就朝着张宝的头顶砍来。张宝不敢硬抗，狼狈地趴在地下，一个翻滚被逼到了马肚子底下。两侧的村路狭窄，一时之间山匪们无法调转马头，倒也够不着马下的张宝。张宝狼狈地躲闪着上面的刀锋，眼前竟是几条粗壮的马腿，硕大的马蹄子在纷乱当中差点踩上张宝的脑袋。按照张宝的估计，真要是被这马蹄踩上几下，不死也是重伤。看着攻无可攻，避无可避，张宝索性抡起工兵锹，朝着眼前的马腿狠狠地砍了过去。一匹马的前腿被张宝生生砍折了，一个趔趄，连人带马摔倒在地。张宝一见有效，索性抡圆了工兵锹，在原地一个陀螺般的旋转。铁锹的一侧是开了刃的，加上张宝情急之下力道很大，一瞬间周围的不少马匹纷纷倒地，但张宝自己躲闪不及，被一匹马重重地压在了身下。张宝只感觉五脏六腑都要被压碎了，再加上刚才原地的那一个大陀螺，张宝此时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就要晕过去。好在只是马的后腿部分，不至于当场压死，但那几个被砍翻马腿的山匪不禁恼羞成怒，纷纷拿着刀朝张宝这边逼近了过来。此时的老何一人独占4个山匪不落下风，2把大刀抡得溜圆，护卫在老何的周身。那些山匪纵使是流兵出身，哪里见过此等架势，一时之间进不得身。老何瞥眼瞅着张宝这边的情况，不由得大吃一惊，有心想要过来驰援，但自己被4人团团围住，根本抽不出身，焦急的怒吼连连。张宝看着逼近的几个山匪，一阵心急，死命的想把压在自己身上的马匹推开，但一匹马少说也要1000多斤，根本丝毫未动。张宝见脱身无望，索性拿起了工兵锹，就算此时双腿被压着，但上半身还是行动自如的，拼着一条命也能留下几个。张宝狠狠地盯着几个山匪，一名山匪近前看见张宝没法动弹，狞笑一声，抡起大刀朝着张宝的脑袋砍了过来。张宝堪堪避开这一刀，刀身擦着自己的脸砍在了地面上，坚硬的土地被溅起一片碎土。张宝只感觉到脸颊一热，紧接着是火辣辣的疼，睁眼的功夫，眼睛却被溅起的碎土瞬间迷了眼。张宝大惊失色，凭借着刚才的记忆，用力把铁锹往前一捅，铁锹吃力，一击得手。张宝目不能视，知道还有几人在一边，根本就不敢停下，只是盲目的挥舞着铁锹，心里面却已是一阵冰凉。妈的，不成想死的这么窝囊，竟连杀自己的人都看不见，真是憋屈。张宝咬着牙挥舞了一阵，
却不见有工兵敲吃力，索性不管了，腾出手来揉了揉眼睛，这才眯着眼看着前面，却不见了山匪。只听见老何在一边嗷嗷吆喝着：“姓胡的，你他妈死哪去了？少爷要是有个闪失，我他妈扒了你的皮！”张宝挣扎着起身，看见几个山匪中箭倒地，李大牛在一边一瘸一拐的跟一个山匪打着。胡都谷和老何两人面对着4个山匪，看见胡都谷杀过来，几个山匪早已没了斗志，再加上老何勇猛无敌，此时这些山匪只想撤退，哪里顾得上和他们几人缠斗，纷纷瞅准时机，翻身上马，朝着村外跑去。老何他们几人见山匪跑了，赶紧来到张宝身边，3人手忙脚乱的把张宝从马匹身下拖了出来。好在只是大腿被砸得青紫肿胀，骨头没有断。你们怎么来了？后山谁守着？张宝一见是胡都谷，连忙问道。少爷放心吧，后山的人数足够，我听说少爷有难，就过来了。李大牛个憨子，一瘸一拐的非要跟着，要不我早就过来了。胡都谷很是抱怨的瞅了李大牛一眼，李大牛在一边讪讪的抱着大刀咧嘴笑着。李大牛这一路跟来，啥忙也没帮上，好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射了一箭，还射歪了，差点把老何放倒，之后就在那个山匪的攻击之下狼狈抵挡。要不是胡都谷刚才帮了一把，说不定现在已经躺在地下凉了，那叫一个后怕。谢了，老胡，李大哥。张宝笑了笑，对着两人拱了拱手，知道他们被山匪包围，还能在这个时候冲出来，本身就已经说明很多东西了。这份情谊，张宝自然要记在心里。走吧，我们赶紧回后山，村外面还有不少山匪。胡都谷一边说着，一边架起张宝。老何不情不愿地来到李大牛身边，我说老牛啊，你几斤几两也不掂量掂量，就跟着往外冲，好好练练射箭，别瞎跟着添乱。刚才那一箭差点射老子裤裆上，你特么瞎呀！老何拍了李大牛的脑袋一巴掌，这才扶起李大牛。是，不是，一定。李大牛被老何这个杀神搀扶着，哪还敢说什么别的话。此时的老何一身一脸的血，眼神里面全是凶光，很明显还没有从刚才那种极度亢奋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李大牛努力地提着自己身子和步伐，紧跟着老何，生怕老何发火。走在前面看起来倒像是李大牛搀扶着老何一样。等看到4人来到后山断崖的时候，众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苏有容一见张宝平安回来，哪还顾得上许多，如燕投铃般的一头扎进了张宝的怀里面，死死地抱着张宝不松开。张宝挣扎无法，只能任由他这么抱着。老胡，村口那是什么情况？张宝上来之后就立刻朝着村口的方向看去。此时的村口倒是一片混乱，从这里看过去，林子的周围还有一些四散的马匹和倒地的山匪，看样子是经过了一场大战。我也不清楚，之前的时候我只是远远看到，在那队人马要冲过来的时候，突然从后面又冲过来一队人，然后两方人马就在树林里面打了起来。就在刚才似乎是分别退走了，从方向上看应该是二龙山和青龙洞的山匪。胡都谷把之前见到的情况说了一遍，他一直在后山的断崖上，看得比张宝他们清楚。那倒是奇了怪了，这两伙人吃饱了撑的呀，跑到我们河间村这里打架。老何把刀插在地上，自己也一屁股坐下来。老胡，你带着一些人去到村口看看，我估计现在战斗已经结束了，遇到活着的山匪全杀了，那些武器、粮食和马匹都搞回来。张宝想了想，对着胡都谷说道：我也去，正好刀上有活口，我去挑把称心的兵器。老何一边说着，一边拿刀朝着外面走去，说的好像跟去集市上赶集一样轻松。胡都谷怕老何出意外，连忙叫了几个身手不错的人跟了上去。张宝看着几人离开，这才稍微的松了口气。好了，还不起来？这么多人看着呢。张宝准备坐下的时候，才发现苏有容还窝在自己怀里。苏有容偷眼瞧着，果然在周边的不少村里的妇女朝着苏有容指指点点的。虽然苏有容是少奶奶，但这大庭广众之下，就跟少爷搂搂抱抱的，在他们的眼里面，那就是不知廉耻，那就是不知羞。俺们都在家关着灯呢。苏有容也瞬间红了脸，一脸窘迫的站在一边。刚才也不过是见到张宝平安归来，喜不自胜，哪还顾得上什么淑仪之礼？现在平复下来以后，想想自己刚才的行为，还真是有点骚得慌。之前的时候是我太着急了，动手打了你，还疼吗？张宝轻柔地抚摸着苏有容高高肿起的脸颊，很是心疼。不疼了。苏有容想着之前的危急时候，以及张宝那凶神恶煞的样子，现在还有些后怕。那你以后可得听话，不能再出来了，不然的话家法伺候。张宝在苏有容的翘臀上比划了比划，苏有容更是羞得满脸通红。好了，有没有水？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张宝揉了揉苏有容的小脑袋，苏有容听罢，立刻到旁边拿了一个葫芦，里面装着水。张宝接过来猛灌了一口，瞬间整个四肢百骸冰凉透底，整个人也冷静了不少。虽然不知道村口的那两伙山匪为什么打，但现在两败俱伤，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回来了。但凡事总有例外，山匪的性子也不是那么正常的，一会估计天就要黑了。天黑之后，
根本就看不清来没来人。如果被山匪趁着夜色杀进来，怎么办呢？还是要连夜把物堡给建造起来才行。如果泥墙来不及，可以暂时先用一些乱石和乱枝摆在一起，挡住人的脚步就行了。这一次交战，张宝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那些山匪的实力，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这边的情况。那些山匪都是在刀尖上舔血的人物，杀人如同杀鸡宰羊，又加上心狠手辣，打起仗来是怎么狠怎么来，这都是多次的实战积累下来的经验。张宝就算之前在部队当中学过功夫，但毕竟缺少实战的经验，真正的你死我活和训练是不一样的。再加上之前张宝他们主要还是热武器多一些，功夫大部分都是拳脚相关的，冷兵器还真不擅长。之前的工兵敲格斗术，在土墙上那么狭窄的环境当中，竟然还隐隐施展不开。这些对于张宝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情况。更不用说普通的村民们在面对着那些穷凶极恶的山匪的时候，气势上本就输了3分，手上的功夫更是丢了7、8分，成为了刀俎上的鱼肉，也就不足为奇了。张宝也懊恼自己的大意，本来想着单凭弓箭就可以压制山匪，却没成想遇到那些流兵演变的山匪，却有盾牌抵挡。他们的弓箭本就粗糙，对盾牌造成不了什么伤害，而且看他们行军的架势，很明显都是受到过专业训练的。张宝他们这边的弓箭射过去，他们一点损伤都没有，这才造成了短兵相接时候的猝不及防。说起来，还是张宝太过大意所致，怨不得其他人。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尽力弥补。张宝倒没有太过失落，只不过这事事紧逼，唯独缺少着时间，让张宝愁烦不已。正当张宝出神的时候，就看见胡都谷和老何等人肩扛手拽的把不少东西运了回来，竟然还有不少的粮食和酒肉。原来是二龙山武当家的鹰钩鼻，唯恐自己这个大侄子受惊受累，下山的时候就特意带来这么多东西，想要给大侄子压压惊。却没成想，大侄子还没见到，就遇到了青龙洞的伏击，狼狈逃窜了回去，也正好给张宝他们压惊了。这一仗，二龙山和青龙洞损失惨重，双方都只有10几人逃了回去。对于二龙山的人来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正看见青龙洞的人马朝着村里面进攻，还以为他们要对他们二龙山的人马发起总攻，忙不迭地吆喝着冲杀了进去。而青龙洞的人马看见村里已经大乱，正准备冲进去大杀四方，却发现后面竟然又来了一队二龙山的人马，还以为中计，刀疤脸自是惊慌不已。相较之下，还是后面的人多，就想着先冲进村里面去，也好有个缓冲之地。结果二龙山的人马以为青龙洞的人不顾一切要杀村子的人，死命的阻拦着。就这样，一个想往里冲，一个拦着不让他们往里冲，两方人马就这么焦灼着打了起来，谁也不肯后撤。打到最后还剩下这么点人的时候了，没办法，二龙山的人跑了回去，决定大侄子的事情从长计议。青龙洞的人也跑了回去，想着此仇不报也就不报了吧，反正也杀了你们这么多人了。就这样，才稀里糊涂的杀到了现在。对于这一切，张宝他们倒是毫不知情，稀里糊涂的闷声发了一次大财。在河间村打得热闹的时候，二龙山和青龙洞的人也没闲着。二龙山的一队人马在二龙山3当家和4当家的带领下，围攻青龙洞，被程大麻子带人借助有利地形打得抱头鼠窜。而在下山的时候，正好遇见兵败而回的刀疤脸他们，还以为是中了青龙洞的两面夹击，一阵冲杀，不敢恋战，狼狈而回。另外在二龙山这边，县太爷亲命主簿率领众多衙役，想趁着二龙山的人下山的时候偷家，却也小看了二龙山的险峻地势，凭借一个能文不能武的主簿带队，自是灰溜溜的回来了。不过好在没有损失什么人马，在下山的时候还遇见了一伙狼狈逃窜回来的二龙山的人马，主次优劣立即颠倒了过来，衙役们一通掩杀，竟然还真杀了7、8个二龙山的山匪。整个三河县地界被刺史大人的这一条计谋搅和得鸡飞狗跳。自此，二龙山前后后折损了近1半人马，独眼龙直接气急攻心，晕了过去。青龙洞也差不多。程大麻子看着眼前剩下的这么一小撮人马，欲哭无泪，喝醉了酒之后，抱着二当家的刀疤脸一个劲的哭诉着。刀疤脸终于在第108声老二之后彻底爆发，趁着程大麻子酒醉，足足捅了70多刀，成功上位，当上了青龙洞的老大。其余山头的那些山匪们一个个噤若寒蝉，唯恐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围剿的对象。一时之间，整个三河县宛若一片太平盛世，把县太爷倒是乐得整天颠颠的，寻摸着写一本《县太爷剿匪记》，也好流芳后世。在山匪离开之后，河间村的人按照张宝之前的安排，连夜修筑着物堡。山匪倒是一直没来，物堡顺利的修筑完了。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是保命的，几乎大人娃娃都参与，人人拼命，这才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修筑了起来。整座物堡的外墙是一坨后山的断崖，修筑了一道半圆弧形状的围墙，用木头和泥土混合，高度接近4米。在围墙上还有几个墩台，仿照着马面的样式建造，甚至还用粗壮的树木打造了一扇城门，方便村民们进出。
物堡的里面在把村民们安置之后，还在靠近围墙的部分设置出了粮仓、兵器库和马场。经过这几场战斗的简陋，村子里面兵器、马匹和粮食样样俱全。而且在之前建造的一天夜里，张宝他们安排在村口的警戒哨发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马。张宝在出来之后，观其言行，似乎不像是山匪，倒像是窃贼，便没有声张，想着进村之后动手捉拿。但没想到，他们到村口卸下一车粮食就溜了，甚至张宝他们想要追上去问问是什么人都不行。一见村里有人出来，他们跑得更快了，让张宝他们丈二摸不着和尚。不过有人送粮，总归是个好事，张宝他们也就毫不客气地笑纳了。按照现在物堡的情况，就算山匪再来，也有办法抵抗。此时的节气已经临近除夕，又落过几场雪之后，年味倒是浓郁了一些。往年一进入腊月，村里的各种乡俗就要开始筹备起来，但这几年家家户户的光景不好，很多流程倒也都简化了。但当张宝把众多村民聚集到物堡当中之后，有粮有肉有人，村里的不少人也开始张罗了起来，年味倒也愈发浓郁。张宝此时正坐在断崖的一处石头上，看着下面李家人忙活着摆出各种吃食祭拜天地，不禁感觉好笑。之前的时候，这人间的穷苦人都吃不上饭了，就只能连累着天上的诸位神仙也跟着饿肚子。说来倒也奇了，这天上的神仙不重不收，偏管一隅的神仙似乎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饱饭，但仍然法力无边，无怪乎那么多人争着抢着的要得道成仙。张宝出身军武，对这些神魔鬼怪之事向来是嗤之以鼻的，但现在既为穿越之身，每每想到这里，张宝倒也有着一丝敬畏。这些不敬之言也就只能在心里说说。此时的张宝独自一人坐在断崖边，看着下方物堡里面熙熙攘攘的村民，倒也思绪万千。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自己现在独处在这一室，看到众人忙忙碌碌的身影，总是有些割裂的感觉，仿佛这里没有他也一样，这里完全是他们的生活。而张宝自己就跟一个羁旅之人一样，望极天涯不见家。张宝蓦然想起，自己这光荣了以后，军营当中会怎么评价自己呢？也没有什么大功，也不是什么明星士兵，想必自己光荣以后，也就炊事班老班长，在切墩的时候能念2句自己的好，其余的人恐怕渐渐就遗忘了。可谁能想到，自己竟然穿越到这一方世界当中来了呢？难道说，每一个光荣的人都会穿越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正是为每一个穿越来的人专门打造的？又或者说，这里其实才是每个人在死后都会进入的极乐，凭借着这一世的功德，决定轮回转世。想到这里，张宝的心里面倒是生出一股豪迈之气来。我的未来岂能就在这一方小小的村域？暗下决心，势必不能窝窝囊囊的过一辈子，不然下辈子是猪是马的还真不好说。要是也能混上个皇帝当当，下辈子怎么也得是个地主富商。张宝一边想着，倒是自己先笑了起来。之前触景生情的一点思乡别绪被冲得干干净净。相公，大冷的天又刚下过雪，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苏有容手里拿着一件厚衣服从坡下走了上来，下面闷得慌，上来透透气。张宝笑着说道，转头看着下面这个自己一手置办起来的物宝。苏有容知道张宝心事重，也不再言语，乖巧地来到张宝身边的石头上坐定，侧眼打量着自己的相公，鼻梁挺直，嘴唇棱角分明，宽阔匀称的脊背，还有那一股跟年龄不相称的深沉。纵然也有夫妻之实，却仍然让苏有容怦然心动。想着之前张宝朝自己怒吼的样子，竟也全变成了爷们的威武气概，嘴角不禁绽开了一丝笑意，生怕张宝发现，连忙腻了，可又忍不住偷眼瞄着。张宝脸颊的擦伤虽说已经退了结痂，但那一块倒是比周围的皮肤白嫩得多，好像相公身上也这么白，就脸黑了点。想到这里，苏有容脸颊绯红，羞恼的抬不起头来。怎么了这是？脸红的这么厉害，该不是发烧了吧？张宝注意到了苏有容的窘样，哪知道这小妮子两眼偷瞥之间，心念已经千转百回。没有。对了，相公，刚才的时候村里面来了一个生意人，说是要讨碗水喝。现在这大灾之年还能长得那么圆胖，做生意倒是比种地还要好些呢。苏有容对着张宝说道。生意人什么时候来的？张宝有些纳闷，他们这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而且生意人向来是赶路运货为主，哪能随意停留？更何况还只有一个人。来了有一阵了，说是要进来讨碗水喝，李大哥正好遇见，热心的张罗进来了。那个人一脸和善慈孝，一看就是一个喜庆富贵的人。苏有容哪知道张宝心生的顾忌，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脑的说了出来。有问题，老何和胡都谷怎么不拦着？张宝有些恼怒，从苏有容所说的话中越发觉得这人可疑，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入到了物堡里面，岂不是把所有的秘密都看去了？一边说着，连忙站起来朝着村里走去。哎呀，相公你慢点，胡大哥在安排着挖地道，何叔你不是一大早让他去县府打听消息了吗？现在还没有回来。苏有容一边说着，一边跟在后面说着什么。等张宝来到村子的时候，
只见到李大牛手里面拿着一大块银子，咧着大嘴被一帮村民围观，时不时的奉承2句，惹得李大牛哈哈大笑。张宝很是无语，这个李大牛啊，真是憨厚的可以，要是不提点提点，以后估计被人卖了还能帮着人数钱。少爷，少奶奶，少爷好！见到张宝和苏有容过来，众多的村民们连忙问好。现在张宝在村子里面的地位已经是说一不二了。嘿嘿，少爷，俺刚才好心给一个富商喝口水，带着在村里面转了转，就给了这么大一块银子，这都是少爷的。李大牛一边说着，一边准备把银子递过来。张宝看着李大牛的一脸憨厚样，都快被气笑了。你跟我来。张宝板起脸来，朝着自己的院落走去。李大牛不明白怎么给张宝赚了银子，张宝还一脸的不情愿，也不好多问，老老实实的跟在后面进了张宝他们的院子。按照张宝的要求，把之前接待那个富商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张宝更加确信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富商。李大牛，如果这个人是不怀好意的人，甚至是山匪进来的探子，你这次可就给他们立了大功了。张宝冷哼一声。李大牛听着张宝的话，直接实话，脑袋哪能转过这么多弯来？不能吧，我看着这个人一脸的和善，一看就是好人啊。结结巴巴的说道。那我问你，那人说是口渴借水，为什么只喝了一口就不喝了？又为什么让你带着在物堡里面转悠了半天？又为什么在临走的时候给你这么多银子？你当真以为你给一口水喝就值这么多钱吗？张宝无奈的问道。听了张宝的话，李大牛直接傻眼了。之前在见到那个富商的时候，李大牛眼见富商对物堡里面的一切极尽夸赞，李大牛更是将这一切功劳全部推及到张宝少爷的身上，更是对前几日击退山匪的事情大肆讲说，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家少爷的壮举。在最后拿到那一大笔银子的时候，更是没有多想，想着自己之前因为腿受伤没有给张宝他们退敌出几分力，现在能够赚来这些银两，也算是为物堡的发展添砖加瓦了，正自洋洋得意。却听到张宝的一番言论，一颗热心摔落谷底。李大牛也不傻，只是为人憨厚多了些，对人没有提防之心，这才着了道。越想张宝说的越有道理，后背不禁阵阵发凉，知道自己这次算是惹了大祸了。看见李大牛汗涔涔的样子，张宝知道李大牛已经明白其中端倪，重话也不好多说，拍了拍李大牛的肩膀。李大哥，我知道你为人热情朴实，但现在这世道，这份淳朴是会害人的，害了你自己不说，真要是害了这一个村子的人，你又如何处置？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多留个心眼，凡事先往坏处想，真要是坏的就能及时发现，这要是好的岂不更是赚了？这次的事情虽然泄密，但现在物保各方面都齐全，就算是外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只是以后一定要当心一些。张宝慢慢地对着李大牛说道。听到张宝没有责怪自己，李大牛倒是懊悔的捶胸倒足。张宝一番劝慰之后，这才走了出去。进到物堡里面的正是二龙山的三当家笑面虎。二龙山吃了如此大亏之后，独眼龙百思不得其解，总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没想明白的。老六如果在村里面，现在青龙洞的人已经撤退，断不至于一点消息都没有，就遣人到了县府里面打听，从说书先生那里这才得知，这一切竟然是县太爷的两虎相争之计，估摸着老六早已经被干掉了，不由得懊悔不已。对于县府，他们自是无力攻克，但对于被县太爷用于诱敌的这个河间村，却是恼恨不已。又听说河间村里面修筑物堡，便命令笑面虎化装成富商，到物堡里面一探究竟。去了以后，这才了解到，竟然是张家少爷带领众人起事，老六已经被干掉了。又听说物堡防御厚重，易守难攻，独眼龙便一边兼并其余山头，扩充势力，一边暗暗谋划如何拿下这个河间村的众人，给大侄子老六报仇雪恨。只是硬攻不是办法，还需要另觅他法。老何也从县府里面带回了消息，这次有了马匹，去往县府要方便了许多，就算是路上有些许山匪，凭借老何的身手也可硬闯过去。听了老何带回来的消息之后，众人这才知道，原来对他们进行投喂的正是县太爷，而两伙山匪相互厮杀的原因也渐渐明晰。张宝虽然也担心山匪们重新报复，但想想物堡已成，倒也不太惧怕，只是担心万一这风波过去之后，县太爷突发奇想的把粮食收回去怎么办？又或者说提高河间村的人头税，以补缺空，这又作何处？山匪尚可用物堡拒之，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真是凭借一处物堡跟官军开战？就算自己想，恐怕那些村民也断断不会跟随。想来这正科猛于虎，倒真不是戏谑之言。年关将至，本来李家的规矩就多，之前大家分散在村里面的时候，倒还没有感觉什么，但现在全部围在这物堡里面，不少人家倒也跟着李家一般，今日做什么，明日做什么，安排的明明白白。村里有了马匹，山匪也安稳了许多。张宝也安排着去县府购置了不少过年的酒肉之类的东西。在张宝的印象里面，从军之前的春节无非就是自己一个人，一只烧鸡，一瓶白酒，一场春节联欢晚会。烧鸡下肚，白酒见底，
晚会难忘今宵之后，便呼呼大睡。一觉醒来，这个年就算是过了。从军之后，也都是在军营当中，众多战友们一起表演节目，吃吃喝喝，倒也热闹。自然还是后者更加让张宝熟悉和留恋。看着家里面只有苏有容和老何两人，不免有些冷清，索性叫来了胡都古和李大牛这两家人，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过个除夕。另外两家自然也欣然同意。等到院落里面挤满了人的时候，大人熙熙攘攘的准备着吃食，孩童们追追闹闹的玩乐着，这个过年的氛围立马就上来了。不过晚宴还不等开始，张宝就被李家老太爷亲自上门请了过去，说张宝是他们村里的大功臣，非要拽着张宝过去喝2杯。张宝推辞不过，也只好跟着李老太爷到了李家。一阵吹捧，一番寒暄，一轮劝酒，一通表露心迹励志，李家老太爷更是借着酒劲嚷嚷着要和张宝拜把子。张宝看了看李家老太爷这快要入土的叠帽之姿，想着那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心里叫苦不迭，又不好直接服了李老太爷的面子，退而求其次，和李老太爷的儿子李岩拜了干兄弟。李岩年纪倒是和张宝相仿，张宝倒也释然，如果能够有这层关系，想来以后在村里面更加方便一些，自然应允。喝完结拜酒之后，早有李岩的小儿子胡子上来磕头拜年。张宝摸了摸周身，也没带什么东西，就10几个铜板，全当压岁钱给了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看着眼前这个3、4岁的小娃娃，而李岩和自己年龄相仿，也不禁想起之前在被窝里面苏有容嚷嚷着要给自己生个大胖小子的事情，借着酒劲，浑身一片燥热，索性辞身出来朝着家里走去。结果一推开门，却看见众人都围坐在桌前等他回来，这才想起晚上聚餐一事，晕晕乎乎的坐了下来。在一边的苏有容看见张宝已经微醺，便倒了一杯热茶，有些嗔怪的看了张宝一眼。张宝看着苏有容那幽怨的眼神，似是格外动人，但看着周围这一圈人端坐，几个孩童正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张宝这才收敛了情欲，端起了酒杯。虽说你们两家都是我张家的佃户，但共经生死，早已没了尊卑之别，以后我们尽皆以兄弟相称就好。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两位大哥以后多多相助。张宝还没有从刚才跟李岩结拜的情绪里面缓过来，说着说着又拐到这上面来了。不过这一番话却是说的胡都古和李大牛激动不已。身为佃户，虽然也凭劳动吃饭不丢人，但此时当着几个娃娃的面和少爷称兄道弟的，又尊为大哥，不免觉得脸上有光。旁边的几个娃娃眼神当中也充满了仰慕之神采。不过这种神采很快就转移到了桌上的这些丰盛的饭菜上了。张宝看见之后有些歉意的一笑，连忙招呼大家开吃。今天的饭菜可以说是张宝穿越以来见得最丰盛的一次。刚才在李家那边虽然也是满桌子的菜，但一坐下就光被敬酒了，一口也没吃。大夏的菜肴目前还没有用油炒的概念，大部分都是炖菜和炖肉。不过因为胡家大嫂在的缘故，倒是多了几种草原的做法，很是新奇。苏有容和2个大嫂生怕菜凉了，一个个的端去热着，这些孩子们可不管冷热，朝着桌上的肉就下手了，惹得2个大嫂好一顿训斥，让整个院落倒也热闹得很。老何此时正在围墙上看守着，虽然是除夕，但也不能大意，更何况之前还被人摸透了物宝里面的情况，老何孤家寡人一个，只好牺牲他了。李家这边家大业大的，也派出了几个人一起守着。张宝带着胡都古和李大牛浅酌，胡都古是极有分寸的人，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只是浅浅的喝着。而李大牛似乎在来之前就得到了李大嫂的告诫，一脸想喝又不能敞开了喝的感觉，很是扭捏。李大哥，今天没有外人，想喝就敞开了喝，反正门口有老何守着，没事。张宝知道这些佃户所赚银两本就不多，又要供养家小，酒水一类的实在奢侈，好不容易见到有酒可喝，李大牛早已馋得不轻了。好好好，老婆子，这可是少爷说的呀，让俺敞开了喝，那俺就先敬少爷一杯。算了，还是用碗才能表达我的感情。李大牛捏着酒杯很不自在，索性把眼前的一碗肉汤一仰脖子全喝完了，也顾不得里面还有很多油花，直接倒了满满一海碗，端起来就干了，看得张宝直啧舌。这酒可是老何特意去买的柳家桂花酿，入口倒是辛辣得很，这李大牛还真看不出来海量。不过这一碗酒下去几百钱就没了，要是老何知道李大牛是这个喝法，估计能拎刀劈了李大牛。现在的大康兵乱民变，天灾不止，粮食尤为珍贵，用粮食造的酒更是被禁止，这种桂花酿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这几坛酒还是老何在酒肆门口吃出了大半晌，才下定决心大价钱带回来的，正便宜了李大牛。爹爹，俺不给他玩，俺要玩。正在几人喝酒的时候，李大牛家的小儿子哇哇大哭着来到了几人面前，指着在一边的俄日乐。俄日乐正不知所措的，手里拿着一把小木刀站在那里。这把小木刀是李大牛做了给几个小孩子玩的。自从上次杀退山匪之后，李大牛等一帮村民自然有意无意之间添油加醋的在家里讲说，以正家主之位，半大的孩子正是有样学样的时候。
也央求着李大牛做点武器出来，他们也操练操练。刚才吃饭的时候，几个孩子争抢吃饭，早把这木刀随手一扔。俄日乐正好看见，心痒难耐。平日里面糊涂谷管束颇多，不曾像寻常孩童一般耍乐，一时心痒就拿起来把玩着。结果李大牛的小儿子回头一瞥，看见心爱之屠龙宝刀竟然落入一陌生人之手，当即哇哇大哭起来。俄日乐一脸尴尬，糊涂谷在这种时候自然不能向着自己的儿子，当即板起了脸色。俄日乐一见糊涂谷的表情，连忙把木刀放回了原处。李大牛家的小儿子见宝刀归位，也顾不上哭了，连忙上前抢过来，饭也顾不上吃了，在院子里面快意江湖起来。糊涂谷倒也没说什么，李大牛却发了飙，感觉失了颜面。混账东西，给人玩玩怎么了？大侄子别恼，改天俺再给你削一把。李大牛迷离着醉眼，要想动手教训自己小儿子的时候，早已经跑开玩去了，便转头对着俄日乐安抚道。俄日乐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悄悄的自己到一边坐了下来。几个孩子打闹的小插曲，几人倒也没放在心上。张宝一会茶水，一会酒水的，早就憋不住了，让两人先喝着，自己出来找地方撒尿。回去的时候，正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蹲在外面的一块石头上出神。除夕之夜没有月亮，要不是苏有容挂在门口的灯笼，还真不一定能留意到。张宝搭眼瞧着，是俄日乐这个娃娃，也悄悄地溜了出来。听着张宝细碎的脚步声，俄日乐连忙回过头来，仿佛什么小秘密被发现了一般，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张宝。吃饱了？怎么一个人待在外面？张宝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娃娃，按照年龄来算，也真是不小了。要是放在前世，怎么也得上小学4、5年级，就是瘦弱了一些。看糊涂谷的年龄，没想到这老小子看起来一本正经，年少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鸟。俄日乐点了点头，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宝的第二个问题。张宝还以为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从怀里面掏出一把匕首来。这把匕首是之前老何从那些山匪身上掏出来的，留给张宝防身。俄日乐一见张宝的匕首，眼睛瞬间放出光来，虽然欣喜异常，但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上去拿，还是如何做。男子汉应该像草原的雄鹰一样，别婆婆妈妈的。张宝蓦地想起之前糊涂谷教训俄日乐的话，倒是有趣，索性把匕首直接扔了过去。俄日乐慌忙接了，一时之间不知道干什么，双膝一软就要跪下，被张宝拉住了。大老爷们的别整天跪跪跪，这天下也就父母值得你跪，就连这天地不也被你脚踩头顶的吗？起来起来！张宝也在刚才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俄日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张宝看着俄日乐一脸兴奋地端详着匕首，笑着问道。回大老爷的话，阿爸说俄日乐是草原上的雄鹰。俄日乐小心翼翼地把匕首塞进了怀里面，对着张宝说道：什么大老爷不大老爷的，我跟你爹是兄弟，以后你就叫我宝叔。张宝最反感这种什么少爷老爷的，一般人叫也就罢了，一个小孩也跟着叫，这种尊卑之间的感觉让张宝很不适应。这俄日乐不曾想到，眼前的张宝竟是如此的亲密，虽然语气强硬了一些，但话中的意思却亲切不已，倒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既然少爷让你如此称呼，你就这么叫吧。拿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还不拜谢，不懂规矩。不知何时，糊涂谷从院里面也走了出来。俄日乐听了，规规矩矩的跪下，给张宝磕了一个头，谢谢宝叔。张宝摆了摆手，起来吧，地下凉。要是以后你宝叔我有了娃娃，你可算是大哥了，到时候可要靠你罩罩了。走，回去。张宝笑着说道，起身手拉着俄日乐走进了院子。李大牛自己喝得面红耳赤，正被李大嫂捏着耳朵训斥着。几个孩子打闹成一团，苏有容和胡大嫂低头说着什么，说说笑笑的，真是热闹。有容，一会这些饭菜等老胡回来给他热热吃。老胡老牛啊，你们俩先喝着，我去墙门那看看。张宝对着几人说道。一听张宝要去把老何给替换回来，糊涂谷连忙站了起来。少爷，你在这休息，还是我去吧？是啊，少爷。俺去，俺去替你站。呀，你个死鬼！俺说不让你喝，你偏喝成这个样子，少爷有事你也帮不上。俺今天非把你这个牛耳朵给你拧下来不行。李大牛摇摇晃晃的刚站起来没说几句，就被李大嫂拧着耳朵教训了起来。张宝莞尔一笑，怕老婆欢乐多，有福气。算了，现在村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这个时候我要是贪图自己的享乐，不跟兄弟们一起，难免会有嫌隙。张宝对着糊涂谷摆了摆手，为官为将，凡事更要身先士卒，才可聚拢人心。安心歇着，我去了。张宝把糊涂谷墙按下，拎着2坛酒就走了出去。此时的墙垣之上，几个火堆点在那里，摇曳的火光把墙垣下面照得一片通明。张宝他们把墙垣外面的房屋全都扒掉了，露出空荡的一片。真要是有什么人过来，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老何正搓着2只手取暖，虽然墙垣上点着火堆用来照亮和取暖，但还是冷得厉害。另外一边，几个李家的人也站在那里，留意着黑夜当中的异常。张宝攀着木梯爬了上来，
几个李家的人看见张宝上来，还有些诧异。今天这大过年的，少爷不在家享福，过来跟我们遭什么罪？你们辛苦了，喝点酒暖暖身子。这几两碎银子给弟兄们分分，大过年的就当岁钱了。张宝说着，把一坛酒和银子递了过去。为首的那人很是惊喜地接了过来。他们在这挨冻守墙，本家的人一点表示也没有，倒是张少爷拎着酒来慰问他们，还赏了银子。虽然就2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提几话，却让李家的几个汉子大受感动。多谢张少爷，有我们守着，少爷尽管放心。为首的那人对着张宝行礼道：好，你们喝着，我去那边看看。老何在一边早就听见了张宝和李家几人的话，看见张宝过来，也不客气的把酒接了过来。算你小子还有良心，这么多年没白疼你。老何接过酒来就猛灌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张宝很是无语的看着眼前的老何，说是张府的管家吧，但看他对张宝的感情绝对不像一般的管家一样。单从管事的这个范围来说，老何一定是出生在海边的，管得太宽了，说成是叔伯一辈还差不多。而且之前老何勉强还算是有个管家的样子，做什么事情一本正经的，但自从遇到山匪以来，就跟解开了什么封印一样，一会是个老顽童，一会是个杀人狂魔，简直就是精神分裂。你这把铁锹还真有点意思，那天用起来不比刀差，就是你这身功夫差了点，一招一式太过死板。老何看着张宝身后的这把工兵锹说道：你懂个啥？我这是集大成者，你当时跟个猴一样上蹿下跳的，也不见你有多好。张宝回忆着当时老何在土墙上狼狈的样子，一脸的鄙视，但想着自己之前倒也确实有些受限，自己那些招式在平地上勉强还行，在城墙上特别是1对多的时候发挥不出威力。胡扯八蛋！老何一听张宝说自己的窘态，顿时恼羞成怒，我的功夫那可是相当强悍的，你那就是渣渣。老何翻了个白眼，猛灌了一口酒，切，还我渣渣，你倒是教我啊。张宝咬牙切齿，这老东西越来越欠扁了，你现在这个熊样跟你爹一模一样，当年让老子教他功夫的时候，表情和你一样的，还说什么等你出生了就拜我为师，结果生下来以后看把他宝贝的，老子说都说不得，惯得你成了个啥？老何一脸不爽，嘿嘿，我爹也算老来得子，理应如此。何叔，你当年是怎么来到张家的？我听这个意思，我还没出生你就来了呀？张宝把手放在火堆上烤着，刚刚酒足饭饱，身子倒也不冷。那是，你刚出生的时候，我有事没事就把玩着你的小茶壶嘴玩，跟条小蚯蚓一样。那会你才多大？小时候整天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撒尿，谁知道长大了竟然是那么个混账玩意儿。你要是我亲生的，我早把你杀了，谢祖宗了。老何翻着眼说道。张宝一头黑线，把玩我小勾勾，这老东西什么癖好？何叔，你说你杀了那么多人，要是哪天你嗝屁了，当心那些人来找你索命啊。张宝挑着眉头对老何说道。呸呸呸，大过年的，你个小王八蛋咒老子！老何气急败坏的给了张宝脑袋一巴掌，张宝没有躲闪，结果重重挨了一下。哎呦，你个老货，真动手啊！张宝疼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想当年你爹路遇山匪劫道，要不是我偶然遇见，杀退了山匪，哪有现在的你？老何喝了一口酒，看着眼前的村落，慢慢的说道。张宝听了一阵纳闷，不对啊，按理说这么多年老何对张家忠心耿耿，应该是张家对老何有恩才是，怎么听这个意思是颠倒了过来？你爹当时非要拽着我拜把子，我看你爹样貌还行，也有点姿彩，勉强配得上我，这才拜了兄弟。张宝顿时一阵无语，现在的时代拜把子很流行吗？怎么动不动就拜把子，还勉强配得上你？也不看看你这张鞋拔子脸是什么样？我爹看我的样貌就知道了，年轻的时候绝对的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的，没想到老何这人酒品也不咋地啊，喝多了就吹牛逼，天下醉汉百态归一，后面我就当了张家的总管。可我年轻时生性好赌，经常用府上的银子到赌场里面，但是逢赌必输，他奶奶的！老何说完又猛灌了一口，半坛酒已经下肚，空腹喝酒本就醉人，此时的老何喝得又急，已经隐隐有了醉意。不知为何，老何竟然动情起来。张宝在一边听着，却很是惊讶，没想到眼前的管家老何竟然也曾是个赌徒，但为何记忆当中一点这方面的印象都没有，好像还严格禁止在府里耍钱，这又是怎么回事？老何没有留意到张宝的惊讶，一边喝酒一边自顾自地说着，其实大哥和大嫂早就发现了，但知我顽劣，又有救命之恩，只要不过度，就一直对我容忍着。可笑的是，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真是老何懊恼地在墙垣上倒了一拳，咕嘟咕嘟灌了几口酒。后来我着了人家的道，把张家的地契和房契偷出去抵押了，被人家拎着回到张府，要赶人清宅。我当时死的心都有了，所有的人都劝大哥大嫂赶我出门，交给衙门。这房契一事或许还有转机，
大哥也悲愤异常，要与我割袍断义。一边说着，老何的眼睛里面已经泛起了闪闪泪光。张宝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并没有出声打断老何的话。他本以为老何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管家，却没想到竟然跟张家还有一段如此的过往。时至今日，大嫂当日的话言犹在耳，何云龙是我夫君之义弟，虽无血脉之亲，但却有救恩在前，我张家岂可知恩不报？长嫂如母，我义弟的事情我们替他担了，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义弟从今天开始绝不会再迈入歧途。不就是家产田产，我们还有积蓄，大不了东山再起。老何一边说着，已经是老泪纵横。少爷，这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这20年多来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我有罪啊，少爷，我有罪。老何猛地把酒都灌进了嘴里面，把酒坛一摔，对着张宝重重的跪下，嚎啕大哭起来。张宝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听到老何的话，那未曾见过面的母亲竟然是如此的女中豪杰。那一句长嫂如母，我义弟的事情我们替他担了，是何等的义气冲天。老何，你起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现在不也是挺好的吗？张宝俯身搀扶着老何，老何径自不肯，头不断地磕在地下，早已是血肉模糊。少爷，这些事藏在我心里20多年了，今日除夕见到少爷能够长大成人，自力更生，我就算是立刻死了也有脸见大哥和大嫂了。张宝用力搀着老何，老何却只顾重重磕头，想必其中一定还有隐情，只能松开老何，让老何先说完。少爷，当天也是除夕，我们出城的时候，城里面一片喜庆，而大哥和大嫂却被我害得无家可归。当时的大嫂还有着6个月的身孕，就这么寄身在一处破庙里面。我恨啊，我恨不得把2双手剁下来，但大哥和大嫂却一个劲的安慰我。后来在赶路的途中，却又遇到了一伙山匪劫道，本来我已经将那山匪打倒，我一时心软，饶了那山匪一命，谁知那山匪竟然去抢马车，大嫂当时正在车上。老何一边说着，目眦欲裂，磕着石头从马车上掉落下来。大嫂虽然没事，但肚里的孩子却是没保住。我有罪啊，我是个混蛋啊，都是我的错。老何死命地磕着头。张宝听了浑身一震，原来在之前竟然还有这样一段过往。脑中的思绪倒是随着老何的话渐渐清晰了起来，想必是那次流产之后，母亲的身体虚弱，这才导致自己早产，并且生完自己之后，母亲没隔多久就去世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从张宝的心头涌了上来，怪不得之前的自己是一直痴傻的，怪不得老何宁可被打死也要管教自己，怪不得老何在面对山匪的时候会如此的嗜杀，怪不得他们会远来到这河间村生活，原来这一切都和眼前的这个老何脱不了干系。会恨他吗？张宝在心里面默默地问自己。恨意是没有的，但此时的胸口却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这段过往就算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听起来也会唏嘘不已，更何况还是发生在张宝自己身上。虽然在张宝的印象当中，对去世的母亲一点记忆都没有，但对于这具身体的生身母亲能够做出那样的事情，早已是敬佩不已。起来吧，何叔，我还是那句话，过去的都过去吧，既然我母亲选择那么做了，就没有人会怪你，我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张宝把老何搀扶了起来。老何在说完这些之后，仿佛全身的力量都被抽走了一样，颓然地坐在地下，也慢慢冷静下来。之后便来到这河间村，才慢慢的有了现在张家的产业。大哥在大嫂过世之后也没有再续，你可是大哥大嫂唯一的血脉了，少爷，你可要好好的，不然我没法去见大哥大嫂啊。老何一边说着，又老泪纵横起来。张宝很是无奈，连忙好言相劝，过了好一阵，这才让老何渐渐宽心。最后还是老何五脏庙的咕噜声，再一次让老何尴尬的咧嘴笑了笑。行了，老东西，大过年的跑我这来哭哭啼啼的，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多大点事，赶紧回去吃饭去，给你留着呢。对了，你带回来的酒被李大牛喝的差不多了呀，回去看看吧。张宝幸灾乐祸地对着老何说道。什么？他李大牛活腻歪了？老何一听酒没了，跟被踩了尾巴一样，4米高的墙垣直接跳了下去，朝着家里面杀去，哪还有半分醉意？张宝看得直摇头。这个老何走了，但守夜还是要守的。在一边的几个李家的人也听着老何跟张宝的话，却不曾想富贵的张家之前竟然还有如此的境遇。看着老何不知什么原因急匆匆地走了，纷纷朝这边探头看着。张宝冲他们挥了挥手，示意这边有自己看着，没问题。张宝也来到火堆边添了点柴火，抬头看着这眼前的一片黑暗。有的时候眼前的视若无物，更是给了人思绪翻滚的土壤。之前穿越，张宝从来没有管过自己的身世，对于是借尸还魂还是灭魂夺舍不是很在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具身体本身对于这方面的记忆少得可怜。现在乍一知道了过往，张宝倒是有些心虚起来。说起来倒也不是自己的错，要不是苏有容那妮子一石头下去也不会挂掉。
苏有容就有错吗？他顶着恶名杀了张宝，为的就是不让苏有容自己死后，张宝被人耍弄，最后落个曝尸荒野的下场，为张家保留一丝最后的体面。他的初衷，他的背负也没有错。张宝摇了摇头，哪里有什么谁对谁错，又何必执着于这些东西？天道不公，人命贱如蝼蚁罢了。正当张宝思绪万千的时候，突然一声脆响从雾堡外面的村落里面传来，仿佛是陶器碎裂的声音一般。张宝一个机灵站了起来，旁边的几个李家的人还在唏嘘着之前张家的事情，倒是没有留意。张宝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屏息凝神地听了一会，倒也没了声响。难道是老鼠？张宝还记得之前村里进狼的前夜也是进来了老鼠，在院子里肆意妄为。张宝盯着隐没在黑夜当中的院子，并无异动，但刚才那一声脆响却是真真切切的。张宝有些迟疑，总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为妙。如果真是山匪，也好及时发现；如果不是，自己也能安心。我到前面村里面查看一下，你们关好门。张宝对着几个李家的人说道。少爷，是有什么动静？我们跟你一起。几个李家的人刚刚收了张宝的好处，这个时候自然是义无反顾的。不用了，兴许是我听错了，我自己下去还灵活一些。你们把守好大门就行，一旦有情况，立即示警村里的人。张宝对着几人吩咐道。他自己也不确定，要是把村里面的人都叫出来，万一是虚惊一场，也搅和了大家的兴致。现在的局势还不至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说完，张宝手拿着工兵锹，朝着前面的村子摸了进去。刚刚进去，张宝还不适应，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般。过了好一阵才看得清楚，虽然没有月亮，在这一片漆黑当中，倒也有些模糊的光。张宝辨认着方向，蹑手蹑脚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刚拐过一个弯，突然看到一个轻盈的身影从前面的院子里面翻出来，一眨眼就不见了。张宝心里一松，原来是个毛贼，只要不是山匪进来就好。张宝不禁暗笑，如今这雾堡外面的村子可是什么都没有的。之前的时候，张宝已经在村里面吃鸡了多次，能用的能带的早就被自己搜刮来了。村民们移居到雾堡的时候，家里面能带的东西也都带了进去，自然留不下什么。张宝摇了摇头，把工兵锹背在身后，好奇地追了上去，心里面倒有些同情起这个小贼来了。大过年的晚上却还出来偷找东西，偏偏还来到了他们这个穷村，真是流年不利。谁知张宝刚拐过一个弯，正准备探头看看，不曾想一个拳头直接朝着自己脸上打来。黑暗当中看不真切，张宝也是听到衣袖挥出带起的风才反应过来，躲闪已经来不及，只能下意识地低头，被重重的一拳倒在了脑门上。张宝大怒，当即挥拳打了过去，可没想到眼前的小贼竟然十分灵活。张宝一套军体拳打过去，竟然连衣服都没碰到，自己倒是被对面一脚踹飞了出去。张宝大吃一惊，对于自己的功夫，张宝不能说是武林高手，但怎么也算是野战部队出来的，并不算弱。但在这个小贼的手上，竟然过不了3招，自己还被踹飞了。就算是老何也做不到，难道这小贼竟然还是一个武功高手？感受着胸口传来的一阵剧痛，张宝也有些恼羞成怒，抄起工兵锹朝着小贼就杀了过来。有了兵器在手，倒还好一些。那小贼不敢硬抗，被张宝逼到了墙角。张宝见状，瞅准时机，把工兵锹扔了出去，趁着小贼躲闪的功夫，张宝直接扑了上去。功夫既然不行，就要靠力气，只要被自己近身所拿，就算是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张宝一只手环绕身前锁着胳膊，一只手就要施展擒拿，不过胳膊上的触感却是让张宝一愣，这个位置不应该有这么两股肉啊，还是这么柔软，似乎像是张宝还没来得及反应，只感觉露出来的手腕上传来一阵剧痛。张宝下意识地松开胳膊，紧接着又结结实实地挨了2脚，硬生生地被踹飞了出去。临摔出去的时候，张宝在空中胡乱一抓，却感觉几丝秀发浮在自己脸上，隐约间还有着一股女儿香。张宝重重地摔在地下，卡在一块石块上，疼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缓和了一阵，小贼早已没了影子，在张宝的手里面却有着一只桃木发簪。张宝回到墙垣以后，这才借着火光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腕，上面竟是2排整整齐齐的牙印，咬得淤青发紫，鲜血直流。胸口挨了3脚，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反正是疼得厉害。这女贼也太狠了，张宝很是无奈。谁能想到竟然遇到了一个武功非凡的女贼，还被自己搂抱着非礼了一番，这上哪说理去？张宝看着手里的发簪和手腕的咬痕，这可怎么办？要是有人问起来，怎么解释呢？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女贼，然后打斗过程中被自己抱了，还被自己非礼了那个啥，然后还在手腕被咬了一口，最后还拿到了发簪，怎么听怎么是一副相爱相恨的感觉，鬼才信呢。张宝把袖口使劲往下遮了遮，好在现在是大冬天，白天都穿着厚衣服也露不出来，晚上大家都是熄了灯办事的，小心一点还是能瞒过去。张宝的心里面竟然隐隐有了一种偷腥之后急着毁灭证据的感觉。
不由得苦笑一声，咬痕倒也罢了，这只木簪子怎么办？烧了，还怪可惜的。苏有容向来没有什么东西装饰头发，只是用筷子和布条随意的扎着。这木簪子倒是挺好看的，给苏有容一定会喜欢，说不定也是那小贼从什么地方偷来的，送给有容应该也不会太别扭。可怎么跟苏有容解释呢？张宝犯了难，要不还是推到老胡身上吧，就说自己托老胡去县府的时候特意带的。这种事情苏有容也不会去找老胡验证。打定了主意，张宝把木簪子收了起来。不知不觉的，天上又开始飘起了雪花。张宝看着这漫无边际的黑暗，想来明天一早就会是一片雪白的世界。瑞雪兆丰年，这年前的几场雪把土地滋养得不错，等到来年开春，定然是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大灾也就慢慢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老何吃饱喝足回来接替张宝的时候，都已经后半夜了。张宝哆哆嗦嗦地回到院子里面，却发现苏有容竟然还没睡，还在灶台上忙着什么。有容，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睡？张宝凑了过去，哎呀，相公你回来了，累坏了吧？快歇一会，一会吃饺饵。苏有容冲着张宝甜甜的一笑。饺饵？张宝好奇地朝着锅里面瞅了瞅，这才发现10几个滚圆的饺子正在面汤里面翻滚着。我娘说过年的时候要吃上几个饺饵，这年才算过完，不然来年会不吉利的。我看着还剩下一点榆树面和肉，就包了几个，相公快尝尝。苏有容一边说着，一边麻利地把饺子盛了出来，自己则是在一边拖着香腮看着张宝。你怎么不吃啊？来，相公喂你。张宝夹起一个饺子正准备吃，却看到苏有容面前什么都没有，直接送到了苏有容的嘴边。苏有容虽然很想拒绝，但脖子却不受控制地伸了过去。羞的苏有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犹豫的时候，张宝夹着的饺子已经送到了嘴边。苏有容红着脸一口吃了下去，谁知饺子刚出锅，热得很，烫的苏有容含着饺子咽不下去，吐出不舍，在原地蹦跳着，眼泪都下来了。看得张宝在一边哈哈大笑，看着苏有容幽怨的眼神和凌乱的头发，这才想起还有那个木簪子，直接拿了出来。这是就是何叔他去县府的时候，就是嗨嗨，你戴上看看。张宝心虚的说着。苏有容在张宝拿出发簪的时候，早就满心的欢喜，哪能留意到张宝的异样，心里面完全被娇羞和幸福盈满，连忙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把发簪戴了上去。相公，我好看吗？苏有容怯生生地对着张宝问道。一排贝齿轻咬着下嘴唇，一双乌黑动人的弯眉下，眼角还有着盈盈的泪珠，风情万种的脸蛋上写满是无尽的喜悦和满足。那种又怯又喜又盼又媚的姿态，让张宝的心瞬间化了。之前在李家燃起的燥热之感再度涌上来。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也不顾了，一压腰抄起苏有容的腿弯来，打横抱在怀里。苏有容连忙双手环紧了张宝的脖子，看着自家相公这副猴急的模样和要把他吞下去的眼神，哪里还不知道张宝要干什么。相公哎呀，想把饺子吃，不然福气吃什么饺子？先把你吃了才是福气，老实点，不然家法伺候。哼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满屋的春色荡漾了起来。第二天一早，老何冻得跟冰棍一样，哆哆嗦嗦的回来了。昨天晚上前半夜还没事，后半夜就开始飘雪，越下越大。下着雪，这个火堆的火苗就弱了不少。老何一边搬木柴一边守夜，累了个半死，好不容易喝了点酒吃了点饭的，忙活了一阵就消耗得七七八八。偏偏第二天来接班的李大牛昨天晚上贪杯喝多了，足足晚了半个时辰才姗姗来迟。老何差点心脏就恨一起算，吊打李大牛以正风纪。要不是李大牛的小儿子拿着木刀，也屁颠屁颠的跟着李大牛来站岗，估计李大牛的脸面就一点不剩了。回家以后发现张宝和苏有容竟然还没起来，不禁翻了个大白眼，看着桌上竟然还有一盘饺子，不禁喜出望外。看不出来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昨天晚上的事情终于落定了。他奶奶的，这么多年不容易啊。老何嘟囔着进屋，从床底下掏出一坛酒来，也顾不上饺子冰凉，一屁股坐下来，美滋滋的准备吃喝。哎，这是我的，我媳妇好不容易给我包的，你吃什么？自己去灶上随便弄点。老何夹起一个饺子还没送进嘴里面，张宝穿着衣服正好走出来看见，连忙抢了过来，狼吞虎咽的塞了几口，把老何在一边气的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你气死老子了，老子绝食，饿死我得了。老何气呼呼的拎着酒朝着自己屋里面走去。苏有容在屋里面听着张宝和老何的吵吵，有心想要起来操办，但身子一动却酥软的厉害，强撑了半天到底是没有爬起来，再次沉沉的睡了过去。这个冤家昨天折腾了一宿，到天亮了才放过自己，看来以后必须要尽快给相公找个妾了，不然的话自己年纪轻轻岂不是要香消玉损？之前明明是病恹恹的，现在怎么跟野兽一样？实在担不住了。过年前后的这几天倒也安稳，山匪们有段日子没有来袭扰，村民们紧绷着的那根弦也松弛了不少，再加上马上就要过15了，
地里面的活计也需要开始准备了。物堡里面的村民也都走到物堡外面的村落和田地里面忙碌着。张宝也知道不可能永远躲在物堡里面坐吃山空，便让村民骑马在村外的山坡上警戒着，一旦发现山匪下山，立刻回到村里面来报告。这样一来，倒也可以避免出现大的危机。而且过了年以后，很明显山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也多了起来，其中还掺杂着不少流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不少地方的疫病很是厉害，但凡是能走动的也都四散逃难了。再加上不少地方战乱四起，倒是这河州风闻相对安逸。不知是在何人的带头之下，这些流民竟然一股脑地朝着河州的地界汇了过来，让河州的周慕凡大人焦躁不已。这流民自古就从没断过，虽然促成了各地之间习俗和经验的碰撞交流，但却也是山贼流寇的一大来源。年景好的时候，或许还能以闲置土地安置流民，从事生产，这样也就渐渐的安定下来了。但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为了生存，落草为寇的也不在少数，鸡鸣狗盗、滋生事端的更多。更何况流民还会带来不少疫病之类的，向来是很难妥善处置。何说我看着流民日益增多，怎么也不见官府的人加以限制，长此下去恐怕鸠占鹊巢啊。张宝听着流民的消息说道：谁说不是呢？按理说真要是出现流民，要么赌要么输，现在这是怎么了？怎么不管不顾了？老何在一边也很是纳闷。按照常理说，上面不应该不管这些，毕竟这些流民要是到了各个地方上，根本就难以管理，还时常跟当地的百姓发生冲突。眼见着这流民增多，一定是出了了不得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信息传递尤为不便，再加上张宝他们偏安一隅，消息更是闭塞，根本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是从流民的口里面听说打仗、死人之类的，并没有太多有用的价值。不过张宝之前的时候，偶然听见刺史的计划，隐隐感觉现在这乱糟的局面似乎和这位高深莫测的刺史大人有着一定的关系。少爷，不好了，出事了！张宝正在家里和老何他们分析最近的这些形势，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怎么了？慢慢说。张宝慢慢地说道。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如果张宝慌乱起来的话，下面的人就更没了主心骨。要是自己能表现得淡然一些，下面的人自然也不会太过慌乱。这段时间张宝也是有意识地在调整着自己临危不乱的状态，此时看到村民慌张地进来，自然要表现得沉稳一些。今天村里面的几个娃娃在田垄里玩，一直到了这个时辰都没有回来。李家那边已经派人在村外面找了一圈了，还是没有发现。那个村民气喘吁吁地说道：孩子丢了，多少个时辰了？张宝一听也有些着急了，有3个时辰了，之前可从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张宝听了也不禁大惊失色，村里面的娃娃向来是很懂事的，之前一直在物堡里面还能帮着做不少事情，也是最近才开始出村的，断不至于3个时辰不回去，一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张宝的脑筋快速地转了起来，这个时候是冬天，河里面都有薄冰，水也不深，按理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想必那些村民都已经找过了，有的话是一定会发现的。如果不是意外，那就只能是被害了。最近流民很多，一时没有着落，大灾的时候易子而食的事情也不少，真要是到他们的手里面，是什么情况也可能发生的。再就是之前那帮山匪，上次在河间村吃了那么大的亏，又到物堡里面来实地看过了，知道很难强攻，很有可能用这种歪招，真是大意了。张宝有些懊恼，没想到他们会从孩子身上下手。老何，你现在立刻带上几个人，拿着刀去附近那些流民的聚居地找一找。老胡，你亲自去二龙山和青龙洞的山路上看看，有没有到过我们这里的痕迹。好几个孩子，又是这么远的距离，一定会骑马才是。张宝对着老何和胡都古说道。两人迅速牵马跑了出去。走，我们让村里面的所有人都出动，在村子周围找一找。张宝带着那个村民急匆匆地走了出去。整个河间村周围附近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找遍了，仍然没有发现几个孩子的身影，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出事了。这2种可能，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都不是很乐观。李家院落当中，所有人的脸色都很沉重，不少妇女还在一边抽泣着。失踪的这4个孩子里面，有3个都是李家这边的娃娃，其中一个还是李老太爷的亲孙子，张宝结拜兄弟李岩的亲儿子胡子。李老太爷在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就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李家的人也都没了主意，看见张宝带着人走进来，都纷纷站了起来。李大哥，我让人去打听了一下消息，可能不是很好。张宝迟疑了一下，上前说道。听到张宝的话，李家所有人都围了上来。老胡在去往二龙山的路上发现了不少的脚印，还发现了这个。张宝把一顶虎头帽从身后拿了出来。一个妇女见到虎头帽的瞬间，紧接着就嚎哭着扑了过来。我的胡子啊，我苦命的娃娃啊，我不活了！此人正是胡子的娘。听见院子里面的动静，李老太爷强撑着拐棍从屋里面走了出来，看见亲孙子的虎头帽，差点又一次晕厥过去。李岩在一边紧紧地握着拳头，就要冲出去，被李家的众人死死拉住。
少爷，少爷！山匪送来了东西。正在这时，在物堡门口站岗的村民抱着一个小箱子走了进来。拿来我看。张宝连忙招呼着，还不等接过来，就被李岩一把抢了过去。打开一看，上面是一封信，下面有几个小盒。李岩直接把信撕开，刚看了几行，手中的盒子便跌落在地，里面的几个小盒子滚落出来，掉出来几个东西。众人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地下四散着一个耳朵、一根手指和几件衣服。啊，我的胡子！在一边的胡子他娘扑倒在地，双手捧着一只带着痣的耳朵，嚎啕大哭起来。哎呀，我的狗肾啊！啊！几个妇女也都纷纷上前嚎哭起来。张宝定睛一看，当即面无血色。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在给胡子压岁钱的时候，就留意到了胡子的左耳上有这样一个痣。没想到山匪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连小孩也不放过。我杀了你！李岩跟一头发怒的豹子一样，朝着张宝就扑了上来。张宝不曾提防，被李岩扑倒在地，脸上重重地挨了几拳。胡都谷和老何见状，连忙把李岩踹开。你疯了，敢打我们少爷！老何杀机凛然地说道。都是因为他，我杀了你！你个王八蛋！都是因为你，山匪才会绑胡子的！我要杀了你！李岩被踹倒在地，仍是死命冲着要上来动手，被后面李家的人死死拉住。混账！怎么回事？李老太爷见到孙子的耳朵被割，本就肝胆欲裂，此时见到儿子又发疯，当即挥舞着拐杖打了过来。爹啊，都是他啊！山匪信上说，我们要是不把他交出去，胡子就要被剁碎了扔回来啊！李岩被4、5个人死死拽着，挣扎不开，跌坐在地下。胡子他娘痴痴地捧着胡子的耳朵，早就没了反应，已经痴呆了。张宝听了，连忙把信拿起来，匆匆看了几眼。信上所言，让张宝自己绑了，独自上山。他们就把娃子们放了，并且以后再也不找河间村的麻烦，不然的话，几个小孩全部锯成一节一节的送回来。张宝当即愣在原地，看来这伙山匪已经知道是自己在村子里面组织反抗，这才不惜用几个娃娃来威逼，让自己出去。但是就算自己出去了，那些山匪们会打算放过他们这个村子吗？之前损失了那么多的人命，岂能一笔勾销？张宝虽然愤怒，但还不至于失去理智。李家的人抢过信来，看完之后也都是一脸恨意的看着张宝。张少爷，就当老夫求求你了，可怜我那小孙子还不到条年，就惨遭山匪毒手，你如何能看得下去？老夫求求你，按照山匪的做吧。李老太爷在一边对着张宝说道。张宝虽有心解释劝说1、2，但看着周围李家人的样子，根本是不可能听的。少爷，别信这帮山匪的话，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真以为我们少爷去了之后，那山匪就能这么好心放过我们？别做梦了！我告诉你们，你一起商量办法就谈，不愿意商量的，爷爷不伺候。少爷，走！老何从一边跳了出来，他哪里还看不清眼前的形势？那些李家的人虎视眈眈，满眼恨意，看这架势是要打算强留。说完之后，也不管张宝情不情愿，强拉着张宝就要往外走。张宝有心挣扎，但胡都谷也贴了上来，和老何一前一后夹着张宝走了出去。看见张宝走了，李老太爷的眼睛里面闪过一丝狠辣。爷儿，带着人把张家的院子围了，别让他们跑了。明天一早，他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就算是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绑了送到山上去。我的孙子绝对不能出事！李老太爷恨恨地说道。回到院子当中，看见张宝惨白的脸色，把苏有容吓了一跳，连忙上来捶胸舒气的听着老何的话，这才明白前因后果，不禁一脸担心地看着张宝。村里的娃娃被山匪绑了，固然担心，可是要让自己的相公去换这些娃娃，苏有容哪里舍得？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紧紧地握着张宝的手。你们先回去吧，这件事情容我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张宝很是疲倦，对着胡都谷和李大牛挥了挥手。少爷，我担心李家的人可能会对你不利，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在这稳妥一些，一会我再挑几个信得过的佃户一起守着，要是李家的人起事，我们也好应对。胡都谷皱了皱眉头，淡淡的说道。是啊，少爷，那李家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保不齐能做出什么事来。俺也在这。李大牛在一边说道。张宝看了看两人，倒也不再推辞，如今李家那边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自己送出去换回几个娃娃来，说不定真能狗急跳墙，半夜把自己捆了，到时候就算有计划也来不及。自己虽然不怵，但难道真要为此大打出手？当务之急是把那几个娃娃救回来。就算张宝在愤恨李家，但想到几个孩子在山匪窝里面遭罪，张宝的心也难受得厉害。此时的2龙山上，几个当家的都围坐在这里。老二老三，你们2个的主意还真是不错，有了那封信，不怕他们不内乱，到时候就算不能把那个什么少爷送出来，我们再去攻打，估计那个村子也很容易得手了。等拿下村子来，所有人全部杀了，一定要给老六报仇雪恨。独眼龙狠狠地说道。大哥放心，明天晚上要是还不来，就再剁下一只手来送过去，到时候恐怕不用我们出手，
那个什么少爷也能被村里的人祸害了。没有这个少爷，他们也就没什么招了。三当家笑面虎乐呵呵地说道。那阴森的话语配上那副温和的笑容，当真是瘆得慌。大哥，等到那个什么少爷来了之后，可要让他好好尝尝我这铁钩的厉害，从后面伸进去，管他什么肠子心肝，全给他掏出来，让他要死不能，要活更是不能。四当家的拿出一个像钩子一样的武器摆弄着，就这么定了。等到明天正午，要是还不上来，就再剁一只手送下去。独眼龙阴森森地拍着桌子说道。张家的院落里面，少爷，我刚才去安排人的时候，发现李家的人已经把我们给围了起来。胡都谷脸色阴沉地说道。他奶奶的，我是给他们脸了，这是找死。老何一听就怒了，拿着刀就要往外冲。何叔，你冷静点，跟他们没关系，杀了他们也没用，眼下最要紧的是怎么把几个厉给救回来。张宝厉声说道。老何听着张宝的话，很是气愤的把刀往地下一插，抱手坐了下来。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要亲自去一趟。张宝想了一会，慢慢的说道。相公，不。苏有容一听张宝要去送死，顿时花容失色。我之前就听说二龙山地势险峻，就连县府的衙役们都攻不上去，真要是我们贸然攻打，根本就毫无胜算。而且山上的几个娃娃，他们现在是生是死也不知道，必须要亲自去上面看看才行。正好他们点名要我，也算是个机会。张宝对着几人说道。不行少爷，这样太危险了，如果你上去，山匪们直接杀了你怎么办？胡都谷连忙说道。是啊少爷，你不能去，那帮山匪可狠了，你要是去就糟了，这件事情都是俺该死啊。李大牛也很是着急，这件事情李大牛心虚得很，要不是自己对之前那个进来的富商大献殷勤，把张宝的事情全部说了出去，说不定也不会有这档子事啊。心里面正懊悔自责的厉害，此刻见到张宝要往火坑里面跳，哪里还能按捺得住，当即对着张宝就跪了下来。你们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我又不傻，如果那些山匪们要我的命，直接做的绝点，让村里的人送出我的脑袋不就完了？这岂不是更好的借刀杀人？况且我也有点本事，就算在里面有什么意外，我也勉强自保。到时候你们看我的信号，我自会。等等。木炭。张宝正说着话，看见苏有容抹着眼泪在一边给众人点火取暖，搬来的正是之前大家烧出来的木炭。一道电光在张宝的脑海里面闪了一下，一个电视剧的名场面出现在了张宝的脑海里面。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分明是信不过我楚某啊，真叫人寒心啊。楚兄要这么说，可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了。上次就是稀里糊涂摸到一个娘们的脸上，要一不留神摸到导火索上，不是麻烦了吗？正是李云龙捆着一身炸药拒赴楚云飞的鸿门宴，他老李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来一个？就是对着一群土匪有点掉价。不过如今有了这木炭，再加上自己那句配方，做几个火药包不就完了？老何他们几人看见张宝竟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火盆中的木炭，都纳闷地伸长了脖子看着，仿佛也想从这红得耀眼的木炭上看出什么计策，但都是不明所以。倒是老何浑身一哆嗦，似乎想到了什么，对着张宝就踹了一脚，把张宝踹翻在地。大牛，小胡，赶紧给我按住少爷，少爷要吞火炭自杀，快快快！老何跳着脚的吆喝道。刚才这一脚瞒着火盆踹过去，衣服下摆落进了炭火之上，瞬间燃了起来。老何跳着脚的拍打着衣服，谁料越拍打火越旺，正巧碰见苏有容拿着一壶滚烫的茶水出来，准备给几人冲茶。看见老何身上着火，想也没想，一壶茶水就倒了上去。老何身上的火虽然灭了，但这热水浸衣却也烫得嗷嗷直叫。外面李家的人听着院子里面的哀嚎声，一个个目瞪口呆，不明白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迟疑着。通通给我滚！就看见老何凶神恶煞的冲了出来，一身水竟然浑身冒着热气，再加上那扭曲狰狞的表情和那一声怒吼，李家的人瞬间退出去10好几米远，看着老何退进去，这才重新小心翼翼地围聚了过来。院子里面，老何气急败坏地把门摔上，这才来到张宝的身边。此时的张宝正被李大牛和胡都谷两人死死地压在地下，他倒是想挣扎，但在这两人的束缚下，那是一点也挣脱不开的。而那两人则是目勾勾地看着老何上蹿下跳，又是点火，又是泼水，又是怒吼的，看得一愣一愣的。少爷，你可不要想不开啊！大不了我把李家人全杀了，怕个鸟！老何大声地对着张宝说道。院墙外面正准备凑上来听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李家人，听到了这几句话之后，立马远离了院落。老何一怒，河间村抖三抖，我什么时候说要自杀了？赶紧放开我！张宝一脸无语，那你刚才看着这些炭火干什么？我不信！老何瞪着大眼说道。我特么！张宝一口老血差点被让李大牛压得喷出来。原来李大牛怕掰断了张宝的胳膊，索性四仰八叉的趴在了张宝的身上。李大牛200多斤的身体差点没把张宝压出活来。张宝又是发誓又是求饶的，这才终于被拉了起来。
起来之后，张宝先是恨恨地在李大牛的屁股上踹了几脚，这才慢慢地坐下来。我刚才想到一个好办法，不过就是时间有点紧，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张宝对着几人说道。木炭是现成的，有容，你一会用石碾子全部碾成细细的粉末。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苏有容连忙行动了起来。他虽然不知道张宝要做什么，但既然张宝这么说了，就一定有办法。李大牛，你给我到马厩和猪圈的墙壁上，把那些白色的跟血一样的东西刮下来。张宝又转头对着李大牛说道。啊，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李大牛很是疑惑。让你去就去，哪那么多废话，赶紧的。张宝趁机起来踹了几脚，李大牛这才屁颠屁颠的跑了出去。现在就缺点硫磺，这东西在哪能搞到？张宝皱着眉头问道。硫磺？那是什么玩意儿？能吃吗？有毒是不是？老何一听就要炸。张宝翻了个白眼，不搭理这个老东西，转头问着胡都谷。之前老爷怕蛇，所以买了一些来，我记得还有一些没用完，不过不知道在哪去了。胡都谷对着张宝说道。张宝一听大喜。有容，有容，扯开嗓子吆喝着苏有容。要在家里面找什么东西，苏有容绝对是最好使的。苏有容正在磨木炭，听见张宝的吆喝，连忙抹了一把汗跑了过来。张宝看见苏有容脸上跟小花猫一样，不由得扑哧一笑，用衣服轻轻给苏有容擦着。相公，还有人呢？苏有容被张宝这么亲昵的动作弄得满脸通红。有人？哪有人？哦，张宝这才想起来，胡都谷和老何还在一边等着。只见胡都谷两眼望天，一副凝眉苦思的样子，老何则是张着大嘴看着眼前张宝张大少爷都特么死到临头了，还顾着和娘们谈情说爱的，真是心大。嗨嗨，这个老胡啊，你带着有容回到老宅里面去找一找，把硫磺带回来。何叔，弄锅烧水，一会李大牛弄东西来了就要用了。张宝对着老何说道。少爷，你这又是马厩土，又是木炭粉，硫磺，又是烧水的，到底要干什么啊？老何很是不情愿地问道。按照他的想法，现在他们四个人应该手拿8把还手大刀，把李家的那些人砍瓜切菜才是。怎么听这个意思，像是要做菜？张宝微微一笑。做炸药啊，等着瞧吧。张宝家的大门紧闭了一宿，但里面似乎也热闹了一宿，不时有着阵阵惊呼和啪啪的声音传出来，让在外面蹲守的这些李家人时不时的想凑进去看看，但又忌惮着老何的武力，只能抓耳挠腮的在外面等着。终于天色转亮，张宝家的大门这才打开了。张宝在前，胡都谷和老何在后，三人朝着村外走去，而李大牛则是留在村里面照看着苏有容。万一那些李家人要对苏有容动手，也好有个照应。告诉你们家老爷，我去二龙山了，让他好好在这等着，我会把孩子带回来的。张宝说完之后，三人骑马而出，朝着二龙山的方向跑去。李家，李老太爷听到张宝答应去二龙山的消息之后，总算是松了口气。父亲，就算是那姓张的能把胡子带回来，胡子也少了一只耳朵，不是个囫囵人了。这一切都要算在他姓张的头上，要不是他非要跟山匪作对，山匪又怎么会对我们下手？李岩在一边愤怒地说道。你说的对，现在我们的村子已经完全得罪那些山匪了，要想以后安稳，还是把他们张家给……李老太爷一边说着，一边又想起了那个被老何一刀捅死的小妾。这一次要是能够借助山匪的手把张宝给灭了，倒也是个好事。这样一来，整个物宝就是我们李家的了。现在可是要什么有什么，到时候和山匪们好好谈谈，定期上交点钱粮，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嗨嗨，等到我们的娃娃被接回来以后，立刻想办法把张家少爷赶出去。现在村里面不少人可都站在我们李家这边，他们张家店户也有一个娃娃被抓了去，那边的意见也大着呢。到时候让这些小娃娃们去哭闹，我看他还有没有脸待在这里。李老太爷冷冷地说道。二龙山山脚下，张宝他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藏好了马匹。少爷，你确定要自己上去吗？要不就算了吧。老何很是犹豫地拉住了张宝。如果要是李老太爷，我绝对不上去。但是几个孩子没有错，胡子我也很喜欢，看着几个孩子受罪，我实在于心不忍，先把娃娃们救出来再说吧。只要回到了物堡里面，就算山匪们重新来打，我们也不怕。张宝对着老何说道。老何想起那天晚上看到的那只耳朵和那根手指，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一会自己上去，尽可能挟持着老大，把几个娃娃带下来。你们到时候先把娃娃们送回去，我这边只要下山了就有办法，然后你们尽快回来接应我。张宝对着二人说道。少爷啊，我的小祖宗啊，你可千万要小心，扔的时候扔远点啊。老何在一边不放心地嘱咐道。不好，少爷你看。胡都谷对着前方一指，张宝顺着方向看去，却什么也没有，紧接着感觉后脖梗挨了一下，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你疯了？你要干什么？老何一看胡都谷竟然把张宝给打晕了，当即就急眼了。胡都谷不慌不忙地把张宝身上的炸药取下来，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少爷这一上去太危险了，就算有这种东西，
只要用弓箭射中手臂，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二龙山的山匪向来心狠手辣，断不会饶了他们。别忘了二龙山的大当家就是杀了他们老大上位的。胡独谷把张宝抱到了马背上，用绳子紧了紧，保证跑的时候掉不下来。老何倒是从没想过这种事情，细细想来，倒真是如此。就算张宝挟持了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可能让人乱箭齐射，既杀了张宝，又消灭了大当家的，一箭双雕。想到这里，老何的冷汗都下来了。要是张宝就这么上去，可能张家就真的绝后了。那些山匪没有见过少爷的模样，我就算是上去冒充也分辨不出来。何总管，少爷就交给你了。要是我有什么意外，家里的妻儿还望何总管照看一二，拜托了。胡独谷转头对着老何拱手说道：“你大爷的胡独谷，你是不是一早就打定了这个主意？我告诉你，你小子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不然我特么……”老何一边说着，眼泪倒是先流了下来。老何虽然性格暴戾，但重情义。从当日胡独谷陪着张宝来救他的时候，老何就已经不再把胡独谷当作是一个佃户来看了。此时听到胡独谷说的此去凶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老何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着一家孤儿寡母。胡独谷笑了笑，毅然决然地朝着山上走去。此时的二龙山上，独眼龙正坐立不安地等着山下的消息。最近这段时间实在是背运得很，自己这么多年经营的二龙山，竟然在官府的忽悠下，稀里糊涂地损失了近一半人马。现在这河州纷乱在即，正是趁火打劫的好时候。前些日子听说青龙洞这边已经兼并了狼头岭的那伙山匪，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地盘，但偏偏自己这边还纠结在这个狗日的河间村。本来就想给老六报个仇，结果这个河间村竟然自己修建起了误堡，狠话都已经跟弟兄们撂下去了，压根就没有退路。他们二龙山自然不能强攻，万一到时候青龙洞的人再来个包抄，他们二龙山可就真的没有了。这个老六是之前自己一个兄长的娃娃，但是独眼龙也跟这个兄嫂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兄长死了以后，对于独眼龙来说也算是爱屋及乌，在二龙山上位之后就让他当了老六。虽然刚听到老六被杀的消息之后，独眼龙很是愤怒，但是这几天以来忙着二龙山扩大的事情，这种报仇雪恨的想法倒是渐渐的淡了，甚至还觉得有些累赘，弄得现在进退两难，再这么下去就要被青龙洞彻底压过去了。这才是独眼龙最近愁烦的事情。不过在老二和老三的谋划下，搞了这么一出绑票的事情，只要那个什么张少爷一来，立马让人绑了，然后押着回去，冲进物堡去洗劫一番，这事也就算是了。自己要抓紧谋划扩大势力的问题。正在独眼龙胡乱想着的时候，山下的小弟来报，说是河间村的张少爷上山了。独眼龙一听，对着老二老三一比划，整个山寨里面瞬间忙乱了起来。当胡独谷刚刚进入山寨大门的时候，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7、8个山匪拿着木棍打翻在地，手中的火把也摔了出去，不一会就被打得爬不起来了。2个山匪架着奄奄一息的胡独谷来到了独眼龙的面前。你是不是个傻子？大白天的你拿着火把，你该不会是想上来放火吧？独眼龙阴森森的上前，把火把一脚踢开，接过一根棍子，重重的打在胡独谷的肚子上。他妈的，就知道你会这么不老实，别跟他废话。老二，把他给我绑了，屠村去。半昏迷的胡独谷听到屠村2个字，心里当即一片冰凉。算来算去，到底还是低估了这些山匪的穷凶极恶，没想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他们，这可怎么办呢？这次是真完了。胡独谷很是绝望，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之前张宝在后山断崖上跟他说的，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总会有办法的。胡独谷一咬牙，是的，不要放弃，就算是我死也要拦着他们。眼前就是他们的老大，只要拿住他就行了。胡独谷蓦地睁开眼睛，就要挣扎，却不妨笑面虎在他身后，手持着一根粗木棍，对着胡独谷的后脑勺重重地打了下去。胡独谷只感觉眼前一黑，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下，失去了意识。笑面虎笑嘻嘻地把手中的木棍一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对待敌人一定要谨慎些，这个少爷是个练家子，你们看看虎口上，要是不注意，路上让他反了水就麻烦了。笑面虎指了指胡独谷的双手说道，呵呵，还是老三想得周全。去，老大，不好了，有士兵打上山来了，很多人，扛不住了啊。正在这时，一个手下狼狈地跑了进来，对着众人吆喝道，什么？士兵？哪来的士兵？难道是县府的人叫来围剿我们的？坏了坏了，兄弟们快上，全部给我顶住。独眼龙急了眼，等来到山寨门口的时候，看见漫山遍野的士兵，独眼龙顿时面色如土。他们现在不过区区100人，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士兵攻山，就算有地形的优势也根本不是对手。兄弟们顶上去，快快快，老二老三，你们带人给我顶住。独眼龙一边吆喝着，一边催促着手下们冲下去。看着营寨当中没人了，独眼龙这才急匆匆地跑到了屋里面，把一些值钱的家伙实用包袱一卷，准备从后山坠下去。
刚拴上绳子，坠到崖边，还不等跳，却见三当家笑面虎手拿着大刀出现在了上面。老三，老三你来了，我正准备去叫你呢。我这里面有的是金银珠宝，我们两个一起下山，共享荣华富贵。独眼龙双手攀着绳子，半个身子都悬在半空，只好说着软话。嘿嘿，大哥还有这么好的事？好好，我先拿着包袱。笑面虎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伸手拉住了包袱，冷不丁的一把短刀从包袱里面伸了出来，朝着笑面虎的脸就扎了过去。笑面虎似乎早有防备，侧身躲开，手中大刀干净利落，把独眼龙的那只手臂砍了下来。独眼龙大叫一声，从断崖上摔落下去。笑面虎淡淡的笑着，用刀尖把包袱上的那只断手挑开，一脚踢了下去。打开包袱，看着这一包袱的金银珠宝，又听了听营寨当中的喊杀声，眼珠一转，拿着这些金银珠宝朝着前面的营寨跑去。此时在二龙山的下面，到处都是一队队的人马，他们没有统一的服装，没有统一的武器，但却都被什么人指挥着。这是一伙起义军，准确的说，是一伙溃败的起义军。他们原本有1万多人，经过这一路的奔逃，已经只剩下不足5000。但这5000人马，在现在的河阳郡内来说，已经算是一股相当强悍的军事力量了。这支起义军并不是在河阳郡起兵的，而是发生在与河阳郡相邻的西河郡。西河郡郡守安排大军一路围堵，终究还是让他们打开了一个缺口，逃到了河阳郡这边。而到了河阳郡之后，又一路遭到了河阳郡郡守陈大刀亲自带兵追杀，一路走来已经全无斗志。好不容易发现这里地势险峻，各个山峰易守难攻，便化整为零，让起义军攻下各个山寨，全座营寨休养生息，以图后事。而攻打二龙山的这队起义军足足有1000多人马，领头的是起义军的老大张关西，外号张屠夫。家里原本是靠卖酒屠猪为生，倒也积累了不少资财，但自打去年以来，落到张关西身上的各种税一下子多了10几个。不仅如此，张关西的这些田产还都被官家租借了去，至于租金倒是给得很高，但都是空头支票，说20年后再给付云云。再加上县太爷家的公子不知从啊，打听到了张关西的娘子是个娇滴滴的美人儿，眼看着这个张关西被自己老爹收拾了，就带着人趁着娘子外出的时候给抢了来，带着几个家丁足足玩弄了一夜，把一个娇俏美人弄得疯癫不止，活生生的把原来在镇子上的屠肉大户弄了一个家破人亡。张屠夫怒了，手拿杀猪刀，一夜之间趁着衙门松懈，潜入里面，先是把县太爷一家10几口人尽数屠戮，又把自己的娘子杀了，这才变卖家产，组织起了一队起义兵。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先后辗转了不少地方，人数倒也越来越多，渐渐的成了气候，却不想在西河郡遭遇惨败，一路溃逃到了这里。此时的张关西正带着几人走进山寨里面，指挥着手下收拾整顿。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张关西看着在地下昏迷不醒的胡都古问道。将军，我们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这里了，想必是那些山匪他们抓来的附近百姓，还有口气，要不要杀了？一个手下问道。张关西还没搭话，又有一人跑上前来语了几句。先把这人和那些娃娃们关押在一起，等到安顿下了，我再细细审问。张关西大手一挥，几个人把胡都古抬了下去。将军，这是一位被掳掠上来的商贾，贡献了不少金银财宝，还带着我们找到了一些藏起来的物资。一个起义兵带着一个满脸堆笑的胖子来到了张关西的面前，此人正是三当家的笑面虎。做生意的？张关西冷冷地问道。眼前的这个人虽然满脸堆笑，但是这笑容却让人很不舒服，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住了一样。是，将军我也是被逼无奈，今日得将军解救，在下感激不尽，情愿在将军身侧以效犬马之劳。笑面虎一脸谄媚地说道。先带下去，既然是山寨里面的人，就让他看管那些还喘气的山匪，以后再说。张关西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山寨里面走去。此时的二龙山下面，一处隐蔽的草窝当中，老何正小心翼翼地趴在里面。更往里的一块巨石底下，3匹马在悠闲地吃着草，一匹马的马背上，张宝仍然还在昏迷着。距离这里不远处，有一队人马正3-3两两的在那歇息着。在这之前，老何正翘首以盼的等着胡都古从山上把人带下来，但是左等右等，山上的人没下来，山下面倒是来了不少人。好在老何他们本就为了躲避，藏得很严实，没有被发现，但是离开是不太现实了，只要一出去一定会被发现。而且老何也发现了，这伙人马不是什么正规的官军，这就更加危险。官军多少还能有点规矩，这些起义军当真是一点的规矩都没有的。虽然打着起义的名号，但大部分还是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这也是没办法。带兵打仗不是过家家，每天的吃喝用度都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他们又没有官府的后勤保障，这一路的吃喝只能是取之于民。我替你打官府，那你们家的粮食就得给我吃，我们人不够了，你们就得跟着来。
不然的话，你就是不拥戴我们起义军。更有甚者，我们替你们起义反叛，你们家的妻女自然应该供我们发泄享用。所以这四处揭竿而起的起义军，在百姓心中倒也没有太多的正面印象，不过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罢了。老何正在警惕着，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声音，连忙来到张宝的身边。果然见到张宝醒了，正在那里挣扎着。之前老何为了不让张宝闹出动静，早把张宝的嘴堵了起来。此时看到张宝醒了，连比划带眼色的，总算是让张宝意识到了什么。看到张宝明白了，老何这才替张宝松开，把之前的事情简单的和张宝说了一下。听到胡都谷替自己上去，并且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下来，估计已经是凶多吉少。张宝很是担心。少爷，等到天黑，我们两个摸上山去看看。老何自然也明白张宝的意思，其实他也早就按捺不住了。此时的山寨当中，胡都谷已经醒了过来，脑袋后面高高的肿着，眩晕的厉害。胡都谷挣扎了半天，这才勉强靠着墙坐了起来，却发现眼前几个孩子正抱在一起，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旁边还有一个小孩躺在血泊当中，正是那些村里的孩子。胡都谷环视着四周，发现是在一个地窖当中，阴冷的厉害。娃娃们都不要怕，我是来救你们回去的。胡都谷努力地露出一个牵强的笑容。那几个孩子之前自然是认得胡都谷，只不过胡都谷被扔进来的时候昏迷不醒，几个娃娃还以为胡都谷已经死了，故而怕得要死。听到胡都谷的话，几个娃娃这才小嘴一瘪，死死地挽着胡都谷的手臂。胡都谷撑了一会，感觉恢复了一点力气，这才起身查看着几个孩子的伤势。胡子一头一脸的血，已经疼得晕厥了过去，但还有口气。另外一个被剁掉手指的娃娃也是脸色惨白，虽然没有晕厥，但流血过多，早就虚弱不堪。其余的两个孩子虽然没事，但都吓得不轻。这个地窖进出只有一个门，虽然没有人把守，但却上着锁。胡都谷身上的炸药并没有被搜了去，可地窖没有火，根本没法用。地窖的另外一边是一个狭窄的口子，只有20公分宽窄，几个娃娃倒是还能钻出去，但胡都谷就有些麻烦。透过那个口子，胡都谷看到天色已经黑了，山寨当中倒是还亮着不少的灯火，院子里面的人来来往往。只让这4个孩子爬出去逃走的话，是根本做不到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胡子。但如果不尽快离开的话，指不定这些山匪要做什么。此时的胡都谷并不知道山寨当中发生的一切，还以为是山匪把他打晕之后关了起来，想要用自己来威胁村子。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等到明天天亮之后，估计就要押着他们去村里面了。胡都谷才不会天真的以为这些山匪进村之后会饶了他们，所以必须要在天亮前逃出去。二龙山的山寨里面，此时正一片灯火通明。起义军的老大张关西端坐在正座上。这支起义军在起事的时候是打着杀尽恶官、替天行道的旗号。张关西自命大将军王，麾下东南西北4大将军，此时正齐聚在大厅当中。原来的二龙山3当家笑面虎，此时正唯唯诺诺的操守站在下面。你是说这些娃娃都是从那个河间村里面掳掠来的？张关西对着笑面虎问道。笑面虎搭眼瞧着座上的张关西，从一开始的时候脸上就阴晴不定的，也猜不透这个老大到底是什么意思。要说心疼这些娃娃，早就安排人送下去了；要说想利用这些娃娃，却一直冷着脸不表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回将军的话，这些娃娃确实是之前山匪头子劫掠上来的，想要从村子里面勒索点粮食和金银。这个河间村最近不知怎的被官府送了很多的米粮，还建立了一处物堡，故才用了此招。笑面虎上前一步说道，他知道这些起义军们跟官府向来是死对头，把水引到官府身上就不怕他们不下水。果然，听到官府无故送粮之后，张关西脸色瞬间拉了下来。这一个小小的河间村，凭何能得到官府的赠粮？我等这一路走来，遍地荒野，百姓民不聊生，难道说这个河间村跟官府还有什么勾当？张关西冷声问道。他们这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恶殍遍野，白骨累累，一个村子竟然靠着勾结官府还有余粮，让张关西很是愤恨。这个似乎听说好像县太爷的小妾是从这个村子出去的，因此才笑面虎迟疑着说道，哼，官府不仁，就不要怪我们不义。明天天一亮，立刻让这个村子把粮食和金银全部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大军踏平了他们的村子。张关西重重的一拍桌子，对着笑面虎说道，是，属下马上就去安排，属下投靠义军，定当尽心尽力。笑面虎笑意盈盈地说道。张关西皱了皱眉头，关于眼前这个笑里藏刀的胖子，自己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他倒是自己主动说了出来。不过有这么个熟悉情况的人在眼前也好，而且最近大军刚刚安落，正是缺少粮草和金银的时候，一切事情安排起来倒也方便。还有那个男的是什么情况？是否也是村里的人？张关西想着之前见到的胡都谷，开口问道。大将军，这人确实是村子里面来赎人的，不过此人没有诚心，颇有些身手，想在山寨里面捣乱。依属下之见，还是要尽快铲除，以绝后患。
笑面虎也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有些身手，走，随我去看看。”张关西听到这话，倒是来了兴趣，带着几人朝着关押胡都谷的地窖走去。此时的地窖当中，胡都谷正用力地撑着窖口，让3个娃娃钻了出去，然后把昏迷的胡子也从这个窖口送了出去。但胡都谷自己在出来的时候，却卡在了那里。胡都谷的脸颊和耳朵已经磨得鲜血淋淋，费尽了9牛2虎之力，才把脑袋从这里钻出去，但胸口卡在那里。胡都谷一咬牙，用拳头对着胸口狠狠地捣了一下，肋骨断裂的痛楚差点让胡都谷眼前一黑，再次晕过去。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如果自己晕过去，这4个娃娃就再也逃不出去了。胡都谷咬破舌尖，让自己保持着清醒，奋力地爬了出去。此时正是黑夜，虽然山寨里面亮着灯，但仍然有不少的阴暗之处。胡都谷抱着胡子，带着其余3个娃娃，靠着墙根朝着山寨的一侧走去。每走一步，胡都谷都感觉胸口的裂骨相错，疼得胡都谷浑身发颤。他死咬着牙，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就这样一路来到了山寨的一侧，这里有一处2人多高的泥墙，堆放着不少的柴草。这个高度的泥墙，想要带着几个娃娃翻出去是不可能了，只能想办法挖个洞出去。手上没有工具，胡都谷便捡了几根结实的木棍，带着3个娃娃在墙上挖了起来。只要有一个小洞，能够钻出去就够了。正当胡都谷他们在挖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几个人朝这里走来，听话里的意思是来取柴火的。胡都谷看了看3个一脸惊慌的娃娃，咬了咬牙：“你们继续挖，挖通了以后就自己带着胡子下山，一定要想办法回去。你们都是男人，一定不要放弃。”胡都谷说完，朝着外面跑了出去。“抓人啊，快抓人！有人跑了！”外面传来一声哀嚎声，紧接着就是几人的叫喊声。胡都谷冲出去之后，对着前面那人就打了过去，但是一动，胸口传来剧痛，让胡都谷不能再战，只能朝着山寨中间跑去，想着自己拖延一点时间，也好让几个娃娃逃跑出去。至于下山之后能不能顺利回到村子，胡都谷只能祈求上天开眼了。而此时的张关西他们也正好发现了空无一人的地窖，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便带人赶了过来。胡都谷被10几个起义兵围着，地下还躺着2个起义兵，是被胡都谷刚才放倒的。张关西脸色一寒：“刘崇，给我拿下他！”张关西说完，一个壮汉便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把手中的坡刀一扔，加入了战圈。此人武艺倒不是很高，但此时的胡都谷本就是重伤之身，早已倦累不堪，再加上胸口断裂的肋骨牵扯住了胡都谷的出招，10成功夫发挥不出2成。在刘崇的攻击之下，狼狈地躲闪着，冷不防刘崇力大，被一拳轰飞了出去。胡都谷被打倒在地，挣扎着爬了起来，正要继续起身攻击，却被在一边看了多时的张关西挥手制止了。在张关西看来，眼前这人分明身受重伤，站立不稳，但仍然能够跟自己的手下打得有来有往，功夫确实不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能有这种高手加入，总比白白折损了好。住手！这位兄弟，在下乃是天命大将军王张关西，如今皇上昏庸，官府不仁，所以我等揭竿而起，自要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份清明。兄弟既有如此的身手，何不投靠我军？想来天下苦大下久也，我等定能成就一番大事。张关西对着胡都谷说道。胡都谷打量着眼前的这人，他自然不想加入什么起义军。官府不仁，这起义军向来也不是神妖好人，不然怎么会一直关押着那些娃娃？但此时自己已经没有一战之力，有心想要用身上的炸药来一个同归于尽，但直逞莽夫之勇没有任何的意义。自己如果死了，那几个孩子还是逃不出去，这可怎么办？要不要暂时假降以作缓冲呢？胡都谷有些迟疑，毕竟投降一事对于胡都谷来说总感觉有些为难。看着场中的胡都谷皱眉苦思，虽没立即答应，但也收手不再攻击。料想投降一事还在迟疑当中，遂在开口：“现在大势将起，正是用人的时候，你跟着我，我可以留下你们的村子。至于那几个娃娃刘崇在什么地方发现的这个人，往反方向去找。这个山寨就这么大，那几个娃娃走不出去。”张关西又是诱惑又是威胁的说道。胡都谷听了浑身一颤，他怎么样都无所谓，如果连累这几个孩子，那就麻烦了。正说着，刚才那个刘崇打听到了方向之后，带人快速朝着那边跑去。胡都谷有心拦着，但却被10几个起义兵团团围住。不一会，刘崇就带着几人回来了。启禀将军，一直找到土墙之下有一个小洞，想必已经从洞钻出去了，还发现了一把铁锹。刘崇把一把铁锹扔到了胡都谷的身前。胡都谷一看，当即一愣，这把铁锹正是之前张宝手中的工兵锹。胡都谷不禁大喜，几个娃娃都不见了，应该是张宝他们上山来营救了出去，只要娃娃们没事，那就好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的给他们拖延下山的时间。胡都谷长舒了一口气，将军在上，只要放过这几个娃娃和村子，我答应加入起义军。胡都谷上前一步，把工兵锹拿了起来，对着张关西拱手说道。
听到胡都古愿意加入，张关西脸上倒也微微一笑。刚才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胡都古的功夫不弱，如果完全恢复的话，一定是名高手。有这个高手加入，自然不错，而且还有村子掣肘，到时候不怕他不忠心。想到这里，张关西点了点头。好，我刚才说了，会饶了你们村子，此话自然没有问题。只不过那几个娃娃还有用，要是顺利的交出粮食和金银，我不会为难他们的。刘崇，你带人沿着这条路把几个娃娃追过来，他们跑不远。马汉，把这位兄弟带下去养伤，伤好以后再来安排。张关西对着众人吩咐道。胡都古纵然心里担忧，但此时已经不好再多说什么。如果这伙起义军要对村子不利，自己在这里面倒也可作为内应，便跟着那个叫马汉的朝着里面走去。倒是在人群当中的笑面虎冷冷地朝着胡都古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脸上又挂起了一个邪魅的笑容。山路上有2人正朝着山下一路飞奔，每个人的腋下都夹着2个娃娃，正是张宝和老何2人。他们为了防备追击，不敢走大路，只是在一堆山石和树林当中胡乱窜着。不久前，张宝带着老何一路趁黑摸上了山寨，他们自然不敢走大路，便从林子当中一路攀上来，正好来到了山寨一侧的一处土墙旁边。张宝正准备用工兵锹在土墙上挖几个脚蹬翻进去，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喊杀的声音。张宝他们一愣，却分明听见是胡都古的声音。细细听来，墙根下还有挖土的动静。2人连忙用工兵锹和大刀在墙根底下挖了一个小洞，把4个娃娃给拖了出来。张宝钻了进去，听见张关西对胡都古的招降，很是诧异，正想着制造一些混乱，趁机把胡都古救出来，却听见张关西让几人朝这边搜来。张宝只好先带着几个娃娃们下山，以后再来寻机救人。张宝和老何一路上连摔带爬的，终于沿着记号来到了马匹的旁边。2人把几个娃娃用绳子捆在马上，翻身上马，在一边放起火来，把另外一匹马朝着反方向赶了出去。很快就吸引了在山下扎营的那些起义军的注意。张宝和老何他们趁着慌乱的时候，从另外一边悄然而出，但又撞见一队巡逻的人马。老何，快跑！只要到了村子就好办了。张宝大吼一声，策马而逃，后面那一队人马尾随紧追。对于张宝来说，他并不擅长骑马，就是之前那些马匹带回村以后，张宝试着骑了几次，但感觉很是难驯，再加上没有什么马鞍子之类的，就算张宝自己在马上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是为难了，更何况现在马匹的脖子上还有2个娃娃。张宝一边策马奔腾，一边还要留心护着2个娃娃别掉下来，早已慌乱不已。再加上2条大腿被粗硬的马鬃磨破了皮，疼得根本不敢坐实，这一路下来的速度根本就提不起来，渐渐地落在了老何的后面，身后那些追兵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张宝心急如焚，要是只有自己倒也罢了，但现在还有2个娃娃，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出事的。偏偏这个时候，经过马背上的一阵颠簸，胡子醒了过来，看见自己脑袋朝下挂在马匹上，顿时吓得嗷嗷直叫，挣扎着要起来。突然，背后的一支冷箭擦着张宝的头皮就射了过去。张宝大惊失色，情急之下一巴掌呼在了胡子的身上，却不曾想正好打在胡子的断耳上，胡子疼得嗷嗷哭了起来。给我闭嘴！此时也顾不得胡子的伤势，大吼一声，俯下身子给2个娃娃挡着身后的弓箭，不断的催马疾奔。胡子这才发现旁边竟然是自己的干爹，看着张宝那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哭又不敢哭，一肚子的委屈，眼泪早已流了下来。好在张宝和老何2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这才在被追上之前赶回了村子里面。但后面的起义兵也是一路紧逼，如果他们2人现在开门直接进屋堡的话，估计后面的起义军也能跟着冲杀进去。老何，弃马，让马先进去，我们在这里拦着后面的人。张宝看着老何抢先进了村口，大声地对着老何吆喝着。老何一听就明白了，当即一个纵身跳了下来，在半空中用刀背对着马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马匹嘶鸣着朝屋堡跑去。张宝也学着老何的样子，想要从马上跳下来，但哪有老何的骑术，被马背一颠，失去平衡，直接从马身上摔了下来，在地下打了好几个滚，这才撞在一堵墙上停了下来，浑身上下无处不疼，手中的大刀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转眼之间，身后的追兵已经追了过来，张宝来不及找刀，随手摸起一块石头朝着前面扔了过去，趁着为首那人躲避的时候，张宝纵身一扑，把那个起义兵从马上扑了下来。老何见状也挥舞着环手大刀朝着那几人砍去，他们意在拦住这队人马，根本不曾躲闪。刀兵相错之间，老何也被马匹上的人重重撞飞了出去，但还是挣扎着起来站起来打着。此时的张宝手无寸铁，跟那个起义兵滚在一起。那个起义兵虽然瘦削，但似乎也是做苦力出身，一身力气大得很。张宝被翻身压在身上，脸上紧接着挨了2拳。张宝被打得火起，也顾不上什么道义，用头狠狠地朝着那人脸上一顶，那人的鼻子顿时血流如注。
少爷，快跑！快，快啊！老何一人挥舞着刀，挡着了4、5个人的联手围攻。另外的2个人看见张宝在一边，也拿着刀围了上去。张宝浑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见势不好，一个助跑上墙，翻进了院子里面。老何见状也虚晃一刀，朝着院子翻了进去。2人跟之前一样，从后窗钻出来，一路跌跌撞撞的朝着物堡的方向跑去。此时，那2匹马驮着4个娃娃，早就进入了物堡里面。按照张宝之前的安排，村口的人在发现有一队人马朝着这边冲来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到了村子里面来示警了。村里面的所有人都在物堡的墙垣上守卫着。见到4个娃娃们回来，几家大人喜不自胜，抱着自己的娃娃欢天喜地。李家大院里面，李老太爷和李岩他们围着胡子，看着胡子仍然血流如注的残儿，心疼得直掉泪。正在这时，李家人来报告说张宝和胡都谷2人回来了，但被山匪缠上，正在外面厮杀。结果正在啃着大鸡腿的胡子一听是张宝回来了，当即咧着大嘴嚎哭了起来：爹呀，爷爷呀，就是他在路上打了我一下，我耳朵才又出血的，本来都不流血了，我不要干爹，我不要干爹了。胡子仿佛找到了宣泄的人，在路上受的委屈一股脑的吆喝了出来。李老爷子和李岩哪里知道中间逃亡过程的凶险，还以为是张宝记恨之前2家闹翻的事情，这才报私仇，当即大怒：岩儿，给我带人出去看看，要是那姓张的还嘴硬，连门都不要让他进来，必须给我拿出一个说法来。我的孙子可是因为他才被山匪掳去，丢了一只耳朵的，这件事情要是不给我们李家一个满意的说法，绝对不能罢休。李老太爷把拐杖拄得砰砰作响，对着李岩说道。李岩脸色铁青的带着李家的人马朝着物堡大门走去。此时，在物堡外面的空地上，张宝和老何正在被7、8个人围攻。他们2人就在快要进入到物堡的时候，被后面的那些起义军追上，当即围了起来。土墙上的那些人因为害怕误伤，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这么看着。你们干什么？赶紧开门啊！俺要出去帮少爷。李大牛听见消息之后，扛着一把环手大刀，一瘸一拐的朝着大门冲来。住手！几个人正犹豫着要不要开门，李岩带着不少李家的人赶到了。现在开门，要是那些山匪们闯进来怎么办？他们2人都有武艺，能抵挡一阵，先等他们把人杀得差不多了再说。李岩冷冷地对着李大牛说道，然后攀着梯子来到了墙垣上面。李大牛懊恼的一跺脚，这守门的都是李家的人，根本就不听他的，只能跟着李岩来到了墙垣上。此时的墙垣下面，张宝和老何在苦苦支撑着。他们2人先是上山下山营救几个娃娃，又是一路飞奔逃命，然后又在村口经过了一场死战，现在早已经疲惫不堪。张宝打倒1人之后，抢下了一把大刀，但刀法生疏，只能勉强支撑，险象连连。要不是眼前的这些起义军也没有什么章法，只是一通乱挥，说不定张宝早就被乱刀砍死了。老何那边也差不多，挥舞着大刀力战好几人。我操你们8辈祖宗，都特么干看着干什么？出来人帮忙啊！我日，你们都瞎了眼了！眼见着他们好不容易到了物堡下面，竟然一个帮手也没有。老何不由得破口大骂：李老弟啊，俺求求你了，你让人打开门，就让俺自己出去帮忙。少爷他快挺不住了。李大牛眼看张宝那边危急，连忙转身对着李岩说道：是啊，我们几个出去帮帮少爷啊。张大虎和李如松也在一边拿着刀想要冲出去。你们敢？都是因为姓张的才引来了那么多的祸患，要是他不主动去招惹那些山匪，那些山匪岂会帮我儿子把这些山匪杀了？这是他们的赎罪。无需多言，如果现在开门，山匪一定会趁机闯进来，谁敢擅自开门，就是跟整个河间村过不去，就是我们河间村最大的罪人。李岩语气冰冷地对着李大牛说道。墙垣下面的张宝正在奋力地躲避和抵挡着，此时李岩的话字字诛心，轰击的张宝大脑一片空白，有心想要辩解，但胸口一阵郁结，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趁着一愣的时候，一个起义军一刀挥来，衣服瞬间破开，一道血痕出现。好在张宝躲闪及时，没有开膛破肚，只是被轻轻划了一刀，但他的背后一人却竖着刀，趁张宝不备，朝着张宝的腰眼捅去。墙垣上的李大牛见状，什么也不管了，直接从4米多高的墙垣上跳了下来，重重地砸在那人身上。随着一阵咔嚓的声音，那个人的胫骨被压断，李大牛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下，半天没爬起来。大牛，小心！张宝看着一人朝着李大牛扑去，连忙挥刀挡着。相公，我们来了。突然，物堡的大门被从里面打开，苏有容手拿弓弩，率先从里面冲了出来。在他身后跟着的是手拿木棍的李大嫂、胡大嫂和俄日乐，后面还有几个拿着木刀的李大牛家的娃娃。张宝一看，很是焦急，为何苏有容他们冲出来了？这不是送菜吗？好在那些起义军的人一见大门打开，还以为是里面的人杀了出来。他们本就稀里糊涂追人至此，也不过是顺势打着，面对着人影绰绰的物堡，早已经毫无斗志。
见到有援兵，也顾不得张宝和老何，纷纷丢下2人，朝着村子外面冲去。有容，你们怎么出来了？快进去！张宝有气无力的想要推着苏有容进去，但自己却力竭摔倒。苏有容连忙上前扶着张宝，看到张宝虚弱不堪的样子，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姓李的，我操你妈！在一边的老何见到李岩为首的一帮李家人走出来，当即抄刀就要冲上去杀人，但刚走了2步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他也已经虚脱了。刚才那些人在退走的时候，老何的2眼就感到阵阵眩晕，早已支撑不住了。此时的李岩正捂着肩膀，肩膀上赫然插着一支箭矢。就在刚才，苏有容他们听见动静，想要来帮忙的时候，却被李岩带人死死拦住，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开门。苏有容哪顾得上那么多，为了搭救相公，可以不管不顾，直接一箭射了上去，正中李岩的胳膊，然后用弓弩威胁着众人，把大门打开了，这才带人冲了出去。这一箭也意味着张家和李家算是正式开战了。张少爷，我们河间村不欢迎你们，要不是你们张家之前搬到这河间村来，我们河间村又怎么会遭此大难？都是你们给这个村子带来了灾祸，看在你们也曾经帮过我们的份上，你们自己离开村子吧。李岩捂着胳膊上前冷冷地说道：放你妈的屁，要不是我们少爷，你们早他妈饿死了，你们这群畜生都不如的东西，无耻！老何趴在地下，听着李岩嘴里面的无耻的言论，气得浑身发抖，用头狠狠地撑着地，要站起来杀了眼前这人。但李家的不少人却用弓箭对准了老何和张宝。你们简直是，你们不是人，我相公都是为了救你们，你们这群懦夫，你们都忘了吗？是谁替你们杀狼？是谁给你们分粮食？是谁带你们做工赚钱？是谁带你们建立了物堡？这些你们都忘了吗？苏有容嘶声竭力地朝着墙垣上冷漠的人群叫喊道，脸上早已挂满了泪痕。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敢正视苏有容的眼睛，整个墙垣内外竟是死一般的安静。爷爷，就是他在路上扇了我一下，我的耳朵才流血的。正在这时，一个童音打破了这份死一样的沉闷，正是李老太爷等人，怀里抱着胡子走了出来，胡子啃着一根鸡腿，油腻腻的小手指着张宝说道。张宝看着胡子，想来是几个孩子已经平安回来了，也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总算不枉费了胡都谷的一片苦心。至于胡子嘴里的话，自己又何须解释呢？信任自己的人不需要自己的解释，不信任自己的人，就算自己说破了天也不会相信。张家少爷，你也听见了，这是我们全体河间村人的意思。你们张家的地本就是我们河间村的土地，我们收回来也无可厚非。不过看在你们张家也算有功于我们河间村的面子上，你们可以进来收拾一下，然后就离开吧。从此以后，我们河间村和你们张家再无半点关系。李老太爷拄着拐棍，慢慢的说道：老不死的东西，我他妈今天非扒了你的皮不可！老何在一边简直要气炸了，他这辈子唯一的念想就是想让张宝平平稳稳的度过一生。这家伙好，李家竟然趁机把他们张家给赶出去了，这要是让老张知道了，我他妈以后怎样有脸见他们？但老何还不等站起来，早有李家的几个壮汉上前把老何按倒在地。老何早就已经疲累不堪，被几人按着竟动弹不了，只能在地下怒骂连连。之前张宝手下的那些人在李老太爷的注视下也都迟疑着低下了头。苏有容满眼的失望，正要再说什么，被张宝挥手拦住了。算了，有容，进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们走。张宝对着苏有容说道。这一次张宝算是彻底的失望了，渔民百姓倒真不愧是一个渔字，就算可以把李家的这些人全部干掉，想到以后还要跟这帮渔民一起生存，还要带着他们一起做事，张宝想想就觉得恶心。鱼不可依，那就无需再依，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张家和李家的隔阂已经不可调和，总不能把李家人全部都杀了。先不说做不做得到的问题，就算是全杀了，物堡里面的力量也不足以拒敌。那些起义军回去之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更是麻烦。如果不全部杀了，李家的人想必也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同处一村更是防不胜防，真没这个必要。所以张宝才会选择离开，就算李家太爷不强逼，张宝也不会继续再留在这里了。张宝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拥有着主仆的阶层或许是有必要的，明智未开，这种绝对的统治权或许才是最好的方式。之前自己妄想用现代化的平等思想去管理，终究还是嫩了点。每一个时代有着每一个时代的必然性和局限性，既然身处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还是要学会去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则才可以。总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相公，我们苏有容看了看张宝，欲言又止。乖，去吧，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离开。张宝对着苏有容淡淡的笑了笑，并没有太多的悲哀和沮丧，相反，通过这样的事情倒是让张宝觉醒了不少，更有着一丝释然和明悟。游龙离开浅滩泥沼，总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老婆子，
带着娃子们回家收拾东西。少爷去了，咱们就跟着去哪？快点！李大牛在一边捂着腰，对着李大嫂说道。中，俺们这就去。别看李大牛在家里面一直是一副妻管严的样子，但在大事上自然都是李大牛拿主意。李大哥，你们，少爷你别说了，你要是看得起俺，就带着俺一起走。俺嘴笨不会说话，但是有一身力气，你说要干什么，俺绝对不含糊。李大牛对着张宝说道。张宝看着李大牛一瘸一拐的样子，想着刚才李大牛奋不顾身的从4米高的墙垣上纵身跳下，微微一笑，把手伸了过去。好兄弟，一起走。在一边的胡大嫂和俄日乐两人眼神暗淡的看着张宝，三人同去，只有张宝和老何两人救人回来，剩下的胡都谷自然让他们心里面有着不好的猜想。胡大嫂，胡大哥没事，他只是有些事情暂时脱不了身，你们暂且等在这里，相信后面一定会有消息。张宝看着眼前的胡大嫂和俄日乐，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解释胡都谷的事情。虽然那起义军首领打算招募胡都谷，但不知道能否一切顺利。当初张宝把工兵敲留下，就是想告诉胡都谷，娃娃我们已经就走了，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可是变故太多，谁又能说得准呢？听了张宝的话，胡大嫂点了点头。少爷，家父临走之前已经有所交代，若有意外，则对少爷生死相随，还望少爷成全。稍后片刻，小妇回去收拾一下。一边说着，一边对着俄日乐叮嘱了几句。俄日乐微微点头，一手拿着木棍，一手拿着匕首挡在张宝的身前，冷眼看着河间村的众人，那瘦弱的身躯宛若一尊擎天金刚一般。在三河县县府的外面，张宝他们2辆马车正停靠在挡风的林子里面歇息着，准备天亮城门打开以后再行进城。离开河间村以后，张宝和老何商量了一下，最近三河县地界颇不太平，又有起义军流亡到此，说不定还会开战，倒是县府里面还比较安全一些。毕竟县府的防御工事完备，就算守军不多，一般情况下也不敢对着县府下手。胡大嫂，胡大哥的情况就是这样，等我们安顿下，我和何叔会尽快的想办法打听消息。胡大哥一向沉稳过人，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张宝把之前胡都谷的情况都跟胡大嫂说了一遍，胡大嫂担心的直抹眼泪，但也知道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如果有什么意外也早就发生了，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也不急于一时。少爷，既然家夫如此说了，就不急于一时，我们先安顿下来吧，不用急于去打探消息。胡大嫂对着张宝说道，生怕张宝他们再出意外。我知道了，胡大嫂。张宝点头说道。哎，就是可惜了，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物堡，就这么白白的便宜了李家的那帮孙子。少爷，要我说啊，我们2个人趁黑摸回去，把李家那几个玩意儿的脑袋剁下来。老何现在已经恢复了一身力气，在一边恨恨地说道。算了，那起义军被杀了几个人，早晚就会知道，希望他们自求多福吧。有着物堡，或许还能抵抗一阵，只希望他们不要再跟之前一样委曲求全，这样一来，整个物堡也就名存实亡了。张宝淡淡的说道。哼，真是便宜这帮孙子了。不过我们以后怎么办？在县府里面也没有土地什么的，以后怎么混？老何瞪着大眼说道。俺会木匠活，等俺到县府以后就去做工，养活大家没问题。李大牛在一边说着。呵呵，倒忘了李大哥还有这个手艺了。那倒是吃喝不愁，我和老何还有把子力气，做点什么也能吃上饭，大家劲往一处使，总能扎下根来。张宝笑着说道，努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少爷说的不假，俺们也会做点针线活，到时候到县府里面接活计都没事。我也可以做一些吃食叫卖，应该也能卖出去。相公，有人会纺线，一定能赚到钱的。李大嫂、胡大嫂和苏有容3个也在一边说着。可拉倒吧，赚钱生计的事情就交给我们爷们就行了，我们要是被一群娘们养着，岂不被人笑话死？老何在一边很是不满地说道。呵呵，何叔说的也在理，既然我们一起出来的，那就一起好好闯荡一番。在之前物堡里面安逸的环境，倒会让人心生倦怠，我们以后的路哪能就在一个小小的村里面？好男儿志在四方，适逢当今天下大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凡事不进则退，要想偏安逸于过点安稳生活，也没有那么容易。再说了，大丈夫在世，自当轰轰烈烈的活一场。张宝笑着对众人说道。老何听着张宝的话，一张大嘴张得跟蛤蟆一样。本来老何就指望着找个什么没有兵荒马乱的地方，安安稳稳的住下来，再给张宝娶上10个8个小老婆，然后生上一大堆的娃娃，他这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想着自己年纪也大了，到时候下去见大哥大嫂的时候也好交差。结果听到张宝这么一描述，老何直接傻了眼，这是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苍天啊，你特么瞎呀！在一边的李大牛倒是一脸的向往，哈哈，俺以后也要当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李大牛的小儿子嗷的一嗓子，挥舞着木刀站了起来。吆喝什么吆喝？吓老子一跳！抢你爹的词！你爹我到时候是个大英雄，你就勉勉强强的算个小英雄吧。
李大牛在自己儿子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惹得众人轰然大笑。你呢，俄日乐？以后想不想成为大英雄？张宝留意到，从刚才开始，俄日乐就一个人闷着头不说话，想必还在替糊涂谷担心，便对着他问道，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我也不知道。俄日乐摇了摇头。不要想太多，你很勇敢，雄鹰必将展翅上腾，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对吗？张宝摸着俄日乐的头说道。俄日乐用力的点了点头。好了，已经不早了，两位大嫂带着娃娃们早点歇息吧，外面有我们看着，你们放心就行。张宝对着几人说道。话音刚落，远处竟然传来一阵喊杀声。不好，难道是起义军追过来了？还是说起义军要打县府？张宝一个机灵跳了起来，手拿着大刀，一脸警惕地看着远处的人马。不对啊，人数不多，这么点人数要打县府是不可能的。老何听了一会说道。但确实是朝着这边来的，不行，不能让他们冲过来。我们现在不在县府城墙附近，一旦遇上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抵挡。我们3个冲上去拦着。有容，快带着马车到城墙底下去。张宝急切地安排着。不等苏有容回话，张宝就带着老何和李大牛朝着那边迎了上去。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是一队人马在追杀着前面的2人，而前面的2人则无心恋战，一路朝着县府的方向飞奔着。身后的那群人都是身穿夜行衣，正张弓搭箭地朝着前面的2人射着。少爷，前面2人躲箭的方式是军营当中的姿势，这2人一定是军营的人，我们要不要帮一下？老何眼尖看出了前面2人的身份，对着张宝说道。军营的人？什么人敢对军营的人下手？我们必须帮，要是他们按照这个方向追上去的话，就会跟有容他们遇上，到时候难免殃及池鱼。我们这样。张宝对着老何和李大牛2人耳语了几句，3人分头行动了起来。此时那2个人已经远远地看见了县府的城墙，不由得大喜。但突然，身后那人的马匹被弓箭射中马腿，一个翻滚摔落在地下。将军，不要管我，你快走！落马的那人焦急地大声吆喝道。结果为首那人又勒马跑了回来。放你娘的屁，马上就到了，上来！那名将军来到那人面前，就要把那人拉上马，但就这一个间歇，后面的人马已经追了上来，把2人团团围住。将军，一会我奋力掩护将军杀出去。那名士兵说道，横刀站在将军的身前。放屁！大丈夫死则死矣，哪有撇了部下逃命的事情？以后我陈大刀还怎么带兵？跟他们拼了！为首的那人一边说着，就要冲上去拼命。突然，一支箭准确地命中了一名追兵的咽喉，紧接着又是2支箭分别射中了另外的2个黑衣人，从马上摔了下来。与此同时，一个嚣张的声音吆喝着，将军，他们已经落入埋伏，是全部杀了还是留下活口？一边说着，又有2名黑衣人中箭倒地。将军和那个士兵一脸懵逼，那群黑衣人倒是反应比较快，不等将军答话，一声呼哨，带着剩下的黑衣人跑了，留下将军和那个士兵在原地一愣一愣的。石头，你特娘的安排人接应也不早说！为首那人对着士兵踹了一脚。没有啊，我还以为是将军你安排的。士兵揉着屁股，一脸的疑惑。正说着，张宝和老何、李大牛3人走了出来。你们是什么人？士兵横刀拦在将军面前。一边去！他们要是想杀我们，刚才就动手了，站出来干什么？让我们知道吗？将军把士兵踢到一边，朝着张宝他们走来。张宝看着眼前的这人，身材很高，但并不强壮，甚至有些瘦弱，脸上有着一处刀疤。为人虽然粗鲁，但倒也聪明。在下河阳郡郡守陈大刀，敢问是阁下是什么人？将军上前一抱拳说道。啊！听了这人的话，张宝很是吃惊，没想到眼前这个被追杀的人竟然是河阳郡的郡守。当张宝和陈大刀他们一起来到城门底下的时候，却发现苏有容他们正一脸无奈的在城门附近转悠着。就在刚才，他们一路飞奔，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城门下面，但是上面守城的士兵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开门。开门！老子是河阳郡守陈大刀，快点！陈大刀来到城门下面，朝着上面吆喝道。上面有几个人影晃动，但却没有开门。天色昏暗，无法查验身份，郡府有令，天亮开城门。你既是郡守，就更应该遵守城令。马上就要天亮了，请暂且忍耐片刻。城楼上面传来守城士兵的吆喝声，一句话堵得陈大刀一点脾气也没有。他奶奶的，我下的令把老子自己给拦住了，这倒霉鬼催的！陈大刀很是无语，来到张宝他们的火堆旁边坐了下来。原来之前，作为河阳郡郡守的陈大刀，之前为了河阳郡所有县府的安全，严格了开关城门的时间，没想到连累着自己也被关在了城门外面。上面守城的士兵也太不给面子了。不过旁边还有张宝他们众人，郡守倒也无所谓，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小兄弟，给我来块烤肉！刚才我看你们的剑法不错呀，有没有想法到军营里面建功立业？陈大刀对着张宝他们说道。
自顾自地拿起一块烤肉来吃着。张宝看着眼前这个河阳郡郡守，跟自己想象当中的郡守一点也不一样，不仅没有一点郡守的威仪和架子，反而有种大头兵的感觉，让张宝感觉很是亲切。这种感觉仿佛回到了之前他们军区红蓝对抗的时候，他们的红军在一次斩首行动当中抓到了对方的3号人物，当时的3号人物就是这么大大咧咧地闯进他们炊事班，嚷嚷着不能虐待俘虏，要肉要菜要花生的。想到这里，张宝不禁笑了笑。你笑什么？大丈夫建功立业有什么不对？陈大刀很是不爽地看了一眼张宝，仿佛是对他们这些当兵的很是轻看一般。建功立业固然是当兵的理想，但当兵的目的如果只是这个，岂不麻烦？敢问将军，当兵为何而战？张宝连忙收了笑容，想了想，对着陈大刀问道。虽然张宝也曾出身军武，但同是作为军人，思想却是天上地下的。古人讲究忠君，其背后的唯一利益归属是君王一人，但现代部队的核心思想却是保家卫国，其背后撑起的却是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所以在洪水、地震等灾害爆发的时候，是军人冲在第一线，而现在的古代一旦遇到险情，那扛沙袋的却还是这些劳苦大众。这是刻在张宝骨子里面的意识，见到陈大刀如此说法，自然忍不住说了出来。为何而战？当然是为了当今皇上，诛杀叛军便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陈大刀毫不迟疑地说道。那叛军又从何而来？又为何而返？张宝紧接着问道。为何而返？不过是一帮流民贼寇，不懂得体恤皇恩罢了。陈大刀满不在乎地说着，咬了一大口肉。皇恩？呵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真是浩大的皇恩。张宝冷冷地说道。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眼前这人一句体恤皇恩，让张宝想起之前在村子里面的情况，心里面窝火的厉害，忍不住开口讥讽道。大胆！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亵渎皇恩？石头，给我拿下！陈大刀怒目而视，把手中的肉扔进了火堆里面，当即拔出刀来。陈将军息怒，少爷未经人事，不懂事，胡言乱语罢了，您千万别见怪。老何见状，连忙上前说道。你是何大哥？老何一出来，陈大刀旁边的那个亲兵一看，连忙放下了手中的刀，竟然跟老何认识。爱石大牙子老何一脸无奈的朝着那人笑了笑。刚才陈大刀带着亲兵过来的时候，老何就认了出来，只不过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事情早已经物是人非。当年自己在战斗受伤之后，就遇到了张大哥，这一离开就是20几年，原来的毛头小子也变成郡守的亲兵了，不免很是唏嘘，刚才也并没有主动出来相认。哼，怎么回事？陈大刀没想到自己的亲兵和此人认识，冷哼一声问道。回禀将军，此人乃属下参军之时的时常，何云龙，之后在藏马山之战中受伤失踪，多年不见，没想到今日在这里遇见了。那个亲兵对着陈大刀说道。听到亲兵的说法，陈大刀的刀也放了下来，打量着眼前的老何，虽然年纪已逾半百，但浑身上下的精神头却是带着一股痞子兵的劲头。既是出身军武，就自当拥军中军，好好管辖你们少爷，如果再敢胡言乱语，当心我不客气。我们走。陈大刀冷冷地说道，把刀收了回去，带着亲兵朝着城门走去。亲兵也不敢多言，朝着老何苦笑一声，跟了上去。此时的天边已经放亮，城门马上就要开了。看着郡守走远了，一边的马车里面，苏有容悄悄地把弓弩放了下去，李大嫂和胡大嫂也把手中的棍子放了下去，俄日乐也把手中的匕首放下去。李大牛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把手中的木刀收了回去。李大牛的小儿子叽里咕噜地说着梦话，翻了个身，放了个屁，又沉沉睡去。这个郡守好大的脾气啊！刚才那一声吓死俺了。李大牛在一边心有余悸地吐了吐舌头。就是啊，这人变脸也太快了，明明我们刚才救了他，还吃了我一块烤马肉，说翻脸就翻脸，真是可以。张宝在一边也很是无语。陈将军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樊将军手下的一员悍将了，性格方面倒是跟樊将军很像，向来是忠义之士。殊不知刚才少爷你的话已经触犯了他的禁忌，没有直接对我们动手，已经很给面子了，就别期望其他的了。老何苦笑一声，切。不过话说回来，他一个堂堂郡守，跑到我们这小小的三河县府来干什么？而且还被追杀，什么人这么大胆，竟然明目张胆地对着一个郡守追杀？张宝很是不屑一顾，又很是疑惑。对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才反应过来，刚才应该问问。老何在一边也是一拍脑袋，会不会是跟最近的这伙起义军有关系？剿灭起义军是归郡守来管吧，但也断不至于被起义军打成这样啊。张宝他们之前和起义军交过手，并没有多么厉害的高手，不然他和老何一对多，早就被放倒了。严格说起来，战斗力也就和山匪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山匪，就是人数多。看刚才追杀那几人的骑射本领，绝对不是一般起义军，确实是有些奇怪。对了，那几个黑衣人的尸体不是还在那吗？我们过去看看，或许有点线索。老何突然想了起来，
好，李大哥，你在这守着，我和老何去看看。张宝一边说着，和老何拿着刀来到那几个黑衣人那里，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不过在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有着一个奇怪的纹身，像字又不是字，说不上是什么。老何也从没有见过。两人没有头绪，看着天色大亮，便回去跟李大牛他们会合，朝着县府里面走去。这县府对于张宝他们来说，因为之前卖木炭的事情倒也很是熟悉。此时李大牛正熟忍地驾着马车在前面带路，张宝驾着另外一辆马车跟在后面，老何则是老老实实地躲在马车里面。距离上次老何被抓的事情还没有过去多长时间，老何还是担心自己的画像贴在城门口，暂时是不方便露面。倒是几个娃娃们大都是第一次来到县府，趴在马车上一个劲地朝外面看着。县府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新鲜得很，他们这些娃娃们自然没有什么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节，对于离开河间村到这县府里面来住，不仅没有一丝伤感，在看到了县府大街两侧琳琅满目的商号、茶肆、当铺、餐馆、油铺之后，倒是一个个兴奋不已。三河县县府虽然不是什么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隘，但相比较于河间村来说，已经是十分繁华了。再加上刚刚过年没多久，县府里面还洋溢着年尾的喜庆，比年前李大牛他们来的时候热闹了不少。李大牛还是按照之前的路线找到了皮货站的老板，让老板帮着联络一处落脚的地方。说来也巧，皮货站老板的小舅子媳妇儿跟人家跑了，他就准备带着小姨子离开这个伤心的。正好有一家小酒楼转让，连酒楼带后面院子30两银子急转，立即入手的还可以再优惠一点。但这大灾年景的酒楼本就不景气，关门的不少，自然很难赚出去。皮货站老板听到了张宝他们的需求以后，立马联系了自己小舅子，当天3下5除2的就拍板定钉了。皮货站小舅子挥了挥衣袖，除了小姨子什么也没带走，倒是便宜了张宝他们，简单收拾一下就可以开张。整个一拎包入住后院有几间厢房，一家一间就这么安顿下来了，人手倒也齐。张宝自然重操旧业，掌勺做了大厨，苏有容依然是算账的和内务大总管，李大嫂和胡大嫂在后厨帮工，顺便负责卫生，李大牛负责干杂活。倒是老何不敢跑头露面的，整天在后院劈柴。但张宝出去打听了好一阵，现在的县太爷又是忙着留名，又是忙着起义军的，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老何之前的那些事？而且县府的人也都听说了，最近他们三河县的不少山匪窝都已经被起义军攻占，估计大部分的山匪早就被起义军消灭了。老何就充当起了跑趟伙计的角色。之前苏有容在离开河间村的时候，把之前张家所有的东西全部带走了，一点也没留下，再加上积攒了不少资财，可以用来采买后厨物资。忙忙碌碌，择日开业。少爷，最近这肉食也太贵了，俺看要不还是去县府周围的山上打猎之类的吧，这样咱们也好省下不少银子。李大牛对着张宝说道。倒也行，最近已经开春，山上的野物们也开始活动了。那李大哥你就辛苦辛苦，最近到山里面去碰碰运气，不过千万要小心。张宝对着李大牛说道。嘿嘿，少爷你还不放心俺吗？俺向来可是不冒险的。李大牛摸了摸脑袋说道。对了，要是有蛇呀什么的也带回来，总之但凡是能动的通通带回来。张宝突然想到了什么，对着李大牛说道。作为一个野战部队炊事班的大厨，甭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哪怕是土里钻的，都能是我们嘴里嚼的。李大牛一脸狐疑的拿着弓箭骑马出去了。张宝在参军之前就喜欢做饭，毕竟就自己一个人，要是还不好好伺候自己，那生活也未免太惨了。到了部队炊事班之后，在炊事班班长的调教下，厨艺那叫一个突飞猛进，现在总算是有了用武之地。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大夏大部分的饭菜都是蒸煮为主，根本就没有炒菜的概念，而且佐料一类的也相对缺少，就说辣椒吧，现在都没有，不免少了很多的花样。但就算是蒸煮，也能有很多新鲜的花样，比如说火锅。现在天气仍然很是寒冷，吃上一锅热气腾腾的火锅，简直是神仙般的生活。当然最主要的是，张宝在后厨做了几天饭之后就彻底放弃了。本来想着苏有容他们做的饭菜家里面吃倒也无所谓，用来招待客人赚钱盈利自然是差了那么一丢丢，张宝这才决定要亲自动手。但是这个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穿越这才半年的时间，张宝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生活，再加上后厨的材料器具简单的很，让张宝也没有什么做饭的乐趣，索性撂了摊子，准备先开火锅。火锅对于大厨可没什么要求，关键是铜锅比较关键，但偏偏现在胡都谷还不在，也没法自己做，张宝只好用砂锅代替。不过倒也别有一番味道。前段时间张宝和老何假扮成流民到二龙山附近转悠过几次，想要打听一下胡都谷的消息，不过都没有打听到，到现在仍然是生死未卜。众人纵然是心焦不已，但也没有办法，只能祈祷胡都谷吉人自有天相。此时的胡都谷
在起义军当中倒也颇受赏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休养，胡都谷之前的伤也早就好了，再加上有心在张关西面前表现，前段时间在抵抗后面追杀上来的一小队官兵的时候作战勇猛，被张关西提拔到南将军刘崇的手下，当了一名领兵。不过最近胡都谷倒是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之前去追杀张宝和老何的几人，在河间村的物宝碰壁之后一直耿耿于怀，而前段时间整个起义军在忙着休整和对付后面的追兵，自然无暇顾及这方面。但现在基本安定下来，再加上二龙山上的粮食也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便想着再到河间村劫掠一番。而胡都谷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主动请缨要回村借粮，实则想要回去跟张宝他们共商对策。张关西便命令笑面虎跟胡都谷一起带人回去。结果胡都谷在听到张宝他们等人被从村子里面赶走，去处不明的消息之后，直接大怒，看到张宝他们辛苦营造起来的物宝竟然被他人侵占，当即率领一帮起义军攻打物宝。本来李家的人在占据了物宝之后，就没打算跟起义军硬着来，想要和谈，哪有什么斗志？再加上胡都谷对物宝的一切都很是熟悉，没费多大的功夫就攻了进去。胡都谷一人一刀屠杀李家满门上下28口人，把跟在后面的笑面虎都吓得失了笑容。他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真要杀人的时候竟然这么狠，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以后绝对不能惹这个狠人。这是笑面虎对胡都谷的评价。胡都谷不知道张宝他们一行人的去处，也只好在二龙山暂时待了下来。县府里面，宝月酒楼正式开业。现在兵荒马乱的，张宝他们倒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按照张宝的想法，现在是什么年月？你要是火热了，指不定晚上就让人点了。一切还要苟着来，安安稳稳的过段日子再说。本就是大灾过后，百姓手里面的余钱不多，只有偶尔的几个大户人家出来溜街串食，过来尝尝鲜。每一个来的人自然都是赞不绝口。这一来二去的，倒真是让县府里面的不少富贵人家都知道了有这么一处好去处，隔三差五的来转转，生意倒也不差。这天，张宝正在后院收拾着李大虎从河边的泥土里面刨出来的几条蛇，准备新增加一个蛇羹的菜品，却不料在前厅当小二的老何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少爷啊，不好了！我远远的看着一队衙役走了过来，是不是暴露了啊？张宝一听倒也有些吃惊。何叔，你先别慌，你在这等着，我到前面去看看。张宝洗了洗手，解下围裙扔给老何，朝着前厅走去。刚出门就看见了2个衙役挑帘进来，正在说话，后面走进来了一个胖嘟嘟圆滚滚的人。张宝一愣，此人竟是县太爷。之前的时候，张宝曾经在街上看见过这位县太爷，当时坐在一顶绿纳大轿里面，虽是寒冷的天，县太爷还挑着帘子不断扇风，故此被张宝看见。此时看见县太爷前来，倒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连忙迎了上去。不知县太爷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场面上的话张宝自然是会说的。他可是知道县太爷在县府里面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县太爷就是县府的皇上，主管着坐堂审案、征收钱粮、劝客农桑、兴修水利、赈灾放粮等等所有事务。又加上现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县太爷简直是军事、财务、人事一手抓，权力不可谓不大。张宝客客气气的，倒也不是趋炎附势巴结县太爷，只是希望这个县太爷别有事没事的跟他们作对，找他们麻烦，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是个吃饭的地方？你是哪个？县太爷看着张宝年纪轻轻，一表人才，说小二不像，说掌柜的又带着那么一丝书生气。在下是这宝月楼掌柜的，您看2楼雅间请。张宝对着县太爷招呼道。哦，掌柜的很年轻啊，前面走着。县太爷似乎是站累了，急于找个地方坐下，也没多说什么。有容，给楼下当差的几位官爷也伺候一桌，连县太爷的都记在店里的账上。张宝一边朝2楼走着，一边对苏有容吩咐道。苏有容自然机灵得很，连忙招呼几位当差的衙役走了进来，殷勤地伺候着。小掌柜啊，你说你这个酒楼怎么取了这么个名？环保月楼？我之前只知道有个怡红楼和醉红楼，听着我二姨夫跟我说，还以为也是个听曲唱戏的地儿，没想到竟是吃饭的。你这有什么好吃的？县太爷跟在张宝的后面喘着粗气说道。张宝正听着被县太爷踩得吱嘎吱嘎作响的楼梯，担心着县太爷会不会踩断了掉下去。听到县太爷的话，一头黑线。怡红楼、醉红楼，怎么听起来都是这么妖娆的感觉？您里面请，包您满意。张宝把县太爷迎了进去。这是什么？怎么没椅子？县太爷一进去就急着坐下，却发现没有椅子，倒是有一个高出来的台子，上面还摆着一张桌子。县太爷您坐在这上面暖和。张宝指了指前面的炕，对着县太爷说道。现在的时候可是没有炕的，所以冬天睡觉的时候冻死个人。之前在村里面没有条件，这次进城以后，在雅间里面布置的时候，张宝就特意让李大牛按照张宝的描述制作了火炕，下面直接倒入火热的木炭，
不一会就暖烘烘的了。哎呦，好东西啊，还烫得很来。这宝月楼还真有点意思。县太爷起初上去的时候还有点诧异，但当李大婶把火炭放在底下之后，立马就感觉舒坦了起来。不一会，李大婶就麻利地给县太爷置办好了火锅的一切东西。不过是在冬天，没有太多的菜蔬，花样少了一些。但县太爷可是第一次吃这种涮肉片，再配上张宝调出来的胡麻酱，那叫一个绝。掌柜的，再来一盘，不，3盘。县太爷在屋里面吆喝着。苏有容撇了撇嘴，悄悄地捅了捅张宝。相公，这都已经是20几盘了，还吃啊？张宝一阵苦笑。如果只有张宝自己，他才不会伺候。但现在自己身后一大家子的人，哪能由着自己的性子硬刚？全当喂了狗吧，快去，别让县太爷等急了。对了，给县太爷上烈酒，把何叔的好酒拿上去。另外去看看何叔的2条蛇肉收拾好了没有，我一会端上去。张宝笑着对苏有容说道。既然要做生意，自然就要笑迎天下客。张宝以后还想着条件好了，招几个身材高挑的女子，来一个海底捞式的贴心服务。不过一想到这个社会，哪个大户人家里面没有几个俊俏的丫鬟？那贴心服务不仅贴心贴身，还是24小时的，只好作罢。哎，你们听说了吗？最近二龙山那边的起义军好像又把那些追兵给打退了，听说这好像是最后一伙追兵了。几个在吃喝的衙役们聊着。张宝听见二龙山，不由得侧身细细听着。是啊，这些追兵要是没了，那我们这三河县岂不是麻烦了？郡守大人就这么走了，也没说后面怎么办。要是起义军打过来，那可怎么办？不能吧？他们还能攻打我们县府？那可不好说。起义军足足有好几千人，我们这个县府里面的人才多少？就算是郡守大人留下了500人马，那也不够啊。按说的是啊，打过来再说吧。来，吃。听了这些衙役的话，张宝倒是皱起了眉头。没想到现在的起义军竟然发展到如此的大事，几千人马可不是闹着玩的。本来想着在这县府里面还能安全一点，现在看来也很难说。而且这个县太爷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啊。令张宝疑惑的是，那个陈大刀竟然已经离开了。虽说留下了500人马，但真要是起义军打过来，还真是麻烦。相公，蛇肉已经好了。苏有容端着一盘蛇肉走了过来。好，给我吧。张宝接了过来，朝着楼上走去。张宝进去的时候，看见县太爷正撸着袖子，一手拿着酒壶，一手夹着肉，吃的那叫一个痛快。大老爷，这是今天刚刚出城挖到的蛇，尝尝鲜。张宝笑着对县太爷说道。哟，这可是好东西啊，看不出来掌柜的还真有能耐，能搞到这种东西。县太爷眉开眼笑的，明显有点上头了，说话都不太利索。蛇肉这东西滋阴补肾，对肾脏亏损有很好的滋补，正是县太爷欠缺的。自从这个秋天贴秋膘贴大了，一下子胖了不少，那方面自然受到了不少的影响。再加上最近去怡红楼和醉红楼的次数多了点，家里面的几房小妾都很是不满。哪有，不过是辛苦一点，出城到山上去多转转罢了。不过大老爷，最近倒是在山上看到不少手拿兵器的人啊，我们都不敢靠得太近，这是些什么人啊？张宝把话题引到了这上面，想看看县太爷的想法，要真是不安稳，还是要及早的想办法才行。哎，你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起来就头疼啊。最近这伙起义军真是邪了门了，去哪不行，非要到我们这三河县来，还不走了。还有那些流民也都一股脑的涌了过来，把我整天忙的呀。这要是有点什么事情，我可真是睡不着吃不下了。掌柜的别干站着呀，坐下一起吃点。县太爷一听，长叹了一口气，把酒壶一放，招呼着张宝坐下。县太爷一边说话，2个腮帮子不断的颤抖着，嘴角边沾满了胡麻酱。张宝看着县太爷的样子，捂着嘴直想笑，赶紧在大腿上掐了一把，这才没笑出来。这县太爷一点架子也没有，倒是有些平和近人，很难想象他拿起金堂木这一拍会是什么感觉。这不是怪了，这起义军不都是由军营的人马负责处理的，怎么这差事还落到县太爷您的头上了？张宝给县太爷添了一杯酒，县太爷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又夹起一块蛇肉来，顾不得烫，直接塞进了嘴里面，烫得直咂舌头，囫囵吞了下去。张宝看着，连忙再添上一杯，县太爷又一口干了，已经有点醉眼朦胧了。军营负责个屁，那个姓马的军侯根本就不听我指挥，还整天把我那110号衙役使唤得跟孙子一样。县太爷很明显有点喝高了，把对面的张宝也不知道当成是什么知己，就抱怨了起来。在现在大夏的县府当中，县太爷居上，下面是县尉和县丞。县中之事分为文武，县尉负责武事，执掌治安，抓捕盗贼；县丞负责文事，抄写告示，撰写文书。只不过像三河县这种小县府，县太爷就是老大，什么都管，下面的人分工也没有那么明确，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忙活。三河县没有县丞，只有上任知县留下来的一名主簿。县尉更是个病秧子，据说是得了什么重病，走路都要人搀扶，更不用说干事了。一帮衙役散漫得很。不过最近倒是惨了，陈大刀陈郡守
不知为何突然来到了他们这三河县，还调来了几千人马。正当这个县太爷准备招待的时候，陈郡守又一溜烟的带着一帮人马出城了，去向不知，但留下了一名军侯和500人马，协助三河县抵御起义兵。偏偏这位马军侯是个冷面人，县太爷设宴招待，全程冷脸，更是从县太爷的手里面要接手一帮衙役。县太爷哪能答应，以维护治安为由给拒绝了。但这个马军侯不是今天要训练场地，就是明天要兵刃粮草。前一阵子说什么要加固城墙，让他们一帮衙役去帮忙。县太爷想着怎么也是郡守的人，不好得罪，就松了口。这家伙好，足足忙了7、8天，差点没把一帮衙役们累死。县太爷自觉也是受了不少气，对这个马军侯很是不满。此时听到张宝说起来，自然是大诉苦水。张宝正不知如何接话，下面就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紧接着，一个中年人拎着下摆，急匆匆地走了上来。张宝连忙站了起来，打量着来人。来人年纪刚刚而立，身材修长，留着薄薄的胡须，一身书生的扮相。此人正是县府的主簿黄承之。老爷，那位马军侯又在衙门里面发火呢，赶紧回去看看吧。主簿也无暇顾及张宝，径直来到县太爷的面前说着。县太爷迷迷瞪瞪的一拍桌子，欺人太甚，又为什么发火？县太爷很是不满的一踹炕，谁料县太爷的体重太大，本来这个火炕就已经摇摇欲坠，经过这么一踹，县太爷坐的地方竟然塌了一片，县太爷直接掉了进去。好在火炕做的不是很高，而且里面的炭火也早就已经熄灭了，这才没摔出个好歹来。张宝和主簿两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县太爷拉了起来，说是府库的兵器问题。总之老爷还是赶紧去看看吧。主簿一边扶着县太爷下楼，一边在县太爷耳边絮叨着。张宝看了看摇摇晃晃下楼的县太爷，无奈的摇了摇头。虽然张宝不知道是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按照县太爷这个样子回去，估计那个马军侯会更加火大。这个情况按理说那个主簿不应该不明白啊，怎么还一个劲的让县太爷回去？张宝来到火炕前看着，很明显已经作废了，看来这个火炕还是要改进一下。刚走下楼，就看见苏有容笑眯着眼迎了上来。怎么了这是？看把你高兴的。张宝在苏有容的鼻子上刮了一下，相公你看，这是县太爷走的时候匆匆扔下的。苏有容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了一大个银锭，足有4、5两。县太爷还给钱了，真是难得呀。张宝也有些诧异，本来都打算喂狗了，没想到竟然还能收到钱，这县太爷还真是有点意思。走了。老何这时候也鬼鬼祟祟的从后面探头出来。走了。听这话，最近衙役们忙得很，都在顾着那些起义军的事情，估计你之前的事情早就忘得差不多了，不用这么疑神疑鬼的。张宝笑着说道。嗨，多大点事我都没放在心上，刚才不是怕你不敢处理那几条蛇吗？老何一脸满不在乎的梗着脖子说道。张宝翻了个白眼，一会老牛回来之后，让他再修楼上的火炕，被县太爷坐塌了，还有这个楼梯，我感觉也有必要加固一下。张宝对老何说道。我出去一趟。张宝说着便走了出去。之前听到县太爷说起刘明的事情，张宝最近几天倒是没有出门，便想着出去看看最近县府的形势。如果真要是刘明多了，他们现在力所能及的也可以设个粥厂，暂且缓一缓。张宝倒不是多么有善心，只是这刘明控制不好，就有可能是难民或者暴民，他们如果暴乱而起，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些开酒楼的地方。现在这年月，谁活着不是为了一口吃食？张宝一路安步当车，来到了城门口，却见城门口的外面已经挤满了不少的流民百姓，有几个施粥的帐篷在支棱着，但现在似乎还没到施粥的时间，并没有围着人。张宝很是诧异，这倒是奇了，当时他们进城的时候，大清早的连个人也没有，怎么这才不到月余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流民？看不少流民支搭起的帐篷，是已经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了。张宝在城门口打听了一阵，这才知道确实是最近几天才聚拢过来的，而且新来的马军侯下令，为了防止起义军的探子混进城里面，所以流民一律安置在城外，不得进城，这才导致了流民在城外的聚集。张宝不禁点了点头，这么做虽然难免有些冷漠，但在这等非常时期却是最稳妥的办法。要是那些起义军知道县府的守备力量如此薄弱，趁机渗透进一部分人马来，在城里面搞混乱，城外再趁机起事，说不定这个县府就危险了。正当张宝想着，看到一群流民朝着一个方向蜂拥而去。张宝一看，是几个施粥的帐篷抬出来了不少的稀粥，不少流民混乱的挤在那里。张宝看了一会，正要转身回城里安排李大牛他们也送点粮食出来，却突然听见一个施粥棚里面传出了一阵吵闹声。张宝皱了皱眉头，凑了过去，只见一个粥棚的外面，不少流民正捧着豁口的大海碗围成一圈看热闹，里面有一个无赖样的青年正冲着一个白衣女子连喊带骂，还有一个青年捂着肚子躺在地下，旁边的破席子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不过11、12岁，正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的众人。被
被骂的那名女子看起来不过桃李年华，肤白如雪，秀颈婀娜，一双纤细的胳膊此时正插在轻盈的杨柳细腰上，秀眉微蹙，俊俏的脸蛋气得通红，面对着无赖地痞的污言秽语，显然正在极力压抑着怒火。你说是喝了我们家的粥，有何凭据？这么多人喝了我这里的粥，为何偏偏你们出了事情？你们分明是来捣乱的！一边说着，女子的眼角竟然闪上了一丝惊异，气得连连跺脚。谁捣乱了？你别以为给我们口饭吃，你就是活不撒了，给我们下毒，是想害死我们吗？要么我们就见官，要么你就跟我回去，把我弟弟妹妹的照顾好了，然后就可以走了。那名年轻男子一脸轻浮地说道，眼神当中满是隐喻。周围的人也都纷纷窃窃私语。从众人的话语中，张宝这才明白了事情的起因。原来这两名男子说他们的妹子今天早上喝了白衣女子的粥，之后就一直腹痛难耐，现在另外一个人也肚子疼了起来，非要让白衣女子给个说法不行，赔钱还不行，必须要跟他们回家。你们明明就是不要在这捣乱，不然的话休怪本小姐对你不客气。白衣女子看到男子眼中的邪欲，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们捣乱，明明就是你的粥有问题，说不定就是因为针对我们下毒的。大家快来看啊，这人不是我们三河县的人，却在这里施粥，分明是不怀好意。那名叫骂的男子对着周围的人吆喝着，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也对着白衣女子指指点点了起来。张宝正想看看那名小女孩的异样，却正好看见那名躺在一边哀嚎的男子竟然有意无意的在小女孩的腿上狠狠拧了一把。小女孩这才像是反应过什么来一样，用包袱捂着肚子，脸上的表情也痛苦起来。不过看她表情里面的惊恐之意远胜于疼痛之意，很明显是刻意而为之。张宝瞬间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分明是这两个男子威逼来装病的，而那躺在地下哀嚎的男子就更不用说了，光看他捂着的地方就随着身体的不断挣扎换了好几个地方。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在这里胡搅蛮缠，真当我们所有人都眼瞎吗？张宝听见那名男子继续在那里谩骂不止，心头火起，禁不住的吆喝了起来。听到张宝的话，围观的人瞬间闪开了一条路，把张宝的身形露了出来。张宝这才意识到自己脱口失言，心一着急，竟然把电影里面的台词吆喝了出来。但此时众人都在看着自己，便硬着头皮走到了前面来。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啊，不然的话削死你！那名男子看见张宝出来，脸上顿时狰狞起来，恶狠狠地对着张宝说道：滚一边去！张宝骂了一声，这种垃圾搭理都不愿意搭理，然后准备俯身看看小女孩的情况。没想到后面那人竟然恼羞成怒，上来就要对张宝动手。那白衣女子一看，用脚轻轻一点地，一个青燕翻身从粥棚里面跳了出来，凌空一脚踹在那人身上，那人一个跟头跌了出去，正好撞在躺着的那人身上，一脚踩在了两腿之间，鸡飞蛋打。地下那人嗷的一嗓子就坐了起来，脸色瞬间比纸还白，浑身冷汗，倒地抽搐了起来。没一会竟然断了气。杀人了！杀人了！救命啊！那名青年扯着嗓子吆喝了起来，那名白衣女子更是脸色苍白，一脸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此时正好有一队衙役在城门口巡视，维持流民的秩序。听到这边的吆喝声，连忙走了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都闪开！看到衙役们走进来，那个无赖青年仿佛看见了青天大老爷一样，连忙上前抱着为首衙役的大腿，嗷嗷嚎哭了起来。大人呐，这个娘们在粥里面下毒不说，还打死了我弟弟啊！大人，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顺着无赖青年的手，几名衙役看向了站在一边的白衣女子。几个衙役有些发愣，没想到世间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冻浆涨红的脸蛋儿带着一抹柔软和光泽，温润的如同美玉一般，妩媚的容貌当中带着一丝惊慌，让人一脸的疼惜。虽然此时脸色苍白，一脸的震惊，但那俊秀的面容却是让几个衙役很是惊艳。不过意识到周围还有不少的人围观，为首的那名衙役连忙收起了姿态。王赖狗，怎么又是你们两个？你弟弟死了？这位小姐，他说的话当真？听到衙役的问话，白衣女子这才反应了过来。不，我没有动他，更没有下毒，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白衣女子脸色煞白，没想到自己好心出来施粥，竟然还惹上了人命官司。这件事情实在是没处说理去。刚才确实是自己一脚踹了出去，但脚上明明收着力度，哪知竟然踩上了另外一人。慌乱中并没有看得真切，但地下那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死了，不免心神大乱。既然如此，还得跟我们去衙门里面走一趟，让县太爷秉公处理。在这里的这么多人，可有位小姐佐证的？一起跟着到衙门里面做个见证。衙役对着周围的流民们问道。结果一听要到衙门做见证，所有的流民一哄而散。见到此状，那名女子一脸的不敢置信，死死地咬着下唇，委屈之间一行清泪流了下来。她没有想到自己好心好意的出来施粥，但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这群领受了自己施粥的众人竟然冷眼相观，并无一人伸出援手，心中早已冰凉一片。这位官爷，
刚才的事确实是跟这位小姐无关，完全是这两个无赖自己找事。那人死了，也不过是他自己不小心失误踩了那人要害部位，实在是怪不得这位小姐。张宝在一边出声说道：“你是什么人？”衙役对着张宝问道：“我是，他们是一伙的，刚才就是他出来帮手，大人啊，千万别放过他。”张宝的话还没有说完，刚才的无赖就插话说道：“好了好了，既然如此，就多跟我们走一趟吧。”衙役们听得头大，索性把所有人都押了回去，尸体交到了令史手里面。现在的大夏衙门里面负责活体检验、尸体检验、现场勘验的官员称为令史，也就是验尸官。至于县太爷，据说是有公务在忙，今天来不及审理这方面的事情，衙役们只好暂时把张宝和白衣女子关到了牢房里面。张宝很是无语，这哪是什么公务在忙？县太爷明明就是喝多了还没醒酒，本来就想着出来看看情况，没想到竟然惹上了这样的事情，偏偏县太爷喝多了，还是在自己那里喝多的。这命里该着就有一节呀，三河县县府的大牢并没有分什么男监和女监，一年也不会有太多的案子和犯人什么的。张宝进去的时候，桌子上积了一层灰，地面上的枯草也早就快没有了，露出阴冷潮湿的地面。好在现在是冬天，没有蟑螂、尸虫之类的，不然张宝可真是要哭了。负责看守的那名衙役年纪不大，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人被关进来，而且还有一个肤白胜雪的美貌女子，一颗心早已躁动难耐。虽然站在牢口，但时不时的朝着牢里看上几眼，奈何那名女子一直低着头，让年轻的衙役有些失望。张宝把自己这处猪圈一般的牢房简单收拾了一下，这才转头看着旁边的白衣女子。那个白衣女子自从进来之后，就一直闷不作声的坐在一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张宝也不好随便搭话，用手扶出一片干净的，自己坐了下来，想着自己这突然被抓进来，也没来得及跟有容他们知会一声，到时候难免记挂。摸了摸口袋里面还有几块碎银子，倒不如找这个年轻的衙役试一试，也好带个口信回去。特别是老何那个火爆脾气，万一把自己的失踪和之前的那些事情上联系起来，说不定又要干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这位兄弟，在下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应允？张宝对着那名衙役问道。那名衙役正发愁着找什么理由能离得这名美貌女子近一些，听到张宝的话立即走了过来。那名白衣女子听到了也回过神来，看着张宝。那名年轻的衙役看着白衣女子转头看着这边，心里不由得一喜，也不好拿捏姿态，来到了张宝的牢房外面，瞥眼盯着白衣女子那美貌的脸看着。这位衙役兄弟，在下不曾想遇到此事，来得仓促了一些，家里不曾关照，还想烦请小兄弟能代为传告一声，也好让家里人放心。张宝对着年轻衙役说道，说着把手里的几块碎银子递了过去。看着白衣女子也凑了过来，对着白衣女子说道，不知姑娘家住何处？我看这位小兄弟年轻义气，定然会应允，何不一起劳烦小兄弟这一趟？本来这个年轻的衙役还有些犹豫，但听到张宝这么说了，心里倒是一动，不过手上却推辞着。这个大人在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吩咐过了，两位的案子还没有开堂审理，不过那两人素来是我们三河县府里面的混混，惹事不少，想必不会出在两位身上。一会我替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倒可知会一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张宝一听有门，隔着栅栏硬是把银子塞到了年轻衙役的手里面。看兄弟这话说的，能遇到小兄弟这般明事理的人实在是不容易，哪有让你白跑一趟的道理？在下是宝月酒楼的掌柜，你可进去随意知会一声就可，让他们不用担心，明天审案的时候再说。这位姑娘，你是？张宝说完，转头看着白衣女子问道。多谢公子，小女子的事情自会有些通报，就不劳烦这位衙役兄弟了。白衣女子对着张宝躬身行礼说道，但是对这个衙役倒是冷冷淡淡。之前对这群衙役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抓进来的事情，还是有些耿耿于怀的。年轻衙役的脸上一阵失落，不过转瞬即逝，讨了个没趣，也不再说什么，又回到门口站起岗来。